张扬，不可以！夏薇，求你了，给我滚开！东珠大酒店1500块一晚的豪华房间之内，张扬从床上跌落，将他踢落床的是他的女朋友夏薇，两人交往了2年多。张扬在他身上花光了所有积蓄，可至今都没能突破最后一步，刚刚还被一脚踢下床。张扬，你自己搭车回去。夏薇用被子挡住身体，冷冷道：为什么？我还是第一次，万一你兽性大发，半夜把我强了怎么办？夏薇将床头的衣服砸给他，凶巴巴的命令：快滚！张扬无力地穿起衣服，突然脑海中传出一道声音：真他妈的废物，你真是枉为男人。谁？张扬左顾右盼，并没有看到人。我乃合欢老祖，是前晚那一道流光。前夜，张扬正在野外看星星，一道流光突然从天而降，进入他的身体，他害怕极了。过了2天，身体没什么反应，他才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合欢老祖是什么鬼？张扬奇怪地问。我灵魂受到重创，先传你一门修炼功法，等你修炼一定程度，滋养了我就能再次苏醒过来。紧接张扬感觉脑海中多出了许多记忆，魔道无上宗派合欢宗太上长老强行给女帝下药，得手之后被女帝追杀，肉身俱灭，剩下一缕残魂流落到这一界。消化记忆之后，张扬惊得目瞪口呆，这合欢老祖也太牛逼了吧，连女帝都敢硬推，简直就是男人中的战斗机。记住，女人是工具，不是上帝。合欢老祖说完最后这句话就下线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见张扬还在傻站着，夏薇怒哭：你再骂一句试试！张扬一把抓住他的手，目光凶狠地盯着他。突然脑海中弹出一行字：非元阴体，阴气直一。张扬惊得目瞪口呆，下一刻气急败坏。得到记忆之后，他已经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元阴体，完璧之身的意思。阴气直，一天没跟男人睡过，计数1，睡后清零。也就是说，这个贱人昨天才刚刚跟男人睡过，他竟然说自己是第一次，还说婚前不同居。我操你娘！张扬，你敢吼我！夏薇指着门口怒喝：给我滚！立刻，马上！看着眼前这具一丝不挂的身体，张扬愤怒之中带着一丝邪火。这个女人虽贱，但是不得不说，无论是姿色还是身材都是一流。想着自己在她身上花了上10万，连碰都没碰过，实在是太亏了。你想干什么？见张扬眼神中充满血丝，夏薇有些慌了。下一刻，张扬扑了上去。张扬，你干什么？这样是犯法的。夏薇拼命挣扎，可惜哪里斗得过张扬一个大男人。咱们是情侣，你的话谁信？张扬没理会他，开始了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同时修习老祖传的龙凤培元功。可惜一个阴气值只有1的女人，还是非纯阴体，没有任何双修价值。事后，张扬看着干净的床单，冷冷道：贱人，这就是你说的完璧之身？夏薇瘫软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她根本没想到外表看起来瘦弱的张扬会这么猛。张扬，我是骑自行车不小心。话还没说完，张扬一巴掌抽了过去。都这时候了，你还他妈跟我说不小心骑自行车？有这么羞辱自行车的吗？你敢打我？夏薇猛了，把钱还给我，不然我让你明天走不了路。张扬冷冷道：你敢？我看我敢不敢。张扬将他压到床上，准备再折磨一次。夏薇想起刚才的过程，前面感觉还不错，但后面生不如死，再被折磨的话，他都怀疑自己要打120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恶魔。我给。夏薇情之不出点血，今晚是出不去了，拿起手机赚了1万块钱过去。打发叫话子呢？10万，1分不能少。夏薇犹豫了一下，又将9万块赚了过去。出门后，他恶狠狠地说：我保证这笔钱你一定没命花。张扬根本没理会他，他还沉浸在变强的快感中。合欢老祖说的没错，女人是工具，千万别当上帝。继续消化记忆，张扬发现记忆中不但有龙凤培元功的修炼方法，还有涉及医术、灵药、法术、道术、修真7艺等技能，只可惜他境界太低，能使用的只有医术。恰恰张扬的职业是一名医生。第二天一早，张扬早早到达医院，他是江南市第3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实习医生。一道高挑挺拔的身影走过，伴随着一阵香风，视线处是一个麦当劳商标。刘主任早。张扬打招呼。女人叫柳飘絮，是泌尿科副主任，前几天刚调到科室，肤白貌美，不近人情，这是她在张扬心里的标签。柳飘絮淡淡地点了点头，态度有些高冷。地面有点湿，刘主任小心。话还没说完，柳飘絮惊叫一声，整个人向后倒去。张扬正好站在她身后，赶紧架住她，双掌挽了上去。这商标也太大了吧！张扬懵了，一时之间失去了反应。此时脑海中突然跳出一行字：元阴体，阴气值300。他竟然还是完璧之身。张扬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28岁的年龄，医学博士毕业，从事泌尿外科，做过的包皮手术没有100也有大几十，这样的女人竟然还是完璧之身，真让人难以为之信。愣着干什么？扶我起来！柳飘絮怒喝。张扬赶紧将她扶起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才的事情不许说出去。柳飘絮严重的警告一句，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张扬闻一下右手特有的女人香气，上余留在指尖。这女人真极品，要是能双修，
实力绝对能长不少。办公室内，柳飘絮脸色绯红，羞怒难当。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摸那里，虽说是意外，但是一手一个准，哪有那么巧？她翻出科室医护人员档案，一页页翻看起来。很快，她就找到了那家伙的档案。照片上是一张英俏帅气的脸，张扬，25岁，实习医生。看到资料上填着本科学历，柳飘絮有些鄙视。对比他一个医学博士，这学历也太低了，除了长得帅，一无是处，还是个小色狼。柳飘絮感觉不太舒服，仔细检查一下，发现内衣歪了。这个混蛋下手真够狠的。他将手伸进衣服里，费劲的整平，感觉还是买小了。此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进来。柳飘絮将档案放回原位，一道贼眉鼠眼的身影走了进来。刘主任，我是实习医生叶之阳，目前科里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关于实习医生转正的事，名额只有一个，一位是刚才凶袭自己的张扬，另一名就是眼前的叶之阳，目前两人正在考察中。按照医学水平来说，张扬更胜一筹，但是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担保谁赢。叶主任，我觉得张扬医德有问题，不配做医生。叶之阳说道。此话怎讲？张扬仗着自己长得帅，跟科室护士不清不楚，有人看到他上夜班的时候，跟护士夏薇从一个没人的空病房出来，肯定在里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柳飘絮想起刚才被凶袭的事情，内心一阵厌恶，这家伙果然是故意的。叶医生，我希望你能把更多精力用在提升医学水平上。张扬固然不是好东西，叶之阳背后说人坏话也绝非好人。刘主任，我一定会努力，没别的事情，我出去忙了。叶之阳转身离开，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刚才张扬无意凶袭柳飘絮的情景，他恰好看在眼里。现在他说这些话，不异于火上浇油，柳飘絮肯定对他十分厌恶。张扬，你这个只会当牛马的废物，跟我都还嫩了点。8点整，柳飘絮出去开会，科室主任赵大海外出做学术研讨，现在他是科室里最大的。开完会，柳飘絮分派任务，轮到张扬的时候，他派了几个包皮手术的任务。刘主任，这种小手术是叶之阳在做。张扬说道。你对我的安排不满意？柳飘絮眉毛一挑。张扬扫了叶之阳一眼，后者在偷笑，显然在私底下跟柳飘絮说过自己的坏话。领导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张扬没正意识得失，自己的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果然，张扬刚做了一起包皮手术，柳飘絮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让他回到之前的岗位。张扬来到病房才得知，叶之阳因为对病人病情不了解，沟通缺乏耐心，被病人投诉了。处理好病人情绪之后，张扬来到柳飘絮的办公室，将一份辞职信呈了上去。张扬，你不会因为我将你安排去做包皮手术对我不满？刘主任，绝对不是。张扬立马打断他的，我是因为别的事情才决定辞职的。你在3院实习快1年了，如果现在辞职，之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我不知道你为何决定这么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经过早上病人投诉事件，柳飘絮已经充分看清叶之阳跟张扬的实力差距有多大。刘主任，你颈椎是不是经常疼？老毛病了，你怎么突问这个？这些年柳飘絮拼命努力，连终身大事也不考虑，终于成为整个江南市最年轻的副主任。为此他也拼出了一身病，腰椎颈椎都有问题，每次坐久身体就像僵化一般。我有办法解决你的颈椎问题。什么办法？按摩。见柳飘絮眼神中露出一丝厌恶之色，张扬赶紧道，刘主任，你给我3分钟时间，我如果不能解决你的颈椎问题，我现在就走，连工资都不要了。你确定？我确定。柳飘絮招了招手，示意他上来。虽然他还从来没谈过恋爱，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他还是比常人思想开放一些的。不就是按一下肩膀，有什么大不了？刚才连胸都被抓了。门需要反锁一下吗？不用，我的办公室还没有谁敢不敲门进来。张扬来到柳飘絮身后，双手按到他的脖子上，运转元气，轻轻按压起来。合欢老祖用残存的元气帮张扬强行突破到炼气一层，此时他体内已经拥有了一丝元气。记忆中有大量医术，运气驱瘀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很快，柳飘絮就感觉一阵温热的气流涌入肩膀，说不出的舒服。张扬用心按压起来，元气透过手指进入柳飘絮的肩膀。人体的肌肉、血液、骨骼、筋骨传输元气速度都不一样，正是细微差异，可以通过元气入体探查人体的基本情况。柳飘絮肩膀的血液输送元气过程有些阻滞，时快时慢，说明血液流通不好。张扬沿着血液流畅不通的位置输送元气，一点点打通阻碍。眨眼之间，3分钟时间过去，柳飘絮非但没有喊停，反而舒服地闭上眼睛，嘴里还时不时发出一声闷哼。这声音太销魂了。张扬目光从他衣领滑了进去，顿时热血沸腾，实在是太震撼了，怕是一根针都塞不进去。絮姐，感觉怎么样了？张扬收回手，适可而止。你这按摩手法很不错。柳飘絮赞叹，你的颈椎已经彻底恢复。刚才我运气时发现你腰椎也有血流不通的问题，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的忙，让你彻底摆脱腰椎的疼痛。你离职是想开中医馆？张扬点了点头，他急需一份自由职业，每天跟大量的女人打交道，得到修行目标。想来想去，他觉得开中医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柳飘絮犹豫了一下，说道：“下班之后，你开个房间帮我处理一下腰椎。如果你能彻底解决我的腰椎问题，就证明你有这个实力开中医馆，否则乖乖留在医院上班，如何？”一言为定。张扬转身离开，嘴角泛起一抹浅笑。鱼儿上钩了。眨眼间到了下班时间，张扬在路边简单吃了顿饭，来到预定的酒店，静静等待。约莫8点，柳飘絮终于来了。柳主任趴到床上，柳飘絮听话的趴到床上，床垫被压成2个漩涡，腰部跟床之间居然还有空隙，这规模太恐怖了，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张扬压住内心旖旎，站到床边，双手轻轻落到他腰上。哥哥，柳桃絮突然翻身躲了过去，不行，太痒了，我受不了，痒由心生，你别想就行了。在张扬的强迫下，他再一次趴到床上。哥哥，柳飘絮再次翻身，直接从床上滚到地上。张扬无语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身体这么敏感的人。让我缓缓，咱们先聊聊天，行不行？柳飘絮身痒还有一个原因，他心里有些害怕，腰部不像肩膀，是比较隐私的地方，万一张扬按着按着动情了怎么办？这里孤男寡女，他若用强，他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你想聊什么？张扬问。我听说你跟一个叫夏薇的护士在谈恋爱，是不是？张扬点了点头。我们谈了2年，不过已经分了。柳飘絮很好奇，为什么？有一晚上夜班，他把我叫到一个空病房，对我进行表白，说对一见钟情。我开始对他没多大感觉，毕竟才刚认识，没想到第2天事情就传了出去。为了他的名声，我答应了，2人就这样在一起了。他性格比较传统，拒绝婚前同居，2年来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相敬如宾。直到昨天，我发现他早就被一个男人包养了。噗！柳飘絮以为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没想到最后这句话闪了他的腰。对不起，我没笑你的意思，实在是忍不住。柳飘絮赶紧道歉。没关系，看清他的人品就好了。随着聊天深入，气氛缓和多了。张扬见时机差不多，再次让柳飘絮趴到床上。张扬双手先是落到他肩膀上，等他的身体没那么敏感，这才按腰。果然有效，颈椎按完，手转移到背部的时候，柳飘絮就不酸痒了。很快，柳飘絮就舒服的呻吟起来。他很紧张，身体绷得很直，他有点后悔了，刚才也不知道脑子发什么神病，竟然答应了。男人可都是下半身动物，万一他忍不住怎么办？放松一点，我是医生，有职业道德。张扬强压欲望，他很清楚时机还远远不到。如柳飘絮所说，他的腰部情况比起颈椎严重得多，腰椎间盘血液阻塞，还有神病轻微挤压。张扬先用元气强行改变腰椎，让其复位，紧接处理神病线，最后才处理血液流通。短短1个小时，张扬整个人都虚脱了，体内元气几乎消耗殆尽。你的腰椎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一次没办法彻底，至少还要2次。张扬停下手部动作，进洗手间洗手，顺便擦一下汗。柳飘絮看了眼浴室方向，好感顿时多了很多。刚才那种情况下，100个男人当中至少有90个9会有想法。这个家伙不但忍住了，手上连尝试动作都没有。为什么他不试试？万一自己同意了呢？下次咱们什么时候约？柳飘絮问。咱们可能没下次了。为什么？柳飘内心一惊，马上明白了。你需要多少钱？开个价。张扬摇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有些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尽管说。那我就直说了。张扬顿了一下，这才继续道，我修炼了一门内功，刚才就是用内气将你体内的淤血打通，解决了你的身体问题，但是我这内气有限，需要通过双修的方法才能恢复。你想我用身体交换？柳飘絮脸色顿时就变了，眼神中立刻露出厌恶的表情。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张扬早就猜到了他的反应，你的完璧之身对我的修行有用，我不会趁人之危，也不会强迫别人，如果你不同意，现在就可以离开。柳飘絮心里仅有的一些好感消失殆尽，穿上鞋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张扬没挽留，像柳飘絮这种从没谈恋爱的女人是很难追到手的，自己由这时间去追她，还不如多花时间找愿意的女人。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适合修炼的远不止她一个。很快，张扬就将遗憾抛之脑后，盘坐在地上运气修炼。轰隆隆，一道闪电划过玻璃。少顷，大雨倾盆而落。大雨下了半个小时，一点都没停的意思。房间门铃声响起，张扬过去开门。柳飘絮站在门口，又是紧张又是羞涩，车停在外面，我没雨伞，回不去。雨没那么快停，你进来休息一下。张扬说完，继续盘坐修炼。柳飘絮盯着他，发现他的头发无风而动，衣服也轻轻鼓动，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身体里流转。他还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事情，这个家伙难道是传闻中的古武高手？不然他怎么可能几分钟就治好了自己的颈椎？怎么可能一眼就看穿自己是完璧之身？他可是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张扬，我的身体对你修行真的有用吗？柳飘絮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问出口。张扬点了点头，我有本事看出你是完璧之身，自然不会骗你。我是不是你第一个女人？他继续问。张扬继续点头。夏薇那种在他心里都不算是女人，我以后会强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你如果是我的女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张扬走到他身边，
轻轻搂着他的腰，把第一次给一个绝世强者，你不愿意吗？柳飘絮犹豫片刻，羞涩地点了点头。张扬大喜，一把将他抱了起来。2个小时之后，云停雨消，张扬体内元气已经完全恢复，还强了不少，但距离突破炼气2层还差得远。普通女人，哪怕是完璧之身，对修行的作用也远远比不上有灵根的女人。可惜灵根100万中无一，哪有那么容易碰到？柳飘絮躺在床上沉沉睡去。对于一个第一次的女人来说，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为难她了。张扬将空调关小，钻进被子，将柳飘絮搂在怀中。张扬，我爱你。柳飘絮呢喃一声，搂着他继续睡觉。她实在是太困了。第2天一早，天还在下雨，柳飘絮早早醒来，感觉精神出奇的好，一点都不像睡眠不足的样子。张扬果然没骗她，跟他那样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他感觉也不疼了。张扬感觉有什么重物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悠悠睁开眼睛。你想压死我啊？张扬笑道。柳飘絮羞得无地自容，离开他的身体。讨厌，不理你了，我的元气已经完全恢复。趴着，我把你的腰椎治好。柳飘絮赶紧趴着，这样他就看不到自己羞涩的脸。张扬双手按了下去，输入元气。很快，柳飘絮就舒服地叫了起来。这种热流入体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比泡温泉还舒服得多。张扬，唉，你们男人是不是不喜欢太大的？柳飘絮把脸埋进被子里，声如蚊音。如果不是张扬耳朵实在是太敏锐了，根本听不清楚。小朋友才喜欢乒乓球，男人都喜欢打篮球，我哪有篮球那么恐怖？柳飘絮狠狠打了他一下。张扬趴在他身上，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谁能想到，堂堂美女博士，江南市最年轻的副主任，仅仅见了几次面就被自己拿下。男人只要足够强大，足够帅，投怀送抱女人多的是。雨下了整整1夜，气象局颁布了红色暴雨讯号，放假1天。2人歪腻了一上午，中午刚吃完饭，柳飘絮急着赶回医院。张扬开车送她回去，快要到医院，柳飘絮把她赶下车。絮姐，你这卸磨杀驴也太快了吧？张扬哭笑不得。柳飘絮想起他昨晚的表现，还真像一驴，不但身体像，连耐力都像。被别人看到怎么解释？难道我跟别人说见了几面就被你睡了？柳飘絮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保存了28年的身体，竟然被一个认识几天的小男人给吃了。缘分这东西很难说清楚，你开车小心点。张扬叮嘱一番，这才拉开车门下车，走路过去。回到科室，柳飘絮先是检查了一番科室的情况，再询问病房情况。作为医生，他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病人。忙完工作，回到办公室，柳飘絮靠在座椅上遐想，想着想着，他忍不住扑地笑了起来。他想起了昨夜的美妙时刻，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后悔，甚至还十分庆幸，像张扬那么优秀的男人，自己只要慢一步，就不是他第一个女人了。嘟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叶之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刘主任连暴雨天都想着科室，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刚进门，叶之阳就陪笑的拍马屁。你有什么事情吗？柳飘絮冷冷道。我想问问关于科室转正人员，刘主任怎么看？张扬肯定不会留下来，科室里面又缺人，叶之阳就算再烂，也只能让他留下来。张扬将要离职，他的工作接下来会交给你。谢谢刘主任，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选张扬那种没有医德的人。叶之阳激动得热泪盈眶，差点没跪下示众。柳飘絮脸色一沉，再让我听到你说张扬半句坏话，马上给我滚蛋！叶之阳懵了，这是什么状况？张扬都要离职了，刘主任为什么要护着他？他不是对张扬深恶痛绝吗？刘主任，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说张扬的坏话。叶之阳赶紧回道，滚出去！叶之阳悻悻地离开了。柳飘絮厌恶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要不是科里缺人，立马让你滚蛋。能让自己在天上飞几个小时的男人，也是你配骂的。叶之阳刚离开，张扬就来到科室。怎么现在才来？路上也就20分钟脚程，张扬这么晚过来，肯定去办什么事情了。遇到几个小混混，打了一顿，再审了一下。你惹到谁了？夏薇。张扬将强迫夏薇还给自己10万块钱的事情说了出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一群小混混而已，我能打10个。张扬根本不放在心上，反倒问起叶之阳，他来找你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说你坏话呗。柳飘絮微微一笑，叶之阳老是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忍得了？差了几个量级，对付他也没意思。自己已经离开了，叶之阳再离开的话，肯定会加重柳飘絮这个上级的负担。格局真大，何止格局，我大的地方多了去。滚！柳飘絮笑骂着，将签完名的辞职信递了过去。张扬看出他眼神中饱含着浓浓的不舍，还有不安。他走过去，挑起他下巴亲了一下。我最喜欢篮球，所以你是不可代替的。坏蛋！柳飘絮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心里充满了甜蜜。回到座位，张扬开始收拾东西。一道人影走到身边，幸灾乐祸，啧，被开除了，好可怜哦。来人正是张扬的竞争对手叶之阳。你有毒吧？张扬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自己不理他，不跟他计较，他反而踩到脸上了。在他眼里，自己就这么好欺负？职场上不是当牛做马就一定能升迁的，
像你这种出身低微的人，根本不懂上流社会的生存方式，主动辞职也好，可以体面一些，总比被开除好。叶之阳哈哈大笑起来，压抑了许久的心终于得到释放，不作不死。张扬一把抓住他衣领，像拖狗一般朝柳飘絮的办公室走去。张扬，你放开我，我警告你，打人是犯法的。叶之阳用力挣扎，可张扬的手像钳子一样，他根本逃不掉。张扬推开办公室的门，将叶之阳扔了进去。刘主任，张扬动手打人，你快叫保安。叶之阳赶紧站起来，气急败坏地投诉。什么情况？柳飘絮看向张扬，我在收拾东西，他走过来，二话不说骂我废物。张扬说得很平淡，因为他知道柳飘絮肯定会比自己更生气。果然，柳飘絮脸色刷得变了，上前狠狠抽了叶之阳一巴掌，让你别惹张扬，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叶之阳骂张扬废物，就等于骂他柳飘絮眼光不行，他都已经离职了，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叶之阳又是气愤又是不甘，眼神中还带着一抹仇恨。张扬正好看到他这抹恶毒的眼神，单手卡住他的脖子，平举在半空。叶之阳大脑缺氧，眼突蛇身，感觉太奶奶正在向自己招手。张扬，别冲动。柳飘絮怕他一不小心把叶之阳弄死，赶紧过来拉住他的手。他看你的眼神有些恶毒，我先给他点教训。张扬在叶之阳脸上狠狠抽了10几耳光，直到将他打成猪头，这才扔到地上。叶之阳大口喘气，看向张扬的目光像见鬼一般。这家伙身材比自己强不了多少，竟然能单手将自己举起来，太可怕了。好好配合旭姐工作，你敢背刺他，我一定废了你。叶之阳大脑宕机，旭姐他们之间难道是亲戚关系？怎么可能？叶之阳难以置信，但是现在两人关系实在太亲密，由不得他不相信。张扬离职是因为他不想留在医院，不是因为你比他有本事。我跟他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许说出去，否则滚蛋，听到没有？柳飘絮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呵斥。叶之阳态度立马变了，刘主任，张扬是你亲戚，咋不早说？你瞧现在多尴尬啊，谁说我们是亲戚了？张扬看着他那怂样，顿时就乐了。难道不是？叶之阳疑惑地看着两人。张扬挑起柳飘絮下巴，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扬长而去。叶之阳这种量级，他实在没有装逼的兴趣，留给柳飘刃处理。柳飘絮舔了舔嘴唇，冰冷看着叶之阳，现在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了？苍天啊，大地啊！叶之阳差点一口浴血喷出。柳飘絮是医学博士，3院第一美女，最年轻的副主任，高冷傲娇。张扬只是一名实习医生，没有任何背景，学历一般，两人怎么就搞到一块了？这比杀了他还难受。想留下来就好好工作，出去吧。张扬已经离开，柳飘絮没了说话的兴趣。别说跟张扬，就算跟他之间，叶之阳也不是一个量级的。是，刘主任。叶之阳感觉天都塌了，艰难地走出办公室。张扬在工位上收拾东西，叶之阳看着他，心里百味交集。本以为两人都是新手村，结果发现人家是隐藏大佬，这种滋味别提多难受。杨哥，我跟你说个事，难受归难受，欠必须要到，无论是柳飘絮还是张扬，他都得罪不起。夏薇到处传说跟你处了2年，你都没睡过他。我寻思着像我这样的废物，部落井下石不过瘾，是不是？对不起杨哥，是我有眼无珠，希望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叶之阳连连道歉，低声下气。两人正说着，一名娇小的护士从外面走进来，正是夏薇。见张扬在收拾东西，夏薇立马冷笑起来。张扬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吧？他找了朋友，让他们好好教训张扬，没想到这些朋友这么给力，竟然连张扬都能开除。什么下场？你无缘无故被开除，不觉得奇怪吗？张扬一脸懵逼地看着他，谁被开除了？一脸懵逼的还有旁边的叶之阳，他没想到除了自己，还有一个更傻逼的。马上把10万块还给我，否则把你第3条腿打断。夏薇恶狠狠地威胁。看来你还没接到电话。张扬话刚说完，夏薇的手机响了起来。知道这是谁的电话吗？鸡哥，道上魂的，像你这种垃圾货色，他有100种方法弄死你。夏薇按下免提，声音嗲了起来。鸡哥，你好。好你妈逼！鸡哥气急败坏，隔着电话怒吼：臭婊子，你不是说那小子只是一名普通医生，啥也不会吗？怎么把老子派去的5名小弟给干了？鸡哥，这不可能，不可能！你妈逼！老子5名手下，3名手废了，2名腿废了，医药费没100万解决不了，这笔钱你必须给。鸡哥，我哪有那么多钱？包养你那个男人不是挺有钱的吗？让他出，他不给，老子卖你到非洲当妓女！操！鸡哥恶狠狠地挂了电话。夏薇身体一阵踉跄，差点栽倒。张扬这么瘦，怎么可能以1打5？一定是鸡哥弄错了。夏薇正想回拨电话，旁边一个轻飘飘的声音传来：别说1打5，1打10，杨哥都没问题。说话的正是一直在看戏的叶之阳，单手将130斤的自己平举过头顶，这份臂力世界拳王都做不到。本来还想揍你一顿，又怕打伤了你，卖不到好价钱，还是算了。张扬收拾完东西，转身离去。别走，钱还我！夏薇上前一把抓住张扬的手，不让他离开。张扬转身一巴掌抽了出去，夏薇整个人飞了起来，腾空5、6米，狠狠撞在墙上。本来不想打你，还逼我出手，
你真是够贱的。张扬看了一眼呆滞的叶之阳，指着剩下半条命的夏薇，愣着干什么？带去抢救啊！是，杨哥。叶之阳佩服得五体投地，赶紧过去把夏薇扛到轮椅上。紧接张扬打电话给柳飘絮，笑问絮姐，今晚继续。作为一个单身20几年的男人，这玩意太容易上瘾了。坏蛋！柳飘絮娇羞地骂了一句。晚饭后，张扬来到12环路，这里有许多中医馆、养生馆，还有沐足城，算是养生一条街。张扬本想自己开一家养生馆，考虑到准备时间太长，决定买一间。他身上钱不多，只能暂时打工过渡一下。走了许多家中医馆，张扬最后选择了咏春堂。咏春堂位置好，生意旺，门店装修大气，出入的年轻女人比较多。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哪里不舒服？刚进门，一名年轻女孩子就迎了上来。腰不舒服，过来做个推拿，请随我来。年轻女孩带着张扬进门，安排了一个隔间。没多久，一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让张扬趴到床上开始推拿。换一个。中年妇女不悦地离开，很快又派了一个女的过来。这女的按了不到半分钟，又让张扬给轰走了。5分钟之后，一名40岁的中年男子进来，帮张扬按了起来。中年男人手法不错，不过张扬是过来砸场子的，毫不犹豫换人。我看你就不是来按摩的，是来踢场子的。中年男人脾气火爆，指着张扬就是一顿破口大骂。张扬没忍得了，一脚将他踢出包间，跌了个狗吃屎。冲突吸引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几分钟之后，一名身穿旗袍、头发微卷的女人走了进来。女人个头本就很高，脚下还踩着高跟鞋，看起来气场很大。蓝色绣花旗袍将她的身体包裹得玲珑有致，一举一动都带着成熟御姐的韵味。这女人少妇感也太强了，张扬瞬间就被吸引了。老板娘，这家伙故意找茬，来踢场子的。中年男子赶紧走过去，将张扬的罪状一五一十列举出来。旗袍女人并没有发飙，脸上带着职业笑容。这位先生，吴叔是我们这里的招牌中医，每天预约都排得满满的。如果连他的手法你都不满意，这条街你怕是找不到任何满意的中医了。老板娘怎么称呼？何诗韵。既然老板娘如此浅薄，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张扬来到诊台前坐下，随便来个人，我的诊断要是有半点出错，由老板娘处置。谁先来？我。前台小姑娘胆子大，坐下来，将手放上去。张扬右手搭到脉上，脑海中立马跳出一行字：非元阴体，阴气直久。他运转元气进入小姑娘身体，细细感受着。奇怪，怎么热热的？别说话。张扬境界还低，元气由遍全身，需要非常静心。3分钟之后，张扬收回手，说道：血液粘稠，摄糖量过多，经常熬夜，气血较虚，右腿膝盖撞过，没有完全痊愈，长期以往会形成风湿。围观的人目光全都落到小姑娘身上，太神了吧！小姑娘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她平时喜欢喝奶茶，上星期刚去检查，血液糖分太高，这个还可以去医院查记录，但是膝盖撞伤这件事情，她可是从来没跟人说过啊。我来试试。何诗韵将手放到桌面上，这只手太漂亮了，食指如葱，细嫩纤长，真不像一只30多岁女人的手，比刚才20几岁的小姑娘还要细嫩。由此可见，女人从小就没有干过粗活，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张扬将手指搭了上去，非元阴体，阴气值300，阴气值300是张扬能探测到的上限，说明这女人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她运转元气进入何诗韵身体，元气入体一瞬间，何诗韵略带震惊地看着张扬。他突然将手收了回来，说道：你随我来，其余人都去忙吧。人群散去，何诗韵将张扬带入茶室，冷冷道：谁派你来的？有何目的？这女人好像背景不简单啊，你觉得是谁派我来的？张扬笑着反问。你年纪轻轻，内功就修炼到如此地步，除了大家族，没有任何人能培养出来。何诗韵脸色越来越冷，明人不说暗话，别藏头露尾了。张扬摸出身份证递了过去，让他看个明白。看着身份证上的地址，何诗韵不敢置信，这根本不是他想象中那些古武大家族的人，这是我的从医资格证。紧接张扬又将一个证书放到桌面上，何诗韵目光在证件照跟张扬脸上看来看去，最后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这家伙还真不是大家族的人。我是来找工作的，收费会很高，贵是贵了点，但我能根治。老板娘若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手给我，我帮你看一下身体状况。何诗韵伸出手递了过去，张扬搭手上脉，运起查体，下一刻脸色顿时凝重起来。元气进入何诗韵心脏的时候，一股极寒之气把她的元气逼退。这女人要么是曾经受过极重的寒性伤害，要么是天生寒体。合欢老祖给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这种情况的记忆，她一时之间也措手无措。目前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使用龙凤培元功，在双修过程过炼化寒气，过渡到自己身上，能不能有效还在其次，人家也肯定不愿意。我天生寒体，尝尽所有手段都没办法治愈，可以说是一个等死之人。何诗韵苦笑，还是有办法的。什么办法？何诗韵目光中露出一丝期盼。张扬正想回话，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前台小姑娘急匆匆跑进来。老板娘，不好了，那帮人又来找麻烦了。
阴魂不散，非要把老娘搞到关门才甘心吗？何诗韵霍地站了起来，迈着大长腿，一脸冰冷地走了出去。张扬跟在后面，他隐隐感觉机会来了。大堂中间聚着一群小混混，为首是一名平头男子，一群店员正在跟小混混对峙，人数不比小混混少，气势上却输了一大截。一群干正经工作的，哪比得上刀口舔写过日子的人？唯有一名短发平胸女子站在店员前面，面对一群小混混，丝毫不惧。平胸女长得不错，英姿飒爽，腰部核心力量肯定很强。严彬，我劝你退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平头男子站出来，指着平胸女，严厉警告：菜鸡，上次教训的不够是不是？严彬目光冰冷，在他的逼视下，一群小混混竟然连退几步。咱们有大哥罩着，怕什么？菜鸡一巴掌拍在一名后退的手下头上，下令给我砸。一群小混混拿着铁棍，对着店里的东西就是一顿乱砸。严彬动了，别看她只是一个女子，动起手来干净利落，潇洒之极。仅仅片刻，几名砸店的小混混全部倒在地上，惨叫连连。蓝少，还请出手！菜鸡连忙朝门外大喊。一名身穿灰衣的男子步履沉稳地走了进来，头上戴着一顶小黑帽，身手不错，可惜终究只是外家高手，花拳绣腿而已。灰衣男子将帽子摘下，递给旁边的菜鸡，朝严彬逼近。严彬右腿蹬地，整个人凌空飞起，左腿横扫，潇洒凌厉。灰衣男子右手一抓，精准抓住严彬左腿，严彬身体360度旋转，右腿狠狠朝灰衣男子扫去。灰衣男子左手阻隔，严彬这一脚仿佛踢在一块铁板上。女人学什么武功？回去生孩子吧！灰衣男讥笑一声，用力一拉，严彬两条大腿被搬开，胯下无限扩大。严彬身体柔韧性足够，可惜裤子绷不住，当场胯下开裂，红色的，原来是个闷骚女。菜鸡哈哈大笑，一群小弟也跟着笑了起来，空气中全是淫秽的笑声。严彬气的肺都快炸了，可惜双腿被抓住，根本无力反抗。就在他颜面尽扫之际，一只鞋子砸了过来，灰衣男子没将鞋子放在心上，顺手弹飞，砰！平平无奇的一只鞋，竟然蕴含着极大力量，将灰衣男子震退好几步。谁？灰衣男子一声怒吼，楼上走下一男一女，女的是咏春堂的老板娘和诗韵，男的是一名陌生面孔的年轻男子，脚上缺了只鞋子，跟地上的鞋子一模一样，显然是他出手。阁下何人？为何要坏我的事？灰衣男子目光炯炯地盯着张扬，眼神中露出忌惮之色。麻烦把鞋子捡起来，还我一下。张扬指着他面前地上的鞋子，用几近羞辱的口吻命令。灰衣男子右脚一踢，鞋子带着一道凌厉的罡风朝张扬袭来。张扬轻易将鞋子抓在手中，穿上之后笑道：比狗还听话。一群员工忍不住笑了起来，联合诗韵都被逗乐。找死！灰衣男子一跃而起，拳头裹着罡风砸落。张扬运转全部元气于手上，一拳迎上，砰！张扬后退2步，灰衣男子凌空震飞5-6米，又退了4-5步，这才停了下来。灰衣男子从怀中抽出一把匕首，正欲上前，张扬厉声喝道：你敢动刀子，我就断你一条手臂！拼元气，张扬完胜对手，但论格斗，他没有任何经验，此刻心里慌得一逼，他慌，对方更慌。灰衣男子犹豫片刻，收起匕首，转身离开。菜鸡见状不妙，正准备开溜，严彬快速上前，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何老板，我只是混口饭吃，你饶了我这次，我保证以后不再骚扰你。菜鸡陪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我这咏春堂是饭店吗？何诗韵使了下眼色，严彬抽出匕首架在菜鸡脖子上。何老板，我可是跟龙哥的，你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龙哥面子。菜鸡赶紧将自己的后台搬出来。陈天龙，没错，就是江南黑道扛把子龙哥，打狗也要看主人脸，你动了我，龙哥不会放过你们的。何诗韵还在犹豫，张扬一巴掌抽了过去，菜鸡半边脸都肿了。我还没去找你算账，你倒是自动送上门来。张扬单手将他提了起来，目光凶狠地盯着他。今天中午有4个人来第3人民医院找我麻烦，是不是你派的？你是那个叫张扬的医生？菜鸡脸色大变。没错。菜鸡想起几名手下惨状，赶紧陪笑，兄弟，你也没什么事，这件事情就此接过去，你觉得如何？你说呢？张扬朝严彬招了招手，后者识趣的将匕首递给他。兄弟，我赔钱，你要多少？开个价。菜鸡慌了，这家伙可是个狠人，不是说说而已。唰，白光一闪，菜鸡惨叫起来，我操你！话还没说完，他嘴巴挨了狠狠一拳，门牙全碎了，愣是没能再吐出一个字。回去告诉你那个叫什么龙哥的，还有刚才穿灰衣服那家伙，咏春堂我照了，谁还敢来咏春堂找麻烦，我让他付出10倍代价。菜鸡说不出话来，连连点头，灰溜溜逃了。站住！把砸坏店里的东西赔了，10万块，1分不能少。店里被砸的东西也就值2-3千，要10万块实在是太狠了。菜鸡拿赶还价，掏出手机扫码，付了10万块，连滚带爬的逃了。一群店员看向张扬的目光全都变了，就像见到恶魔一样。东西收拾一下，继续营业。何诗韵将围观的人驱散，带着张扬回到茶室。你想怎么合作？何诗韵开门见山，无论医术还是实力，张扬都是顶尖的，
咏春堂很需要这样的人才。第一，我不需工资，只需要提成，我7变3。第二，我只服务女性，而且是漂亮的女性。第三，起点价格1万，少于1万我不接。目前要求就这么多，以后想到再说。听到张扬的要求，何诗韵微微一笑，我怎么感觉你不像在工作，而是在挑选优质对象？你可以这么认为。张扬没有辩解。行，就这么决定。何诗韵很果断，就答应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说。你需要住在店里。何诗韵怕陈天龙跟那兰志杰过来报复，张扬不在店里，他没有安全感。没问题，张扬单身狗一个，住哪里也没关系。何诗韵给张扬安排了住处，在咏春店5楼，环境还不错。晚上12点，张扬正跟柳飘絮聊天，敲门声响起，店里有宵夜吃，要不要一起？门口站着何诗韵的贴身保镖平胸女严冰。这个时间段吃宵夜？哪种宵夜？严冰第一眼看去长得比较普通，脸型扁平，胸部扁平，留着齐耳短发，近距离多看几眼会发现她是一个挺耐看的女孩。张扬对她却半点兴趣都没有。严冰的打扮太男性化了，身上连一点女人的魅力都没有。我不吃宵夜。张扬就要关上门。严冰一手按在门上，我有话想跟你聊聊。张扬走到沙发上坐下，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你打不过兰志杰？谁？刚才的灰衣男子，他是江南市武道世家兰家的人。张扬冷笑起来，你刚才也看到了，他连我一拳都挡不住，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拳脚上他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用兵器，我觉得你不是他的对手。张扬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不明白他是如何看清自己没有武术底子，他可是隐藏得很好。我可以教你，以你的底蕴，只需要几天，兰志杰便不再是你的对手。严冰继续道，你是怎么看出我没有武术底子的？张扬忍不住问。我是特种兵出身的，人的身体有没有经过长期训练，一眼便能看出来。强者的步履、眼神，甚至是手脚上的皮肤都是完全不一样。兰志杰还年轻，刚突破先天武者，一下子看不穿你。只要他回去想想，再查一查你的底细，你马上会原形毕露。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是块璞玉，成长起来可以帮韵姐很大的忙。张扬不知道严冰跟何诗韵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以何诗韵为主心骨。基于这方面原因，他相信他的话。什么时候开始？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在严冰的带领之下，两人进入5楼最角落一个房间，里面竟然是个舞厅，地上竖立着几个木人，身上满是细长的刀伤，前面还有一个刀灵，几十把刀吊在半空。我去换套衣服。严冰进入一间隔室，很快就换一套紧身运动装出来。由于没穿内衣，胸前显得更平。你有内功底子，学习很快，只需要学会最简单的格斗技巧，别犯一些大忌即可。接下来，严冰开始说明一些格斗的技巧，比如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再比如伤害最小化。伤害最小化意思是遇到大危险的时候，弃车保帅的方法，比如断臂求生，以掌挡胸。张扬学习能力极强，很快就将严冰的叮嘱记在心上。紧接严冰开始教张扬格斗技巧。较之前，严冰问了张扬一个问题，抛开内功底蕴，纯靠技巧的话，你觉得古武家族的武功套路厉害，还是现代化的格斗技巧厉害？张扬想了一下，回道现代化格斗技巧厉害。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严冰点了点头。没有武术根底，这是你的劣势，但也是你的强势。大家族的后人脑子被武术套路严重影响，墨守成规，不会接受先进的格斗技巧。说句狂妄的话，兰志杰若不是会内功，纯论格局技巧，1分钟之内我就能取他性命。我觉得这是事实。严冰跟兰志杰动手的时候，张扬跟何诗韵已经下楼了。他的潇洒狠辣，他看在眼里。若是自己能有他的格斗技巧，以自己现在的元气底蕴打败兰志杰，别提多简单。咱们开始吧。为了加快你的修炼速度，你不许动用内气，可以吗？好。一夜时间过去，张扬胸部中了54拳，被踢了32脚，脸挨了26拳，中了17脚。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房间呼呼大睡。吃完睡醒练武，眨眼之间3天时间过去，张扬格斗技巧得到了飞速进步，哪怕不用元气，跟严冰也打得有来有回。你的练武天赋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没有之一。胸部挨了一拳之后，严冰有些不敢置信。是你教得好。嘴上这样说，但张扬心里清楚，他的天赋好，源于自己是一名医生，对人体构造了如指掌。他很清楚用什么手段能让对方快速失去战斗能力。休息一下。严冰大汗淋漓，汗水浸透衣服，几乎全都贴在身上。别看了，没料。察觉到张扬目光打量自己，严冰并没有回避，反而自嘲一句：大有大的好看，小有小的精致。张扬笑道。经过几天相处，两人关系越来越好，能开起一些小玩笑。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大的吗？严冰好奇地问。男人更喜欢青梅竹马。什么意思？从小玩到大呀。严冰脸上出现了罕见的红晕，白了他一眼。你们男人真恶心。他站了起来，走进更衣室。他似乎察觉到自己是女人了。从这天开始，严冰的衣着不再是以前那种偏中性化的衣服，而是正正经经穿起了女人的衣服。店里的人似乎也意识到她是个女人，有男人路过也会忍不住打量她。张扬，韵姐有事找你。这天，张扬正在舞厅休息，
两女走了进来。严彬，你先出去忙，我想跟张扬聊聊。何诗韵吩咐。严彬点了点头，退了出去，把门关上。韵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扬抓起一条毛巾擦干脸上的汗迹，开口询问。何诗韵依然穿着紧身包臀旗袍，下摆开得很高，露出玉芝般圆润的大长腿。这女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吸引男人，散发着致命的熟女诱惑力。张扬仅仅看了一眼，就感觉身体有些发热。这些动作被敏锐的何诗韵看在眼里。何诗韵看着面前这张脸，剑眉星目，五官精致，比明星还好看。她有着极高的医术，还会武功，难怪自己那个从来没正眼看过男人的保镖也改变了自己的穿着。张扬，你对严彬有什么看法？外冷内热，三观正，人品好，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想法？何诗韵笑出两个小酒窝，活脱脱依附当月老红娘的模样。对他没有，对你有。这一招反手为攻，打了何诗韵一个措手不及。她的笑容瞬间僵住，肤色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不敢置信地看着张扬。张扬表现得很淡定，他倒要看看对方将如何应对，毕竟是大风大雨过来的。何诗韵很快就反应过来，严肃道：“跟你聊正经的，别闹。”张扬笑道：“你随便找几个男人问问，你跟严彬他们会选哪一个？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男人，如果你有这方面想法，可以打消念头。”何诗韵语气十分坚定：“严彬你可以考虑，他从来没谈过恋爱，是一个很专一的女人。你怎么知道他没谈过恋爱？他亲口说的，不会骗我。”对于这个比亲姐妹还要亲近的保镖，何诗韵不会怀疑他的话。没谈过恋爱，那他的第一次给了谁？何诗韵眉头一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扬嘴角微微上扬，我修炼的武功很特殊，能通过阴气浓重程度看出一个女人是否完璧之身，还能看出一个女人多久没有性生活。比如你已经1年以上没碰过男人了，身上阴气很重。何诗韵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脸色也有些红。很快她又恢复过来，对方医术那么厉害，能看出一个女人是不是完璧之身，也有可能。就因为这个你不喜欢严彬？张扬摇头，我没那种情节，只是单纯不喜欢。强扭的瓜不甜，何诗韵也很无奈，我看得出来严彬对你有好感，如果你没这层意思，希望你跟他之间保持距离，不要伤害他。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师傅。何诗韵离开之后，张扬嘴角露出一抹浅笑。相比严彬，拥有寒气之体的何诗韵价值更高，一旦他沾上严彬，意味着以后跟何诗韵绝缘。从得到龙凤培元功那一天开始，张扬心里就很清楚，他走的是一条不正派的路，能守住底线，不强迫女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帮自己，已经很不错了。江南城最豪华的别墅区，偌大的庭院中，蓝志杰盘坐到地上，吐纳着晨曦之力。少爷，打探清楚了。一名手下过来递上一份调查结果，蓝志杰接过，看了一眼，脸色十分难看。出身贫寒，实习医生，没有任何背景，老子竟然被这样一个家伙吓跑，这下真是丢人姥姥家了。陈天龙怕是躲在哪个角落，嘲笑自己是个傻逼。蓝志杰一掌将纸震碎，霍地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站住！一名唐装老者从室内走出，大早上不练武功，要到哪去？爹，我打坐太久，想出去散散心。蓝志杰脸上杀气顿消，换成一副恭敬模样。别整天跟陈天龙搞在一起，会拉低你的身份。你要时刻记住，你是世家弟子，不是社会上那些市井流氓。唐装老者严肃叮嘱。爹的话，儿子铭记在心。铭记个屁！早2晚你干嘛去了？蓝志杰低下头，诺诺不敢说话。想挑战就光明正大去下战书，别当人家的枪。爹，儿子明白了。蓝志杰跑回书房，飞快地写下一封战书，前往咏春堂。他前脚刚离开，一名老年仆人走了过来。老爷，要不要老奴跟去瞧瞧？唐装老者摆手，那小子没有武术根底，不是志杰的对手，啥事都要你跟着，他怎么成长？是，老爷。老仆人拱了拱手，退了下去。一家豪华夜总会，陈天龙躺到沙发上，嘴里叼着一根烟，身边小弟赶紧点上。陈天龙舒服地吸了一口，吐在旁边一名衣不蔽体的女孩身上。女孩被烟呛得眼泪直流，愣是不敢躲开。那小子的背景查清楚没有？回龙哥，查清楚了，那小子叫张扬，是中山3院的实习医生。小弟将张扬的背景一五一十说清楚。一个土鳖还想吃天鹅肉，我呸！陈天龙狠狠地骂了句，继续问蓝志杰，就甘心当个窝囊废？蓝志杰带了战书，准备去干那小子了。都什么年代了，还下战书？直接干不就完了？这些所谓的武道世家都是一群迂腐不堪的老东西，鸡毛用都没有。陈天龙大声咒骂。龙哥，咱们怎么做？陈天龙挥了挥手，几名女子退出包厢，包厢内只剩下2人，无论他们谁赢，这样。陈天龙五指成刀，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龙哥，万一蓝志杰输了，咱们也要这么干吗？手下脸色大变，蓝家可是江南唯一的武道世家，得罪他们就等于得罪了土皇帝。废物，你不会把罪名加到那小子身上？紧接陈天龙在小弟耳边低语，龙哥高，实在是高。小弟竖起拇指，只有龙哥能想出这种一箭双雕的办法。让妖姬去，就说我安排的，麻利点。陈天龙一脚踹在那小子屁股上，将他踢飞出去。咏春堂隔壁一家豪华酒店，你根本不是人，
你就是头驴！柳飘絮忍不住骂道：“这家伙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自己刚开发几天，哪受得了他这般折腾？我一个男人都不怕，你一个女的怕什么？”两人聊着，柳飘絮说起夏薇的事情。他旷工几天了，据说得罪了大人物，躲了起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张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事情就是因他而起的。夏薇拿不出100万，又不想被卖到非洲当妓女，只能躲起来。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活与我无关。正说着，电话响了起来，是严冰打来的。兰志杰找上门，给你下了战书，你赶紧回来，我马上回来。挂掉电话，张扬飞快地穿上衣服，等我回来，今晚咱们继续，注意安全。虽然不知道张扬去干什么，但柳飘絮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一会不许再求饶。张扬笑着刮了下他的鼻子，这才离去。咏春堂2楼茶室，一男一女迎面相坐。兰志杰目光火辣地看着面前的少妇，身体一阵燥热。作为武道世家子弟，他品尝过的女人很多，却从未见过像何诗韵这么极品的。这个女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带着无限风情，更别提那万中无一的身材。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严冰出声呵斥。不看她，难道看你？荷包蛋都比你大！兰志杰讥笑地瞄了严冰一眼。严冰唰地抽出匕首。严冰，别冲动！何诗韵拦住他，盯着兰志杰。兰家怎么说也是江南唯一的武道世家。兰先生这话格局小了，对何老板这种格局大的，我的格局也大；对他这种格局小的，我的格局大不起来，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到格局2字，兰志杰特地加重语气，目光还在两女胸前瞄来瞄去，意思再明白不过。严冰脸色又青又白，握刀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严冰，你去看看张扬回来没有？何诗韵吩咐。严冰头也不回地离开茶室，在楼下等待。张扬刚进来，他马上迎了上去，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那混蛋骂我比荷包蛋还小！噗！见他目光恶狠狠瞪来，张扬立马止住笑容，岂有此理！我找他算账去！他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刚走进茶室，张扬发现向来淡定的何诗韵脸色阴沉，像她这么淡定的女人都露出这么难看的表情，说明兰志杰说了非常难听的话。兰志杰懒洋洋地抬头，正准备奚落张扬一番，还没开口，一个大嘴巴抽了上来，整个茶室回荡着响亮的巴掌声。兰志杰懵了，何诗韵跟严冰也懵了，两女都没想到张扬这么不讲武德，上来就搞偷袭。我杀了你！兰志杰大怒，霍地站了起来，啪，又是一巴掌抽出。兰志杰被扇飞出去，撞翻旁边的茶架，半晌没爬起来。他可是我师傅，连我都不敢骂他，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敢骂他？张扬指着严冰道。唰，兰志杰抽出一把短刀，恶狠狠地刺来，被张扬抽了2耳光，他完全乱了分寸。这一招刺来没有任何章法，跟市井流氓没什么区别。张扬侧身躲过，抓住他的手臂，肩膀一撞，兰志杰身体倒飞出去，狠狠撞在墙上，一口血喷出。他还要冲过来，发现调动真气迟缓，这一撞竟然受了内伤。操，这小子真阴险！兰志杰略微思考，瞬间明白自己上当了。这小子一上来就搞偷袭，重伤自己，再比武下去必输无疑。张扬拿起挑战信看了起来。挑战啊，很好，出去打，不敢打是狗养的。噗！兰志杰又喷了一口血，这一口是气的，都伤成这样还打根毛？张扬，你给我等着！兰志杰捂着胸口，跌跌撞撞的离开。不敢打就给我滚！下楼的时候，兰志杰一脚踏空，滚了下去。让你滚，你还真滚，比狗还听话！张扬哈哈大笑，严冰脸上的不快一扫而空，罕见的露出了少女微笑。何诗韵也笑了，她很久没这么开心了。刚才你是故意的？何诗韵笑眯眯的问。韵姐冰雪聪明，什么都瞒不过你。张扬点了点头。我跟严冰学武不久，没有多大胜算，就算能赢，极有可能也是惨赢，倒不如将他打伤，拖延时间。原来你刚才的生气是故意装出来的。严冰撇了撇嘴，我是真生气。你是我师傅，我怎么可能让别人羞辱你？油嘴滑舌，我在武室等你，赶紧过来。严冰说完，红着脸离开了。张扬正准备离开，何诗韵叫住了他。严冰跟你说过他以前的事吗？张扬点了点头，提过。他以前是特种兵，5年前的雨夜，他任务失败，被人追杀，我把他救了回来。从那天开始，他就留在我身边，当了我的保镖。这些年，他救过我很多次，身上10几处伤疤都是救我留下的。在我心里，他比我的亲人还重要。所以，你想说什么？何诗韵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到桌面上。我知道你的目标是咏春堂，我可以免费过户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娶严冰。何诗韵绝对是张扬这辈子见过最睿智的女人，她从未说过自己想要咏春堂，也从没表现出来，她却能看穿自己的心思。这么聪明的女人，若是能留在身边帮忙，会是自己事业上最大的助力。张扬接过合同，扫了一眼，总价值2000万，看起来挺诱惑的。何诗韵，所以你的决定？张扬将合同放到一边，反问：你觉得我值多少钱？武者境界分后天高手、先天高手、宗师、大宗师，你年纪轻轻就步入先天高手行列，属实少见。但是也就这样了，你想迈入宗师行列，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你凭什么这么断定？
我丈夫曾是华夏最年轻的先天高手，出生武道世家，18岁步入先天后高手，25岁成为宗师之下第一人。然而，在无数珍贵名药的帮助下，他花了10几年时间抛弃妻子，进入深山隐修，依然无法迈入宗师行列。你的天赋比我丈夫差远了，又没有背景，凭什么突破宗师境界？何诗韵认真地盯着张扬，脸色严肃。张扬微微一笑，没有反驳。他分析得很对，但他忽略了一点，自己根本不是武修，只不过眼下境界上低，表现出来的能力跟古武者无异罢了。就算你能突破宗师境界，以一敌百，那又如何？能长生吗？那时的你已经40、50岁，少气变老，容颜不在，儿女长大成人，你却没有任何陪伴。你忙碌的奋斗一生，却错过了最风华正茂的时代，值得吗？人生苦短，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严冰是个好女孩。何诗韵取过旁边的合同，再次递给张扬，两人目光相视，久久无言。半晌，张扬将合同推了回去。我走的路会比你丈夫更难，但是我的成就会是你丈夫望尘莫及的。武者有上限，哪怕修到最顶端，也无法延长寿命，但修仙呢？张扬又岂会为了2000万被一个女人绑定？他的目标可是森林。看书要有耐心，像泡妞一样，不只是要爽，过程也很重要的。离开何诗韵之后，张扬没去5楼5堂，而是回到酒店。柳飘絮一直在等着，见他回来，这才松了口气。你是不是不开心？柳飘絮开口询问。可能想的有点多。想什么？跟我说说。龙凤培元功需要跟女人双修，方能增进修为。偏偏这种事情是爱人跟恋人之间才能做的事情，一般女人又怎会随便跟男人发生关系？张扬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在感情纠葛上，不想付出又想得到，这就造就了眼前困境。刚才他完全可以先答应和诗韵把严冰拿下再说，但是他做不到，心还是不够狠，想着赚钱。张扬笑道，他不想跟他说太多，省得他多想。女人跟着享福就行了，拼搏是男人的事情。半个小时之前，乌云压城，世界恍若末日。蓝志杰咳嗽着上了一辆豪华跑车，一声雷鸣，大雨滂沱而下，瞬间天地间一片黑暗。张扬，这笔账老子一定会跟你算。蓝志杰的拳头狠狠砸在方向盘上，发泄着内心愤怒。他启动车子准备开走，车头走过一道寂寥的倩影。暴雨夜，大街空无一人，出现一个貌与独行的女人，一般人都会将这类人归为有病。如果是一名万中无一的绝色美女，那就不一样了。她有可能是失恋，也有可能是遭遇人生重大变故，生不如死。蓝志杰打开车灯，按了一下喇叭，女人吓得趔趄倒地，看向车头，露出一张妖媚众生的脸。蓝志杰呼吸瞬间停止，这女人太美了，他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他为自己的粗鲁而自责。女人爬起来继续独行，孤独的身影让蓝志杰看了心疼。白色连体裙很薄，在暴雨冲洗下几近透明，露出耀眼的红色内衣。蓝志杰抓起一把伞，打开车门追了上去。小姐，这么大的雨你会感冒的。话还没说完，白裙女子头一歪，晕倒在他怀中。蓝志杰家教很严，绝对不可能带陌生女孩回家。左顾右盼之际，他看到旁边有一间豪华酒店，没有丝毫犹豫，他带着女孩进入酒店，开了一间房。前台小姐诡异地看了他一眼，没询问女人是什么人，直接办理了入住手续。蓝志杰刚将女人送入房间，他就醒了。这是哪里？女人悠悠地问。这是酒店，你刚才在路边晕倒了，我把你送了过来。蓝志杰细细打量女人容颜，她脸上的妆已经化掉，颜值一点都没变，他愿称之为最强素颜。谢谢，好人一般都不命长。噗，细微声音响起，蓝志杰低头，一把匕首插在胸口，他眼前一黑，身体软软的倒了下去。妖姬走进浴室，飞快地把湿衣服换掉，穿了套干净的衣物出来。他掏出电话拨了出去，任务完成。10分钟之后，将所有摄影记录删掉。交代之后，妖姬大步离开房间。房门刚打开，对面房间走出一人，两人撞了个正脸。好漂亮的妞！张扬脚下趔趄，身体故意撞了上去，想看看这妞阴气值有多少。妖姬身体本能一闪，张扬扑了个空。他快速离去，一边走一边摸出手机。我出门的时候撞到一个男人，被看到正脸，长得比较年轻，住508房。这个人你必须想办法解决掉。你先离开，剩下我来想办法。要不我解决掉了？不需要，赶紧下来，我派人接应你。妖姬点了点头，匆匆离去。他根本没发现一道身影正紧紧跟在他背后。酒店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面包车，妖姬一头扎了进去。30分钟之后，面包车一头撞在路边，车门拉开，妖姬跌撞的跑出来，满身是血。2名男子在背后紧紧追着，拿着枪朝他不断开着。凌晨时刻，又是雨夜，这条路还十分偏僻，很少车辆路过。就在妖姬快要绝望的时候，一辆车子在他面前急刹，车门拉开，妖姬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扎了进去。当他看清面前男人的时候，整个人呆住了。你有1分钟时间说明情况。张扬看了眼他腹部的枪伤，淡淡的说道：陈天龙派我去杀蓝志杰，没想到他会派人杀我灭口。妖姬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陈天龙要杀他灭口，
看到张扬似乎明白了，要么陈天龙不敢杀面前的男人，要么杀不了。这一切都在说明，眼前的男人不是一个普通人。处理一下伤口，路上有点距离，张扬一脚油门，车子直奔150公里。第二天，妖姬悠悠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旁边坐着一名长相英俊的男子，正是昨晚救自己的男人。腹部缠了绷带，阵阵疼痛传来，连呼吸都疼。你是谁？妖姬虚弱地问。张扬望着面前的女人，哪怕脸色苍白，依然美艳动人。难怪陈天龙会将她培训成为杀手，就她这颜值，没几个男人挡得住。蓝志杰能被她杀掉，大概率也是中了美人计。我是你想栽赃嫁祸的人？什么？妖姬瞪大眼睛，不敢置信。而后，她脸上露出苍白之色。对方留着她，肯定是想用她洗脱罪名。一旦她落入蓝家手中，必死无疑。此时，张扬的电话响了起来。张扬，你在哪？电话那边传来何诗韵焦急的声音。蓝天庭来电了，真是你杀了蓝志杰？何诗韵说话不太利索，显然被这个消息震撼到了。把电话给蓝天庭。那边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蓝天庭，你最好主动出现在我面前，交代事情真相，否则不会有好下场。蓝志杰是陈天龙派人杀的，你有本事找他去，欺负我一个晚辈算什么？不是你杀的，你害怕什么？我可不相信蓝家主会一点都不追究我的责任。张扬说完挂了电话，还把手机卡拆了下来。他打伤了蓝志杰，蓝志杰才会被杀，蓝天庭一定会为此找他麻烦。对方是古武家族，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眼下根本没有反抗能力。你为什么不把我交给蓝天庭，洗脱自己的嫌疑？妖姬很好奇，在他心里，这是张扬必须也是唯一的做法才对，那样你就活不了了。你想救我？妖姬奇怪地看着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子，总感觉看不透他。你对我有用，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你。为什么？因为你有灵根。张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寻觅许久的灵根之女，竟然出现在一个想陷害自己的女人身上。这些日子，他遇到很多女人，在咏春殿也以治病为由，探查过很多女人的身体，没有一个是有灵根的。只要将妖姬带入仙路，自己就能从她身上得到源源不断的双修收益，这可比苦苦寻找完璧之身女子，哄骗他们把第一次交出来容易多了。灵根是什么？妖姬好奇地问。灵根是一种可以修炼仙界功法的体质，这种体质数10万人之中出不了一个。修仙？妖姬怀疑眼前的家伙脑子是不是有病？他只听过古武，从未听说过这世界有仙人，是真是假？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咱们得转移了。妖姬行动不便，张扬强迫他起来，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了一辆出租车。几个小时之后，两人来到一个海边小镇。张扬租了套房子，让妖姬住下来养伤，开始教她雾山玉女功。雾山玉女功是记忆中一门适合女性修炼地功法，可以让妖姬修炼入门。刚开始，妖姬还将信将疑，在感受到体内出现一丝气流的时候，她大喜过望。古武内功想要修炼出气流，没有10几年根本不可能。这门功法短短10来天就修炼出了气感，这让他对张扬的话相信起来。服用高年份的药材，进步会更快一些。你身上有钱吗？存了10几万。妖姬将10几万转给张扬，用于购买高年份药材。眨眼2个月时间过去，妖姬的10几万跟张扬身上的10几万都花光了。在药材的堆积下，妖姬终于突破炼气1层，可以双修了。这晚，妖姬在院子练武，感受着体内元气，又惊又喜。有了元气辅助，她的实力提升了1倍以上。按古武者的实力，她已经进入了先天武者境界。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有这一天，对张扬也更加死心塌地。钱花光了，咱们得想法赚钱买药材。妖姬甩扔给他一张卡，里面有300万。张扬目光震惊地望着他，他不是说只有10几万吗？果然，女人的话绝对不能相信。有了300万，张扬专门购买高年份药材，几10年的老山参、灵芝、黄金随便买。在超能力的堆积下，两人的修为继续精进，只可惜一直都无法突破瓶颈。是时候双修了。这晚，张扬准备了一顿烛光晚餐，西餐、红酒、微醺间，两人目光不自觉地对上。有了3个月的情感培养，加上适合的氛围，不需要任何语言，两人便拥抱到了一起。妖姬闭上眼睛，正在他准备好好享受这一刻的时候，耳边传来一句功法口诀。妖姬没理会，享受的时候讲什么口诀？扫兴。这句口诀比10万块的药材效果更好。张扬咬着他的耳垂，在他耳边细语。还有这种好事？妖姬听从他的引导，惊人的发现连接处传来汹涌的灵力。怎么回事？他大惊失色。这是双修法门。张扬在他耳边细说这门功法的好处。妖姬听完之后，狠狠打了他一下。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早说？之前浪费多少钱啊？妖姬越想越心疼，气不过在他肩膀咬了一口。没有积累，你就没办法双修，不算浪费。别说话，专注一些。张扬紧紧抱着他，运转功法。妖姬快要开心死了，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逆天的事情。一夜之后，张扬终于突破到炼气2层，而妖姬也达到1层巅峰。然而张扬还没高兴完，体内元就被疯狂吞噬。张扬还以为是根基不稳，
休息几天之后，继续跟妖姬双修。第二次突破炼气2层，元气再次被疯狂吞噬。张扬这才意识到不是自己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合欢老祖的问题，他有可能在吞噬自己的元气疗伤。小子，不错，终于突破炼气2层了。第3次突破之后，脑海中传来合欢老祖渐渐的声音：“老祖，你终于醒了，我可想死你了。”这几个月以来，张扬内心有太多问题想要询问他，这种孤军作战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吸收的元气不多，支撑不了多久。你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赶紧问。合欢老祖催促。我遇到一个女人，她的心脏被一层冰包裹。张扬第一时间将和诗韵的情况说出来，她的身体太特殊了。卧槽，你小子不会遇到冰属性的天灵根了吧？合欢老祖惊呼起来。不是，他没有灵根提示。张扬之前触碰到妖姬的时候，脑海中的提示是非元阴体，伪即伪灵根的意思跟自己一样。和诗韵的提示是非元阴体，后面没有灵根提示。你现在的修为也就能检测出伪灵根，连杂灵根都检测不出来，何况天灵根？靠，你不早说！张扬还在未柳飘絮没有灵根而遗憾，这么说来，他未必没有灵根。不过想想，这可能性也太低了。记忆中，连修仙界有灵根的人都极少，何况蓝星这种早就灵气枯竭的世界。说了也没用，你还有问题吗？我什么时候才能修习法术？炼气3层可修炼。下一个问题，下一步我应该怎么修炼？我会传送一部分记忆给你。元气耗尽，再见。合欢老祖说完又下线了，紧跟着张扬脑海之中又多了一些记忆，其中有一张小培元丹的丹方，还有2张符箓的制作方法，一张是飞剑符，一张是小金钟符。丹方进阶，飞剑符攻击，小金钟符护体。嘎嘎，有了这些手段，哪怕是蓝天庭也能干一干了。第二天一早，张扬着手准备炼制丹药的材料跟制作2种符箓的材料。第二天，张扬开始制作飞剑符。符箓是修仙者必学的入门技能，元气通过符笔落到符纸上，符纸便能拥有法术能力。张扬第一次接触符箓，花了好几天，终于制作出第1张飞剑符。这天早上，张扬正在修炼，楼下传来一声巨响：“主人，陈天龙的人找上门了。”妖姬跑上2楼，紧张地说道：“来了多少人？10几个，都是亡命之徒，为首的是索命。你先出手，别怕，有我在。”妖姬已经突破炼气1层，有元气托底，10几人未必对付不了。我试试。自从被张扬救下，还传了修仙功法之后，妖姬对张扬唯命是从。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是陈天龙还是蓝家，都不会放过他。他唯一能倚仗的只有张扬，只能认他为主。有主人托底，妖姬信心大增，从楼上走了下来。妖姬，你可真难找啊！人群簇拥中走出一名染着黄发的年轻男子，嘴里叼着一根烟。他招了招手，背后一名小弟很识趣，搬来一张椅子，他一屁股坐了下来。索命，陈天龙能这样对我，以后也会这样对你。妖姬想用反间计让对方离心，放弃杀自己。你算什么东西？能跟我比吗？索命抽了口烟，满脸讥笑。要文化没文化，要头脑没头脑，除了出卖肉体，你有什么能力？旁边一群小弟笑了起来，空气中全都是淫声笑语。妖姬想起不堪回首的过往，脸色十分难看。还愣着干什么？动手！楼上飘落一句话，妖姬这才醒悟过来，握着匕首冲了出去。废了他，留活的！索命一声令下，一群小混混抽出武器冲了上去。刷刷刷，妖姬化成一道影子，刀光剑影中，残肢纷纷掉到地上。仅仅片刻，索命带来的10几人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全都倒在地上。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索命脸色大变，霍地站了起来，身体往后退。妖姬什么实力？他非常清楚，在他手里走不了1分钟。眼下他实力大增，可能性只有一个，有高手传授，能在这么短时间将他调教成高手，楼上的人绝对不简单。妖姬满身是血，眼神若狼，步步靠近。索命转身就跑，一道身影从楼上跳下来，挡在他面前。姓张的，果然是你！索命咬牙，摸出匕首，狠狠刺了上去。张扬右腿蹬出，后发先至，击中索命胸口。砰！索命被踢飞10几米，狠狠撞到墙上，一口血喷出。妖姬，你不能杀我，否则龙哥不会放过你的。索命挣扎着站起来，将陈天龙搬出做挡箭牌，希望能逃过一死。杀了！张扬命令。妖姬大步走了过去，手起刀落。索命应付几招，脖子一凉，血液喷溅而出，身体软软的倒在地上。剩下的小混混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全杀了！张扬命令。妖姬冲了出去，片刻之后，10几名小混混全部毙命。夜风微凉，妖姬看着手中刀，身体微微颤抖。虽说他是一名杀手，也杀过不少人，但是一次杀这么多还是第一次。对敌人慈悲，就是对自己残忍。这样的事情你以后会经常做。修仙界就是一条资源争夺之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选择这条路，心必须狠起来，不能圣母。咱们回江南，是时候跟陈天龙算账了。两人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租了辆车子，直奔江南。路上，妖姬一句话也没说，整个人有些恍惚，还没调节过来。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张扬有些不满。这根本不是一名杀手应该拥有的素质，
以后还怎么让他办大事？我不是害怕，只是觉得难以置信。妖姬将刀收起来，感慨道：以前我跟索命交手，每次都撑不到1分钟，这次能轻易打败他，10几人也不是我的对手。我怀疑是不是在做梦？身怀灵根的人，100万人中出不了一个，你以为简单啊？张扬笑着摸了下他的头发，跟着我，以后你会越来越强大，再也没有人敢羞辱你。主人，谢谢你。妖姬眼中泛着泪花，从这一刻开始，他才彻底归心。咏春堂门口，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张扬推开车门走了进去。前台是一名陌生女子，之前的前台小杨妹不在，我找一下何诗韵先生。咏春堂的老板姓蒋。张扬眉头皱了起来，自己才离开1个月，咏堂春就易主了。麻烦问一下，蒋老板在不在店里？请问先生怎么称呼？找蒋老板有什么事？张扬还没回话，视线中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咏春堂的老中医吴永军。你不是死了吗？还回来干什么？看到张扬，吴永军态度十分恶劣，双眼都要冒出火来。从张扬第一天来咏春堂踢场开始，他对这个家伙就没什么好感。咏春堂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得罪了兰家，老板娘受牵连，被迫将永安堂转让给兰家。韵姐人呢？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打他电话吗？吴永军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进里面工作了。张扬开启手机，找到何韵诗的电话，拨了出去。很快电话就通了。何诗韵紧张地问张扬：韵姐，你现在在哪？何诗韵报了个地址，就在隔壁酒店。张扬挂掉电话，来到隔壁酒店，何诗韵跟严冰都在房间里面。蓝天庭跟陈天龙到处找你，你还敢回来？不要命了吗？刚见面，何诗韵脸上便露出担心之色，催促他快走。我既然敢回来，便不再怕他们。咏春堂怎么回事？你走之后，蓝天庭到处找你不到，便把账算在咏春堂头上。我为了大家安全，只能答应他的要求，无偿将咏春堂送给他们。何诗韵解释，堂堂武道世家，竟然欺负一名弱女子，我找他去。严冰赶紧拦住他，你别冲动，蓝天庭不是你能对付的，以前不行，不代表现在不行。张扬一拳轰在门口，木门轰然倒塌，化成一堆木屑。两女瞠目结舌，短短1个月不见，这家伙就变得这么厉害了。走，咱们看看去。两女当机立断，跟在张扬后面。玉龙山别墅，兰家大院。作为江南唯一的武道世家，无论是在黑白两道，还是在政权之内，兰家都有绝对的话语权。在江南得罪兰家，就别想活下去。偏偏有人不信邪，轰！厚重的金属大门飞了出去，发出震天的响声。谁敢闯兰家大院，不想活了？一群武者纷纷从里面出来，把张扬团团围住。这些都是兰家养的弟子，从小修炼武功，为了有朝一日能为兰家效劳。我找蓝天庭，让他出来。张扬冷冷道：我看你是找打。一名武者身如游龙，一拳朝张扬打来。张扬一巴掌抽出，武者瞬间倒地，当场晕厥。花里胡哨，不堪一击。张扬下蹲，在他衣服上擦去手中的油汗。干他！一群武者全都冲了过来。张扬弃手用脚，每一脚踢出，就有一名武者倒飞出去，失去战斗力。这些家伙大多数赤着上身，浑身是汗，脏死了。张扬都懒得用手。不到3分钟，20几名武者全都倒在地下，没有一个能站起来。阁下何人？跟兰家有什么恩怨？2名步履沉稳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一高一矮，高瘦的像竹竿，矮的长着一双鼠眼，一看就是阴险狡诈之徒。你们是什么人？张扬问。张家武学教头，先天武者。高瘦男子傲然道。练气1层的时候，张扬就敢干蓝志杰。这2人虽然看起来比蓝志杰强上不少，但是自己也突破到了练气2层，实力突飞猛进。我找蓝天庭。张扬这次过来是想要回咏春堂，他跟兰家没有化解不了的仇，能不动手最好。想见家主，先过我这一关。高瘦男子衣服无风而动，大长腿迈出，上来就是一记鞭腿，这一脚墙都能踢出一个大洞。可张扬只是轻抬左手就挡住了这一攻。高瘦男子脸色一沉，加强手脚攻击速度，时而身若游龙，时而双手擒拿，时而身若灵鹤。旁边的年轻武者不由得喝彩起来，还鼓起了手掌。下一刻，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张扬一耳光将高瘦武者拍飞，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之前他一直在躲避，是想看看对方有多厉害，最后发现不过如此。老谷，咱们一起。高瘦男子终于缓过神来，唤矮壮男子一起出手。2人一左一右对张扬进行加攻。张扬见招拆招，武功没有任何章法，全靠临场发挥。严冰教的格斗法门，妖姬教的杀人之术，再配合修仙者强大的反应力，让张扬展现出一种另类的打斗方式，潇洒中带着诡异。没多久，张扬便寻得机会，一拳一脚将2人先后打倒。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让蓝天庭出来。2人双双捂胸，目光望向里屋，那里慢慢走出一名青袍老者。老者50岁出头，身穿唐装，留着短胡子。他每迈出一步，脚下小草便向2边分离，像是被巨大气流压迫，不得不低头。张扬内心产生了一丝不安，他隐隐觉得眼前老者不是自己能对付的。好在来之前他留了底牌，给你个机会，跪下认错，我可以废掉你的修为，让你有机会做个人。蓝天庭背手而立，用俯视的眼神看着张扬，
那神色仿佛在说不答应便死。你就是蓝天庭，正是老夫江南武道第一人，晚辈特来讨教。张扬拱了拱手，行了一个切磋之礼。武者不像陈天龙那种黑社会，都是有傲气的。哪怕今天这事传出去，别的武道世家也只会觉得自己是上门挑战，而不是挑衅。蓝天庭回了一个礼，请。周围的弟子纷纷退出去，让出中间一块空地。你是晚辈，先来。蓝天庭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张扬运转元气于双手，一步冲拳，拳头裹着罡风击出。蓝天庭双手划圆，借力打力，轻飘飘将张扬的劲力卸掉，同时右掌一推，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张扬被震飞出5、6步，双掌微微发麻。好浑厚的真气，仅仅一招，张扬就知道对方的真气远在自己的元气之上。论真气，比不过；论格斗经验，50多岁的蓝天庭也绝非他能比的。思量之后，张扬拱了拱手：“蓝家主，晚辈下次再来挑战。练气2层打不过，那就练气3层；3层打不过，那就4层。打败他，迟早的事情。”张扬可不会傻到跟人硬碰，人家学武40年，他才修仙2个月，能接一招已经不错了。蓝家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蓝天庭冷哼一声，一招擒拿手锁向张扬脖子。张扬岿然不动，冷笑：“蓝家主不妨打个电话给孙子们。”五指在张扬脖子1公分处停了下来。“老爷，不好了，志远被绑架了。”一名老妇急匆匆从里面走出，正是蓝天庭的夫人魏芳。祸不及家人，张扬，你懂不懂武道规矩？蓝天庭五指锁住张扬的喉咙，铁青着脸怒吼：“蓝家主既然说祸不及家人，为何要将何诗韵的咏春堂抢走？别说蓝志杰不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我只是咏春堂一名员工，你也不能这么干。江南人人钦佩的武道第一人，就是这种格局。”张扬目光炯炯盯着他，面对死亡丝毫不惧。妖姬躲在暗处，一旦自己死了，蓝家会有更多人给自己陪葬。蓝天庭望向远处一名管家，管家目光躲避，分明是慌了。这事我不知情，等我查清楚会给你个交代。蓝天庭松开手，紧接说道：“你必须将妖姬交出来，不然咱们之间就是死对头，不死不休。”原来他已经知道蓝志杰死于妖姬之手。蓝家主，私聊2句如何？蓝天庭挥了挥手，一群手下全都退了下去。你不找陈天龙报仇，却揪着一名杀手不放，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不敢动陈天龙？张扬讥笑。蓝天庭脸色铁青，抓到妖姬才能审出背后主使之人，没有证据，我怎能胡乱冤枉人？我让妖姬过来，当着你的面说出真相。你敢杀陈天龙吗？我为何不敢？你就是不敢。蓝天庭怒目圆瞪，杀气腾腾。张扬凝视着他的目光，继续道：“你不敢，我敢。”蓝天庭瞳孔一缩，凌厉的眼神渐渐消退，换成了复杂之色。你不敢动陈天龙，是害怕他没有底线，伤害你的家人。我孑然一身，什么都敢干。妖姬现在是我的人，我不会让你动他。陈天龙交给我，我会让陈家在江南消失。你同意就点头，不同意以后就继续受陈天龙威胁，做名不符实的江南第一人。蓝天庭低头沉思，没有说话。张扬不急，静静等待。半晌，蓝天庭抬头，陈天龙虽然没有修炼内功，但肉身修炼到了极致，一双铁手不比我差多少。蓝家主等我好消息。张扬说完，转身离去。刚走出蓝家别墅，两女迎了上来，正是何诗韵跟严冰。怎么样了？何诗韵急问。蓝天庭同意把咏春堂还给你。张扬回道：“太好了。”严冰目光炽热地看着他，没想到短短1个月时间，你就变得这么厉害，仿佛换了个人似的。何诗韵心情复杂，她想起之前跟张扬说的话，按张扬现在的修炼速度，自己丈夫也望尘莫及，突破宗师境界也并非不可能。你们先回酒店，我还有些事情要办。从蓝天庭嘴里得到陈天龙的底细，张扬的想想怎么解决这个家伙。陈天龙是魂黑道的，是个亡命之徒，不像蓝天庭有底线，机会只有一次，一旦不成功，他将受到无穷无尽的追杀，他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半个小时之后，张扬跟妖姬在一处秘密据点相见。索命死了，陈天龙肯定会怀疑，无论如何咱们也得出手。张扬思虑片刻，吩咐：“你去把陈天龙找出来，千万别打草惊蛇，我这2天看看能不能把小金钟符制作出来。”妖姬点了点头，领命而去。下午，何诗韵打电话过来，说蓝家归还了咏春堂。张扬回到咏春堂，一群人正在庆祝。张扬，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老中医吴永军上前道歉，脸色尴尬。张扬懒得理他，若不是对方有技术，还有一批客户，他早就让何诗韵将他轰走了。何诗韵安排了晚上加餐，就在店里。由于太开心，何诗韵喝不少酒，连敬张扬几杯。严冰作为保镖，从不喝酒，要负责主人安全。餐后，何诗韵有些微醺，在严冰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严冰偷偷看了张扬一眼，脸色顿时就红了起来，什么都没说。回房之后，张扬收到严冰短信，对方邀请他去武堂练武，练武是假，别的目的才是真的。张扬以没空为由拒绝了。消息没发出去没多久，房间门便被敲响。张扬出去开门，一脸潮红的何诗韵站在门口：“我想跟你聊聊。”张扬将她迎了进去，笑道：“韵姐，你想跟我说什么？你真不考虑严冰？”何诗韵认真的问。“我说过，对他不感兴趣。”
张扬摇头，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你一定会发现，严冰是个很不错的女人，我对她没感觉，只对你有感觉。何诗韵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他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愤怒的目光，但张扬却看到了火辣辣的眼神。张扬大胆凑嘴上去，在他嘴上亲了一下。何诗韵懵了，赶紧擦干嘴上的口水，你神病精啊，我是已婚的女人，你老公为了修炼10年隐居深山，这样的婚姻还算婚姻吗？这话就像一根针，狠狠刺在何诗韵心上。那是他的事，我要守妇道。话还没说完，嘴巴又被堵住。何诗韵推开他，呸呸呸，连吐口水，破口大骂张扬，你这个神病精，怎么能对我做出这种事情？让严冰知道我怎么向他交代。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被侵犯生气，而是怎么交代，说明他心里并不讨厌自己。韵姐，感情的事情无法勉强，我希望你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张扬认真道，我已经32岁，你才25岁，咱们是没有结果的。何诗韵一改愤怒，脸上变成了暗淡之色。感情是不分年龄跟国界的，你还年轻，玩得起，我年纪大，玩不起。何诗韵说完，走出房间，敲响严冰的房间门。韵姐，你有什么事？严冰开门问。我刚才找张扬说了一下你的事情。严冰脸色顿时就红了起来，他怎么说？何诗韵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严冰瞬间明白了，韵姐，我配不上他，他是人，你也是人，有什么不配的？何诗韵怒道，韵姐，你还记得张扬刚来的时候吗？他比我强不了多少，面对蓝志杰也只敢使用偷袭，现在连蓝家2大教官都不是他的对手，蓝天庭都忌惮他，把咏春堂还给你。严冰一提，何诗韵也有些不敢置信，别的武者修为都是按年进步的，我总感觉张扬的修为按天进步，我甚至觉得再过一阵子他会成为传闻中的宗师强者。严冰继续道，怎么可能？丈夫隐居深山老林10余载都没能突破宗师，张扬凭什么突破宗师境界？但不知道为什么，柳飘絮心里总感觉这家伙能创造奇迹。韵姐，我看得出来张扬对你有感觉，你要不要考虑？严冰，这种话以后不许再提。何韵诗坚决地打断他的话，铁青着脸回房。房间之内，张扬摸着嘴唇，回味着刚才的滋味。刚才亲的时候，张扬能感受出何诗韵内心的渴望，被动中有一些主动相迎，最后逃离是因为传统思想在作祟，他觉得自己不能做出这种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张扬抛开内心旖旎，将符纸跟伏笔取出，开始画符。短时间之内他无法再进阶，符箓是唯一的助力。足足5天，张扬关在房间，足不出户，在几乎不眠不休的研究下，他终于将小金中符研究出来。妖姬打电话过来，有个不好的消息，你女朋友被陈天龙抓走了。什么时候？张扬急问。有几天了，我跟踪陈军时发现的。陈军是陈天龙的发小，为人十分机灵，深得陈天龙喜欢。我可以把人救出来，但可能会打草惊蛇，救不救？陈天龙的下落查出来没有？还没有，先查出陈天龙的下落，赶紧挂掉电话。张扬躺在沙发上，揉着脑袋。他再明，案子只有妖姬一个，一旦他暴露，被陈天龙发现，再找他就难了。在不安与愧疚中又等了1天，妖姬的电话终于打来，人找到了。很好，等我通知救人。张扬挂掉电话，将几张符箓塞在怀中，拉开窗帘。对面楼，一道身影在窗帘后一闪而逝，有人在盯梢他。张扬拉上窗帘，平由房间灯继续亮着，走出门口，敲响何诗韵的房间。何诗韵打开一道门缝，一脸提防地望着他，也又想干什么？被强吻的事情他历历在目，理所当然以为张扬又想干什么坏事。张扬推开房间门，把灯关上，走了进去。何诗韵顿时就慌了，张扬，我不是随便的女人，希望你尊重一下我。张扬拉开窗帘，露出一条缝往外面看，直到确定没人，这才说道，我出去办一件事情，你一会进入我的房间，假装我在房间，偶尔出现在窗口，记住千万别拉开窗帘，你要去杀陈天龙。何诗韵冰雪聪明，一下子就想到了，顿时脸色苍白。我跟他只有一个人能见着明天的太阳，天亮我没回来，你跟严冰马上离开。张扬说完，推开窗户跳了下去。何诗韵赶紧跑到窗户往下看，张扬已经消失在霓虹灯之中。他赶紧摸出手机，打出一行字，活着回来，我让你亲。正想发出去，他犹豫了，最后他咬了咬牙，闭上眼睛发了出去。等他回来，自己大不了不承认，只要他回来就好。张扬上了一辆车子，看了眼信息，嘴角露出一抹浅笑。很快他就将手机收了起来，一脚油门朝城北而去。陈天龙躲在一幢山间别墅，只有一条路上山，车子一旦进山马上会被发现。张扬将车子停在山脚，摸黑上山，步行2个小时，这才来别墅边。别墅周围全是摄像头，里面有巡逻保镖，人数不少。张扬捡了颗小石子，轻轻一弹，将摄像头打得偏离位置，从死角翻墙进入。一名保镖巡逻过来，张扬倏然出手，扭断保镖脖子，扒下他的衣服，拖到角落换上。别墅5层高，房间很多，很难确定陈天龙住在哪一个房间。好在张扬早有准备，他拿出汽油，进入1楼，每个房间撒上，将点燃的打火机一个个扔了进去。瞬间1楼便燃起熊熊大火，火光中
无数人从楼上下来。很快，张扬便看到了陈天龙，他被一群保镖簇拥在中间。妖姬给张扬看过陈天龙的照片，确定身份之后，张扬慢慢靠近。不对，靠近10米之内，张扬感觉不对劲。陈天龙是个高手，怎么可能露出这么慌张的神色？仔细打量，张扬惊出一身冷汗。这人身高外形跟陈天龙差不多，却根本不是陈天龙。若不是靠得足够近，在黑暗中根本认不出来。难不成陈天龙不在别墅？张扬目光扫过周围众人，别墅被烧，陈天龙不可能在楼里等死。他若是在别墅，肯定混在人群中。张扬不断向周围扫视，突然一道目光落到他身上。这人跟他一样，身穿保镖服，本是同行，却根本没有认出他。找到你了。张扬没想到陈天龙竟然跟他一样，混在保镖当中。一名高手竟然这么狗，着实让人费解。衣袖中一把匕首滑落，张扬慢慢靠了过去。靠近3米之后，张扬倏然出手。陈天龙反应也是够快，遭遇割喉一瞬间，手掌挡在脖子面前，被划了一刀。抓住他！陈天龙一声大吼，周围的保镖反而过来，纷纷朝张扬攻来。张扬快速逼近，杀掉几保镖之后，刀尖再次锁定陈天龙喉咙。陈天龙右手握在刀上，竟生生凭肉掌将张扬的匕首握住。不愧是外家高手，空手挡白刃，竟然只出了一点血。张扬运转元气，匕首上挑，陈天龙手掌又被割了一刀。砍一刀，奖励100万；重伤，奖励1000万。陈天龙怒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群保镖全都不要命地冲过来。陈天龙趁此机会朝车库走去，准备逃离这个地方。张扬左右开弓，很快脚下就躺了许多人，血流成河。拦住他，快点！陈天龙一边吩咐，一边坐进车子，点火踩油门。车子发出一阵轰鸣声，从车库窜了出去，径直朝张扬撞去。张扬跳跃躲过，那些小弟就没那么走运了，纷纷被撞飞，非死即伤。陪我的手下慢慢玩，老子先走了。陈天龙摇下车窗，哈哈大笑，开车逃离。突然，一辆车子从外面冲了进来，撞在陈天龙的车子上。妖姬一边下车一边抽刀，目光凛冽地朝陈天龙走去。小贱人，老子不弄死你就不姓陈！眼见就要逃掉，被妖姬拦下来。陈天龙气得肺都快炸了。妖姬一刀砍落，陈天龙右手一拍，将他连人带刀拍出好几米。妖姬，你解决这些保镖，我来对付他。张扬吩咐。妖姬情知不是陈天龙对手，点了点头，杀向一群保镖。陈天龙，我知道你是个高手，有种别逃。张扬冷哼。陈天龙活动一下骨头，蓝天庭这狗东西，老子回头就要他狗命，你没机会了。张扬从怀中摸出一张符箓激活，身上出现一个淡淡的中状虚影，正是他好不容易制作成功的小金钟符。真气护体？怎么可能？陈天龙脸色大变，这可是宗师武者才能做到的真气外放。但很快他就看出来，这根本不是真元护体，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妖术，今夜你必死无疑。陈天龙开始猛烈攻击，拳头密密麻麻击在符箓护罩上，权力十分恐怖。不到片刻，护罩就被打破。护罩被破一瞬间，张扬双手交叉挡在胸前，砰！一拳轰在手臂上，强大的肉身力量将张扬连续震退10几步。张扬暗暗叫苦，还是大意了，早知道再休一段时间再说。他靠着元气在苦苦支撑，希望妖姬能快点解决一群保镖，过来分担自己的压力。一看妖姬那边差点吐血，妖姬被一群人包围，根本无法过来，不能再藏拙了，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张扬摸出飞剑符激活，飞剑符化成一道白光，朝妖姬那边射去。连片惨叫声响起，包围妖姬的10几名保镖全部倒地，非死即伤。妖姬趁机解决另外几名保镖，过来跟张扬会合。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突破先天高手境界，修炼的不可能是鼓舞。见张扬连续祭出符箓，陈天龙眼神中露出火热。如果我没猜错，你们修炼的一定是传闻中的修仙之法。张扬跟妖姬相视一眼，同时进攻。两人的秘密绝对不能传出去，否则会有无数强者过来逼问他们要修仙之法。可惜哪怕两人联手，依然不是对手。陈天龙一拳将张扬震飞，右脚踩在妖姬胸口上，冷冷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他挥起拳头狠狠砸落。住手！张扬双目欲裂，想要救援根本来不及。以陈天龙的全力，这一拳能将妖姬脑袋打爆。千钧一发之际，妖姬突然抬起右手，救！细微声音响起，一支暗箭射在陈天龙腋下。陈天龙强壮的身体肉眼可见的虚弱起来，一拳打在妖姬头上，软绵无力。妖姬弹身而起，右手划过，喉咙割破的声音响起：贱人，你怎么知道我气门所在？陈天龙倒在地上，身体不断抽搐，血流了一地。你没事吧？张扬松了口气，赶紧过来扶住妖姬。我没事，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天龙手下数以千计，别墅出事，肯定会有很多小弟过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两人搀扶着上车，一脚油门离开别墅。路上，张扬询问柳飘絮的情况，得知他已经被救出，陈天龙的小弟陈军也被控制起来。没多久，两人来到一处地下室，这里是妖姬的一处秘密据点。见到张扬，柳飘絮扑了上来，紧紧抱住他。没事了。
张扬抚摸着他的头发，柔声安慰着。妖姬识趣的离开，来到关押陈军的地方，撕开陈军嘴上胶条。妖姬，龙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陈军怒道。妖姬心情烦躁，接连几巴掌抽在陈军脸上。陈军每说一句话，他就抽一记耳光。陈军彻底怂了，一个字也不敢再说。他看出来了，这女人心情很不好。张扬跟柳飘絮相聚完毕，从外面走了进来。给你看样东西。张扬打开一张手机图片，递了过去。龙哥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会死？绝对不可能。看着图片上陈天龙的死状，陈军一脸的不相信。给他手机。妖姬取出手机递了过去。陈军颤抖着手拨通一个电话。军哥，不好了，龙哥被杀了。陈军挂掉电话，接连拨几个号码求证，最后得出的结果都是陈天龙死了。陈军感觉天都塌了，面如死灰，问张扬，你想怎么样？我想跟你合作。怎么合作？陈天龙手下有几千号小弟，我想你代为管理这些小弟，为我所用。张扬说完，目光落到妖姬身上，你跟他走一趟，把竞争对手杀掉。我是龙哥一手提拔的，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除非有提成。张扬无语了，陈天龙也算1号人物，身边怎么会有这种家伙？不过他喜欢陈天龙的产业，我8你2，你有什么意见？分成我没意见，我怕你欲谋杀驴。陈天龙拥有滔天财富，哪怕只有2成，也够陈军花几辈子。他最怕的是张扬利用完他之后把他杀掉，2成没有，小命也丢了。你还有选择吗？妖姬冷冷道。我可以带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就看你怎么做。张扬一拳轰在墙上，洞穿一个大洞。陈军见状，瞳孔一缩，乖乖离去。陈天龙死后，手下堂主蠢蠢欲动，有人扬言要为陈天龙报仇，有人着手抢地盘，有人趁机敛财外逃。数到猢狲散的景象，体验得淋漓尽致。这一夜，江南掀起了血雨腥风。陈军为了尽快掌权，将所有竞争者的住所全部告诉张扬。张扬跟妖娆兵分2路，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肃清行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江南市的时候，已经尘埃落定。江南的黑道掌权者不再是陈天龙，而是陈军。明白人才知道，陈军只是一个傀儡，背后是一名叫张扬的年轻人。咏春堂何诗韵一夜没睡，坐在房间等着，眼见东方发白，人依然没回来。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门外传来脚步声，他赶紧冲了出去。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人站在他面前，对着他笑，以后江南不会有任何人再找你麻烦了。何诗韵鼻子一酸，想上前抱住他，可内心的鸿沟让他生生忍住了。他正想说出感谢的话，张扬转身回房了，他实在累得够呛。何诗韵跟进去，张扬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白床单上沾满了血迹，房间充斥着血腥味，无法想象这一夜他经历了什么。谢谢你。何诗韵含泪而笑，缓缓地为他关上门，不发出一丁点声音。老爷，陈天龙死了。蓝天庭刚起床，管家祈福便过来汇报。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夜一起死的还有陈天龙手下3大堂主，现在管事的是陈天龙的发小陈军。蓝天庭冷嘲一声，一个吹嘘马屁之徒，凭什么坐上管事？当个傀儡倒是不错。老爷，陈家正值动乱之际，他们的产业咱们是不是也插手一下？蓝天庭没说话，祈福心领神会，退了下去。爸，是不是有杀手消息了？一道倩影从远处走来，路过祈福身边。小姐。祈福恭敬地行了个礼，这才退了下去。陈天龙已经死了，你哥的仇不用再报，你可以安心回去。谁杀的？张扬。我这就回去。蓝月雨眼芒闪烁，转身大步离去。张扬一觉醒来，外面天已经黑了，他竟然睡了一整个白天，身上疼痛已经消退了不少，修仙者体质让他恢复比普通人快得多。推门出房，一道人迎守在门口，正是严冰。你没事吧？他迎了上来，关心地问。问题不大，有人来找我吗？妖姬跟陈军在找你，让他们过来。严冰点了点头，摸出手机拨了出去。片刻之后，2人上到5楼，进入张扬房间。接收的怎么样？张扬问。除了现金之类的暂时无法追踪，产业都接收过来了，不过蓝家出手抢了咱们2间酒店，价值1亿5千万。陈军汇报。你确定是蓝家？张扬瞳孔一缩，出手的是蓝家管家祈福，这人是蓝天庭的心腹，没有蓝天庭授意，谅他没这胆子。陈军道。曹。张扬咒骂起来，自己在外面拼死拼活，命都差点丢了，这老东西却坐收渔翁之利。杨哥，正值动乱之际，咱们内部未稳，要不算了。陈军建议。蓝天庭那老东西在挑战我的底线，我一旦退让，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挑战我的底线。张扬沉思片刻，吩咐妖姬，你想办法去把蓝天庭孙子绑了。蓝天庭孙子请假了，今天没去幼儿园。别的家人呢？都躲在家里，没人出来。陈军，你派人24小时在蓝家周围骚扰，别跟他们正面冲突，他们出来你们就跑，他们回去你们继续制造噪音跟骚扰。张扬吩咐。杨哥，这一招高。陈军竖起拇指，大大地拍了个马屁。再派兄弟去扫蓝家的场子，我要让蓝天庭明白，陈天龙他不敢动，他更不敢动。妖姬跟陈军领命离去。张扬下楼找到何诗韵，有没有吃的？我快饿晕了，菜在锅里热着，自己去拿。何诗韵脸颊泛红，
不敢正视张扬的目光，假装忙碌。先别记账，说说咱们的账。张扬夺过他手中的账本，笑道：“你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何诗韵假装不知道，张扬早就猜到他的反应，拿出手机，打开聊天框，大声念了起来：“活着回来，我让你，今晚我去找你，别再念了。”何诗韵赶紧打断他：“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名声就毁了。10点之前，你不来找我，我就截图发朋友圈。”张扬笑道。何诗韵大怒：“你敢？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发一个朋友圈？现在就发！”张扬掏出手机，假装操作起来。何诗韵一把夺过他的手机：“我答应你，你先把聊天记录删了。”“你当我傻呀？删了记录，他不反悔才怪。我说到做到，你先删除。”一想到聊天记录，何诗韵就如鲠在喉，浑身不自在。“行，我删。”张扬掏出手机，打开微信，当着何诗韵的面将聊天记录删除。何诗韵松了口气，诡异的笑道：“今晚等我。”张扬笑容更诡异：“我等着。”眨眼间到了晚上10点，张扬洗干净身体，在房间等待着。果然10点已过，何诗韵并没有过来。张扬发微信过去：“人呢？”何诗韵回：“今天工作太忙，有点困，先睡了。”朋友圈倒计时3分钟，张扬将截好的图片发了过去。2分50秒的时候，微信声响起：“我在门口。”张扬打开门，何诗韵身穿睡衣站在门口，时间太紧，他连睡衣来不及换。张扬要的就是这个，他一把拉住何诗韵的手，将她拖了进去，把门关上。“你干什么？”何诗韵惊呼一声，一个有力的怀抱就将她抱起来。何诗韵一把推开他：“我已经履行承诺，让你亲了，你还想怎么样？”张扬站起来，一把将他按到床上。“张扬，你再不住手，我要翻脸了。”张扬管他这么多，继续进攻。这女人的身子太软了啊！肩膀剧烈疼痛传来，血涌而出，瞬间浇灭了张扬所有欲望。“你神病精啊！”张扬愤怒地瞪着眼前这个满嘴是血的女人。何诗韵默默地整理睡衣，抽了张纸巾擦干嘴唇上的血，转身离去。砰！房门关上，把两人隔开2个世界。张扬摸了摸肩膀深深的牙印，心里一阵烦躁，把自己撩得荷尔蒙暴涨，拍拍屁股走人，真狠啊！他取出止血贴，把伤口贴上，摸出电话拨了出去：“旭姐，我想要你。”柳飘絮报了个地址。张扬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女人，老子多的是，不差你一个。”豪华的总统套房。事后，柳飘絮拉过被子盖上，身体转了过去，眼睛突然有些通红。1个月消失不见，在听到他的消息是自己被抓起来的时候，要不是以死相逼，身体都要被凌辱。现在他一个电话，自己就连夜跑出来开房，半个拒绝的字眼都没有。不知道应该说自己贱，还是说自己傻。“明天咱们去买套房子，写你名字。”张扬说道。“你哪来的钱？”柳飘絮震惊地看着他。“我没钱，但有人送。你不会去干犯法的事情了吧？”张扬笑了起来。法律只能限制普通老百姓，根本限制不了陈天龙蓝天庭之辈，更别提自己这种修仙者了。我帮一个人办了件事情，他要送我套房子。张扬没跟他说自己继承了陈家的产业，不然不吓死他才怪。为什么要买房？不买房，咱们上哪住？总不能天天去酒店开房吧？在哪买？明天你就知道了。无论柳飘絮怎么问，张扬就是不说，不然哪来的惊喜？第2天，柳飘絮请了半天假，跟张扬去看房。来到楼盘地址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这可是江南最贵的商品房，价格巨到3万多。“请问先生，想看什么房？”一名身材高挑的售楼小姐走了过来，客气地询问。张扬看了他胸牌一眼，上面写着销售经理古美玲5个字。“陈军给我留了房子，你知道吗？”张扬问。“这里是陈家的产业，名义上属于陈军，实则上张扬占最大股份。我问问。”“两位稍等。”听到陈军2字，古美玲眼睛瞬间亮了，急匆匆走了。片刻之后，古美玲过来，身边跟着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苏先生你好，我叫潘树岩，是海悦滨江销售总经理，陈老板已经安排过，房子随便选，请问你需要看哪种户型？”潘树岩态度十分恭敬。“问我女朋友刘女士，请问你有什么需求？”柳飘絮有些懵，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正在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是陈军打来的。张扬走到一边接通。陈军道：“杨哥，咱们昨晚砸了兰家5个场子，我还按你的要求叫了一群鬼火少年，开着机车，拉着鞭炮，在兰家大院旁边放了一夜，还扔了10几炮加强版的进去。兰家的人一夜没睡，估计已经气死了。干得好，今晚继续，记住别正面冲突。”“是，杨哥。”挂掉电话，张扬走到沙发上坐下。潘树岩跟柳飘絮站在沙盘边，介绍着楼盘情况。张扬不想影响柳飘絮判断，没有过去。“张先生，喝杯水。”古美玲走过来，递过一杯水。“谢谢。”张扬伸手过去，不小心碰到她的手，脑海中马上跳出一行字：非原阴体，阴气值400。突破炼气2层之后，张扬探查阴气值的数值也有了增强。1年多没有男人碰过，阴气值积累了不少，模样也长得不错。冒昧的问一下，古小姐结婚没有？张扬开口：“我离婚了。”不愧是做销售的，说起这些话一点都不避讳。“有没有纸笔？”“有。”古美玲递了过来。张扬刷刷写下一行数字，递了过去：“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帮忙。”古美玲四下看了一遍，
小声道：“张先生，我眼下有件事情，一时之间不知道找什么人帮忙。你说，我女儿今年刚上小学1年级，我希望她读中英文学校，离家比较近，但是没有关系，进不去。没关系是假，嫌贵才是真的，一个学位10几万，她一个销售哪里舍得这么大一笔钱？电话留一下。”古美玲报自己的电话，张扬刚记下，柳飘絮已经过来了。看中没有？张扬笑问。看是看中了，就是有点贵。柳飘絮弱弱道，他最喜欢靠江边一幢大平层，230多平方，按照现在的房价，去到600多万。他当一辈子医生，都未必能赚到这么多钱。现房吗？张扬问。对，就要这一套。紧接潘树岩带柳飘絮去签合同。古美玲看得眼睛都直了，600多万，说送就送，这男人太有钱了吧，还长得这么年轻，这么帅，哪个女人不爱？突然电话响了起来，他走到一边接听。古美玲小姐是吧？你是哪位？我是市教育局的，通知你下午带刘律师前来中英文小学注册。太谢谢你了。古美玲挂掉电话，鼓起勇气走到张扬身边。张先生，你今晚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今晚没空。张扬只是馋他的身体，又不是谈感情，怎么会跟他吃饭？明晚呢？到时候再说吧。张扬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和诗韵打来的。店里来了个女的，指明要找你。谁？没说名字，脾气挺暴躁的，会武功，打商店里好几名保安。我马上回来。张扬挂掉电话，来到财务室，告诉柳飘絮自己有事情要忙。那你先忙。柳飘絮虽然很不舍，但是也没办法。男人要么给你钱，要么给你闲，又想男人能赚钱，又想男人整天陪你，那是不可能的。永春堂2楼茶室，一名皮衣皮裤、化着浓妆，看起来像个小太妹的女子躺在椅子上，大长腿搭在茶几上，脸上露出极为嚣张的神态。严冰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右脸颊被打出几道指印。他打你的？张扬从楼下上来，看到他的脸，怒问。严冰点了点头，小心点，他实力很强。张扬瞄了里面一眼，女子才25、6岁，还能上天不成？他走了进去，目光炯炯盯着女子。你就是张扬？女子有些意外，似乎没想到张扬这么年轻，看起来还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这家伙当真把江南赫赫有名的黑道大佬陈天龙干了。你是谁？张扬问。想知道我是谁？得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女子一拍茶桌，借力腾空而起，大长腿凌空扫来，张扬右拳精准轰在她小腿上，女子倒飞出去，落地踉跄几下，半条腿都麻了。就这水平，也就比蓝志杰强上一点，也敢来找自己麻烦。你姓蓝对不对？张扬猜测。蓝天庭生有2男1女，大儿子叫蓝志勇，二儿子蓝志杰，小女儿蓝月瑜，3个儿女自小习武，都修炼到了先天高手境界，体内拥有真气。这女人五官跟蓝志杰有些相似，他顾此一猜。蓝月瑜没回话，滑步前行，双手如灵蛇出动，这是他最擅长的一门武学，叫灵蛇拳，是以柔克刚，以巧制力的高明功夫，配合短武器，杀伤力更大。白光一闪，匕首已经到了张扬面前。张扬后退几步，单手抓起百金茶桌，直接砸过去。蓝月瑜脸都变了，随手拿起百金茶桌，这家伙还是人吗？茶室不大，根本无路可躲。蓝月瑜闪了几下，就被茶桌击中，砸得七荤八素。张扬上前一步，脚踩在他胸口，将其控制。我爸是蓝天庭，你不能动我。蓝月瑜赶紧把老爸名头抬出来，想让张扬知难而退。只可惜他看错人了，被抢了2家酒店。张扬憋了一肚子气，一直想找机会跟蓝天庭要回来。这女的送上门更好。啪啪，张扬抽了他2耳光，命严兵把他绑起来，送到楼上房间。紧接他拿出手机拨了出去，神君安排10个猛男过来，越丑陋越好。不到10分钟，一群全身都是纹身的小混混便来到房间门口。张扬，你想干什么？看到一群凶神恶煞的丑陋男人，蓝月瑜开始慌了，把他轮了。一群大汉排着队走进房间，开始脱衣服。很快10人就只剩下一条裤衩围在蓝月瑜身边，吓得他尖叫连连。张扬拍了张照片发给陈军，让他发给陈家的人。很快电话便响了起来。张扬，你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电话那边蓝天庭咆哮起来，像疯了一样。儿子死了，女儿再有什么3长2短，等于要他的命。爸，你快救我！蓝月瑜崩溃的大哭起来。张扬冷笑，蓝家主，你女儿无缘无故来永春堂，打伤我的人，这笔账怎么算？你想怎么样？蓝天庭反问。2幢酒店外加天星游乐场，1个小时之后要过户到我名下，否则你女儿就准备来一个千人斩吧。张扬说完不带回话，直接就挂了电话。电话就响了起来，张扬没接，蓝天庭继续打，他依然没接，反而安排手下将蓝月瑜带走，换个地方。20分钟之后，一辆车子在永春堂门口急刹，蓝天庭怒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他背后跟着蓝家管家祈福。张扬，你给我滚出来！蓝天庭一声大吼，店内之人纷纷捂耳抵御音波。张扬迈步而出，蓝天庭身影一闪，一掌拍出，张扬运转全身元气，隔壁在胸，砰！张扬的身体倒飞出去，一口血差点喷了出，被拼命压住。不愧是江南第一高手，
厉害，就是不知道蓝小姐是不是跟蓝家主一样，能干10个男人。你以为我不敢杀你？蓝天庭身影一闪，已然到了张扬身边，一把匕首架在他脖子上。动手啊！张扬脸色不变，蓝天庭脸色阴沉，半晌将匕首放下。张扬笑了，他赌赢了，蓝天庭不敢杀他。合同呢？张扬淡淡的问。2间酒店我可以还给你，游乐场你想都别想。蓝天庭冷哼，你不给，蓝家的人就得一直活在恐慌之中。别忘了，我手下有几千人，你敢威胁我？蓝天庭死死盯着张扬，全身真气流转。我连陈天龙都不怕，会怕你？张扬冷哼。一群围观者大气都不敢透，这气氛太吓人了。何诗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不明白张扬怎么敢拿自己的命来赌，偏偏还赌赢了。严彬暗暗感叹，这才2个月时间，这家伙怎么做到跟蓝家第一人对抗的？蓝家城西有块空地，价值300万，算是我管教不严对你的补偿。最终蓝天庭还是妥协了。也行，张扬笑道。祈福上来，起草合同，双方签下了名字。蓝天庭归还2间酒店，象征性补了块地。离开之前，蓝天庭脸色很难看，张扬脸色更难看。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陈军跟妖姬，让他们过来。这次冲突，双方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蓝天庭有机会，一定会往死里弄张扬；张扬有机会，也一定不会放过他，就看以后谁更强。很快2人就来了，3人在房间会面。酒店拿回来了，因为这件事情，我跟蓝天庭彻底撕破了脸皮，他肯定会想办法拉拢你对付我。你知道怎么做了？张扬看着陈军，冷冷道。扑通，陈军直接跪下。杨哥你放心，我对天发誓，一定不会背叛你。我能杀陈天龙，不是因为我比他厉害，而是因为我比他更狠，更不择手段，更没有下限。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话。张扬挥了挥手，让他下去。房间之内只剩下妖姬。陈军这种墙头草不能全信，你得培养自己的人。张扬道。我已经物色了几个人选，你要不抽空见见？不用，你觉得没问题就行。张扬摇了摇头，接着说，我们夺下陈家不是想要荣华富贵，而是希望用陈家的钱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必要时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只要命还在，咱们就能东山再起。我已经派人在找高年份灵药，只是灵药太缺了，每出现一株都被各大武道世家哄抢，很难找到。灵药不但对修仙者有用，也能提升武者的真气，被哄抢很正常。生意上的事情你尽量找人去做，重心放在找灵药上面。只要我突破炼气3层，就能跟蓝天庭这老匹夫拼一拼。几次被打压，张扬憋了一肚子气，急切需要提升实力，弄死这王八蛋。好，妖姬媚眼望了他一下，欲言又止。还有事吗？妖姬咬了咬牙，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了？张扬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从海边小镇回来，他没有跟妖姬双修过一次，反而找柳飘絮。妖姬看在眼里，心里早就有些伤感。张扬捏着她漂亮的不像话的脸庞，笑道，你也知道咱们双修不是1个小时就能结束的，我怕你累坏了，我现在有空。妖姬低声说道，这里不是安全地方。妖姬待在房间里面几个小时不出门，别人也会怀疑。虽然张扬跟何诗韵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是何诗韵的体质还是很吸引他的。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咱们今晚见。好。妖姬冰冷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我的腰啊！张扬感叹，昨晚才跟柳飘絮加班，今晚这架势又是决战到天亮的节奏。还好修炼了龙凤培元功之后肾足够好，接下来的日子蓝家没再找张扬麻烦。张扬乐得安静，不过他心里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妖姬提拔了几名新人，张扬对这些人一个都不信任，他们能背叛陈天龙，一样会背叛他。平日里张扬依然会出现在咏春堂当一名理疗师。何诗韵手里的高质量女性挺多，可惜有灵根的一个都没有。张扬跟妖姬时不时双修，只不过地点都很隐蔽，不让任何人知道。蓝天庭不敢对张扬出手，他是忌惮妖姬，除非能将张扬跟妖姬同时干掉，漏掉任何一个人，蓝家都会遭遇另外一个人疯狂报复。鉴于此，张扬平时尽量少跟妖姬待在一起。为什么有灵根的女性这么少？张扬想起何诗韵，这女人身怀寒体，若真如合欢老祖所言，是个冰属性天灵根，对她的修行会是个巨大的助力。可惜这女人性格传统的要命，全身都摸遍了，就是不肯突破最后一步。这天晚上，张扬正在画符，电话响了起来。张先生，是我，你今晚方不方便？电话那边传来售楼小姐古美玲的声音。张扬思考片刻，说道，你找地方，找到告诉我，我加你微信，一会发位置给你。片刻之后，微信声响起，一个地址发了过来，是一家豪华酒店，那里的房每晚要2000多，是江南数一数二的高端酒店。张扬下楼，开车朝酒店而去。20分钟之后，车子进入酒店地下停车场。下车之后，张扬刚走出2步，停住了。远处微弱的灯光照射下，在地上留下一人一柱的影子。别鬼鬼祟祟了，出来吧！张扬冷冷道。石柱背后走出一道熟悉的身影，赫然是蓝天庭的女儿蓝月瑜。还有呢？张扬目光望向另外一根柱子，柱子后面又走出一道身影，是一名30岁左右的短发男子，理着平头。张扬望向第3根柱子，
那里再走出一名浑身肌肉的大汉。三人以犄角之势把张扬团团围住，一看就是来者不善。你爸知道这件事情吗？面对三人围攻，张扬脸上没有半点害怕，反倒轻松地询问。等我杀了你，就会告诉他。蓝月鱼露出母狼一般的目光，恨不得立刻撕碎张扬一样。上次的事情，虽然他最后没有被凌辱，却成了他一生中最丢人的事。他恨不得是张扬的肉，喝他血，把他大卸18块。你爸没告诉你，我要是死了，蓝家连一只狗都会遭到疯狂报复吗？我们蓝家不受任何威胁。蓝月鱼冷哼，看来蓝天庭并不知道你在做这件蠢事。张扬摸出手机拨了出去，拦住他。蓝月鱼一声令下，最靠近张扬的平头男子率先冲过来，短刀砍落。张扬甩出一张符箓，在半空燃烧，化成一把白色光剑。平台男子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东西，反应过来已经迟了，飞剑洞穿他的肩膀，血流了一地。此时电话也通了，你女儿带人埋击我，不想她死，赶紧让她滚。张扬刚挂掉电话，蓝月鱼就摸出手机，脸色苍白地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他按下接话键，只是听着一字不发，脸色越来越难看。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蓝月鱼放了句狠话，带着两人离开。平头男子离开之前，对张扬做了一个割喉动作，这才离去。等蓝天庭死了，你们一个都逃不掉。张扬暗暗决定，等自己拥有足够实力，一定要将华夏的武道搅得天翻地覆。他要让所有人明白，古武在自己出现那一刻开始，就要被世界淘汰。搭电梯上楼，来到7楼720房前，张扬敲响了房门。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门后，看到张扬的目光充满了畏惧。他们已经被我打跑了。张扬淡淡道。扑通，古美玲跪到地上，张先生，是他们逼我的，我要是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他们就要杀我。你被侵犯过没有？古美玲马上摇头，没有。张扬伸手搭到他肩膀上，脑海中马上跳出一行字：非元阴体，阴气直灵。一股莫名愤怒瞬间涌上心头，啪！他一巴掌将他抽飞，半边脸都打肿了。无力对抗不是你的错，骗人就是你的不对，明天不用去上班了。古美玲脸色大变，连连叩头。张先生，那平头男子不让我说，我要是说了，他会杀了我的。他还说什么了？他说就是要让你玩他玩剩下的，一个屌丝还想逆袭。张扬很后悔，刚才那张飞剑符没有瞄中平头男子的额头，他没有杀古美玲，像他这种社会底层是无法对抗武道世家的。小平头，我不会让你活很久的。回去路上，张扬打电话给妖姬，告诉他自己被蓝月鱼带人伏击的事情。妖姬说他今天也被人跟踪，花了些手段才摆脱。主人，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苟着发育。两人虽然斩杀了陈天龙，得到了他大部分产业，却成为众矢之的。蓝家死死盯着他们，陈军不好控制，外面武道世家也在向江南渗透，看看能不能分一杯羹。两人做任何事情都被人盯着，有种畏手畏脚的感觉。社会是分阶层的，下层人拼命往上爬，上层人不断打压下层想要爬上来的人。咱们遇到这么多阻力是正常的，到另一个地方发育一样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想要得到修炼资源，必须要有钱，没钱修什么仙？与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打天下，不如强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更容易一些。主人，你说的对，是我短见了。妖姬点头，等我找到有灵根的女人，培养起来就能分担你的压力了。男的不行吗？一想到张扬要跟别的女人双修，妖姬心里就非常不舒服。我没有检测男性灵根的方法，格局放大一些，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无人能代替。挂掉电话，张扬突然想起了女人的劣根性。人都是自私的，无论男女，谁也不想跟别人分享东西。张扬明显感觉到妖姬强大的嫉妒心，还有柳飘絮，嘴上没说，心里也非常想独占她。以后他的女人会越来越多，不解决这些麻烦，后宫起火是迟早的事。想来想去，张扬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利益绑定。妖姬需要自己带他变强，他再嫉妒也只能忍着。柳飘絮需要自己给他钱，过上更好生活，对他的风流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没钱不帅，还是个纯屌丝，没有任何价值，谁他妈爱你？张扬要是没这本事，传统如何失孕也不会跟他滚床单。那个售楼小姐1年多守身如玉，也不会见一面就愿意把身体给他。纯爱，别闹了。第二天中年，妖姬终于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省城有一个大型拍卖会，会拍卖一根100年老山参，这是张扬目前遇到年份最高的人参。得到这个消息，张扬马上决定前往省城。出发之际，张扬得知何师基也要参加这个拍卖会，他的目标是一本养生图，据说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真迹。严冰提议一起上省城，张扬跟何诗韵都没有拒绝。江南距离省城不远，大约3小时车程。严冰开车，张扬跟何诗韵坐在后排。自从上次在房间闹了不愉快之后，张扬跟何诗韵很少说话，当众人的面会表现得没有间隙的模样，平时单独在一起几乎都不说话。一路上气氛很是沉闷，严冰想要拉动气氛，可惜口才太差，不但没办法调动气氛，反而更冷。他只恨自己没有长2张嘴，一唱一和。张扬索性闭目养神，假装睡觉。他发现何诗韵在偷看自己，见自己睁眼，马上躲过去，脸色泛红，外冷内骚，
真是够绝的。张扬心道，他懒得主动搭话，现在他对自己爱理不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高攀不起了。终于到了省城，三人找间酒店住了下来，每人一个房间。酒店就在拍卖会场隔壁，入住的人非常多，不乏有平时少见的先天舞者。这些人步履沉稳，气势不凡，很容易辨识出来。晚上，张扬把自己关上房间，打坐修炼。他服用2颗小培元丹，炼化药力。由于无法找到高年份灵药，炼制出来小培元丹药力有限，但聊胜于无。房间门被敲响，外面传来严冰的声音：“张扬，可以聊聊吗？”张扬开门，给他倒了杯水。谢谢。严冰有些紧张，说话不太利索。我怎么感觉你拘束了好多？张扬笑道：“今时不同往日，你现在是高手，我只是一个保镖，哪能乱说话？”严冰回道。张扬笑了笑，直入正题：“你过来是想说韵姐的事情吧？”严冰点了点头。你们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没有。张扬立刻否认，他当然不能将2人的事情说出去，这是他跟何诗韵之间的秘密。张扬，我感觉韵姐挺喜欢你的，你对她应该也有好感，看着你们现在这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张扬顿时就乐了，韵姐想撮合我跟你，你又想撮合我跟她，你俩要不要商量一下？商量好之后再找我。严冰的脸顿时就红了，我跟你不适合，韵姐更适合。韵姐说她年纪大我很多，你跟我年龄相仿，更合适。韵姐真这么说？我骗你干嘛？那你觉得呢？严冰低下头，不敢正视张扬的目光。不得不说，他这一刹那的低头，别有一番滋味。张扬脑海中不由自主跳出一首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水莲花的娇羞。自从上次被张扬骂他假小子之后，严冰改变了自己的个人形象，无论是从头发还是衣着，她看起来已经是个很有魅力的小姑娘，哪怕平平的胸部也用文胸垫了起来，有种挺翘的美。我是个浪子，不适合性格传统的女孩。张扬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他只能提供恋爱，无法提供婚姻。我怎么感觉你就是个渣男？听了张扬这话，严冰十分不满。自信一点，把感觉去掉。张扬没有否认，反而好奇地问：冒昧问一下，在你心里，渣男跟色狼有什么区别？严冰道：色狼猥琐，渣男看起来没那么让人讨厌。张扬继续问：为什么渣男看起来没那么猥琐？严冰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来告诉你。张扬靠近他，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渣男跟色狼最大的区别是，渣男有才有势有貌，但凡一个男人沾上其中一条，都不会被认定为色狼。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严冰细想一下，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我有钱有才有貌，加上有实力，渣一点怎么了？张扬笑道：我承认你非常优秀，能吸引很多女人喜欢，但我保证你绝对得不到韵姐。严冰严肃道：韵姐跟丈夫分开10年，如果她是一个随便的女人，早就被人追到手了。谁说我要得到她了？你看她眼神都放光了，我看你的眼神更闪亮。张扬上前2步，右手托起她下巴，细细端详着。这张脸真是很耐看，越看越独特，开发价值很高。哪个男人不想把一个清纯美女从小玩到大呀？严冰一把打掉她的手，生气道：我跟韵姐都不是随便的人，拿开你的脏手。张扬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优秀的男人可能没时间一直陪着女人，但是他每陪女人1天，女人都会非常快乐。有些男人天天陪在女人身边，女人却只感到厌烦。选择短暂快乐，还是选择碌碌无为的麻木，就看你自己了。张扬突然贴脸，严冰吓了一跳。就在他准备反抗的时候，张扬已经离开，手里多了一张房卡。房卡由我暂时保管，你不介意吧？张扬问。严冰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转身离开。张扬鬼魅一笑，严冰没问他要回房卡，说明他的洗脑成功了一半。今夜他没反锁房门，那么就成功了9成半。晚上11点，张扬悄悄溜出房间，拿房卡低开严冰的房间，正准备推开，房间被卡住了。很遗憾，严冰没给他留门。严冰跟了何诗韵这么久，耳濡目染，性格肯定也很传统。张扬并不觉得遗憾，反而觉得很有趣。他很好奇，严冰跟何诗韵自己会先拿下谁？第二天一早，张扬在房间修炼了半个小时，8点钟到西餐厅吃自助早餐。好巧不巧，何诗韵跟严冰也在，两女刚坐下不久。张扬在两女旁边坐下，打了个招呼，两女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张扬跟何诗韵没话说，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跟严冰也没说话了。三人明明坐在一起，却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韵姐，养生图什么来历？值300万起拍价。作为男人，应该主动一点。张扬开口询问。那是真迹，当然贵了。我听说真迹中蕴含着一个大秘密。张扬主动说话，何诗韵也不好再含着脸，关系搞得这样僵，他也有责任。若不是他主动给机会，张扬也无法趁虚而入。两人只是价值观不同，又没有仇。等拍下来，记得给我观摩一下，看一看5万块。卧槽，摸一摸就收5万，镶金的都没这么贵。张扬说话时故意将摸一摸3个字加重。何诗韵听完，在桌下踢了他一下。有感觉的男女之间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就能让恨烟消云散，也有可能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就让对方脾气暴涨，不能用常理来形容。反正张扬就是感觉，何诗韵的气一下子就消了不少。不想看别看，没人强迫你。何诗韵冷哼，韵姐别说5万，
50万看一下都值了。张扬笑道。严彬没说话，明显感觉有些不高兴。严彬，昨晚睡得还好吗？张扬刚开口就后悔了，他本想招呼一下严彬，省得冷落他，但是两女同时在的场合就不对了。算了，不说了，还是做安静的美男子吧。这酒店的床还行。严彬本想多说两句，感觉韵姐目光望了过来，一个字也不敢说了。这该死的三角关系！视线中出现一群年轻舞者，其中一人赫然是蓝月瑜。蓝月瑜身边站着一名体态粗壮的男子，正是那晚想袭击张扬的大块头之一。平头男子估计是在养伤，并不在两人身边。蓝月瑜看到张扬在旁边的卷发男子耳边说了几句话，卷发男子径直朝张扬这桌走了过来。来者不善，两位美女可以认识一下吗？卷发男子一屁股坐了下来，自我介绍，我叫苏武，出自武道世家，这家酒店是我家开的。你家不是养羊的吗？怎么开起酒店了？何诗韵好奇地问。我家从来没养过羊。美女听谁说的？噗！严彬忍不住笑了起来。旭姐，人家是放羊，不是养羊。张扬笑道。苏武是一个古代民族英雄，曾经放过羊，连这么简单说法这家伙都不知道，不但说明他没文化，还说明他平时傲慢独断，没有人给他提这个。武哥，他在嘲笑你没文化。蓝月瑜一直听这边的谈话，马上出言提醒。苏武脸色顿时就变了，这话简直就是说中了他的软肋。为了修武，苏武从小被家里送到深山老林修行，终于在30岁不到的年龄成了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被称之为最有可能突破宗师境界的年轻一辈。缺少教育，文化程度不高，这块一直就是他的心病。草泥马！苏武当场发飙，一巴掌朝张扬脸上拍来。张扬反抽出去，这下更快，苏武还没反应过来，就先挨了一耳光。你找死！苏武右手握拳，狠狠朝张扬袭来。张扬怕误伤两女，从餐桌上跳了出来，一拳迎上，双拳相击，强大的劲力化作罡风，桌椅纷纷倒塌，人群各自逃窜，两人同时退出4、5步，这一招硬拼，不分胜负。怎么可能？苏武瞳孔微缩，愤怒之中带着一丝不解。他自小练武，才有现在的修为，这家伙比自己还要年轻，怎么可能真气跟自己不相上下？住手！就在两人准备大干一架时候，一道冰冷的女声传来，一名体格高大的中年男子带着2名随从从电梯方向走来，说话的是左边女子，35岁左右，一身黑色劲装，目光凌厉；右边是名光头男子，穿着背心，露出的肌肉如同岩石，肉身比陈天龙还要可怕。两人气势不凡，但跟中年男子比起来，仍远远不如。中年男子身上有一种自带的威胁力，这种恍若实质化的威压，让张扬脑海瞬间弹出2个字：宗师。怎么回事？劲装女子上前询问。梦里是这小子出手打人，刚才还很嚣张的苏武，态度收敛了许多。谁打的？劲装女子看着苏武的脸，奇怪地问。他不讲武德，偷袭我。苏武怒道。劲装女子见张扬长相年轻，更加奇怪，这家伙斯斯文文，有本事打苏武耳光。此时中年男子发话要打上擂，别在这里闹事。听到会长的话没有？有本事签生死状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光头男喝道。小子有种签生死状！苏武指着张扬鼻子叫嚣。张扬看了蓝月瑜一眼，后者眼神中全是冷笑。他若应战，就上这贱人的当，要是不应战，就抬不起头。苏武这个没脑子，还不知道自己被蓝月瑜当枪使了。我本以为你只是没文化，没想到还没脑子。张扬冷嘲。小子，你再说一遍！苏武咆哮起来。要不是会长跟2名理事在，他早就冲过去拼命了。我说错你了吗？张扬鄙夷地扫了他一眼。我跟你无怨无仇，你受人教唆，上来就调戏我的朋友，现在还要跟我上生死擂，是苏家的人都没脑子，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没脑子？周围窃窃私语，一众人看向苏武的目光就像看傻子一样。人蠢不可怕，可怕的是又蠢又自以为是，被人当枪使还不知道。苏武气得肺都快炸了。就在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出来一看，赶紧走到远处接听。片刻之后，他走到蓝月瑜身边，狠狠抽了他一耳光。苏武，你干什么？蓝月瑜怒道。老子把你当朋友，你把老子当傻子，贱人，咱们以后绝交！苏武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场，留下蓝月瑜呆立原地，恶狠狠地瞪着张扬。这里是省城，是苏家大本营，苏武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肯定会传给苏家。苏武傻，苏家可不傻，马上打电话过来让苏武回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蓝天庭是条毒蛇，生的女儿也是。张扬一边喝粥一边痛斥蓝天庭人品。张扬，我爸人品杠杠的，你诋毁不了。蓝月瑜怒道。蓝天庭真有本事，也不会被陈天龙压了10年，屁都不敢放一个。老子用命把陈天龙干了，他却来抢老子地盘，抢不过又让你这贱人勾结武道世家，怂恿年轻一辈对付我，说你们是毒蛇，已经客气了，你们压根就是欺软怕硬的窝囊废。此言一出，许多人目光纷纷望了过来。广南省有18市，每个市都有掌权者，陈天龙作为江南黑道掌舵人，做事不择手段，没有下限，让很多人闻风丧胆。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黑道枭雄竟然死在一个无名后辈手里。2名理事目光也望了过来，
有些意外。张扬，你才是窝囊废！蓝月瑜霍地站了起来，气得脸都青了。张扬斜睨着他，千声死状，我让你一只手跟一条腿，你敢吗？迁就。蓝月瑜正想答应，恍然想起他那神秘的符箓，剩下的话愣是没敢说下去。周围又是一阵骚动。蓝月瑜是年轻一辈武者的中上水准，对方让一手一脚也不敢打，这年轻人有这么厉害吗？回家吃奶吧。张扬鄙视一笑，带着两女离开。两女由始至终都没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这里的人全都不简单，他们两个普通人如同蝼蚁，只是他们没想到，哪怕在这种场合，张扬依然要如明珠。回房休息片刻，三人便前往拍卖会会场。三人的票不是同时买的，位置没有安排在一起。张扬找到自己的位置，旁边坐着一名年轻男子，看到他脸色惶恐，这家伙有些面熟。张扬记起吃早餐的时候，他也在餐厅。你好。张扬主动打招呼。你好。年轻男子尽量挤出点笑容，可惜笑得比哭还难看。你很怕我？没有，我没有，不怕你。年轻男子语无伦次，舌头绕了几次都没绕回来。不就是杀了个陈天龙，有这么吓人吗？瞧把孩子吓的。张扬苦笑。刚才在餐厅那个会长叫什么名字？张扬询问。兴许是发现张扬没有想象中可怕，年轻男子渐渐松弛下来。他叫任天堂，是广南省武道协会的会长，身边两人，女的叫孟珏，男的叫石猛，两人都是协会理事。任天堂是宗师武者。年轻男子点了点头，他修炼的是烈炎功，一手火焰手十分厉害，据说从未有败绩。广南省宗师有多少？宗师强者很低调，一般都是隐士状态，我知道的就3个人。武者实力到达一定程度，心境跟人生观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功名利禄看得非常淡。像任天堂这种整天抛头露面的宗师很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少华，是广南武道协会的会员，请多指教。张扬象征性握一下手，叶少华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仿佛这一握能把张扬身上的魔性去掉一般。广南武道协会是什么情况？张扬好奇地问。是一个武道的民间组织，类似于作协，很多年轻武者都加了进去。杨哥，你要不要也加入一下，积累着人脉？叶少华建议。张扬有些心动，他倒不是为了虚名，而是想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拥有灵根的女修。以武入道的人，实战力比起普通人强多了。再看吧。闲聊间，女主持人走进会场，拍卖会正式开始。这次拍卖会级别很高，很多物品都拍到了1000万价格，古董最多，玉石也有不少，大多数是文玩。没多久，何氏运心念念的那幅养生图就出现在大屏幕上。养生图作者不明，朝代不明，传闻图上蕴含着长寿秘密，其拍价3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叫价开始，女主持话音刚落，何诗韵举牌305万、310万、320万、350万，叫价涨得非常快，很快价格就涨到了400万。何诗韵咬了咬牙，举牌430万、500万。蓝月瑜举起牌子，冷笑地看何诗韵一眼。何诗韵继续举牌510万、600万，没有丝毫犹豫。蓝月瑜再次加价，何诗韵目光望向张扬，哪知后者就像没看到他的暗示一样。最终，养生图以600万被蓝月瑜拍下。何诗韵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500万已经是他的极限。下一件竞品是一个翡翠冰种手镯，比玻璃还通透，其拍价1000万。张扬举牌1100万，蓝月瑜举牌1200万，张扬1500万。蓝月瑜看出张扬志在必得，心想恶心一下，又加了100万。结果张扬不再加价了，他方知自己上当了。接下来，张扬每看中一件东西，蓝月瑜都叫价；蓝月瑜每看上一件东西，张扬也故意把价抬高，两人杠上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蓝月瑜想放弃的时候，张扬就先放弃。几轮下来，蓝月瑜议价拍了4、5件东西，张扬愣是一件都没拍到。终于到了那株百年老山参，起拍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竞价开始，女主持话音刚落，周围竞价声密集响起，价格很快就涨到了400万。翻一倍价格之后，叫价声分明少了下来。张扬举牌450万，喊完价之后，还故意挑衅地看了远处的蓝月瑜一眼。蓝月瑜没再跟，以为张扬又在抬价，引他入坑。百年灵药虽然珍贵，但毕竟是消耗品，服用完就没了。虽说对武者有用，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大。张扬如愿得到老山参，接下来的物品他没再看，即刻去兑换。蓝月瑜见他离开，方知这才是他的真正目标，前面的都是故意抬价，偏偏这个他没有抬价，让他用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蓝月瑜越想越气，一口闷血差点喷了出来。他这才发现，无论是智力还是武力，自己都是被碾压的一方。张扬刚离开片刻，电话响了起来，是严冰打来的，我们要回去了，你要不要一起？我还有些事情要办。那我们先回去。严冰挂掉电话，看了旁边的何诗韵一眼，暗叹了口气。刚才他以为张扬会把养生图拍下来送给何诗韵，毕竟他不差钱，可惜他并没有。何诗韵脸色有些难看，心里很不开心，不想付出又想收获，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张扬挂掉电话，开始在省城各大药店寻药。百年灵药肯定没有，50年也极少，
20-30年还是能找不到少的。他准备以100年老山参作为主药，20-30年的灵药为副药，炼制出一批药力更好的小培元丹。张扬去商场买了破壁机，将草药切成泥，再按照一定比例捏成药丸，用电饭煲蒸煮，口味好差，但药力比起之前强多了。张扬一口气将药丸全部吃掉，炼化药力之后，明显感觉元气涨了不少。电话响了起来，是叶少华打来的。拍卖会的时候，两人相互留了电话号码。我是孟觉。电话那边传出一个气势很足的女声。张扬脑海中马上跳出一道黑色劲装身影。孟理事你好。张扬，你年龄超过30岁没有？我今年26，你有没有时间马上过来一趟？张扬犹豫一下，回道让叶少华给我发地址。叶少华在武协总部门口等候，见他下车，连忙迎了上来。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孟理事叫你过来，是想让你帮忙救场的。你若是帮了他这次，他一定会记住你的。接下来，叶少华讲了事情经过。原来，今天广北省一批武者过来做武术交流，双方约定让30岁以下的武者切磋一下。结果广南省接连输了5场，孟觉脸上挂不住，想起了张扬，让他过来救场带路。很快，两人来到其中一个武场，直径10几米的擂台上，2道人影在快速交战，下方站着2群，其中一边为首的正是2名理事孟觉跟石猛。孟理事，张扬来了。叶少华将张扬带了过去。孟觉点了点头，并没有多热情，心思全都放在擂台上。张扬望向擂台，顿时明白了，原来是苏武在台上占了上风。孟觉找来苏武救场，不需要张扬了，对他的态度冷淡了很多，毕竟张扬跟苏武有矛盾。几分钟之后，苏武双拳齐轰，将对手震落擂台。叶理事怎么说？孟觉目光得意地望向对面一名青袍男子，讥笑起来。你们连输5场，我们这才输了1场，孟理事就这么迫不及待出声奚落了。青袍男子挥了挥手，身边一名年轻男子跃上擂台，再次跟苏武大战起来。不到10分钟，苏武再次将对方打下擂台，引得台下一片喝彩。青袍男子指着一名年轻女子，后者跳了上去，这次败得更快，还不到5分钟就败下阵来。苏武，你太帅了，我爱死你了！擂台下，一群年轻武者大叫起来，更有花痴女发骚尖叫。苏武抬头挺胸，目光扫过张扬脸上，露出傲慢之色。张扬有些意外，苏武比他想象中强，不愧是最有可能成为宗师的年轻武者。还好没上蓝月鱼那贱人的当，真打起来，他最多一半赢面。面对苏武的挑衅，张扬选择无视，一个傻子而已，没必要搭理。连赢3场，你也累了，休息一下吧。孟觉十分满意，招呼苏武下来，态度好了很多。他们实力太差，我一点都不累，还能打几场？这话本是无心之言，对于广北的武者来说，却仿佛啪啪抽他们的脸。叶叔，让我来吧。广北人群中，一名五官精美的少女走了出来。少女目测刚成年，个子很矮，胸前规模却不小。但凡看过动漫的男人，此刻脑海都会跳出4个字：童颜巨乳。琪琪，你不能出手，退下。青袍男子摇头，叫琪琪的小萝莉不情愿地退了下去，继续观望。青袍男子又叫了2个人上擂，结果全让苏武打败了。苏武在深山老林当10几年和尚，还真不是白当的，确实有些猛。叶叔，让我上场，我能赢他。小萝莉看到自己的朋友一个个落败，再次站了出来。青袍男子犹豫片刻，点了点头，小心点，别逞强。小萝莉心领神会，跃落到台上，眼神凌厉起来。小妹妹，你不是我的对手，下去吧。苏武挥手，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娇生惯养，从来没吃过苦的样子，能打赢自己才见鬼了。张扬眉头微微一皱，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味道，打过才知道。小萝莉化成一道残影，攻了上去，好快！场下的人全都脸色大变，这种步法，难不成是东瀛的忍术？我看更像高丽的影子步，我看是八卦游龙步法。一众人纷纷讨论起来，然而全都说错了。只有张扬清楚，这哪是鼓舞，这分明就是修仙者。这步法叫罗烟步，只有炼气3层才能施展出来，是低阶修士最精妙的步法之一。张扬又惊又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法。炼气3层的女修，要是跟自己双修，效果比炼化100年老山参强多了。面对如此精妙的步法，狡猾的苏武选择了防守。他取出2把匕首，舞成密不透风的剑网。小萝莉一时之间没有任何办法。若是张扬有炼气3层水平，打败苏武再容易不过。但这小姑娘空有一身元气，却不太会用，有种盲人摸象的感觉。张扬直觉她是靠自己摸索修炼的，没有人教，否则不会如此茫然无措。打了10几分钟，双方不分胜负。孟理事，再打下去也没啥意思，不如就此罢手如何？青袍男子建议。我也有此意。双方打平手，这是皆大欢喜的结果，适合华夏国的人情世故。小萝莉从台上跳下来，来到青袍老者身边，小声道：对不起叶叔，我让你失望了，你表现已经很好了。青袍老者摸了摸他的脑袋，很是怜爱。这一场看似打了个平手，实则他们赢妈了。苏武已经30岁，小萝莉才20岁不到，往后的上限比起苏武不知道强多少倍。比武之后，4名理事喝茶去了，留下一群弟子相互切磋交流。小萝莉身边围了好多人，
向他搭讪，问他要微信，讨教修炼方法。从众人交谈中得知，小萝莉叫罗琪琪，一直在深山老林修炼，连微信都没有。张扬等了好久，直到罗琪琪身边没人，这才走了过去。罗烟部练得不错。罗琪琪脸色大变，一脸震惊地望着他，你怎么知道我使用的是罗烟部？我不但知道你使用的是罗烟部，还知道你的修炼完全靠自己摸索出来，没有领路人。张扬摸出一张符箓，塞到他手里，我会在天鹅酒店待到下午3点，想找我一个人来。说完大步离去，眨眼间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罗琪琪疑惑地看着符箓，心念一动，输入元气，就一道剑影急射出去。谁偷袭我？远处传来一声惨叫，飞剑无意间洞穿了一名男子的屁股，元气竟然能封印在符箓上。罗琪琪内心翻起惊涛骇浪，猛然看了下时间，现在已经是2点，搭车过去将近半小时，万一塞车就来不及了。万一那家伙是坏人呢？自己岂不是送羊入虎口？罗琪琪内心不断的挣扎，最后决定冒险前往。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那家伙长得够帅，不像坏人，人家长得那么帅，哪怕吃亏了应该也不会很难过。罗琪琪走出舞鞋，在路边拦了辆车子，前往天鹅酒店。张扬回到房间，待了不到10分钟，敲门声便响起。他走过去开门，俯视着这个个头才到自己肩膀的小姑娘，人是挺漂亮的，就是个子太矮，目测最多1.53米，对比1.8米的张扬就像小屁孩。小是小点，不过双修的时候可以做很多高难度动作。你也是修仙者吗？罗琪琪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很是紧张。你准备一直在门口站着？张扬走到沙发上坐下，翘起2郎腿看着他。罗琪琪咬了咬牙，迈步入室，把门关上。不关行不行？不行。罗琪琪决定豁出去，转身把门关上，走到张扬面前坐下。修仙乃逆天行事，不长生便长眠，寻灵草，斗凶兽，抢资源，过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的日子。你身上除了有元气，哪里有半分修仙者的模样？张扬淡淡的瞄了他一眼，开始洗脑，不长生便长眠。罗琪琪喃喃念着这6个字，感觉一幅浩瀚世界图谱正在眼前缓缓打开。他从小到大一直被养在古庙，除了修炼还是修炼，极少与外界交流。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又感受不出来不对的地方在哪。原来修仙者不应该这样过，需要出去闯。你跟苏武交手，实力发挥不出一半，简直是暴殄天物。张扬说道。这位哥哥，你能教我修仙之法吗？罗琪琪急问。我叫张扬，你可以叫我道友或者张兄，叫道友怪怪的，像瘾君子一样，要不我还是叫你杨哥吧。罗琪琪提议。行吧。张扬点了点头，吩咐把手伸过来。干嘛？罗琪琪慌了，并没有立刻伸手过去。看看你的灵根资质。罗琪犹豫了一下，将手放到桌面上。张扬五指搭了上去，脑海中立马跳出一行字：元阴体，阴气值400。灵根大体分5种：单灵根、天、双灵根、地、3灵根、真、4灵根、伪、5灵根、伪。罗琪琪检测不出灵根，说明他灵根是杂灵根以上。目前张扬检查不出来，甚至有可能是真灵根。我的资质如何？罗琪琪眨着大眼睛，一脸期待。还不错。张扬缩回手，思考着怎么让这小姑娘答应跟自己双修。直接踢肯定不行，不吓死她才怪。谈感情，小姑娘从来没谈过恋爱，没个1年半载，哪能拿得下？张扬想来想去，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下手。杨哥，你能不能教我修仙？罗琪琪小声的询问。我为什么要教你？我可以给你钱。我不缺钱，我可以给你灵药。张扬心念一动，突然想起一个大问题。蓝星天地灵气枯竭，已经无法通过吐纳方式修炼元气，只能通过服用灵药进阶。传统的服药方法损耗非常大，罗琪琪能修炼到现在这种地步，肯定服用了大量的高年份灵药。他上哪找这么多高年份灵药？给多少？张扬不动声色地问。百年老山参2株，你觉得如何？罗琪琪竖起2根手指。拍卖会上的百年老山参是你卖的？张扬脱口而出。罗琪琪点了点头。2株百年老山参能卖出大几百万，这个价不低了，你觉得如何？成交。张扬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眼下让罗琪琪双修，他肯定不干。用灵药交换布施是一个好办法。再搞2株百年老山参，自己应该也能尝试一下，突破炼气3层了。我现在身上没有老山参，要回去才能寄给你，你觉得怎么样？罗琪琪问。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咱们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是被他家里人知道，就没办法骗他灵药，骗他身子了。可以，但你不能骗我，你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值得我骗的？张扬从怀中摸出2张纸，递了过去。这是刚才搭车回来的路上，他手写下来的，是关于修炼上的一些心得，其中包括怎么使用元气，怎么使用罗烟布，还有一门火莲术修炼方法。罗琪琪伸出右手，按照纸上的运气方法，将元气凝聚在手掌心，一团火焰慢慢浮现在掌心。成了！罗琪琪大喜，激动之下运气不稳，火焰又消失了。纸上有我的地址，回去记得给我发药材。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发。罗琪琪将纸收起来，忍不住又问：你刚才送我的那张符是怎么回事？符箓，修仙者的技能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炼丹术、傀儡术等等，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个必须亲自教，给秘诀你也学不会。
我可不可以跟在你身边，拜你为师？张扬暗喜，只要他愿意留在自己身边，多的是机会找他双修。你家人同意吗？这罗琪琪一时无语，也觉得家人肯定不会同意。你先回去跟家人说一声，他们若同意你就过来。张扬没有强迫他，强扭的瓜不甜。你之前的符箓能不再给我一张？我回去也好说服家里人。张扬摸出2张符箓递了过去，你只能跟家里人说出我的存在，不能告诉他们我住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但凡你透露一个字，我绝不收你为徒。罗琪琪点点头，问了符箓的使用之法，这才离开酒店。他刚离开，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叶少华打来的。杨哥，你在哪里？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不跟孟理事说？他刚才还问起你。人在的时候不问，不在才问，他还真是个奇怪的人。张扬直接就挂了电话。孟觉打电话给他，他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结果见了面，他连个招呼都不打。说白了，在他眼里，张扬只是利用工具。可笑叶少华还说自己帮了他，他一定会放在心上。像他这种阅人无数的女人，眼里只有利益，帮了也是白帮。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个陌生号码，不用说，肯定是孟觉打来的。张扬没接，下楼退房，搭车回江南。搭高铁回到江南，已经是傍晚了。路边停着一辆车子，车窗摇下，露出一名美艳贵妇。柳飘絮本来就长得成熟，被开发之后特别迷人。这么早下班了？张扬拉开车门，坐到副驾。我请了1个月假，装修房子。柳飘絮脸上挂着微笑，如沐春风。自从帮他买了套房子之后，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他都非常开心，给足了张扬情绪价值。张扬不由想起和诗韵那个高傲的女人，哪怕他当时花700万帮他把养生图拍下来，他估计也就说一声谢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些人从小高高在上，得到太多是不会感恩的，反而一些人从小生活在底层，会很感恩把他们带出泥潭，过上好生活的人。柳飘絮是这样的人，妖姬也是这样的人，为这些人做再多，张扬心里也愿意。装修只能靠你自己了，我没时间，只能出钱。张扬拿出手机给他转了100万。到了吃饭地点，柳飘絮拿出手机惊呼一声，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装修费，装好看点。柳飘絮双眼放光，悄悄在张扬耳边说，我好想现在就在房间。我去，太会了。张扬瞬间热血上头，笑道，咱们有1晚上的时间，慢慢来。饭后2人逛商场，张扬又花10几万帮他买了条金项链跟金手链。回到酒店，2人开始了2人世界。第2天中午，张扬回咏春堂上班，和诗韵态度很不好，不但见面不打招呼，还全程含脸。张扬本来心情挺好，一看他这模样就来脾气，扭头就走，连班都不上了。以他现在的身价，去他那破店上班已经给足了他面子，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要不是惦记着他可能身怀冰属性天灵根，张扬见都懒得见他。3天之后，一个快递送上门，里面是2株百年老山参，外表成人形，个头比张扬在拍卖会上拍得的更好。张扬立马将老山参制成丹药，一共制了8颗，自己留7颗，1颗赠送回去。他留了张纸条，告对方这些丹药是他炼制的，他可以帮忙炼丹，只需要2成成本，哪怕他取了2成，制作出来的丹药也比对方直接服用灵药效果好得多。服用完7颗丹药，张扬境界已经到了2层顶巅，距离3层只剩1步之差。快递送过去没几天，又一个包裹送上门，张扬打开惊呆了，里面一共有8株灵药，除了2株百年老山参之外，还有灵芝、黄金、雪莲花，全都是珍贵灵药，在市面上根本不可能找到。罗琪琪家到底是什么背景？这也太豪了吧！这更加坚定了张扬要拿下对方的念头，这是少奋斗10年的节奏。他快马加鞭将灵药炼制成丹，除去回祭的之外，自己还剩下4颗。利用这4颗丹药，张扬一举突破炼气3层。房间之内，张扬运转元气与掌心，化成一朵拳头大的火焰弹了出去，火焰落到地上，燃烧半分钟才熄灭。别看这火弹术只是入门级别的法术，对于武者杀伤力极大。火焰的燃料是元气，普通方法没办法熄灭，只能等元气全部燃尽才能熄灭。要是被击中，起码脱1层皮。紧接张扬又施展别的低阶法术，比如灵灵术、蔓藤术等。伪灵跟进阶慢是大劣势，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修炼5行所有法术。片刻间，张扬的元气就消耗得干干净净。炼气3层虽然可以使用法术，但还是太勉强了。回到房间，张扬开始制作符箓。之前很难制作的符箓，现在也轻松了一些，成功率提升不少。直到现在，张扬悬着的心这才彻底放下。是时候找蓝天庭这个老东西算账了。直接杀上门不好，蓝家毕竟是个武道世家，背靠宗师强者也说不定，杀人也要有个理由。张扬沉思片刻，马上想到了一道身影，蓝月瑜。他压根没想到，在他准备复仇的时候，蓝家某茶馆、蓝月瑜3人也在密谋对付他。初步估算，陈天龙的产业净值超过20亿，咱们只要把他杀了，这些产业就能落到咱们手上。那家伙实力不简单，咱们不能力敌，必须想个办法。平头男、肌肉男、蓝月瑜3人一边喝茶一边密谋。平头男子肩膀还裹着绑带，伤势尚未痊愈。孟强，你姑姑不是李氏吗？
能不能让他出马？肌肉大汉问。郭达，你是不是傻了？我姑姑坐在那个位置，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怎么可能对一个后辈出手？再说，那垃圾配我姑姑出手吗？孟强瞪了他一眼，我不就是提个计划，你至于那么大脾气吗？郭达忍不住骂道，提计划也得有脑子。孟强，你骂谁没脑子呢？谁承认骂谁？眼见两人就要争吵起来，蓝月瑜赶紧出言打断，让你们过来是对付张扬的，不是让你们内讧的。两人互瞪一眼，狠狠地别过脸去。蓝月瑜沉思片刻，问道，还记得上次那个售楼小姐吗？她跟张扬只见过一面，双方就开房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那家伙是个好色之徒。讲到这里，孟强顿时开心起来，还别说，那妞挺正点的，水又多，最遗憾的是没能让那家伙玩我玩剩下的，不然就能狠狠出这口恶气了。既然张扬是个好色之徒，咱们可以利用漂亮女孩给他下药，他肯定不会防备，一旦他中毒，再厉害也没用。蓝月瑜脸上露出狡诈的笑容，这个计划好，等他死了，财产就是咱们的了。咱们详细计划一下。三人靠在一起，详细地计划起来。他们丝毫没发现，所有对话都被桌下一颗窃听器传了出去。干得不错。对面酒店房间，张扬对妖姬大大表扬。从省城回来之后，张扬觉得蓝月瑜肯定会对自己进行报复，让妖姬盯着对方。没想到跟了几天，还真有收获。主人，咱们现在就动手吗？妖姬问。不，咱们将计就计，等他们露出马脚。蓝月瑜、孟强跟郭达三人都有武道世家背景，没有确凿证据，杀他们会带来麻烦。张扬现在虽然变强了，但还没到推倒一个武道世家的实力。主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下手？妖姬继续问。他们想陷害我，就要将我约出去，谁给我打电话，谁就是被他们收买或者控制了。话刚说完，桌面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妖姬拿起来，脸色一变，是陈军。我之前怎么跟你说来着？主人，你说陈军是种墙头草，很容易背叛，印证我的说法了吧？张扬接过手机，按下接通键。陈军，找我有什么事？杨哥，今晚有场酒会，江南大学好多漂亮的女生过来，长得那叫一下水灵，个个像网红一样，你要不要过来玩玩？陈军笑着问。没兴趣，好几个还是厨。杨哥，你真不来施展一下魅力？张扬犹豫片刻，回道，发个地址过来，我看看有没有时间。陈军发了个地址过来，是一间豪华酒吧，自家地盘，你想个办法，去包厢安装个摄像头。张扬吩咐。是，主人。妖姬点了点头，正准备离开，被张扬叫住了。时间还早，那么交集干什么？咱们好好交流一下。张扬一把抱住羞涩的他，按到床上，开始进行双修大法。晚上10点，张扬搭车来到酒吧，霓虹牌下站着一道熟悉人影，身材高挑，化着浓妆，竟然是夏薇。夏薇身边站着2名同样打扮妖艳的女子，一看衣服就是酒混夜场的女人。她不是跑路去吗？怎么会在这里？张扬有些奇怪。夏薇目光正好望了过来，瞬间暴怒。张扬，你给站住！若不是担心破坏今夜计划，张扬早就一巴掌将他抽飞。有事吗？张扬冷冷地问。你害我丢了工作，还赔偿鸡哥100万，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夏薇带着2名女子上来，把张扬团团围住，不让他走。忘记当初怎么挨打了？张扬捋着手臂。夏薇吓得连连后退。张扬，我已经有了靠山，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保证你死无葬身之地。张扬有些感兴趣，敢问你找了多厉害的靠山？怕了吧？夏薇挺了挺已经下垂的胸部。听清楚了，我的靠山叫蛮牛，他可是陈军的得力助手。原来是陈军身边的一条狗，还以为是多厉害的人物呢。陈阳讥笑。陈军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张扬，你现在给我下跪，扣10个响头，看在你以前追过我的份上，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你准备被打断手脚，下辈子乞讨吧。夏薇恶狠狠地说道。张扬气笑了。无知者无畏，说的就是夏薇这种人。你让我下跪，最起码展示一下你的靠山有多牛逼吧。你等着。夏薇摸出手机，走到一边，低声下气地打电话。片刻之后，他过来喝道，牛哥马上出来，你有种别跑。行，我等着。几分钟之后，一名身高超过1.9米的巨汉从酒吧里面出来。牛哥，你来了。夏薇跑过去，小鸟依人地搂着蛮牛的胳膊。谁敢欺负我麻子？蛮牛螃蟹一样走到张扬面前，俯视着他。小子，是你？你跟陈军混？张扬冷冷地问。这气场好强。蛮牛内心咯噔一下，心里飞快想起了一个名字，张扬。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只有一些核心成员知道。表面上，陈家产业落到陈军手中，只有内部人才知道，陈军就占1-2成。陈家产业早就落到一名江南后起之秀手中，据说是名帅气的年轻人，跟眼前人有些像。你是杨哥？蛮牛弱弱地问。陈军到包厢没有？早就到了，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姑娘，都是江南大学的大学生。蛮牛身体半蹲，个头不敢超过张扬，吓得脸都青了。把他们带到包厢。张扬说完，径直走了进去。牛哥，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蛮牛对张扬低声下气，夏薇十分奇怪。啪！一巴掌狠狠抽在他脸上。贱人，老子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警告你，一会在包厢，你敢说我是你的靠山，老子叫10个男人把你抡死！牛哥，张扬不过是一名被开除的医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夏薇捂着脸，
哭泣着说道：“是真是假，一会就知道了。要是他是假的，我会将他碎尸万段。”蛮牛带着三女进入包厢，一眼就看到人群簇拥中的张扬。大哥陈军就坐在张扬身边，夏薇呆立原地，世界观崩塌，支离破碎。陈军这种大人物，此刻像狗腿子一般招待着张扬，怎么可能？想活命，不用我教你了吧？蛮牛小声说了句，走过去陪笑：“杨哥，他们3个带来了，你玩开心点，我出去忙了。”陈军看了夏薇三女一眼，勃然大怒：“蛮牛，你他妈的脑子抽了是不是？完胜的货色也敢带进来？我让他们进来的。”张扬目光扫了过去，扑通，夏薇直接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张扬，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求求你放我一马！”扑通扑通，夏薇身边2名姑娘也同时跪了下来：“杨哥，我跟夏薇不熟，才见过几面。杨哥，我们没得罪您，能不能放我们一马？”张扬挥了挥手，2名姑娘如蒙大赦，赶紧站起来，跑得没影，只剩下夏薇一人站在原地，噤若寒蝉。到角落跪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是。夏薇跪着挪到角落，悔得肠子都青了。她狠狠抽着自己耳光，企图用此来引起张扬的怜悯之心。张扬正眼也没瞧他一下，继续跟一群大学女生猜拳玩乐。陈军说的没错，他带来的6名大学女生，有4名还是厨，还是非常漂亮的那种，可惜没有一个是有灵根的。张扬已经练气3层，没有灵根的女修，哪怕是元婴之身，也没有任何价值。杨哥，我给你倒酒。一名颜值最高的女生走了过来，帮张扬倒了一杯红酒，眨着媚眼：“敬你一杯，我先干了。”干了。张扬举起杯，一饮而尽。陈军眼中闪烁出一道金光，嘴角泛起冷笑。突然，张扬将酒杯狠狠砸落地上，酒里有毒。陈军飞快逃离他身边，哈哈大笑：“张扬，你别怪我，只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房间门被推开，2人走了进来，赫然是孟强跟郭达。无关人等，全部滚出去！孟强大喝。哗啦啦，包厢里的人全都逃了出去。军哥，此人跟我有深仇大恨，我想看着他怎么死，可不可以？夏薇跪了1个多小时，自抽了10几耳光，张扬都无动于衷。他恨死张扬了。陈军没有话语权，目光看向孟强跟郭达。行，我给你个机会。孟强掏出一把匕首，扔到夏薇面前。他身中剧毒，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你去杀了他，我保证，以后你会拥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夏薇站起来，踉跄了一下，跪太久，腿都麻了，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张扬，你别怪我。夏薇握起匕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捅了过去。这女人够狠，为了富贵，杀人不眨眼。噗！匕首插入身体的声音传出，夏薇感觉心脏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匕首鬼一般插在自己胸膛上。你刚才还有一次活命机会，可惜你没把握住。张扬轻轻一推，夏薇身体软软的倒在地上。你没中毒。孟强脸色大变，目光看向陈军。我亲眼见他喝了毒酒，他肯定是强弩之末。陈军急道。张扬一口血喷出，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印证了陈军的说法。靠，吓我一跳。孟强走到张扬面前，嘲讽：一只土鸡瓦狗也想跟我们这些世家弟子斗，你还太嫩了。蓝月鱼呢？他怎么没来？若不是为了询问出蓝月鱼的下落，张扬早就让他下地狱了。你没机会见到他了。孟强摸出匕首，朝张扬喉咙割去。张扬本想等蓝月鱼进来，或者从孟强口中得知蓝月鱼的下落再出手，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迫不及待就想将自己杀死，当下一拳轰出，孟强的身体倒飞出去，在墙上撞穿一个大洞。你没中毒？哇！孟强一口血喷出，瞬间失去战斗力。郭达见状，飞快地往外面逃去。张扬甩出一张符箓，飞剑洞穿郭达的心脏，一击毙命。陈军腿吓得都软了，扑通跪到地上：杨哥，我是被逼的，求你饶我一命。我说过，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张扬凝聚火焰，连续弹落陈军身上，陈军瞬间被大焰包围。陈军杀猪般惨叫起来，满地打滚，想要将火焰滚灭，却发现怎么都没办法滚灭。在痛苦的折磨中，最终化成一具焦黑的尸体。孟强吓得胆都快破了，如果不是身受重伤，他早就跑了。蓝月鱼呢？张扬上前问。他去洗手间了。孟强舔着发干嘴唇，低声道：张扬，主谋是蓝月鱼，我也是被他骗了才来对付你的，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之前的事情咱们一笔勾销，你看如何？如果不是偷听到他们密谋，想要杀自己瓜分产业，张扬可能还真信了。我们孟家可不是蓝家能比的，我姑姑叫孟珏，是广南武协的理事，她可疼我了。你要是敢杀我，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生死关头，孟强将自己的背景全都说了出来。我是一只土鸡瓦狗，而你是高高在上的世家弟子，我怎么敢杀你？只配玩你完胜的女人。孟强感觉胸口一疼，匕首贯心而入。张扬还不解恨，旋转匕首把对方心脏捣碎。手机响了起来，张扬将尸体推倒在地，接通电话。蓝月鱼从酒店逃了出来，妖姬道：这个贱人。张扬一脚将窗户踹飞，从5楼跳了下去。蓝月鱼刚逃出酒吧，听闻巨响，抬头一看，脸色大变，飞快地奔跑起来。张扬人在半空摸出几张剑符激活，射了出去。路边停着一辆跑车，
蓝月瑜飞快拉开车门，正准备进去，只感觉背后一疼，他顾不得疼痛，坐上去，车子咆哮一声，疾驰逃离。张扬赶到，已经迟了。一辆车子开在他身边，妖姬推开车门，主人上车。张扬坐了进去，命令去蓝家大院。蓝月瑜未必会逃回家，他回不回家无所谓，借口我找到了。你要干蓝天庭？妖姬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劝说蓝们两人合力，也未必是蓝天庭的对手。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这都多少个3日了。妖姬知道他的性格，没把握的事情不会干，当下一手油门朝蓝院大院开去。凌晨，蓝院大院门口，张扬坐在车里静静等待。10分钟之后，2辆面包车停在路边，一群黑衣大汉来到车边。杨哥，人都到齐了，都是精锐。为首的黑衣人道。守着外围出来一个杀意人，一个人都不许放走。张扬命令，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留下一个仇人都会后患无穷。一群黑衣人领命而去。你的任务是蓝家所有后人。妖姬点了点头，从围墙跃了进去。张扬启动车子，一脚油门朝大门撞去。刚安装着没多久的铁门再次被撞飞。何人胆敢擅闯蓝家？活得不耐烦了吗？一群巡夜的武者从里面冲了出来，把车子团团围住。张扬下车，甩出几张符箓，剑气纵横，连片惨叫声响起，面前武者没有一个能站着，非死即伤。很快，又一群武者从里面冲出，大部分还穿着睡衣。张扬又是几张剑符甩出，符箓化成一道道飞剑，在蓝家大院半空飞舞。所过之处，武者纷纷倒地，血流成河，血腥味充斥整座大院。张扬，你找死！一道人影从2楼跳落，一声怒吼，掌风裹着凌厉的真气凌空袭来。张扬右掌一吐，一团火焰弹出，在半空炸开，正是火弹术。蓝天庭一拳轰出，真气激荡，竟生生将火弹打散。落地之时，蓝天庭真气环绕在身上，脚下土地被真气冲击出一个巨大的漩涡。张扬伸手入怀，摸出一叠飞剑符，同时激活，密密麻麻的飞剑不要钱似的朝蓝天庭攻去。这些飞剑虽然无法洞穿蓝天庭的护体真气，却能消化不少他的真气。10几张飞剑服用完，能明显感觉蓝天庭真气弱了一些。张扬脚踏罗烟步，眨眼之间到了蓝天庭面门，匕首朝他喉咙割去。找死！蓝天庭双拳一震，生生凭真气朝张扬匕首震歪。不愧是江南第一人，有点本事，可惜也就有点。张扬双手齐吐，密密麻麻的火莲落到他身上，将他裹成一个火人。火莲如噬骨之火，一点点吞噬蓝天庭的护体真气。蓝天庭怒吼一声，澎湃真气竟将所有火焰弹飞，化成漫天火雨从天而降。一些火焰落到周围弟子身上，无论怎么拍都拍不灭，惨叫声不断。你学的到底是什么妖术？蓝天庭怒道。去问阎王吧。张扬踏出罗烟步，落到蓝天庭面前，双拳齐出。这一次他选择了硬碰。蓝天庭虽然消耗了不少元气，也自信远不是对方能相比的，双掌齐出，爆炸般的声音响起，蓝天庭身体倒飞出去，一口闷血压不住，狂喷而出。不可能，你真气怎么会这么强？上次他只用了80%真气就将对方震得吐血，这才1个月不到的时间，对方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厉害？就在他震惊之际，几张符箓化成飞剑袭来。蓝天庭摸出护体匕首，叮叮声响起，飞剑尽数被弹散。此时又是一道残影划过，蓝天庭暗叫不好，可惜已经迟了，右手腕被斩断，连同匕首掉到地上。他退出10几步，脸色苍白，看向张扬的眼神就像遇到魔鬼一般。张扬，你上门灭门就不怕千丈所指，得罪整个广南武道？自知命不久矣。蓝天庭把武道精神抬了出来，希望能惊退张扬。所谓的武道精神，不过是弱肉强食而已。我实力还弱的时候，你可有跟我讲武道精神？张扬冷哼一声，罗烟步再次迈出。蓝天庭掠过围墙，竟然放弃了整个家族，选择逃跑。张扬哪能让他得逞，甩出几张剑符，将他从半空击落。张扬，我跟宗师马道元有交情，他一定不会放过。砰！下面的话没有说完，张扬已经将他的脑袋踩成了肉酱。主人，蓝家后人已经全部杀掉。妖姬从3楼跳落，回到张扬身边汇报。蓝月瑜在不在？不在。蓝志勇呢？蓝志勇一直在省城，住在武协附近。蓝月瑜不是你的对手，你挖地3尺也要将他找出来。我连夜去趟省城。妖姬惊得目瞪口呆。主人，这是要彻底灭口？主人，省武协高手很多，你小心点。妖姬点了点头，命一名心腹开车，立刻送张扬上省城。另一边，蓝月瑜不敢回家，父亲一直反对他对张扬报仇。这次他设计张扬不成，还把孟强跟郭达搭了进去。孟家跟郭家肯定不会放过他，父亲也肯定会追责。他想躲起来，避避风头再说。他躲到一个偏远小镇，找间民宿住下。之所以住民宿不住酒店，是因为民宿可以不登记身份证。手机关掉了，他害怕家人的追责电话，也害怕张扬能通过手机追踪到他的位置。提心吊胆过了一夜，第2天他被饿醒，下去找点早餐吃。你们听说没有？蓝家昨夜被灭门了。早餐店里面，一群人正在聊天。蓝月瑜听闻，顿时感觉天崩地裂。蓝家是江南唯一的武道世家，
谁能灭他们满门？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胆子，人家靠山可强了。周围几人听了，纷纷表示不信。我堂弟就是在兰家当武者的，昨夜诈死才逃了出来，江南要变天了。蓝月鱼心扑通扑通直跳，赶紧打开手机，准备联系家里。10几个未接电话，都是哥哥打来的。微信声响起，屏幕上弹出哥哥的一行字：妹妹，我们的家没了。蓝月鱼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连呼吸都疼痛。他赶紧摸出手机，回拨出去。片刻之后，电话终于接通了。哥，怎么回事？爸妈呢？电话那边传出一个让他头皮发麻的声音：你哥也没了。张扬，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蓝月鱼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他感觉自己的心像被1万根针捅10次中，捶心疼痛。我已经饶过你几次，是你自己作死，别担心，你们很快就会在地狱团聚。蓝月鱼挂掉电话，仰天大叫起来：张扬，我哪怕下地狱做厉鬼，也要不择手段杀掉你！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就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省城，张扬挂掉电话，弹出数朵火焰，蓝志勇尸体烧得面目全非。他连夜上省城，2个多小时的车程，司机愣是1个小时就到了。由于蓝家全部被灭，蓝志勇知道已经迟了，刚给妹妹发完短信，就被赶到的张扬干掉。张扬守着尸体睡了一觉，就等着蓝月鱼的电话。张扬摸出手机，打给妖姬：蓝月鱼已经疯了，你多派些人手把他找出来，再派人保护柳飘絮。主人，我已经发布了1000万悬赏令，只要蓝月鱼冒头，咱们就能抓住他。妖姬声音中带着兴奋：主人，从现在开始，江南就是你的天下，你就是一人一城。才到哪呢？以后1人1省，1人1天下都有可能。张扬叮嘱几句，这才挂掉电话，走出小区。马路边停着一排车子，见他出来，一群人顿时围了过来。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双车门推开，里面走出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赫然是武协理事孟珏。张扬，跟我走一趟。孟珏脸色阴沉，声音中带着不容拒绝的语气。凭什么？张扬冷哼，跟我走，你还有一丝生机，不走，现在就死。孟珏身上散发出腾腾杀气，大有张扬一不答应他就动手的意思。孟强与蓝月鱼勾结，下毒害我不成，遭我反杀，录音跟包厢视频我都发给了孟家，你凭什么还要将我带走？张扬冷冷道，就凭我们是孟家。孟珏昂首挺胸，目光扫落周围，10几名武者顿时把张扬团团围住。张扬冷酷一笑，陈天龙跟我这样说过，坟头已经长草了。蓝天庭也跟我这样说过，有没有坟头都难说，孟家这是要不2家后尘吗？孟珏讥笑起来，看来你对孟家一无所知。当然，像你这种土鸡瓦狗，不知道很正常。孟强被我杀死之前也说过我是只土鸡瓦狗，你真应该回去看看视频，看看他最后绝望的样子。孟珏大怒，下令动手杀了。一群武者纷纷拿出武器向张扬进行攻击。张扬脚踏罗烟步，化成一道残影击出，扑通扑通，每一刀划出必有1名武者倒地。没有惨叫声，只有闷吭声，因为全都是一刀毙命。作为医生，张扬很清楚怎么最快击杀对手，全部退下。孟珏双手握着弯刀冲了过来，叮叮叮，连续不断的声音响起，2人瞬间交手了几10招。孟珏实力犹在蓝天庭之上，双刀快如鬼魅，纵使张扬有罗烟步，一时之间也很难将对方杀掉，除非他使用符箓跟法术，否则想打败他很难。这里过往人群太多，一旦施展法术跟符箓，肯定会被很多人看到，法术暴露出去会遭遇很多人忌惮，甚至会引起武道群而攻之。古者占领这方世界，绝对不会允许有修仙者出现推翻他们的世界。想到这里，张扬佯攻几招，转身就逃。追！孟珏一声令下，一群武者在背后死死追着。张扬逃进旧村，借着窄小的地方一边逃一边反击。没多久，10几名追杀他的武者就被杀得干干净净。孟珏气的肺都快炸了，这些可都是孟家的精锐武者啊！培养1名先天武者，花的钱都在9位数以上，死一个就像在他身上割一刀。偏偏张扬不跟他硬拼，他追他就逃，气得他半死。孟珏实在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自己亲哥，询问怎么办。你加入武协一点用都没有吗？亲哥一句话让孟珏醍醐灌顶，他掏出电话打给会长任天堂，将这边的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番。任会长，如果连仇都报不了，以后我也没颜面在武协混，更没颜面服侍你了。在任何人面前都十分高冷的孟珏，此刻表现出撒娇的模样。等我指示。任天堂说完挂了电话。省武协总部，任天堂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芸芸众生。这里是28层，下面忙碌的人在他眼里就如蝼蚁一般。嘟嘟，进来。秘书长白子峰走了进来。会长，张扬的情况都打探清楚了。说，张扬26岁，父母务农，半年前在江南市第3人民医院做实习医生，后辞去医院工作，加入咏春堂。白子峰将张扬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汇报。他之前不会武功。任天堂眉头一皱，种种迹象表明张扬之前并不会武功，是最近半年突然崛起的。说到这里，白子峰话音一转，会长，这么短时间之内能将武功提高到这种地步，武道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他修炼的是邪术。任天堂脑海中闪过一道身影，
瞳孔瞬间寒了起来。会长，你还记得20年前那个人吗？白子峰欲言又止。张扬修炼邪术，走火入魔，是极度危险人物，立即发布诛杀令，武协成员人人有义务诛之，悬赏金额1亿。任天堂即刻下令。是，会长。白子峰领命而去。张扬躺在城中村一间出租房的床上，租客是个上班族，不在房中。张扬轻易将窗户的防盗窗搬开一个洞，钻了进去。床上散发着女人芳香，由此可见，这里住的是一名女孩。电话响了起来，是妖姬打来的。主人，神武协对你下了诛杀令，你将视频发出去没有？发了。神武协的理由是，你修炼邪功，滥杀无辜。终究，他们还是害怕了。张扬猜到古武不会任由他这种修仙者存在，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妖姬，你马上套现，放弃江南所有一切，2个小时之内必须撤离。主人，有这个必要吗？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还没享受就拱手让人。妖姬心里很不情愿，只要活着，所有一切咱们都能夺回来。人没了，一切都没了。挂掉电话，张扬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边喝边思考。神武协有数千名会员，几乎全是武道世家弟子，单枪匹马根本没办法应付。连孟觉一个武协理事他都不容易杀掉，何况上面还有副会长，最别提会长任天堂是宗师境界强者。咣！房间门突然开启，张扬正坐在沙发上想对策，完全没想到租客会突然回来。四目相视，女租客失声尖叫起来。张扬人影一闪，已经到了她身边，捂住她的嘴巴。嘘！他做了一个噤声手势，威胁道：别叫，不然会没命的。女租客瞳孔张大，连连点头。纯阴体，阴气值500。脑海中突然弹出这么一行字。进入炼气3层之后，张扬发现自己对于阴气值的探查再次上升，从400涨到了500。刚下班，张扬松开他，询问。女租客连连点头，心跳声隔老远都能听见。吃饭没有？刚买菜回来，准备煮。女租客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声音颤抖。介不介意连我的一起煮？我给钱。不用，不值钱。女租客心情稍微平静一点，提着塑料袋匆匆走进厨房。看到厨房窗户被距离搬开的入口，她仅存的逃跑念头都没有了。抱歉，我这就帮你弄好。张扬走过去，轻轻用力，手指粗的铁条就被扳正，防盗网恢复正常。我刚才回来，看到很多古武者在找人，他们找的是你吧？女租客看了张扬一眼，小声询问。大概率是，你们这些古武者就是食物链顶端的人，普通人根本没办法对抗。你放心，我不敢出卖你。我怎么感觉你对古武者怀着很大的仇恨？女租客眼中慌张一闪而逝。我有个闺蜜，长得很漂亮，被一名世家弟子看上，在结婚当晚洞房的时候，老公被古武者打晕，代替洞房。这还只是古武世界，修仙世界更残酷，凡人在修仙者面前如同蝼蚁一般。这就是你故意扮丑的原因。女租客长相很普通，近距离看会发现五官还是很不错的，衣服故意穿得很土，掩盖了身上的光芒。我长得本来就很丑，并没有故意化丑妆。女租客脸色大变，女人我多的是，还不屑于占有一个凡人身体。张扬回到客厅，盘坐在地上，运转元气，休养生息。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他必须养精蓄锐。女租客煮好面条，从厨房端出来，见他掌心流转着2团火焰，脸色大变。咣！面条从手中跌落，倒在地上，洒了一地。我跟你说过，不会碰你，你紧张什么？张扬修炼被打断，愤怒地喝道：对不起，我马上再煮。女租客手忙脚乱地收拾餐具，时不时震惊地望向张扬。要不是还没吃饭，张扬早就一走了之。10分钟之后，女租客再次煮好面条，放到餐桌上。面下好了，你过来吃吧。张扬收工，走到餐桌边，开始吃了起来。你也吃，谢谢。看着他慌张的模样，张扬不由得有些好笑。家是你的，面条也是你煮的，应该是我谢谢你。女租客咬了点面条，弱弱地问：敢问你是不是修仙者？张扬意外地看着他，你知道修仙者？女租客眼泪瞬间决堤，汹涌而出，怎么都止不住。我吃完就走，行了吧？张扬真是烦透了这个女人，加快了吃面条的速度。我爸也是修仙者。女租客哽咽道。张扬愣住了，震惊地看着她。女租客擦干眼泪，继续道：20年前，我爸无意间得到一门修仙秘籍，短短1年就突破先天高手境界，2年之后更是突破到宗师强者，名震广南。后来广南武协以交流武术为由，请他去演讲，我爸欣然答应。结果武协那帮混蛋在我爸的水中下毒，还给我爸扣上了一顶修炼邪功的帽子，被活活打死在武协会场。女租客刚擦完眼泪，很快便再次涌出，怎么都止不住。我那时才5岁，亲眼看着爸爸被活活打死，我妈当场气晕，抢救无效死亡。对我爸进行致命一击的就是当今武协会长任天堂，这人表面仁义，内心极其肮脏恶毒。女租客恨得咬牙切齿。你爸叫什么名字？张扬问。我爸叫南震天，我叫南无情，我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吐露压在心底20年的心声之后，南无情心情好了不少，眼泪也止住了。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只想告诉你，古武这些世家全都是阴险狡诈之徒，他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你成长起来的，他们一定想尽方法吊你。南无情提醒，你爸很单纯，但我不是。个中道理，
张扬第一天修炼的时候，他就懂了，新秩序建立必定会遭到旧秩序疯狂反扑，这是必然的。我爸太单纯了，我妈劝他小心点。他说他在做的是一件造福人类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类能够修仙。他还说要打开封印，让蓝星灵气复苏。可他万万想不到，人心险恶，灵气复苏？你爸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张扬眉头一皱，难不成蓝星没有灵气不是天然的，而是灵气被封印了？我当时还小，不太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南无情摇头，张扬已经吃饱了，准备离开。你可以教我修仙吗？南无情突然问。张扬摇头，要有灵根才能修仙，你没有，所以不行。我有灵根，你怎么知道？我爸帮我测过，他说我是金木土三行真灵根，他还准备在我8岁的时候教我修炼，没想到我还没开始修炼，他就不在了。南无情满脸痛苦，目光流盼地看着张扬，随便找个地方藏身也能遇到真灵根，太不可思议了吧？张扬内心感叹，有没有可能你爸在骗你，哄你开心？张扬现在只能检测出伪灵级跟杂灵根，真灵根检测不出来，不好判断南无情是不是真有灵根。我爸不会骗我，南无情坚定地说道。这样吧，我教你一门修仙功法，再给你一些丹药，你服下试试，看看能不能感受到气感。如果能感受，那就说明你确实有灵根。张扬搜索脑海中的记忆，经过选择，最后选择一门叫庚金诀的金属性功法。合欢老祖给张扬硬塞了很多记忆，其中就有大量功法秘诀。庚金诀附带攻击法术庚金指跟护体神法术金钟罩，是为数不多攻防兼备地功法，威力犹在妖姬修炼的雾山神女功之上。这门功法强是强，但对资质要求比较高，真灵根以上方能修炼。接下来张扬教南无情怎么运气，怎么吐纳，怎么感受灵力存在。兴许是基因原因，南无情很有天分，很快就掌握了方法。在服用一颗小培元丹之后，成功感受到了元气这东西的存在，说明他确实身怀灵根。这时摆在张扬面前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怎么带他入门？我知道灵药价格很高，自己会想办法。父亲刚修炼的时候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无意间得到一株100年灵药，这才入门。市面上100年灵药价值都是几百万以上，还是有价无市，根本不是他能承受的。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短时间之内突破炼气一层，就看你愿不愿意。什么办法？双修。张扬简单将双修的原理跟效果说了一下，没什么难以启齿的，反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南无情听完之后脸色又青又红，可否让我考虑一下？我最多再逗留1天，你好好考虑。张扬深知这种事情对于没有感情的女人来说有多困难。女人跟男人不同，她们心很小，只能装下一个男人。男人是下半身动物，他们可以不在乎。深夜，南无情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脑海中一遍遍回放着当年父亲中毒被活活杀死，最后还千夫所指的情景。父亲心怀丰功伟业，最后却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落得身死下场。没有实力的自己只能苟且偷生，如傀儡般生活。眼下有一个报仇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却犹豫了，眼泪湿了干了又湿，被子都被泪水浸湿了。他最后咬咬牙，从床爬起来，打开房间门。已经是凌晨1点，张扬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要跟你双修。那魔情几乎从牙缝中吐出这6个字。考虑清楚了。张扬睁开眼睛，考虑清楚了。南无情坚定地点头。张扬看着他红肿的眼睛，深知这个选择有多艰难，内疚感油然而生。突然间他很想拒绝，转念一想，修仙本就是逆天行事，他以后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危险，内心无法强大起来，根本无法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活下来，更无法帮助自己打赢这场颠覆鼓舞的变革。所谓不破不立，不经历痛苦怎能强大？鼓舞在蓝星称霸数千年，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件逆天而行的事，以后遇到的困难会是你难以想象的，你确定要做？张扬再次询问。对，我要完成我爸未完成的梦想。南无情闭上眼睛，眼缝中一抹泪水滑落。2小时之后，南无情突破炼气一层，感觉着体内流动的元气，他喜极而泣。他终于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修仙者了。他看了眼面前的男子，之前不敢细看，现在才发现真的好帅。好在不是一名油腻大叔，失身痛苦顿时就消了不少。这该死的颜控，你之前没学过武，突然突破先天高手，肯定会被怀疑，尽量别跟人动手。我建议你离开省城，找个地方苟着发育，等修炼到炼气4层再想办法报仇。你是真灵根资质，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这一天应该不会很久。我现在被人追杀，无法带你，等我度过这段时间危机会联系你。张扬一边穿衣一边叮嘱，并且给他留了2瓶丹药。那魔情脸色暗淡，你要走了吗？张扬点了点头，晚上走比白天容易，我开车送你。张扬摇头，你爸以前是修真者，你肯定会被武者重点关注，若是被发现会连累你。南无情内心充满了不舍，虽说2人才见面1天，但他发现自己对眼前的男人充满了好感。除了因为他跟父亲一样是修仙者，还有一个原因，他真的好帅。我以后想找你去哪？他继续问。你可以多留意江南市的消息，江南是张扬的地盘，只要他变得强大，第一时间就会回去将自己的地盘抢回来。南无情还想说什么，
可一时之间又找不到话题。他咬了咬牙，羞涩道：“我想再双休一次，可以吗？”张扬眼睛望了过去，南无情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当然，我非常乐意。虽然那魔琴的修为尚弱，但他是真灵根，修炼起来效果非常好，比起一株百年人参一点都不差。2个小时之后，南无情修为又长了一些。还有1个小时就天亮了，我得离开了。张扬穿好衣服，在他留恋的目光中匆匆离开。凌晨5点，张扬联系一辆网约车，准备离开省城。快上高速的时候，他远远看到高速口在查车，想通过高速离开已经不可能了。司机，掉头，这里没办法掉头，有监控。司机拒绝了张扬的请求，我补你钱。张扬掏出几张100元大钞递了过去，司机猛然急刹，推开车门冲了出去，还不忘将钥匙拿走。张扬推开车门，前后左右的车子纷纷停了下来，无数鼓舞者如潮水一般朝他围了过来。我的演技不错吧？哈哈！出租车司机转身大笑，从你上车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认出了你，分享了车子的定位，感谢你给我提供了价值500万的报酬。张扬这才明白，武协为了抓自己，给全城的出租车司机发布了自己的照片。这座城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了孤城，身边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想杀掉他。500万，你没命花！张扬摸出一张飞剑符，甩到半空，飞剑符化成一柄光剑，隔着数十米射了出去。救我！出租车司机脸色大变，向围过来的鼓舞者求救，可惜没有人搭理他。这些人的目标是张扬，别人的死活他们可不管。噗！飞剑在出租车司机额头洞穿一个血洞，尸体倒在地上，眼神里还饱含着对500万的渴望。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高挑的身材，高傲的姿态，不是孟觉是谁？张扬，你无路可走了，束手就擒吧。孟觉冷冷道。张扬目光扫过周围，任天堂呢？让他出来，我想跟他谈话。就你这种土鸡瓦狗，也配让会长出手？孟觉嘲讽。张扬松了口气，只要不是宗师，另外的武者在他眼里10个跟100个没什么区别。听说你是任天堂身边的一条母狗，有没有这回事？张扬淡淡的笑问。孟觉勃然大怒，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快，动手杀了他！数十名武者纷纷甩出飞刀。张扬一拍腰间，小金钟符被激活，一个淡淡的金色光照把身体罩住，飞刀尽数被挡在小金钟符之外，掉落地上堆了一地。张扬运转元气，地上的飞刀悬浮起来，仿佛有强大的吸力在吸引。刷刷刷，飞刀击射出去，随着一片惨叫声音传来，无数武者受伤。张扬右腿一蹬，如同大鹏展翅，朝孟觉掠去。孟觉双手入怀，2把弯刀落入手中，迎了上去。2人交过一次手，对方落荒而逃。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信心，况且自己还有这么多帮手，对方只是孤身一人。唰，只是一个照面，孟觉手臂就被割了一刀，还好他躲得快，否则手都得被砍下来。不可能，才几天时间，这家伙实力又强了，让他这般成长下去，到时候起飞会长都不是对手。别愣着，一起出手，论功行赏。孟觉一声令下，数十名武者纷纷靠近，对张扬进行猛烈进攻。本以为这是一场群殴，谁也没料到这是一场屠杀，一人对一群人的屠杀。张扬手握匕首，脚踏罗烟步，所过之处，武者纷纷倒地。短短片刻，地上横七竖八躺着数十具尸体，血流成河。张扬全身沾满了鲜血，都是别人的，自己的一滴都没有。他躲在背后发号施令：你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张扬冷嘲。这些武者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听了这话更是不敢靠近。孟觉咬咬牙，再次攻了过来，双手刀舞得密不透风。张扬身如鬼魅，且战且退，等着对方暴露弱点。如此消耗真气的攻击手段，不可能维持很久。果然，不到半分钟，孟觉攻击就弱了下来，中路大开。张扬手中匕首直刺，从孟觉右胸刺入。孟觉吃疼，弯刀狠狠斩落。张扬缩手，匕首出来的时候横扫，孟觉右胸被切了下来，满身是血。我很想看看，没有了一半，你还怎么勾引任天堂？啊呀呀！孟觉如同疯了一般，朝张扬不断进攻。张扬急促后退，瞬间消失在孟觉的视线之中。不是他不想杀孟觉，而是孟觉这般不要命的打法，他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再待下去，有更厉害的高手过来，自己只会更危险。张扬，你别跑，决战到天亮！孟觉怒吼。你还是找任天堂决战吧，不过他估计看不上你了。张扬哈哈大笑，从10几米的天桥跳落，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早上8点，南无情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省城。张扬说的对，这里他不能待了，要找个地方好好苟着，等实力足够强之后再回来报仇。君子报仇，10年未晚。房门被敲响，谁？是我。南无情大喜，赶紧出去开门。张扬戴着帽子口罩，身上换了一套衣服，乍一看去根本认不出来。武协封锁了所有离开的道路，我出不去。张扬走到沙发上坐下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我决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等风头没那么紧再离开。诛杀令，全网通报，出租车司机还有监控，所有行动都有可能暴露。张扬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决定回来，让那魔琴帮自己。
南无情拿出手机，我先请个假。不行，会被怀疑的，你先去上班。南无情现在要做的是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才会不被怀疑。中午回来帮你煮饭，买菜的时候换2个摊位买，别在一个地方买2人的菜。我知道了，有危险。进房假装不小心踢到门，南无情点了点头，这才离开房间。张扬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这才躺到沙发上休息。他实在是太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睡着正沉，外面传来扭钥匙的声音，同事们被踢了一脚，他整个人从沙发上一弹而起，跑进房中，钻到床底下。从地砖与床罩的裂缝中，他看到一名穿着皮鞋的男子跟在南无情身后走进室内。4个小时之前，省第1人民医院，孟理事，很抱歉，你的胸保不住了，必须切除。武协成员、人民医院院长、关长很遗憾地宣布这个结果，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联系最好的整容中心，给你用最好的材料，尽量整到没有疤痕。孟觉躺在病床上，脸如死灰，你先出去，我想静一静。是，孟理事。院长走出病房，看到一道身影，顿时恭敬起来。会长，您什么时候来了？任天堂没回话，挥了挥手让他离开，走进病房。孟觉不敢看任天堂，他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会长。作为会长的地下情人，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特别是上半身，是会长最喜欢的。眼下自己成了这样，会长不移情别恋才怪。你不是说单凭自己就能抓住他吗？怎么回事？任天堂严肃地质问。孟觉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想独占功劳，没有让第2个理事参与抓捕，结果差点命都丢了。他的实力比起几天前又变强了。孟觉说道。你确定他之前没在隐藏实力？他的气势跟几天前完全不一样。孟觉一把抓住任天堂的手。会长，张扬变强速度太快，等他实力达到宗师境界就更难对付了。任天堂松开他的手，你好好养伤，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他终究还是嫌弃了。孟觉看着空空的手，感觉一阵阵心寒。如果不是张扬，会长不可能嫌弃他，都怪这个混蛋。会长，你还记得20年前南震天的事情吗？任天堂一声怒吼，我不是跟你说过别再提起这个名字吗？孟觉甚白着脸，张扬给我的感觉跟南震天完全不一样，这人出手狠毒，不择手段，不趁他实力弱的时候解决掉，以后得罪他的人都会十分悲惨。陈龙天、蓝天庭就是例子。任天堂铁青着脸，要不是因为你贪功，说一定能杀掉张扬，我让一个副会长出手，现在至于这么被动？张扬的事情我会处理，你好好养伤。任天堂说完，转身离开，头也不回。张扬，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孟觉摸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去把张扬的父母抓起来，记住，一定要抓活的。下班之后，南无情带着一名武者走进房间。几个小时之前，省武协跟巡查队发布全城搜查令，需要入户搜查通缉犯。南无情刚下班就被要求开门进行排查。查吧，抓紧点，我还要煮饭。南无情很不耐烦，他心里对武者没有半点好感。啪！皮鞋男突然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上。你凭什么打人？南无情怒喝。臭婊子，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皮鞋男右脚踩在他的脸上，用力摩擦着。武者拥有绝对地位，岂是一名凡人弱女能无视的？南无情拳头紧紧握了起来，目光顺着地板，正好看到床底的张扬。张扬朝他摇了摇头，示意他先忍着。这些武者都是有定位的，每一个手腕上都带着生命检测仪，一旦脉搏停止跳动，就会转到指挥中心，知道这里有武者出事了。他倒不怕，南无情实力还弱，暂时还没有自保之力。当武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南无情怒吼。你说对了，武者就可以为所欲为。皮鞋男将他提起来，拖进房间，扔到床上，开始解皮带。你敢碰我，我一定将这件事情投诉到武协。南无情恶狠狠地瞪着对方。武协就是我家后院，你觉得会不会有人搭理你？皮鞋男大笑着上前撕扯那魔情衣服，突然后脑被重重砸了一下，他晕死过去。我将他带出去解决，记住，无论武者怎么审问，你就说不知道。张扬说将皮鞋男背出去，来到楼顶，直接杀死。杀一个人肯定会被怀疑，杀多几个便不会怀疑到南无情身上。张扬继续出手，接连杀了10几名武者，这才拿一名武者的电话打给省武协总部，告诉任天堂，他若执意找我麻烦，我会让省城成为武者的地狱。说完，他一脚将手机踩碎，继续找地方躲藏。这片贫民区很多空房子，多的是地方落脚。找到落脚点之后，张扬打电话给妖姬，告诉他自己在省城的遭遇。主人，我去帮你，你来了只会给我添麻烦。张扬断然拒绝，接着安排他一个任务，让他去老家将父母接走，安置到安全的地方。从南无情差点被辱可以看出，这些武者根本没有底细。现在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主人请放心，我一定将你家人安置好。挂掉电话，张扬从冰箱里面拿出点肉，煮了点面条吃。吃饱之后，他打开电脑，从网上查看武协动态。如他所料，任天堂不但没有收兵，反而加大了搜查力度，不但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还将抓拿赏金从1亿涨到3亿，提供情报者能获得1000万奖金。任天堂，你越是这样，越表明你在恐惧。张扬盘坐在地，开始吐纳修炼，
准备躲过这段动乱时间再说。眨眼之间，到了下班时间，开门声响起。刚下班，上哪喝？醒醒，今晚绝对喝趴你！租客是名喜欢夜蒲的胖子，挂掉电话，匆匆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就出去了。直到凌晨1点，他这才摇摇晃晃回来，倒在床上睡得像猪一样。寄居在这种租客家里，张扬觉得非常舒服。这家伙甚至都记不起冰箱里面有多少肉，还有多少面条，更是从来都不会往床底看上一眼。眨眼之间，张扬在租客家里寄居了3天。这天中午，张扬刚吃完面条，电话响了起来，是妖姬打来的。主人，对不起，属下无能。电话那边传来妖姬十分愧疚的声音。张扬瞬间血涌上头，出什么事了？快说！我赶到的时候，你爸妈已经被杀了，我抓到凶手。经过审问，是孟觉派来的。张扬右手紧握，手机不小心被捏成碎片。凌晨，省城孟家，惨叫声将睡梦中的孟觉惊醒。他从床上一抬而起，走到窗边，发现外面到处是火光。张扬，你赶来孟家，就是送死！孟觉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大喜。哥哥孟乾坤被誉为宗师之下第一人，可不是张扬能抗衡的。张扬，你杀我侄子，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是送上门来送死！火光中，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右手执着一把乌剑，正是孟乾坤。让孟觉出来送死，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张扬站在孟乾坤对面，瞳孔带着血丝。有我在，你连一条狗都杀不了。孟乾坤长剑一指，剑尖带着破空之声，凌空朝张扬刺去。张扬一拍腰间，小金钟伏击活，金色护罩不起，护罩无法挡住剑道，但消2-3成力道是完全没问题的。嗖，他瞬间在原地消失，化成一道残影攻了出去。叮叮叮叮，两道人影快如闪电，如同2只鬼魅。孟觉在窗边看着，越看越心惊，双腿不自觉颤抖起来。他分明感觉张扬的实力又变强了，这才几天啊！10天之前，他对上张扬尚有一战之力，现在他估计在张扬手中走不了1分钟，太可怕了！这就是修仙者的恐怖。孟觉既嫉妒又害怕，赶紧掏出手机：“会长，张扬杀到孟家了，孟乾坤在家吗？我感觉哥哥扛不住，你赶紧过来，我马上赶过去。”孟觉这话也是吓了任天堂一跳。孟乾坤是什么实力，他非常清楚，那可是最接近宗师的强者，一手剑道神鬼莫测。如果连他都撑不住，那就说明张扬在不久的将来实力将会突破宗师境。等自己不是对手，以那小子睚眦必报的性格，任家的下场有可能跟蓝家一样。任天堂赶紧下楼，准备开车前往救援。车子刚启动，他倏然发现车头站着一道伟岸的身影。任天堂瞳孔一缩：“罗仁杰，你不在天山好好待着，大半夜来堵我，所谓何意？”白袍男子转身，微微一笑：“任天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切磋吗？我来了。”任天堂眉头一皱：“你跟那小子有交情？”罗仁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想好好切磋一下。他一拳隔空击出，真气化成一个巨大的气浪，将车子打飞，跌出4-5米，彻底报废。看来你是执意与武邪为敌了。任天堂运转真气，双拳变得赤红起来，像烧红的钢铁。孟家大院，张扬杀红了眼，不愧是孟家家主，剑道实力让人惊叹。张扬身上被割了10几道剑伤，由于小金刚符的存在，受伤都不深，但流血太多，他越来越虚弱。孟乾坤更惨，身上多达30-40道剑伤，除了匕首之外，还有飞剑伤、火烧伤、冰针伤。张扬用尽了所有手段，拼了命要斩杀对手。他的脑海中一遍遍浮现着父母的容貌，泪水一滴滴从下巴掉落。农村家庭培育一个孩子读完大学多不容易，张扬还没能带父母进入大城市享清福，就被孟觉派人杀害，不将他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噗！孟乾坤手腕被斩断，长剑掉落地上，他忍住疼痛，弹出一把短剑，洞穿张扬胸膛。剧痛传来，张扬咬牙，右手横扫，剑光闪耀，孟乾坤头颅飞到半空，在地上滚动几下。哥！孟觉破窗而出，双刀凌空斩落。张扬看到孟觉，双目欲裂，准备拼命。一名身穿夜行服的娇小身影挡在他面前，跟孟觉交起手来。罗琪琪，你敢救他，就是与武邪为敌。孟觉一眼看出黑衣人身份，他的步伐跟张扬一样，之前跟苏武交手时施展过，把他杀了，你就能成为我的徒弟。张扬语气冰冷的命令。罗琪琪得到他的教导，实力今非昔比，对付孟觉不在话下。孟觉犹豫了，别说杀人，他连伤人都没伤过，把他废了，我亲自动手。张扬看出他不敢杀人，再次吩咐：你伤得很重，不及时处理会有生命危险。罗琪琪没有听从张扬吩咐，将他抱在怀中，快速逃离。哪里逃？孟觉握着双刀追了上去。张扬身受重伤，这是唯一杀他的机会，一旦让他养好伤，这辈子也别想报仇。罗琪琪甩出几把飞刀，将孟觉逼退，上了街边一辆车子，车子呼啸而去，瞬间逃得无影无踪。你没事吧？罗琪琪急问。死不了。张扬眼皮渐渐合拢，晕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张扬悠悠醒来，浑身上下都疼痛，胸口更是撕裂一般。举目望去，这里是一处地下室，四周都是冰冷的墙壁。你醒了？罗琪琪走了过来，
手里端着一碗中药。哎，喝了。这是哪里？还在省城，这里很安全，不会再有人知道。我手机呢？这里没有信号。我建议你暂时别与外面联系。此时，一名身穿白袍的男子走了进来，打扮跟现代人格不入。这是我爸罗仁杰，他挡住了任天堂，咱们才能逃回来。罗琪琪介绍，多谢罗叔，此人能挡住任天堂，说明他也是宗师强者。琪琪，你出去一下。罗琪琪点了点头，退了出去，把门关上。你可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罗仁杰目光炯炯地盯着张扬，仿佛要将他看穿一样。无法将我杀死的，终将使我更强大。张扬一脸无畏，父母被杀死之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威胁到他了。罗仁杰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任天堂发动整个广南武协寻找你的踪迹，更是请出了另外一名宗师马道元，立志要杀掉你，为民除害。张扬讥笑一声，罗叔，你可知道修仙者最后能有多强？罗仁杰蓝震天说过，修仙者修炼到极致，能飞天遁地，弹指之间大厦灰飞烟灭。张扬不禁大笑起来。罗仁杰略微不快，你在笑什么？张扬，我在笑你见识比蝼蚁还浅薄。罗仁杰为请教。张淡淡道，弹指之间整个蓝星灰飞烟灭。罗仁杰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良久，他才开口，以琪琪的资质，他能走到何种地步，看谁带。什么意思？继续有你带的话，他活不过10天。以任天堂的残暴，绝对不会允许他这种修仙者存在，必定除之而后快。你有什么建议？罗仁杰扫了张扬一眼。我让罗琪琪杀掉梦觉灭口，他下不了手。像他这种善良性格，无法在修仙一道走太远。你们现在就2条路可走，一是离开省城，隐姓埋名，躲一辈子；另一条由我带着他，最多3-5年，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古武者是他的对手。琪琪已经成年，这件事情必须让他自己做主。罗仁杰退了出去，片刻之后，父女俩一同走了进来。琪琪答应跟你，但我需要你保证，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张扬摇头，保证不了。罗仁杰怒了，你保证不了，我凭什么让她跟着你？张扬，我现在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敌整个古武世界，我说能保证，你信吗？此时罗琪琪开口了，我决定拜张扬为师。琪琪，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我已经决定了。罗琪琪语气坚定。罗仁杰呆呆看着天花板，半晌才说道，我给你1个月时间，如果你能突破到宗师境界，我就让琪琪留在你身边；如果你做不到，我宁愿跟琪琪隐姓埋名，也不会让琪琪留在你身边冒险。没问题，但我需要充足的灵药。灵药我会想办法，没突破之前，你不能离开这里。一言为定。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罗仁杰便带着罗琪琪离开了。第2天，罗仁杰便带回张扬所需的灵药，并且留罗琪琪在旁边辅助他炼丹。说是辅助，其实就是想偷学张扬的炼丹之法。小培元丹是最不入流的丹药，张扬并没有藏私，将配方告诉他，让他自己炼制。丹药不但能提升元气，还能疗伤，仅1个星期，张扬的伤就好得七七八八。接下来的日子，张扬继续修炼，他已经到进阶炼气3层顶峰，差一点就能突破4层。偏偏这时候灵药供应断了。从罗琪琪口中得知，罗仁杰被任天堂跟马道元跟踪，为了不暴露2人藏身之处，暂时不送药。不知道爸会不会有危险？罗琪琪满脸担心，连修炼都没心情了。你想不想突破炼气4层？当然想了，无时无刻都在想。炼气4、5、6层对应古武宗师初级、中级、高级境界，只要自己能突破宗师境界，就能帮助父亲对付任天堂跟马道元了。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咱们2个同时突破炼气4层，就看你愿不愿意。什么办法？罗琪琪急问。张扬简单将突破的方法跟他说了一遍。罗琪琪听完之后，俏脸上飞起一片彩霞。罗琪琪怯怯地看了他一眼，如果师傅没骗我，弟子自然是愿意的。张扬掏出一把匕首，在他手中之后，咱们若是没能突破炼气4层，你直接将我捅死，这可是你说的。罗琪琪双颊像熟透的红苹果，毫不犹豫将匕首接了下来。捅，他肯定是做不到的，台阶总得找一个吧。张扬将他抱起来，小萝莉终于到手了。10天之后，师傅，我突破了。罗琪琪喜极而泣，走过去紧紧抱着张扬。张扬哭笑不得，他没想到罗琪琪竟然比自己突破还快。不过想想也很正常，罗琪琪从小修炼，卡在炼气3层瓶颈很久，比自己先突破很正常。你突破了，接下来可要好好配合我。1天之后，张扬终于突破到炼气4层，成为堪比武道宗师的修仙者。炼气1、2、3层属于初期，炼气4层属于中层，元气底蕴成倍增加，远非3层能相比的。之前施展起来很吃力的各类法术也变得轻松起来，运转速度快了很多。啾啾啾！张扬凝聚牙签大小的冰针射了出去，在石壁上射出密密麻麻的小孔，砰砰砰，连续几个火球弹到墙上，爆炸的同时泛起一团团焦黑。罗琪琪看得目瞪口呆，自己练了好久才能学会的法术，师傅随手就能施展，太牛了吧！师傅，咱们快去找爸。任天堂是中级宗师，单靠法术我并没有多大把握，还需要一些辅助。什么辅助？把符箓跟符墨给我取来。罗琪琪将制符材料取来，张扬制作了一张飞剑符跟一张金小钟符。同样的符箓，
制作者修为上升，符箓威力自然不同以往。准备好一切之后，两人匆匆离开地下室。出去之后，方知这里竟然是一幢别墅，别墅主人是省城的一个高官，难怪两人在里面躲了大半个月，武邪愣是找不到。给罗叔打电话，从地下室出来，手机已经有信号了。罗琪琪摸出手机拨了出去，你终于打电话过来了。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罗琪琪脸色大变，你是任天堂，正是本会长。罗琪琪震惊地看着张扬，后者打了个镇定的眼神，他压住紧张问，我爸呢？想救你爸的话，把张扬交出来，否则你只能看到他的尸体。任天堂，你敢动我爸爸，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罗琪琪大吼，给你10秒钟时间说出张扬下落，否则你爸死。任天堂语气冰冷，像极了地狱中的索命鬼。罗琪琪看向张扬，一时之间失去了分寸，让张扬接电话吧。任天堂从罗琪琪的回话中已经猜出张扬在身边。张扬接过电话，任天堂，你想怎么样？想救罗仁杰，你来换。不可能，你就眼睁睁看着罗仁杰死，他若死了，你全家都要陪葬，我保证你家连一条狗都逃不掉。任天堂呼吸急促起来，隔着电话都能听出来。张扬冷哼一声，继续道，你很清楚修仙者的潜力，最多半年，我一定能突破宗师境界，到时候杀你不在话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10倍奉还。兰家跟孟家就是个例子。说完，张扬狠狠挂了电话。师傅，你真不救我爸？罗琪琪急问。救肯定是要救的，但不能鲁莽，万一任天堂杀了我爸呢？任天堂的目标是引出我，只要我还没死，你爸就不会死。两人正说完，手机就响了起来。手机信号经过加密，任天堂查不出位置。张扬很放心的接听。张扬，我可以放了罗仁杰，但你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从此不得伤害古武者。你让我打不还手，侵犯你的人你可以还击，但不能滥杀无辜。张扬讥笑起来，我来省城杀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保，他们的死你要负最大责任。任天堂，我只问你答不答应？张扬，签订协议的地方由我来选择。任天堂，已说。张扬，3天之后广北省花城，你到了之后我会安排见面地点。挂掉电话之后，罗琪琪一脸不解，师傅为什么还要推到3天之后？他此刻已经心急如焚。我自有分寸，他这种智商，张扬解释再多也没用，这就是把他养在家里当温室花的结果。如张扬猜测，1天之后省城搜查就停止了，2天之后大街上连巡查队都不查了。任天堂似乎已经认定张扬跟罗琪琪早离开了省城。两人简单化妆一番，乘坐出租车到了隔壁的省城，再从省城乘坐飞机前往花城。之所以选择花城，一是这里不属于任天堂的地盘，二是张扬对这里熟，他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刚下飞机，视线中出现一名女子，赫然是那魔琴。来花城之前，张扬打电话给那魔琴，让他先到这里探查。两女第一次相遇，目光都在打量对方，猜测着对方身份。那魔琴，炼气1层，我的朋友。罗琪琪，炼气3层，我的徒弟。张扬简单介绍一下，并没有过多去解释，然后问南无情，我安排你的事情查得怎么样？最近2天很多古武者聚集在花城，任天堂派了很多人前进来，果然这家伙就没有真正和谈的想法。张扬继续问，查出任天堂的行踪没有？暂时没有，这家伙很狡猾。正说着，张扬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出一看，是妖姬打来的。张扬接听完之后说道，任天堂住在花城大酒店，一起来的还有另一名宗师马道元，你爸也被押了过来，看起来问题不大。罗琪琪松了口气，好奇怪的问，师傅你还有帮手吗？张扬没回话，投去一个不该问就别问的眼神。南无情叫来车子，将两人接到落脚之地。路上，张扬在想着3女的价值。论实力，已经炼气4层的罗琪琪肯定是最强的，但他有个问题，太善良了，智商不太高，在修仙界这种性格决定命运的地方，注定无法走太远。妖姬杀手出身，足够聪明，办事老道，问题是资质所限，伪灵根到后期会越发修炼艰难。南无情自小受到磨难，性格沉稳，办事老道，还是真灵根，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培养目标。这只是目前，以后怎么发展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张扬决定使用养蛊模式，谁更有培养价值，自己就培养谁。第3天一早，张扬拨通了任天堂的电话，酒店大堂，5分钟之内下来，晚1秒钟我就走。张扬说完，直接就挂了电话。房间内，任天堂挂掉电话，看了眼身边的马道元，马宗师，你怎么看？大堂茶客多，不方便动手，这么紧的时间，咱们也没办法布控，这小子太狡猾了。马道元说道，要不我先下手拖住他，你去布控。任天堂建议。不拖。马道元摇了摇头，我若不下去，反倒引起他的怀疑，咱们直接下去算了，区区一名炼气3层，以咱们的实力控制他还不是轻而易举。两人一拍即合，押着罗仁杰下楼，来到大堂上。爸！见到罗仁杰，罗琪琪激动地站了起来。坐下。张扬厉声呵斥，他已经千叮万嘱，让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镇定，他还是一见面就乱了分寸。是，师傅。罗琪琪弱地坐了下来。很快，3人便来到餐桌前，任天堂坐一方，
罗仁杰跟马道元坐一方，从座位来看，马道元应该是控制住了罗仁杰。罗仁杰气息较弱，显然受了内伤，双手放在桌下，大概率手上戴着手铐。罗琪琪很想询问父亲身体情况，几次话要出口，愣是忍住了。罗说：“你没事吧？”张扬替他问了，受了点内伤，养一阵子就好了。罗仁杰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分明在告诉张扬，他已经不是两人对手。无妨，我跟琪琪都突破了宗师境，少你一人，咱们也能应付。张扬这话仿佛圆的放了颗重磅炸弹，惊得任天堂跟马道元目瞪口呆。很快，两人目光中就露出了不幸的表情。琪琪，表现一下。是，师傅。罗琪琪运转元气，弹出2朵火莲。20多米外盯梢的2名武协成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火莲击中，身体熊熊燃烧起来，在惨叫声中烧得只剩半条命。张扬伸出右手放到桌面上，运转元气，肉眼之下，掌心凝聚了10几根牙签大小的冰针。不可！任天堂话还没说完，张扬已经将冰针击射出去，倒地声不断响起，10几名武协成员倒在地上，变成一具具死尸，额头、太阳穴、心脏、所中之处全都是一击毙命。任天堂跟马道元脸色又青又红，十分难看，像吃了苍蝇似的。反观罗仁杰，脸色大喜，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张扬，你当我的面杀人，还想不想签协议了？任天堂一拍桌面，恶狠狠地质问。张扬像看傻子一样，眼神斜睨着他。张扬，你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马道元插话，让任天堂先缓下来。他感觉任天堂有些失控。交代什么？张扬斜睨的目光落到他身上，这眼神实在是太狂了。马道元差点也发脾气。交代你为何杀人？马道元压住怒气。1分钟之后，他们若还在我面前，我见一个杀一个。任天堂挥了挥手，周围的武协成员这才全部散去。罗琪琪满眼星星，在2大宗师面前还能这么霸气，也只有师傅能办到。张扬倒一杯水，润润口，说吧，想怎么谈？任天堂开口，除了电话里面说的以后不滥杀鼓舞者，你还要对死伤的武者进行赔偿，我1分钱都不会赔。张扬，你还想不想谈？任天堂怒拍桌子，不赔偿他怎么向死去的武者交代？以后还怎么服众？我除了不会赔1分钱，还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将孟诀交出来。想起父母仇恨，张扬脾气也上来了，赶紧喝口茶压压脾气。这么说，是没得谈了。我有个建议。张扬将茶杯掷到桌面，目光如刀，咱们先打一场，再谈判。任天堂霍地站了起来，那我就领教一下你的手段。周围的人纷纷退了出去，偌大的大厅只剩下2人迎面相对。张扬摸出一张符箓，激活一个金色虚影，把自己罩住。任天堂瞳孔一缩，他一眼就看出这是防御手段，还是不使用真气的修仙者，真他妈恶心。紧接张扬又摸出一张符箓，抛到半空，化为一把白色光剑，嗖，光剑急射出去。任天堂施展烈炎功，双臂变得赤红起来，一拳轰出，飞剑被一拳打散，化为光滑碎片。咔嚓，地板被踩出一个胶印。任天堂如同狂奔的火狮，瞬间到了张扬面前，烙铁般的拳头狠狠砸落，炽热拳风刮过，张扬脸颊微微发疼。不愧是神武协会长，实力拿得出手。张扬脚踏罗烟步，身如鬼魅，在赤拳中躲闪，双手弹出一朵朵红莲，周围燃起熊熊烈火，桌子椅子全都点了。再样下去，整座大楼非被烧成废墟不可。出去打！任天堂跳了出去。张扬正合心意，在空阔的空地更能发挥法术的能力。2人冲到大街上，两旁行人纷纷躲避，生怕被波及。一些吃瓜观众纷纷掏出手机，将这罕见的大战记录下来。张扬心里很清楚，这是一次绝佳的传扬修仙者的机会，不遗余力地表演起来。火球术、火莲术、冰针术、水球术，各种法术层出不穷。在罗烟部的施展下，再配合飞剑符跟小金钟符，打得任天堂灰头土脸。虽然一时之间无法让他受伤，但是任天堂也奈何不了他。就在这时候，张扬分明感受到任天堂的动作实质了起来，他心念一动，摸出2张飞剑符击射出去。任天堂，我很佩服你的真气浑厚程度，可惜你真气再浑厚，也有消尽的一天，而我的符箓源源不断，你觉得再打下去谁会输？说话间，张扬摸出一把符箓，加起来有几十张，这几十张之中只剩下3张是真的，剩下的全都是假的。任天堂一介武者，哪能看得出来？分明是慌了，这家伙太无耻了。张扬取出2张激活，飞剑符化成2道剑光射出。任天堂不得已再次使用真气护体，怒道：你就只会这种妖术，有种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等你真气消尽，我会出手的。说话间，张扬又激活1张符箓，消耗了任天堂1把真气。任天堂彻底坐不住了，疯狂地对张扬进攻，可张扬的步伐太奇妙了，怎么都打不中。张扬击出几个火球术，将对方击飞，说道：不打了，被那么多人看猴子一样，没意思。任天堂早就不想打了，这家伙这么无赖，还打根毛。2人心有灵犀，回到酒店，1楼已经烧成废墟，只能到2楼谈。马道元挟持着罗仁杰跟罗琪琪一起进来，作为见证人。你是武协会长，我给你个面子，
赔偿1亿死者费用，但孟爵必须交给我。对方给台阶，任天堂只能顺着下。孟爵我可以给你，但我需要你单独起草一份协议，不得对我任家进行任何报复。张扬讥笑起来，这家伙真是脸都不要了。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千万要管住自家人，别得罪我，否则协议作废。两人刚说完，旁边一道恐惧的声音插话：张扬，我也需要你起草一份独立协议，不得追究马家的责任，当然我也会责令马家人不能得罪你。马道元彻底坐不住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张扬白了他一眼，你配吗？任天堂是中级宗师，还是武协会长，自己不得已给面子，你一个初级宗师还啥背景没有，凭什么提要求？马道元老脸又青又紫，张扬，我这次出手完全是看在会长面子上，跟蓝家无关。这话无异于此地无银300两。当初张扬杀蓝天庭的时候，蓝天庭还说跟马道元交情不浅，所谓的交情在生死利益面前屁也不是。马宗师，你跟张扬没仇，管好自己家人，不会有事的。签约关键时刻被打断，任天堂不高兴地白了马道元一眼，他只想尽早签协议，起草签字，很快2份协议就成功签订。任会长，我江南的地盘被人占了，你最好提前跟侵占的人知会一声，我不想再发生蓝家那样的惨案，毕竟杀人是很累的。张扬冷冷地说道。任天堂收起协议，回道，不用我说，他们知道怎么做。将孟爵叫过来，我在这里等着。从妖姬口中得知，此次孟爵也跟了过来，估计就在附近观望。你稍等。任天堂站起来，摸出手机给孟爵打电话。片刻之后，街边一辆车子里面，孟爵脸色惨白地听着任天堂的话，整个人如坠冰窖。刚才的大战他看到了，他做梦都想不到张扬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跟会长打成平手。任天堂无声地叹了口气，蓝家我以后会照顾着，不会让他们被别的世家欺负。孟爵惨然一笑，哥哥死了，自己也快要死了，整个蓝家只剩下一些后辈，怎么守住产业？这一刻他心情无比的失落，有一种风中油灯随时熄灭的感觉。我真活不了了吗？他问。任天堂没回话，把脸别到一边。孟爵眼中泛泪，推开车门走了出去。以前跟你在一起我会很开心，但是现在我失望了。孟爵关上车门，大步朝酒店走去。任天堂别过脸，透过车窗玻璃，他隐隐看到自己眼眶中闪烁着泪光。很快孟爵就来到了张扬面前。偌大的大厅只剩下2人迎面相对。得知要死，孟爵心态反而看开了，径直坐了下来。死之前我可以吃一点东西吗？一个滥杀无辜的贱人，你配吗？张扬瞳孔充满了血丝，冷冷地盯着他，随时准备动手。我什么时候滥杀无辜了？你还想狡辩？我父母明明就是你派人杀的。孟爵愣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你父母是活着对我有用，还是死了有用？张扬顿时沉默了，这也是他不解的地方。孟爵派人杀死自己父母，这不是逼出无所畏惧的自己吗？我下达的命令是抓捕你的父母，因为只有他们活着，我才能逼出隐藏的你。后来我派出去的人失联了，至于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不知情。孟爵继续道，你可以吃点东西，谢谢你让我做一个饱死鬼。孟爵招了招手，却没有一个服务员赶上来，最后还是酒店老板鼓起勇气走了过来。核桃包1笼，虾饺1笼，灌汤包要1份，谢谢。灌汤包要等10分钟。酒店老板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生怕引起2人不快。可以吗？孟爵看向张扬，张扬无声同意。谢谢。很快核桃包跟虾饺就上来了。孟爵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满嘴芳香，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包子。眼泪夺眶而出，顺着下巴一滴滴落到桌面上。他心里一遍遍跟自己说要坚强，但是越待下去，死亡的恐惧越是放大。他有些后悔，自己就不应该做个饱死鬼，应该趁刚才勇气尚在的时候死得高傲一些。张扬脑海中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高傲的模样，那时候他就在想，他低头的样子是怎么样的。现在终于见识到了。开始眼泪还少，最后仿佛决堤一般，豆大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到桌面上，再沿着桌面掉落地上。面对死亡恐惧，这个高傲的女人彻底绷不住了。可以饶我一命吗？她泪眼婆娑地看着张扬，用乞求般的声音询问，说一个我不杀你的理由，我可以帮你找出父母被杀的真相。孟家的产业我可以尽数过继到你名下，总价值超过100亿。不得不说，这女人真的很聪明。2件事情都说到了张扬的欲望上。人与人之间终究到底还是利益绑定，如果孟爵不是杀父母的仇人，未曾不能留他一命。如果他是仇人，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杀他轻而易举。我给你5天时间，找到确凿证据，别想着逃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放心，我不逃。孟爵大喜过望，连连道谢。张扬站了起来，指着他的脸，把眼泪擦一下。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土鸡瓦狗。土鸡瓦狗这4个字好熟悉。孟爵恍然想起自己当初这样形容过他，而现在他已经是能掌控自己生死的人。这才过了1个多月而已，修仙者恐怖如斯。走出酒店，张扬也是松了口气。这段时间危机压得他透不过气，瑞总算可以喘口气。罗仁杰跟罗琪琪走了过来，脸上挂着笑容，看向张扬的目光都带着炽热。你这一战
算是彻底成名了。罗仁杰笑道，年纪轻轻就能跟武协会长打成平手，未来不可限量，多得你们帮忙，我才有机会突破。四人回到酒店，张扬问起罗仁杰伤势，得知他在任天堂跟马道元联手之下受了重伤，要回去养1年半载才能彻底恢复。琪琪，你是跟罗叔走，还是留在我身边？张扬问。我。罗琪琪看了眼父亲，欲言又止。罗仁杰一眼就看穿了女儿心思，我的伤不碍事，一个人就能回去。罗琪琪脸露喜色，你回到天山一定要给我打电话。知道了。罗仁杰脸露不舍，女大不中留，他也没办法。父女相聚片刻，罗仁杰就离开了。这次谈判他看清了张扬的实力，完全可以保护好女儿。晚上，张扬把妖姬叫了过来，4人一起吃饭。席间，三女相互打量着，心里都清楚每个人跟张扬是什么关系。那魔琴跟妖姬表现得比较平淡，心里似乎也能接受，唯有罗琪琪不开心都挂在脸上了。想到他以后还会继续有别的女人，他就更难受，都快哭出来了。我说几句。张扬喝了口汤，这才继续道，我是一个在风中不停奔跑的男人，沿途会遇到很多风景，我有可能会停下来看一看，但绝对不会久留。我需要的是能跟上我脚步的人，否则可能会掉队。三女静静地听着，都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你们愿意追随我，可以留下来，我带你们长成。如果你们觉得留在我身边不合适，可以离开，我不会强迫，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张扬说完，静静等待着三女回话。我会一直跟下去，直到看不到你的背影。妖姬第一个时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会追随到达到目标那一天。南无情心里很清楚，没有张扬帮忙，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报仇。两女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唯有罗琪琪一言不发，低头扒饭。饭后，张扬刚回到酒店，就收到了罗琪琪发来的信息，给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张扬回了个好字，紧接打电话将妖姬叫到房间。我父母是你杀的吧？张扬开门见山，直接就问。妖姬大脑轰的一下，头皮发麻。张扬目光炯炯地盯着他，静静等待着他的答案。半晌，妖姬才说道，我赶到的时候，你父母被砍断了手脚筋，变成了废人，他们不想连累你，求我把他们杀了，我实在不忍心他们的惨状，便答应了。为什么之前不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你，还有别的原因吧？妖姬沉默着，没有说出心中想法。他们不死，会有越来越多的仇人用他们来要挟主人，将主人拖入泥潭，拖入地狱。没有弱点的人才是最强大，在妖姬心里，主人的父母就是他唯一的弱点。啪！张扬狠狠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妖姬嘴角渗血，依然倔强地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这么做。啪啪！张扬又抽了2巴掌。人若是没有一点感情，还算人吗？弱者不配谈感情。张扬右手卡住他的脖子，你还有什么遗言？妖姬惨然一笑，我早就该死了，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好，动手吧。张扬好几次想要动手，却怎么都下不去手，脑海中一遍遍浮现着妖姬不要命帮自己的情景。他身边人若论忠心，没有一个比得上妖姬，偏偏他却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你可知是谁斩断我父母手脚？你爸说有2个人同时来抓他们，一男一女，女的把男的杀掉了，再将他们变成废人。男的应该是梦觉派来的人，女的是蓝月鱼，我拿照片给你爸看过，他证实了。蓝月鱼。张扬拳头紧紧地握了起来。假如当初没让蓝月鱼跑掉，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斩草不除根，这就是下场。我爸妈安葬在什么地方？村子后山，你家那块山地。订最快的飞机。第2天一早，张扬回到了老家。这是一条十分偏僻的山村，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村子里人不多，大多数都搬了出去，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张扬上大学时曾让父母搬出去，在大城市随便找份工作，收入都比在老家务农高，还不用那么辛苦。可父母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怎么都不肯答应。回到老宅，看着清冷的房子，张扬不禁潸然泪下。他之前老想回家看看父母，都因当医生太忙，抽不出时间。没想到再见已经是阴阳相隔。妖姬在他身边静静地守候着，感受着他的情绪，却一句话都没说。很快，2人来到后山土地。怎么回事？看到地上出现2个大坑，妖姬脸色大变。张扬看着地上一块石头刻着的文字，激动的全身颤抖起来。你灭我全家，让你父母死无葬身之地。落款蓝月鱼。张扬一拳轰出，巨石在庞大的力量之下断成10几截。妖姬，哪怕把整座山挖空，也要把我父母的尸体找到。张扬怒吼。主人，我马上找人。张扬回到老家等着，蓝月鱼则去摇人。蓝月鱼不可能带着尸体离开，他大概率会扔到山里某个角落。有钱能使鬼推磨，很快妖姬便召集了数百人，对整座后山进行地毯式搜索。然而搜了3天3夜都没能找到尸体。蓝月鱼那贱人会不会把我爸妈的尸体拉走了？张扬问。我问过附近居民，那几天没有车子入村，可能性不大。直升飞机呢，也没有人见过，运2具尸体出去，大费周章，完全没必要，也瘆得慌。张扬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派了那么多人出去，连猎狗都出动了几10条，都没找到尸体，活见鬼了吧？继续搜。接下来又搜了7天7夜，几乎把后山都搜了个遍，依然没能找到尸体。主人，
要不你去休息一下。妖姬见他眼睛红肿，瞳孔全是血线，有些心疼。主人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了。张扬走进房间，躺在床上，脑海之中一遍遍想着从小到大被疼爱的情景。就在这时候，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别找了，你找不到的。”张扬从床上一抬而起，急道：“老祖，你醒了！”合欢老祖，你刚回到村子，我就感受到了阵法的能量波动。此地附近应该有一座封印阵法，如果我猜的不错，你父母应该是阵法的守护之人。张扬惊得目瞪口呆，爸妈是守阵者，怎么可能？没有灵根血脉的两个凡人，生出身怀灵根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祖上必定有人是有灵根的，而且还不会超过3代。现在看来，应该就是你父母了。老祖，你是说爸妈诈死？张扬呆呆道：“你回想一下，兴许会有答案。”张扬想起小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父母都会有其中一人外出做散工，一做就是5天，回来之后总是累极了的样子，在家睡了很多天。听到张扬的话，合欢老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维护阵法的时间是3天左右，维护过程需要消耗精力，你爸妈境界还低，维护完之后累很正常。老祖，你能感受出大阵位置吗？我想去找我爸妈。张扬急问。他们诈死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真相，你现在去找他们反而不好，倒不如趁机强大自己，等实力足够强的时候再去找他们，反正也要不了多久时间。合欢老祖建议。张扬点了点头，瞬间就动力满满。他摸出手机，第一时间让妖姬终止搜查，并让他马上订机票回江南。妖姬虽不明白主人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决定，但见主人好转起来，心下也高兴，马上安排。老祖，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尽快进阶？2点，一是找资源，2是找女人。我已经找到3名有灵根的女子，她们都很有培养价值。张扬得意地将自己怎么收服3名女修，并且将自己的培养大计说出来。本以为合欢老祖听完之后会表扬一番，哪知得到的却是傻逼2个字的评价。老祖，我哪里做的不对？张扬心里很委屈，他自觉做得很好。还记得我之前的叮嘱吗？老祖说，女人是工具，不是上帝。既然是工具，当然是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扔掉了。培养什么？浪费时间。合欢老祖语气中满是怒气不争。你用培养的时间能找到更好更趁手的工具，修仙者只能筛选，不做培养，会不会太无情了？张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大道无情，有利用价值就走一路，没价值便分道扬镳，这就是修仙者的真谛。你若连这点都修不明白，趁早别修，气死我了。合欢老祖骂咧咧的下线了。大道无情，利用价值。张扬心里念叨着这8个字，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回到江南市，已经是傍晚，霞光满天，城市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中。妖姬接完一个电话，走到张扬身边，苏通的专车过来了。主人，你要不要上？在飞机上，妖姬向张扬介绍了江南的情况。在他被省武协通缉，妖姬也套线离开的时候，省城苏家趁接管了属于他的江南地盘，苏通便是苏家之主。一边的南无情听了暗暗震惊，苏家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没想到这样的大人物也上门负荆请罪。想想自己一个打工族，有朝一日能跟上这种主人，他心里就暗暗窃喜。同时他心里也暗暗不解，不懂罗琪琪为什么会选择离开，这么壮的大腿不应该死死抱着吗？去见见，看他有什么表示。张扬带着2女走出机场，瞬间吸引了周围无数人的目光。他长得高大帅气，2女千娇百媚，各有特色，一看就是人上人。这类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杨哥，前方一道熟悉的身影跑了过来，来人竟然是苏武。2人在省城有过一些小矛盾。哟，这不是年轻一代第一高手苏武大哥吗？张扬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对方，脸上露出夸张的笑容。苏武差点没站稳，弱弱道：“杨哥，之前是我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先掌为敬。”啪啪，苏武甩手就给了自己2下耳光。这家伙下手还真狠，2边脸都肿了，上面是几道指印。口舌之争没什么大不了，我又没吃亏。张扬罢了罢手，这事情算是接过去了。杨哥，我爸备好了宴席，我现在送你们过去。往常嚣张的苏武此刻像狗腿子一般，手脚麻利，嘴巴油滑，一看就没少练习。孟家要是像你们苏家一样懂事，就不会被灭了。苏武脸色一变，连连点头，那是那是。路边停着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苏武将3人迎了进去，这才询问2位姑娘怎么称呼。我叫南无情。南元晴第一次被如此盛情款待，有些迷糊，不假思索就回道。妖姬把脸别到一边，没有回话，像只高傲的黑天鹅。原来是南姑娘，失敬失敬。苏武拱了拱手，目光却看向妖姬，眼神中带着畏惧。人总是对无视自己的人感觉到畏惧。没多久，车子在一间豪华大酒店门前停了下来，苏武赶紧将3人迎了进去，推开一间极其豪华的包房。张老板，终于有机会见您的了，久仰大名。包厢内坐着2人，一名是矮胖的男子，50岁左右，留着短发，两鬓斑白；另一名是22、23岁的女人，身材高挑，气质高贵，如盛开的百合花，不雅不俗，恰到好处。张扬扫了年轻女子一眼，小小惊艳了一把，
拱手回应苏家主，久仰大名。我这是女儿苏文，在广南大学上大4。广南大学是广南省最好的大学，在华国也是排前5的大学，充分说明苏文不但出身优渥，还是一个智商高、学习努力的学生。见过杨哥。苏文站了起来，轻行了个礼，姿态优美。这动作多一分显媚，少一分显拘束。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张扬微笑地赞扬了一句，对身边两女道：“坐吧。”两位姑娘好漂亮，敢问芳名？苏通客气地问。南无情看了妖姬一眼，见她依然坐着没动，连眼睛都没抬，也不敢回话了。他们两个没见过世面，苏家主别见怪，咱们还是聊正事吧。话说到最后，张扬态度分明寒了起来，空气一下凝重起来。对，聊正事。苏通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张扬，这是你名下所有产业的流水收入，绝对没有1分钱的偏差。你之前出了点小状况，我怕别有用心之人想要霸占你的产业，就接管了过来。等你回来，现在完璧归赵。别有用心之人，不会就是苏家主吧？张扬冷道。没有这事，绝对没有。苏通拍着胸脯，誓言淡淡。张老板，你可以出去打听一下我苏通是什么人，我真的只是代为保管100种米，养100种人。孟乾坤是个极其高傲之人，而眼前的苏通却是个极为圆滑之人。张扬若不是突破宗师境，跟任天堂打了个平手，苏通愿意归还才见鬼了。不得不说，苏通这种人在社会上就是混得好，明明包藏祸心，却能让人恨不起来。那我就多谢苏家主了。张扬接过文件，递给一边的妖姬。妖姬拿出文件，细细的看了起来，一项项对着数据。苏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一下就明白两女当中谁是张扬的心腹。南无情看了张扬一眼，小声问：喝茶水容易失眠，要不换点菊花茶？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妖姬杀人可以，办事可以，睡觉也可以，但在生活起居上还是不太细心。你别指望一名杀手能有多会照顾人。南无情就不一样了，他在公司上过班，习惯了当牛马，事后人这种事情他再熟悉不过。还有兰家的呢？妖姬看了半晌，抬头询问。兰家的还没统计出来，你们放心，绝对只多不少。苏通连忙说道。张扬点了点头，脸色这才缓和过来。苏通这才松了口气，悄悄擦了下额头上的汗迹。张老板，小女是学经济学的，家族产业管理的不错，你们要不要找时间交流一下心得？席间，苏通建议：杨哥，你的生意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利润再提升1-2成。苏文笑道。一边的妖姬脸色瞬间就变了。张扬的生意是他在管，苏文这样做分明就是在跟他抢饭碗，甚至还想争宠。从见到主人第一眼开始，这个贱人的目光就像发了骚的狐狸一样。广南宗师屈指可数，谁不想傍上张扬这条大腿？你过来，让我看看咱们之间有没有缘分。张扬招了招手，命令他过来身边。苏文站了起来，带着香风来到张扬身边，把手放到桌面上。苏文听话的把手放上去，美目流盼，一举一动都是欲言又止的风情。张扬把手搭了上去，很快脑海中就弹出一行字：非原阴体，阴气之物。苏姑娘有男朋友了吗？去年交过一个，不合适分了，现在还单着。家里养狗吗？养了一只。怎么了？没什么，随便问问。张扬收回手，已没有灵根，不适合修仙。他已经能检测出真灵根，除非苏文是双灵根或者天灵根，否则就是没有资质。有灵根者已经是100万里挑一，双灵根跟天灵根更是不敢想象。苏文不可能有。苏文脸上露出失望之色，无奈道：没关系，能跟你一起做生意也挺好的。不用，我朋友做生意挺好的。张扬果断拒绝。灵根是一方面，最让他恶心的是他睁眼睛说瞎话，明明5天前被人上过，还说单身。杨哥，你看看我的。苏武走了过来，把手放到桌面上。张扬白了他一眼，自己只会检测女人，你一个男的过来凑什么热闹？他还是装模作样探了下脉，然后摇头，你没有灵根。苏武失望地回到座位上，晚饭都没觉得味道了。饭后，张扬带着两女告别，苏家父女3人依然留在包房。爸，他不同意，怎么办？苏文失落地问。想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将他拿下。苏通心里很清楚，这个叫张扬的年轻人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潜力股，只要能将他拉拢，未来几10年不会有人敢动苏家一根汗毛。爸说的对，妹妹，你不是对男人最有一套吗？苏武非常认同父亲的说法，苏家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精通攀附之道，一点点爬上来的。爸，我知道怎么做了。苏文暗暗给自己打气，他就不相信这世界还能有男人不痴心。另一边，张扬打发妖姬跟那魔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柳飘絮。柳飘絮大喜，马上开车过来接他，带他去看新装的新房。新房装修了2个月，已经装好一大半，再有1个月左右就能完全装好了。墙面跟地板已经弄好，剩下的都是一些软装之类的，定制的家具还没到。久别重逢，两人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燃，直接在地板上来了一发。一段时间没见，你忙什么去了？柳飘絮搂着他，甜蜜地问道。在省城遭遇麻烦之后，张扬告诉他自己有事出差，让他别联系自己。柳飘絮很听话，没有去打扰他，默默地装修着房子，去省城忙生意去了。张扬没跟他说自己去打打杀杀，
省得他担心。离开房间之后，两人去住了酒店，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柳飘絮一早去上班，张扬睡到中午，吃了顿午饭，这才去了咏春堂。严冰躺在一楼沙发看手机，见他进来，半晌没回过神。怎么不认识我了？严冰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站起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张扬走到他身边坐下，店里生意还好吗？还行。严冰点了点头，好奇地问，我听说你的产业都被苏家占去了，要回来了，你要不过来帮我的忙？我不会做生意，学呗，谁天生会做生意？我还要保护韵姐，有我在，江南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这话说得好霸气，严冰相信他有这种能力，他可是能跟武协会长打平手的男人。严冰还没回话，一名满脸威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边跟了名容貌绝色的女警官。张先生你好，吴市长想跟你聊几句，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女警官问。我的荣幸。张扬深知想在这里扎根下去，跟权力机构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吴市长，上面请。张扬将两人迎了上去，跟吴市长在里面聊了1个多小时，这才下来。吴市长叫吴启明，身边那名漂亮女警叫阮玫瑰。张扬握手的时候探查了一下，既不是纯阴体，也没有灵气，顿时就没有了兴趣。张先生，以后你跟小阮多多交流，增强警民合作，共同为江南的繁华发展做贡献。这次谈话吴市长非常满意，他能看出来张扬并非传闻中的滥杀之人。之前跟陈天龙、蓝天庭打交道，他着实是怕了，一个毫无人性，一个倚老卖老。他非常喜欢张扬这种低调的年轻人，温文尔雅，谈吐得体。张先生今晚有没有空？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如何？阮玫瑰发出邀请。我刚回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让秘书跟你谈。那么请精通交际，处理这种琐碎小事再适合不过。那我今晚就恭候你的秘书光临。阮玫瑰很失望，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两人刚出门，严冰朝阮玫瑰的背影狠狠吐了口唾沫。人家没得罪你吧？张扬苦笑，工作交流是假，身体交流才是真的，一看就是个贱人。严冰骂咧咧的。张扬正想回话，电话响了起来，是苏文打来的。之前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杨哥，我跟一名广南大学的同学小聚，无意间聊起你，我说认识你，他竟然不相信，说我在吹牛。你今晚赏不赏脸出来一下？不然我可要被同学说成骗子了。电话那边，苏文语气又嗲又娇，听了身体都要麻了。男的还是女的？当然是女的了，长得比我还漂亮。苏文已经很漂亮了，比她更漂亮，那绝对是万中无一的美女，万一是有灵根的呢？张扬决定去看看，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发定位给我。谢谢杨哥，你人真好。挂掉电话，张扬发现严冰斜睨着自己，满脸醋意。电话声音比较大，两人对话他全都听见，牙都快酸掉了。今晚喝酒去不去？张扬问。不去，人家可是广南大学的高材生，你去了确实有点丢人。我哪丢人了？严冰挺了挺没有的胸膛，怒道，别忘了当初谁教你武功？没有我，你早就死在陈天龙手里了。张扬莞尔一笑，你想我怎么报答？以身相许。呸，谁想要你这个死渣男？严冰俏脸一红，罕见的羞涩起来。真不去？不去，不去拉倒。张扬没强迫他，问起和诗韵的情况。来了这么久都没见到他，有点不太正常。他早该下来见自己了。他寒疾发作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半个多月了，一天比一天差。你赶紧去看看他。两人上5楼，刚打开门，一阵寒气迎面袭来。张扬还以为是开了空调，一看根本没开，寒气是从何诗韵身上散发出来的。张扬来到床边，拿起何诗韵的手，就像拿起一条冰棍。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这么低的温度下还能活着。何诗韵眼睛紧闭，如果不是胸口微微起伏，还以为是个死人。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每年8月都会有宗师过来用真气帮韵姐封印寒气，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宗师一直没来。韵姐怀疑老公出事了，她之前上省城是想将养生图拍下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寒疾，结果被蓝月雨抢拍了。现在她这情况只能靠宗师续命，房口守着，别让人进来。张扬把门关上，来到床边，将何诗韵扶起来。别碰我！何诗韵还保留着意识，虚弱地推着张扬的手。不要命了？不用你管，让我死了算了。何诗韵眼珠扑了一层雾水，无力地挣扎着。张扬盘坐到她身后，双掌贴在她背上，刺骨冰寒主动进入她的身体，双手瞬间冰封起来。好可怕的寒气！张扬运转元气，一点点将寒气逼回去。哪知刚逼回去，寒气重新涌出。张扬继续转攻，一连封了3次，才将寒气封回心脏。你进阶宗师境界了。何诗韵恢复过来，从床上一弹而起，不敢置信地看着张扬。张扬点了点头，有些疲惫，消耗太大了。我老公在深山苦修10年，都没能突破宗师境界。你离开还不到2个月时间，怎么可能突破宗师境？我不相信，你一定在骗我。何诗韵不断地摇头，完全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别拿我跟你那废物老公相比，自己元气耗尽，这才将他救回来。他倒好，感谢都没说一句，左一句老公，右一句老公，不许你骂他废物。何诗韵怒道，连老婆都保护不了，他不是废物是什么？张扬怒吼。何诗韵大怒，一巴掌
朝张扬脸上甩来。张扬伸手挡住，反手就是一巴掌抽了回去。何诗韵白皙的脸上瞬间出现几道指印，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张扬本想道歉，但一想到这女人性格，你越是道歉，她越是上势，当下就脸寒如冰，目光霸道的看着他，以身上的寒气已经彻底失控。我只是暂时将他们逼回去，最多3天，寒气就会重新席卷，甚至比这一次更严重。想活命，到时候来求我。他狠狠一脚将门踹飞，吓了门口的严冰一跳，扬长而去。韵姐，怎么回事？严冰走进房间，见他左脸红肿，当下怒道：那混蛋打你了！何诗韵被这一巴掌打懵了，靠在床上，双腿抱胸，良久没有反应。太过分了，我找他算账去。严冰要去找张扬，何诗韵第一时间便叫住了他，不关他事，我确实有些过分。张扬拼命救他，自己第一时间不是感谢，还说了一些伤他的话，还想打他，实在是不应该。韵姐，严冰欲言又止，有什么就说吧，咱们之间没必要拘束。严冰当下将他寒疾发作这段时间张扬的个人事迹说了出来。何诗韵听完一脸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张扬干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刚才市长亲自上门拉拢张扬，各种示好，还有好多女人对他投怀送抱。张扬已经今非昔比，咱们要是不跟他搞好关系，恐怕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抱大腿有多重要，眼前就有一条大腿，他们却把这条腿推开了。严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的寒疾要每年封印一次，如果能跟张扬搞好关系，就算你们之间没能发展成为情侣，成为好朋友也好，以后也能靠他续命。他说我的寒疾失控，3天之后会卷土重来，让我去求他，否则会有性命之忧。那你去求他呀？我不想，命都要没了，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严冰真是服了他，性格怎么就这么倔呢？你让我考虑一下。何诗韵挥手让他出去，自己想静一静。等严冰离开之后，他这才喃喃道：不是我不想求，是我不想活了。这些年他活得太累了。晚上10点，张扬从酒店出来，路边停着一辆豪车，老板请上车。南无情下车，帮张扬拉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瞧瞧人家这态度，再想想何诗韵那态度，张扬就一肚子火。他钻进车子，问跟阮警官聊得怎么样了？执法队那边害怕你会跟陈天龙一样，我让他放心，说老板你是一个守法公民，只要没人惹你，一切好说。若是有人胆敢侵犯你，那可不是陈天龙能比的。张扬十分满意这种回答，不愧是做行政的，就是会说话。我缺少一座大院，你帮我去物色一下。现在张扬也算是一方人物，创立自己的家族那是必须的。老板，你有什么要求？安全排第一，舒适排第2，不需要派头，低调一点。老板，我明天就去安排。南无情脚踩油门，车子朝酒吧开去。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在夜色酒吧门口停了下来。张扬摸出一个丹药瓶，里面放着一颗小培元丹，递了过去。找个地方把丹药炼化，等我打电话给你，再过来接我。谢谢老板。南无情大喜，赶紧将丹药收起来。这种级别的丹药，仅仅1颗，价格至少要几百万，他打工一辈子都赚不到。张扬下车，走进酒吧。杨哥，你怎么来了？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走了过来，走路像螃蟹一样。你叫蛮牛，能被杨哥记住，实在是我的荣幸了。蛮牛大喜过望，连忙询问张扬过来有什么事，还说这酒吧是他的地盘，带我去333房。杨哥，以您的身份，应该去999房。行，你安排。蛮牛将张扬带进一个豪华的包房，里面像宫殿一般，金银璀璨，还没喝酒就有种要醉的感觉。他说这个包厢单装修就花了500多万，只有身份极为尊贵的人才有资格预定。你去把333号的人叫过来。张扬拍了拍蛮牛的肩膀，这个动作让蛮牛受宠若惊，连连点头。片刻之后，3人走进包房，一男2女。天啊，这包厢也太豪华了吧！最前面的女生尖叫起来，瞳孔发亮地打量着四周。苏文在背后戳了他一下，提醒他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女生目光这才落到张扬身上，态度瞬间变得拘谨起来，放慢脚步跟在2人之后。苏文迈着大长腿走到张扬身边，指着身边2人介绍，这位是陈文斌，这位是叶玉香，他们都是广南大学的学生。陈文斌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杨哥，很高兴见到你。杨哥你好。旁边的叶玉香也款款地行了个礼。张扬目光打量着叶玉香，长得确实还行，却非苏文所说那样比她还要漂亮。要说优点，就是胸比苏文大了一些，是丰满有肉类型，适合生孩子。我没大你们几岁，不用客气，坐。3人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态度一如既往的紧张。张扬脑海中突然跳出一句话：高处不胜寒。此刻他完全就是这种感觉，所有人都把当上帝一般，距离感十足。杨哥，你喜欢喝什么？我去安排。苏文问。我随意，要不喝点红酒也行。苏文安排了红酒过来，给张扬倒了一杯，笑道：杨哥，我敬你一杯。张扬拿起酒杯，跟他轻轻碰了一杯，一饮而尽。陈文斌跟叶玉香坐在一边，像木头一样，啥话也不说，一副愣头青模样。张扬觉得怪没劲的，都来酒吧了，你们跟我玩纯情，还有啥意思？我好不容易帮你们把人约出来，你们的社交牛逼症跑哪去了？
苏文看出张扬不高兴，对他们两个劈头盖脑的数落起来。杨哥，我不太会说话，你别见怪，我自罚一杯。叶玉香赶紧倒了杯酒，一饮而尽。很快，她的脸色顿时就红了，一看就是平时喝酒不多。你们俩是情侣？张扬问。我们就是单纯的同学，看起来挺般配的。哪有，我们一点都不配。叶玉香赶紧解释，仿佛害怕张扬误会一般。张扬觉得这样做下去也没啥意思，当下拿起一个头桶，问会不会玩？我们经常玩。陈文斌连忙道。众人纷纷拿起头桶，坐在一起玩了起来。苏文不动声色地坐到张扬身边，白嫩修长的大长腿有意无意磨蹭着张扬的腿。夏天未去，大家还穿着短裤，这种肌肤摩擦很快就撩起了张扬的感觉。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漂亮的女人投怀送抱？张扬内心无比感慨，半年前他还是3院一个牛马医生，现在连唐苏家大小姐都主动投怀送抱。只要他愿意，这个高傲的千金大小姐就会躺在床上，按他的要求做出任何他想要的动作，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叶玉香跟陈文斌玩得拘谨，不敢炸张扬，仿佛怕张扬报复似的。渐渐的，他们发现张扬根本不在乎这些，也大胆起来。很快，张扬被叶玉香连炸3次，连喝3杯。叶玉香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恢复了大学生的天真。这个位置风水不好，文斌换一下位置。陈文斌赶紧站起来，跟张扬换了位置。这样一来，张扬就跟叶玉香坐在一起。苏文眼神中露出一丝失望之色，反倒陈文斌脸露喜色，靠苏文比较近。干什么？想开油啊？苏文推了陈文斌一把，两人保持2个拳头位置。他这样做是想告诉张扬，他不是随便的人。来，继续。不知道是不是换了位置的原因，张扬很快就赢了。轮到叶玉香连喝3杯，有了3分醉意的叶玉香跟张扬杠上，把要开张扬，很快就有了7分醉意。张扬装作不小心碰到叶玉香的腿，马上脑海中弹出一行字：元阴体，阴气值450，竟然还是个厨。张扬很意外，笑着问叶同学有男朋友没有？像我这么漂亮，怎么可能没男朋友？同居过没有？叶玉香没想到张扬问得这么直接，脸色就红了。现在还有不同居的大学情侣吗？跟人睡过的说自己没有，没跟人睡过的反倒说自己睡过，怪有意思的。张扬看了下时间，快凌晨1点，当下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散了吧。苏文马上走过来，扶住张扬的手，杨哥，我送你回去吧。他的胸脯有故意压在张扬手臂上，饱满而有弹性，口气中带着酒香。不用了，我有司机。张扬躲开他的手，指着7、8分醉意的叶玉香，吩咐也安排人送他回去。苏文明白张扬看不上他，当下顺手推舟，杨哥，要不你送玉香回去。叶玉香顺势靠了过来，更为饱满的胸脯压在张扬身上，桃花般美艳的脸庞不断地摩擦着张扬的脸，让张扬有些心痒难耐。行，那我送他回去。张扬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那魔琴，让他过来接人。南无情见张扬带着个漂亮女孩上车，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冷冷道：去哪？张帕没回话，透过后视镜盯着他，一脸不满。南无情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连忙客气的又问一句：老板去哪？回酒店。张扬这才回道，将老板跟那女生送回房间。南无情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眼泪无声的滑落。明明已经有了很多女人，为什么还不够？他就这么渣吗？妖姬跟罗琦其他人了，毕竟他们是修仙者，都是为了修炼。这个女人一看就不是修仙者，他为什么还要碰？今晚他原本是很高兴的，终于拥有了跟老板独处的机会，现在他的心彻底乱了。他甚至想要下定决心，明天就离开他，自己奋斗，为父报仇。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门铃声响起。老板，你怎么过来了？南无情开门，奇怪地看着他。我不过来，上哪睡？你不跟那女生，在你眼里我是那么不堪的男人？张扬白了他一眼，走进浴室洗澡。其实也不是张扬坐怀不乱，最大的原因是叶玉香醉得很厉害，刚进房就睡着了。醉成那样，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再说他也不可能跟一个陌生女人一起过夜，太危险了。一会咱们练一下功，好好准备一下。进浴室之前，张扬吩咐。是，老板。南无情顿时就高兴起来，刚才的不快一扫而光。省城，孟家，我不同意。孟家大少爷孟庆东听到姑姑的建议之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不同意，孟家只有死路一条。就算是死路一条，我也不会将孟家产业交出去。孟觉从花城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整理孟家产业，准备赔偿给张扬，为孟家取得一丝生机。鼓舞界输者散，财求安稳，已经形成一种共识。现在整个广南省能动张扬的人，双手都能数过来。咱们要是不把产业交出去，孟家就彻底没戏了。难道你想孟家不拦家的后尘吗？孟觉愤怒地吼道。孟庆东目光落到他被切掉的半胸上，讥笑：我发现你不但被切掉了胸，连胸筋都被切掉了。啪！一巴掌狠狠抽在他脸上。孟觉愤怒地吼道：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说错了吗？孟庆东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你想过没有，一旦你这么做，外面的人会怎么看你？他们会说你是一条为了活着没有任何尊严的母狗。唰！孟觉抽出弯刀架在他脖子上，冷冷道：我不会让孟家几十口人陪你乱来，
你要么答应，要么死。孟庆东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最亲近的姑姑，脸上露出惨然之色，已有种杀了我。四目相视，谁也不让谁。孟觉将刀收了回来，失魂落魄地说道：“你没跟那家伙打过交道，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他父母已经死了，现在他没有任何弱点，咱们是斗不过他的。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孟庆东脸上露出冷酷之色，我已经打听到，他非常好色，咱们进不了他的身，女人可以。你有计划了？没错，我已经有计划了。我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无法成功，我会亲手杀了你。思虑再三，孟觉决定给他一次机会。如果我失败，你尽管动手，我不会怪你的。孟庆东眼芒闪烁，瞳孔中射出仇恨的光芒。第二天一早，张扬还在房间休息，敲门声响起，叶玉香站在门口，神色有些紧张。昨夜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没有侵犯我。昨夜他是假装睡觉的，被一个男人送回房间，能睡得着才怪。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开启自己的第一次，哪知道人家根本没碰他。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张扬笑问。我没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在那种情况下，100个男人应该有99个会忍不住。对自己的容貌，叶玉香还是挺有自信的，微胖天花板，不是说说而已。而且自己还是名牌大学的女生，高质量女生，哪个男人忍得住？你觉得我是一般男人？你当然不是一般男人。叶玉香瞬间就泄气了，先前的所有底气一扫而光。年轻、帅气、多金，还是宗师武者，种种条件糅合在一个男人身上，人家会缺女人？人家只要一句话，多的是女人投怀送抱。加个微信呗。张扬摸出手，我扫你。叶玉香连忙拿出手机扫了起来。张扬通过之后赚了10万块钱过去。杨哥，这怎么行？叶玉香急道。别多想，我没让你还的意思，单纯就是觉得像你这么清纯的大学生不多。谢谢杨哥，回去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张扬拍拍他的肩膀，神不知鬼不觉将一枚窃听器粘在他衣服里面。那我不打扰你了，杨哥再见。叶玉香收了钱，愉快地离开了。南无情从浴室出来问老板，你觉得会有人利用他对付你？想投石问路试试，24小时追踪他。张扬从来没跟外面不相关的女人一起过夜，叶玉香是第一个。想对他下手，叶玉香会是个最好的目标。叶玉香走出酒店，第一时间给自己的闺蜜苏文打电话。我的好姐妹，少女变成少妇的滋味如何？电话那边传出苏文坏坏的声音。让你失望了，本小姐还是黄花大闺女。叶玉香得意地说道。不会吧，她没把你吃了？苏文不太相信，这可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作风。人家那条件，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怕是看不上我。叶玉香叹了口气，悠悠道：苏文，我好像喜欢上他了，怎么办？凉拌。苏文狠狠地对了一句，骂道：像他那样的男人，谁不喜欢？你也喜欢？废话，他要是一句话，我立马洗白白，脱光光躺在床上，他爱咋样我就摆啥姿势。噗，你好骚！叶玉香不由得笑了起来。闲聊间，叶玉香来到街边，她看了下手机，说道：出租车来了，我不跟你聊了。行，回头见。叶玉香挂掉电话，把手机放包里，坐了上去。美女，去哪？叶玉香报了家庭地址，点开张扬的朋友圈，想看看动态，可惜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司机，你是不是走错路了？叶玉香抬头看了路，奇怪地问。司机转身，突然将一块白布蒙到他脸上，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叶玉香很快晕迷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叶玉香悠悠醒来，她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处幽暗的地下室，父母被绑在旁边的椅子上，嘴巴被封住，一脸恐惧。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们？叶玉香急道。面前站着3名蒙面男子，每个都穿得严严实实，连手上都戴着手套。为首是一名高瘦男子，瞳孔深陷进去，眼神中带着冷漠。高瘦男子朝2名手下打眼色，两人上前对叶玉香父母进行殴打。50岁的老人哪经得起这般殴打，很快就口吐鲜血，奄奄一息。求你们别打了，你们想怎么样？我做，我全都听你们的。叶玉香直接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眼泪鼻涕将妆容都弄乱了。高瘦男子朝他勾了勾手，叶玉香识相地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进另外一个暗室。你昨晚跟谁在一起？高瘦男子煞着嗓子问。张扬。叶玉香立刻明白这3人是奔着张扬来的，赶紧解释，我跟他不熟，就是昨晚喝醉了，他将我送回酒店，咱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他没上你。高瘦男子目光扫着他丰满诱人的身材，一点都不相信。真的，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怎么证明？叶玉香咬了咬牙，你若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第一次给你，只求你放了我爸妈，他们是无辜的，求你了。他再一次跪到地上，哭得稀里哗啦。衣服脱了。高瘦男子命令。叶玉香颤抖着双手把外衣脱下来，裤子。叶玉香抽泣着把裤子也脱了，只剩下内衣。啧啧，长得不错。高瘦男子瞳孔中闪过一丝欲望，不过很快这股欲望就被一股巨大的恐惧笼罩。掉落地上的衣服里面粘着一颗红豆大小的白色仪器，分明是一颗追踪器。是追踪器？你这个贱人！高瘦男子掏出手枪，然而还没拿稳，手腕跟枪同时掉落地上。生死关头，高瘦男子马上朝叶玉香扑去，
只要能将他制服，尚有一丝生机。一道妖小身影闪过，高瘦男子身体像断线的风筝，狠狠撞到石壁上。他正想咬碎藏在舌下的毒药，一只手突然捏住他下巴，将毒药取了出来。高瘦男子如霜打的茄子，脸如死灰，看着突然出现的张扬，瞳孔充满了恐惧。带去审一下，张扬吩咐。妖姬提着高瘦男子走到隔壁审问。很快，高瘦男子的惨叫声便响彻在地下室。叶玉香吓得瑟瑟发抖，她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哪见识过这种场面，完全失去了反应。张扬捡起地上的衣服，递给她：“你爸妈没事了，穿上吧。”谢谢。叶玉香几乎从牙缝中吐出这2个字，情绪慢慢恢复过来。我听周文说你喜欢我，现在还喜欢吗？张扬饶有趣味地看着他。叶玉香刚点头，马上又摇头，喃喃道：“你的圈子我挤不进去，10万块当做你的精神损失费，咱们扯平了，回家吧。”叶玉香看着面前笑容灿烂的男子，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这个男人早就可以出手救自己，一直都没出手，直到自己父母被打了一顿，自己衣服还差点被扒光，这才出手，就是想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两人属于不同世界的人。这个男人太可怕了，称之为魔鬼也不为过。他哪里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张扬也想看看他身材有多好。谢谢。叶玉香回了一句，赶紧离开。张扬走进另外一个石室，妖姬已经将高瘦男子折磨得不成人形，2名手下道在血泊中彻底失去了呼吸。这家伙怎么都不肯说，我从他身上搜到一种毒药，他们2个只喝了一点就毒发身亡了。妖姬指着地上2名小弟的尸体，紧接将一瓶毒液递给张扬。张扬走到高瘦男子面前，抓起他的手查看起来，掌心并没有茧，是纯杀手，没有修炼鼓舞。说出谁指使你的，我不但可以放了你，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让你到国外生活，你觉得如何？你杀了我吧。高瘦男子身上被妖姬割了几10刀，依然宁死不说。我挺喜欢你的，太忠诚了，正因为你太忠诚，所以没有策反价值。张扬弹出几朵火焰，男子瞬间被烈火包围，在一片惨叫声中化为一具焦黑的尸体。2人走出地下室，张扬从车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洗干净手上血迹。主人，可能动手的就2拨人，一是蓝月鱼，另一个是孟觉。妖姬说道。张扬抽出纸巾，擦干净手上的血迹，拨通了孟觉的电话。张扬，我查出杀你父母的凶手了，正在前往江南的路上。孟觉说道。还要多久到？1个小时左右，来永春堂找我。1个小时之后，茶室门推开，孟觉走进去，恭敬将一部手机呈上。我派去抓你爸妈的人，在衣服上装了针孔摄像头，你爸妈是被蓝月鱼杀的。张扬接过，点开视频看了起来。孟觉派去的人，一个照面就被蓝月鱼杀了，鲜血溅到摄像头上。虽然没能拍到蓝月鱼伤父母的过程，但是从对话来看，确实是蓝月鱼抓走自己父母。张扬一脸平静地将手机放到桌面上，仿佛只是刷了个没营养的短视频。孟觉倒吸一口凉气，父母被杀还能这么淡定，这也太冷血了吧。妖姬也一脸不敢置信，哪怕作为杀手的自己也无法做到如此冷血。继续追查蓝月鱼的下落。张扬将手机递给妖姬，目光盯着孟觉，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孟家产业我还在周旋，等家人全部同意，我再过给你。还有吗？孟觉强压着内心恐惧，反问，你还想知道什么？过来。张扬朝他招了招手。孟觉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身体微微颤抖。张扬轻轻捋了下他漂亮柔顺的头发，像是很痴迷一般。下一刻，他猛然用力，将他脑袋扣在桌面上，木桌轰然倒塌。孟觉额头被砸出一个血洞，血液飞溅。若不是他提前反应过来，用真气护住头颅，脑袋都得碎裂。浓稠的鲜血流到眼眶，孟觉连眼睛都差点睁不开，瘫软在地。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妖姬吓了一跳，看着孟觉的惨状，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张扬捡起地上一包纸巾，抽了几张，擦干手上的血迹。张扬，你要杀便杀，别再羞辱我！孟觉大吼着，脸色狰狞。张扬摸出那个毒药瓶，丢在他面前。愤怒的孟觉像雨打的茄子，瞬间萎了。你不会真以为这个世界会有人死心塌地为你们孟家卖命吧？张扬冷嘲一声，坐到旁边的沙发上，一边是无尽折磨，另一边是手握5个亿，在国外潇洒生活。换做你会选哪一个？孟觉身体瘫倒在地上，眼神一瞬间失去了色彩。看到他这模样，张扬知道自己赌对了。他哪里知道孟觉刚过来就已经提心吊胆，刚才猛然被砸破脑袋，头脑一顿迷糊，再加毒药瓶跟张扬愤怒到极点的演技，都让他觉得事情败露了。我希望你能饶过孟家的人，可以吗？孟觉面如死灰，谁干的？还以为他口风有多严，没想到一下就炸出来了，高看他了。孟觉瞳孔一缩，震惊地看着他。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被炸了。这个恶魔孟庆东，我的大侄子。事到如今，孟觉明白无法隐瞒，只能怪自己太菜。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你这样让我很为难。不杀你，别人还以为我没脾气；杀你的话，我又觉得可惜，因为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上那些全是屁话。他之所以不杀，有2个原因：一是因为孟觉曾经是任天堂的情人，杀了他，就算任天堂不说，心里也会留下芥蒂；二来，杀了他，
张扬成功获得孟家产业难度会增加，最好的办法就是设他当傀儡。孟觉岂会不明白，连忙说道：“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打吧。”孟觉摸出手机，打开视频通话。很快那边就传出影像，孟庆东站在一个空落落的房间，背后垂着条绳子挂在梁上，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情是我做的，没有任何人参与。孟庆东远离视频，站到椅子下，将脑袋套了进去，一脚将椅子踢掉，没有了支撑，孟庆东身体掉在半空，眼翻蛇吐，他不做任何挣扎，也没有反抗，直到活活吊死在视频里面。孟觉看了片刻，就把头扭到一边，不敢再继续看下去，眼眶湿润。这是第二次，事不过三，直到孟庆东死翘翘，张扬这才下了逐客令，3天之内，我要孟家所有财产过继到我名下，如若做不到，孟家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多谢。孟觉连眼泪都不敢擦，惶恐地退了下去。主人，为什么不斩草除根？对于张扬2次放过孟觉，妖姬表示不解，这不是向他作风。我刚签了协议，现在灭孟家太不给任天堂面子，等一段时间吧。张扬转移话题，询问我让你全力寻找灵药，找得怎么样了？几十年年份的找到一些，超过100年的太稀缺，目前就联系上一个卖家，他还没同意卖。张扬搞不明白，为什么罗琪琪会有那么多灵药，他是从哪里得到的？话说这个小妮子这么久没联系自己，看来是真不想跟自己一起了。正想着，电话响了起来，正是罗琪琪打来的。师傅，我爸的伤还没好，我不放心，想再陪他一段时间，再去江南找你。罗琪琪说道。呵呵，之前罗仁杰自己要回天山，你都放心，现在都回到家了，你跟我说不放心，咱们没行拜师礼，不算师徒，你以后别叫我师傅了。张扬冷漠道。师傅，对不起，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有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怪你。张扬说完直接挂了电话。之前在省城躲避追杀的时候，张扬将小培元丹丹方传给罗琪琪，可以说他现在不需要自己了。他不知道的是，小培元丹效果局限于炼气4层，炼气5层效果就很弱了，到了炼气6层，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哪怕千年灵药炼制成丹也没用。妖姬，这几天你花点时间把孟家的产业跟孟家的后代查一遍，别让孟觉携款潜逃了。张扬吩咐。妖姬点了点头，见他没别的吩咐，转身离开。张扬走进饭厅，和诗韵跟严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什么，见他进来马上闭嘴，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张扬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指着何诗韵，给我盛晚饭。凭什么？没有我，你现在已经是一根冰棍了，救命之恩没让你涌泉相报，装晚饭怎么了？自己装去。何诗韵白了他一眼，坐着没动。我去装。严彬看情况不对，赶紧放下碗筷，帮张扬盛饭。刚才那女的是谁？她来干什么？严彬将饭递给张扬，好奇地询问。省城孟家的人，刚才我将她爆头了，茶室见了不少血，你一会让人打扫一下。何诗韵啪地放下碗筷，怒道：这里是养生馆，不是谈判场，麻烦你以后有这类事情去别的地方处理，别把这里弄得到处是血腥味。行，吃完饭我就走，以后咱们两清。张扬没跟他争论，走就走，看谁帮他治寒疾。张扬，韵姐只是觉得开门做生意见血不好，没别的意思。严彬赶紧打圆场，他爱走就走，别拦他。何诗韵或站起来径直离开，仿佛不愿意跟张扬待在一起一样。站住！张扬喊住他，冷冷道：提醒你一下，你的寒疾还有2天发作。那又如何？除了我，没有人能救你，人迟早要死，早死早超生。何诗韵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张扬深吸一口气，压住内心的愤怒。身边那么多女人，哪个他不是治得服服帖帖的？唯有他一次次让自己脾气暴走，偏偏他是天灵根，张扬又不能像罗琪琪一样，他爱走便走，这种感觉真他娘的窝火。韵姐性格外冷内热，你对她好一点，别跟她倔，其实她很好哄的。严彬怕张扬一怒之下拒绝帮何诗韵驱寒毒，赶紧帮她说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对我仇恨这么大？自己帮过她很多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于给自己甩脸色吗？可能是她不喜欢你的性格。什么性格？严彬犹豫了一下，回道：她觉得你好色残暴。好色就不用我多说了，你明明有一个女医生，还有一个女手下，现在还带了个女秘书，你别说跟他们之间没有关系，连我都能看出来，韵姐不可能看不出来。韵姐性格本来就保守，又是已婚之人，对丈夫忠诚，你这种情况想要征服她，可能性几乎为零。张扬静静听着，暂时没有发表意见。至于残暴，更不用我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得罪你的是蓝天庭，你没必要把人家满门都杀了吧？还有在省城，你算算自己杀了多少人？最后这番话严彬说的有些惶恐，但他还是说了出来。还有吗？没了。既然你说完，那就轮到我说了。张扬坐直身体，正色道：好色我认了，但是残暴这一点我不敢苟合，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我父母被杀，就是因为被蓝月鱼逃了。在省城，我杀掉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想杀我。换做你，面对一个置你于死地的人，会放过他们吗？会。严彬坚定地点头。我若有实力，只会教训他们，而不会取他们性命。这就是我喜欢妖姬，不喜欢你的原因。你不喜欢，那是你的事情，
这是我作为一名保镖的做事原则，带着你们所谓的原则，好好活下去吧，祝你们长命百岁。张扬觉得自己没必要在这里待下去，站起来直接离开。张扬，你难道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吗？严彬赶紧拦住他，他要是真走了，韵姐就真没救了。张扬冷酷一笑，曾经我以为自己是天使，现在我才发现我更适合做魔鬼。你不能走。严彬伸手拦住他，不让他走。张扬一掌拍出，严彬身体撞穿窗户，跌落大街上。还是他收了力道，不然这一掌他得去见太奶奶。张扬从破裂的窗户跳了出去，冷冷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白付出的，告诉何诗韵，想要活命，把身体交出来，否则另请高明。说完一跃而起，在大街上击下纵跃，消失无踪。我活了1500载，被爱人背刺3次，被朋友出卖7次，被心腹出卖2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值得信任，只能信任自己。修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前方又会遇到新的人，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孤独。别拘泥于眼前，想想前方更美妙的风景。张扬猛然惊醒，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只是在酒店睡了个午觉，没想到记忆如同潮水一般涌入脑中。老祖，你醒了？他问。出来逛逛，你刚才给我的记忆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当然，你也太惨了吧。合欢老祖干笑起来，这就惨了，还不到1/10呢。修仙之路也太难了吧。张扬感慨，修仙界的强者无不是心狠手辣之辈，你越善良，别人越会欺负你。你若想在修仙一道走得更远，首先要将自己的圣母心抛掉，先修心再修道。张扬心里明白，自己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完全是被合欢老祖影响，对方的记忆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性格跟行事作风。老祖，你觉得蓝月鱼会不会被我爸妈杀了？蓝月鱼不除，一直都是张扬心头上的刺。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你成长路上很好的炼金石，你爸妈不会帮你解决。男人要成长，就要给自己树立很多敌人，一旦安稳下来，坠落温柔乡，上进心就废掉了一半。你看看你自己，多久没想修炼的事情了？张扬点了点头，最近一段时间他修炼确实懈怠了。老祖，你为什么会选择寄生在我身上？这是张扬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按理说自己只是一个伪灵根，他完全可挑选资质更好的。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什么感觉？我也弄不明白。兴许你曾经是我朋友的转世吧。这个说法有些玄学，但也说得过去。两人闲聊片刻，张扬聊起和诗韵的事情，请教他怎么做。你只有2个选择，第一，眼睁睁看着他死；第二，强迫跟你双修，带他入道，但这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天灵根是上天的宠儿，一旦入道，修炼速度是你这种伪灵根望尘莫及的，兴许不到半年他就能超越你。没把握征服他之前，我建议你别给自己树一个大敌。老祖，有你帮我也要怕他不成？你是不知道天灵根有多恐怖，何况他还是变异的天灵根。这样说吧，人家突破筑基期像喝水一样简单，而你想突破筑基，至少要掉半条命都不一定能突破。操！张扬忍不住咒骂起来，自己为什么就不是天灵根呢？你不必气馁，伪灵根修炼虽难，但一旦进入高级境界，便能逆天改命，无论是斗法还是修炼方向，都比天灵根强多了。合欢老祖安慰，怎么才能算高级境界？这些以后再说，你好好考虑怎么解决这个天灵根吧。我又犯困，顿了。合欢老祖说完，再次消失无踪。张扬拿起床边手机，上面有好几个未接电话，都是严彬打来的。刚才睡觉的时候他掉静音了，不想让人打扰自己睡觉。微信也有好几条语音，都是严彬发来的。张扬点开，严彬急切的声音传出：张扬，不好了，韵姐寒气提前发作，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张扬眉头皱了起来，他以为以自己的实力至少能封印3天，没想到才2天不到就解封了。我的要求你跟他说了吗？张扬回了条语音，说了，他死都不答应。不答应那就让他死吧，想要忠诚据阎王再说。电话响了起来，是严彬打来的。张扬没接，他继续打，一连打了7、8个，张扬都没理会他。严彬发短信过来问，我代替韵姐可以吗？什么意思？你不是想要韵姐的身体吗？我给你，晚上9点你过来。张扬发了个定位过去，写上自己的房号，很快就到了晚上9点，门铃声准时响起。张扬走过去开门，严彬穿了条漂亮的粉裙子，脸上化了淡妆，双手局促，一脸紧张。张扬一脸意外，他还是第一次见严彬穿裙子。穿上裙子的她身材高挑，一点都不像之前没有女人味的样子，有一种普通女人没有的独特魅力。她身上散发着淡淡香味，像体香又是沐浴露的味道，特别好闻。一直以来张扬对她都兴趣不大，这次反而有点兴趣了。抓紧吧，韵姐撑不了多久。严彬双手绕到背后，开始拉开裙子拉链。张扬伸手拦住了她。怎么了？韵姐寒疾屡犯，是因为她的身体是传闻中的冰灵根，这种病没办法病，只有一条路，就是让她像我一样走上修仙之路。张扬实话实说。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教她修仙啊！来不及了。为什么？修炼需要时间，没有1、2个月根本无法入门，除非……你别说话，断断续续，
赶紧说清楚。韵姐性命危在旦夕，严冰没时间跟他废话了。张扬这才将自己擅长地功法跟他说了，并且告诉他，妖姬之所以实力突然长得这么厉害，就是因为跟自己双修，才能短短1个星期之内进入炼气1层。原来你并不全是好色，而是为了修炼啊！严冰这才明白过来，对他的看法也改观了一些。该说的我都说了，接下来说说你的看法吧，我回去跟韵姐商量一下。没用的，张扬摇头，和诗韵性格又传统又倔强，打死也不会同意的。那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吧？和诗韵急道，我倒是有个办法，不过需要你配合。我怎么配合？你告诉我韵姐老公的情况，帮我制造不在场证据。韵姐问你，你就说一直跟我在一起。严冰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在生命面前，身体尊严什么的都不重要了。记住，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打死也不能说。张扬推开窗户，直接跳了下去，消失在霓虹灯之中。5分钟之后，张扬就回到了永春堂，上到5楼。他住的酒店离这里很近，就是为了出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及时赶过来。张扬先往门缝吹了点醉香，片刻之后，这才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房间很冷，像是冰窖一样，刺骨入髓。何诗韵全身冒着寒气，感觉生命在渐渐消逝。就在她觉得这辈子就这样的时候，似乎听到了老公的声音，还看到了他的影子。老公，是你吗？何诗韵看着面前熟悉的身影，眼泪夺眶而出。老婆，对不起，我来晚了。男人道。何诗韵眼泪狂涌而出，喃喃道，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老婆，我已经找到彻底解决你寒疾办法，你听我说。何诗韵听完，俏脸一红，娇嗲道，想要直说，休要胡说八道，是真是假，你马上就知道了。何诗韵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老公回来了，跟她如泣如胶，还教了她几句运气口诀，然后她的身体渐渐就好转，寒气也消了。她猛然睁开眼睛，从床上一跃而起，由于过于用力，撞到了房顶墙上。何诗韵惊呆了，这可是3米高啊！难不成刚才不是做梦？老公真的回来了，还带我进入了炼气1层。何诗韵摸了下疼痛的头颅，目光在房间寻找，片刻之后，她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床上凌乱一片，一看就是经历一场大战。果然不是做梦。何诗韵脸色苍白，经过深思熟虑，她很快就明白过来，先前的男人绝对不是自己的丈夫。她第一时间摸出手机，拨通张扬的电话。你在哪？关你屁事！电话那边，张扬毫不客气地回怼，你不是要死了吗？我现在要见你，你在哪？他怒道，你想知道？问你的保镖。张扬说完，毫不客气地挂掉了电话。何诗韵赶紧拨通严冰的电话，询问他在哪里。严冰告诉他，他在求张扬帮他治病，两人在酒店房间极限拉扯。听闻他好了，严冰激动地说，马上赶回来。刚进入房间，何诗韵就问起了张扬的事情。严冰说他一直跟张扬在一起，那个色狼在调戏他，差点还因此失了身。你确定他中途没离开过？何诗韵严肃地问。没有。怎么了？事关自己的清誉，何诗韵最后还是没说出自己可能被侵犯的事情。她眼下只想好好修炼，找到丈夫，询问一下是不是他。如果不是他，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她也要找到那个胆敢侵犯自己的男人，将他碎尸万段。张扬盘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运转元气，消化着体内多出来的冰寒元气。不愧是冰属性天灵根，这股寒气实在强大。如果不是龙凤培元功更为强大，可以在双修过程中炼化任何属性的元气，他根本无法控制这么强大的元气。仅仅只是一次双修，就让他修为大涨，体内冰元气也到了十分恐怖的地步。冰盾。张扬右手在胸前划圆，一个直径50公分的圆形冰块就在胸前形成。这种冰盾术一般情况下必须要炼气5层才能勉强施展，眼下炼气4层，施展起来也游刃有余。紧接他又尝试凝聚冰针，之前只能凝聚牙签大小的冰针，现在能凝聚铅笔大小。张扬自信，现在再对上任天堂，绝对能打怕他。何诗韵还只是炼气1层，要是他跟自己一样是炼气4层，不敢想象双修效果有多强。不愧是变异冰灵根，恐怖如斯。第二天一早，张扬刚修炼完，手机响了起来，是何诗韵打来的。来永春堂一趟，我有事找你。没空。你在哪？我去找你。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之内你能赶到，就来一趟。张扬报了个地址，挂掉电话，来到餐厅，南无情已经订好包厢，在里面等着。老板，你想要吃什么？要个鸡蛋牛肉肠，别的随意。南无情去叫服务员下单，精挑细选之后回到座位上。大院找得怎么样了？物色期间倒是有一个地方挺合适，就是被破坏的厉害。陈家别墅。南无情点了点头，分析起来，陈家别墅建在山上，离市区不远，出入方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四周布防也很严密。我问过风水大师，他说那里是一块风水福地，命都没了也叫好风水。张扬冷嘲一声，立马拒绝。陈天龙名声不好，占了他的别墅，别人只道我跟他一样是个心狠手辣之人，换个地方。那我继续找。南无情拿起茶壶过去帮张扬倒水，服务很到位。看南无情的态度，再想起刚才和诗韵打电话的态度，真是天地之差。和诗韵老公绝对是个舔狗，
才会把他的性格调教的这么没有礼貌。要不他是天灵根，张扬绝对一巴掌将他抽到太平洋。虽然他弄起来确实美妙，但张扬最不缺的就是女人。认识当懂会计的人吗？我就是学会计的。南无情一听这话，就知道老板想要找一个人管他的产业。老板产业实在是太多了，陈天龙的、蓝天庭的都落到了他手里。他现在已经是江南城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妥妥的权势首富。他还听说老板准备接管省城孟家产业，这又是高达100亿的财产。当一个会计，年薪100万不过分吧？你不适合。正当南无情失望的时候，张扬接着道：你的目标是修仙，等你拥有跟我一样的实力，到时候想要什么没有？老板，你不给我丹药，又不跟我双修，我怎么进阶？那魔情脸色顿时就红了，他觉得自己这模样很像一个深闺怨妇。两个人境界相差太多，只有低境界一方有作用，高境界一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老板，我并没有要求你。南无情赶紧道歉，毕竟双修最少也要几个小时，有时候是整整1天，过程挺辛苦的，老板又没有任何作用，太勉为其难了。双修只适合辅助，关键还是需要丹药，我过段时间炼制一些丹药给你。谢谢老板。南无情大喜，服务更周到了。此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何诗韵走了进来。能不能让他出去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谈谈。被张扬对了几次之后，何诗韵态度好了些。张扬挥了挥手，南无情退了出去，还把门关上了。有事？张扬淡淡的问。何诗韵没说话，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仿佛想要从他的动作捕捉到一些东西。那么容易被看穿，合欢老祖数百年的残酷技艺，张扬就白传承了。何诗韵看不出端倪，拿起桌面上一个包子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她眼睛就红了，豆大的眼泪从眼眶滑落。作为一个性格传统的女人，生平只有丈夫一个男人，遭遇这种事情，哪个女人不难过？苦肉计，呵呵。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男人，这点眼泪对张扬来说跟风景差不多。何诗韵哭了半晌，见张扬丝毫不为所动，当下抽出纸巾将眼泪擦干。她此刻已经明白，这个男人眼里没有怜悯，只有价值。昨夜的是不是你？在试探无果的情况下，何诗韵决定开门见山。我没听明白，昨夜待在我房间的是不是你？张扬就这样看着他，看着看着突然就笑了，笑容中含着的嘲讽太浓了。何诗韵顿时感觉被蔑视了，怒道：你在笑什么？你似乎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张扬椅子后挪，方便翘起2郎腿，继续蔑视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故意装成这样。何诗韵冷哼。张扬报复大笑，手指自己：我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身家几百亿，还是广南屈指可数的宗师武者，想要什么女人没有？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么一个30多岁还被男人抛弃的二手货色？这话像一根锋利的毒针，狠狠刺在何诗韵心上。何诗韵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息息急促，身体颤抖。她右手猛然按到桌子上，准备开掀。张扬语气冰冷的传来：你这是要挑战我的底线吗？在他杀人般的目光之下，何诗韵愣是没敢掀下去，缩回了手。你变了，以前的张扬我还是有点好感的，现在你的只让我恶心。不敢掀桌子，他只能逞口舌之快。我变得不再甜你，所以你很失望，是不是？张扬冷嘲。随便你怎么说，反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何诗韵说完转身离开，砰地把门关上。那魔情从外面走进来，奇怪地看着张扬，他还从未见过有女人胆敢在老板面前发脾气。天灵根那又如何？蓝星没有天地灵气，只能通过灵药进阶。他一没钱，二无资源，纵有天纵之资，那又如何？天才也需要资源成长的，没有自己帮忙，他屁也不是。帮我办一件事情。张扬经过一番深思，对南无情下达命令，派人跟着他，无论他向任何人买灵药，你都以双倍价格买回来，我不允许他得到任何一株高年份灵药。是，老板。南无情不知老板跟对方有什么恩怨，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无条件服从。久居职场的他心里明白，这世界上任何人知都是利益共同体，他想要从老板那里得到资源，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咏春堂5楼练武室，两道身影在厅中飞快交手，时快时慢，骤分骤合。片刻之后，严冰停了下来，眼神中尽是欢喜。韵姐，你有元气托底，很快实力就能超过我。何诗韵呆呆看着自己双手，感觉有些不太真实，一夜之间变成武林高手，这种感觉恍如做梦一般。难怪张扬实力长得那么快，有灵根真是太爽了。严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快点变强？何诗韵问。我只能教你武功，法术没办法教，你只能去找张扬。严冰建议。我才不去找他，让他给那个可恶的男人低头。做梦，没有他帮忙，你会像盲人过河，很难。严冰劝不动他，跟他说明事实，希望他能放下成见。不就是服用灵药，我也可以去买。离开咏春堂，严冰前往本市最大的药材店购买灵药。他这些年存了几百万，应该能买到一些，哪知一问之下差点吐血。得知他的身份之后，药店老板拒绝卖药给他。我就不信你能将所有药店收买。何诗韵当即前往第2家，哪知道第2家也一样不卖给他。接下来是第3家、第4家都不答应。整个江南市
拥有20年以上药材的店就4家，全都对他谢客。何诗韵一怒之下打电话给张扬，想要痛骂他一顿，结果人家压根不接。转了整整1天，有钱花不出去，何诗韵心里别提有多憋屈，大姨妈都差点气得提前来了。江南是你能垄断，别的地方你还能垄断不成？何诗韵脾气上来，回到店里让严彬驱车前往省城。南无情一直在派人跟踪何诗韵，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向张扬汇报。张扬听闻这个消息，冷笑着吩咐不用跟了，会有人教训他们。老板能否解一下我的疑惑？南无情好奇地问。见他这么好学，张扬当下解释起来，无论是武者还是修真者，灵药都非常重要，省城那种地方更是龙潭虎穴。他们2个女人没有背景，啥也不懂，上省城买灵药不被坑才怪。原来老板是觉得他会被骗。南无情当即明白了，骗财还好，搞不好他们连命都没有了。张扬去过省城，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大家族林立，派系斗争不休，也就自己这种魔头能镇得住。他们2个进去，怕是被吃的骨头都不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春风拂面。驱车到省城，正是饭点时间，两女吃了点特色菜，直奔省城最大的药材中心。到了那里，2人惊呆了，一眼望去，整条大街全都是卖药材的。韵姐，我听说药材井水很深，不懂货很容易被骗，你懂不懂灵药？严彬有些担心。你放心，我已经进入炼气1层，可以分辨灵药。怎么分辨？灵药是有元气波动的，我只要一摸就能感受出来。严彬不懂元气，但主人都这么说，他也没再说什么。2人四下逛着，最后何诗韵选择了一间最大的药店。2位姑娘有什么需要的？一名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身着唐装的老者上前询问，有没有50年以上的灵药？何诗韵装作一副行家模样，脸色平淡。他哪知道，从他们进入这条街打量店铺那一刻开始，就被老者的眼线盯上了。黄金、野山参、灵芝、天山雪莲等等都有，看看人参。姑娘稍等。老者走进去，片刻之后抱了2个锦盒出来，这是60年年份的，姑娘请看。老者将一个锦盒打开，里面有一根人形山参，根须遍布整个锦盒，被金色钉子固定。何诗韵看了眼人参，体表粗壮，看起来有些年份。她搭手上去运气感受，看看里面有没有灵气。一番查探，她顿时脸就变了。老板，你拿一株假人参忽悠我，当我啥也不懂是不是？这可是正宗的野山参，姑娘你可千万别胡说。老者当下就急了，指着山参道，你瞧瞧这外形，这根须，再闻闻这香气，保底60年。另一株拿来看看。何诗韵伸手拿另外一个锦盒，老者立马缩回去。姑娘，这可是100年灵药，每一次打开盒子，香气都会外泄。姑娘想看，得验资。怎么卖？380万。何诗韵想起之前在拍卖会上张扬拍的那株野山参，总价450万。如此说来，这价格也不算贵，但是这是在店里，怎么也得砍一下价格。何诗韵掏出手机，打开银行余额，让对方看清楚上面的500万余额。现在可以看了吧？老者这才小心翼翼地将锦盒打开，里面盘着一根个头更大、根须更多的人形参，一股浓郁药材香气扑面而来。真的，绝对是真的。何诗韵凭着对元气的感受，立马断定这是真的。她还想触碰一下，验明真假。等等，劳烦姑娘擦一下手。老者拿出一条湿毛巾，让她擦干净手，这才让她摸。何诗韵手指触碰到人身上，感受着元气波动，手指间那种微凉的气感一阵阵传来，这种应该就是元气的能量波动。她心想，380万太贵了，我出你300。何诗韵开启砍价模式。你这不是侮辱人吗？听闻这个价格，老者脸色顿时就变了，砰地把锦盒合上。买东西还价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叫侮辱人了？何诗韵有些不悦。市面上的老山参，年份跟价格摆在那里，我这株老山参个头大，灵气浓郁，380万已经是极低的价格了，你不要就算。老者说完，转身就要离开。你倒是还个价啊！何诗韵连忙叫住他，375万，少1毛钱都不行。350、360。老者没理会他，转身就走。何诗韵咬了咬牙，370万，你不答应我就下一家。算了，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亏本卖给你。老者叹了口气，同意以这个价格进行买卖。严彬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主人信心满满的样子，他又不懂，也不好再说什么。从药店出来，何诗韵满心欢喜。很快，严彬一句话就让他高兴不起来。严彬问他，你知道人参怎么用吗？对啊，怎么用？煲汤、生吃，还是跟别的药材一起配方？何诗韵无意间突破炼气1层，对修仙一窍不通，他到现在还没有一门属于自己的功法，怎么修炼？要不问问张扬？严彬试探，那狗东西连药都不让人卖给我，还指望他教我？何诗韵生气道，韵姐，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说。你不用说，我也能猜到，你不就是想说他厉害了，地位高了，身份尊贵了，今时不同往日，我要低声下气去求他。我跟你说，哪怕我这辈子不修炼，也不会求他，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他。严彬没办法，只能问他，人参你决定怎么办？我就生吃，一口一口吃进肚子，我就不信没效果。两人回到车子里，刚上车，何诗韵就忍不住打开盒子查看老山参。盒子打开一瞬间，
何诗韵就感觉不太对劲。之前打开盒子，人参灵气是非常浓郁的，这次打开却淡了很多。怎么了？严冰之前一直都不太安心，何诗韵这脸色让他咯噔一下。何诗韵用手摸到人参主干上，感受片刻，脸色大变，没有灵气。怎么可能？我之前明明感受到很强的灵气波动，不对，那张擦手指有问题。锦盒全程在眼皮底下，没有移开片刻，人参外形也一模一样，不可能掉包。唯一的可能是对方那张湿的擦手指上面不知道使用了何种特殊液体，能模拟出灵气的感应，他这才上了大当。两人赶紧下车回到药店，何诗韵将锦盒狠狠砸在桌面上，发出震天响声。姑娘，你这是何意？老者冷笑着问。人参是假的，赶紧把钱还给我。两女一前一后把老者围住，不让他逃跑。人参你检查过，辨明真伪才离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别说我这人参不可能有假，就算是有假你也只能认了。老者一改之前善良面孔，变得阴狠起来。这么说你不想还钱了？何诗韵伸手过去准备抓住老者衣领，倏然老者右腿一踢，将他踹飞出药店，砸落大街上。何诗韵懵了，他万万想不到这老者其貌不扬，竟然是个鼓舞高手。严冰反应过来，右腿横扫，老者左手轻易抓住他的脚，抡飞出去，同样砸落大街上。两女摔得七荤八素，狼狈无比，引来往行人纷纷侧目，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赶紧滚蛋，否则把你们抓起来卖到天竺当妓女。老者将锦盒砸到他们面前，放了番狠话，这才回到店里。何诗韵气得肺都快炸了，正想回去理论，严冰一把拦住他。打架不是对手，又没有人脉，万一真惹对方不高兴，把他们抓去卖也有可能。两人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车里各自沉默，却没有任何办法。300-400万就这样被骗了，搁谁心里不难受？要不让张扬帮忙？沉默了片刻，严冰忍不住建议。何诗韵没有说话，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办法了。得到默许，严冰拿起手机拨通张扬电话，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张扬全程在听着，没有说一句话，气氛贼凝重。半晌他才开口问：啊呢？旁边严冰看了何诗韵一眼，回道：给他听。严冰将手机递给何诗韵，后者拿过，干着嗓子说道：说说怎么被骗的。何诗韵将被骗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张扬这辈子从未听他如此温柔说话，简直是柔情似水。果然社会才是女人的调教场，常年被老公护着的女人是不懂低头为何物的。想不想要回来？废话，不想要回来我打电话给你干什么？何诗韵不喜欢贪别人便宜，但是这几百万可是她累死累活攒了好多年才攒到的，就这样被骗走了，心疼到呼吸都疼痛。想他的语气温柔的不能再温柔。过去把电话给他听。好。两女赶紧下车，再次来到药店。这一次两女态度分明不同，她们都知道张扬这2个字在省城拥有何等分量，还敢回来，是不是想被卖去当妓女？老者见他们胆敢再次回来，立马恶狠狠地威胁：有个人想跟你通电话。严冰拨通电扬的电话，按下免提之后递了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找谁都没用。老者正眼也没瞧手机一下，这种找关系想摆平的人他见得多了，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他没这背景也不敢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你确定？电话那边传出一个森严的声音，声音很淡，却像来自地狱，在嘈杂的声音中直击人心。老者内心咯噔一下，问：你是谁？在省城我好像有个绰号叫杀仙，这是上次省城之行后省城武者给张扬的封号，之所以不叫杀神，是因为他是修仙者。老者头皮一麻，一股寒气从脚底一直升到头顶。这2条水鱼背后，难不成真是张扬那魔头？不对，以杀仙的手段，需要让他们跑来省城当水鱼吗？一定是假的。朋友若是杀仙，我这钱必定双手捧上，但你至少证明一下吧。你电话多少？老者忐忑不安地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半分钟之后，电话立马响起。孟理事，你好，洪德发，你怎么得罪张扬了？老者双腿一软，站立不稳，急道：孟理事，我真不知道他们2条水，他们2个姑娘是苏老板的人，麻烦你帮忙求求情，我赔双倍，你觉得怎么样？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打电话是谁，至于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孟觉说完挂了电话，没兴趣帮他。洪德发脸如死灰，拼命挤出一些笑容。2位姑娘，你们认识苏老板，怎么不早说？你瞧瞧现在多尴尬，我现在马上把钱双倍退给你们。何诗韵上前一步，一巴掌狠狠抽在洪德发脸上，双倍就想打发我？5倍。洪德发非但不敢还手，还加了价，假一赔十，这是生意场上的惯例。好，就10倍。洪德发咬了咬牙，立刻答应他的要求，就当破财消灾。得罪杀仙的可都是灭门的，到时候别说钱，人都没了。几分钟之后，银行卡里转入了3000多万。何诗韵整个人都恍惚了，这辈子她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韵姐，咱们回去好好感谢张扬，你觉得怎么样？严冰问。看他表现了。何诗韵拉着他的手，激动道：走，去下一家被骗去。啥？严冰瞪大眼睛望着他，假一赔十啊？也对啊，
严冰眼睛瞬间就亮了。两女兴致勃勃地去下一家药店，这一次当水鱼的不是他们，而是别人。接下来，两女爽快地体验了一把打假的滋味。又有3间店铺老板想要坑他们的钱，结果无一例外被何诗韵一个电话当场下跪，同意假一倍时，短短半天，何诗韵身家就从500万变成了7000万，比打抢还快。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整条街都知道两女是杀仙的人，再也不敢做他们生意。走，购物去！一夜暴富的何诗韵带着严冰去最豪华的购物中心买了一身最贵的衣服，两女又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各自花了1万多块住了一晚江景房。此时何诗韵站在100多平米的房间，长达10几米的高大落地窗面前，看着灯火璀璨的城市，江上花船来来往往，到处都是纸醉金迷的味道。而这一切都是张扬一句话带来的。生性寡淡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强者的滋味，对变强也产生了从没有过的欲望。自己现在也是修仙者，是否有一天也能一句话让武者跪倒在自己面前？房间门被敲开，严冰走了进来。都12点了，你怎么还没睡？睡不着？你也是吧？何诗韵苦笑，今天的一切像是做梦一样，能睡着才怪。经过今天这件事情，我发现自己突然对张扬改观了。严冰走到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接着说，我之前一直对张扬的冷血无情很反感，今天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欺善怕恶的，张扬那样做只是保护自己乃至保护身边人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我能接受，但是他好色如命，我是真忍不了。何诗韵道，他不是好色，他只是想通过双修。这2个字刚出口，严冰就后悔了。果然何诗韵脸色大变，那个男人侵犯自己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他身上寒疾的。严冰，你是不是联合张扬来骗我？何诗韵怒气冲冲地质问，不小心说漏了嘴。严冰情之再难骗下去，点了点头，对不起，你要怪就怪我，是我求张扬这么做的，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何诗韵瘫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你如果觉得不高兴，可以杀了我。严冰摸出匕首塞进他手里，你出去，我想静一静。严冰叹了口气，朝门口走去，刚要拉门，何诗韵叫住了他，我知道真相的事，别告诉张扬，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严冰大喜，韵姐这句话充分表明他已经不准备向张扬算账了。你放心，这是咱们之间死也不能说的秘密。严冰说完，高兴地离开了。何诗韵靠在沙发上，呆呆看着豪华的吊顶，说不出此刻是什么心情。没来省城之前，他肯定会极度愤怒，但是现在他只是恍惚，无所适从。星辰，你在哪？何诗韵双眼含泪，双手插入黑发中，狠狠地撕扯着。他把灯也关了，不想让自己哭泣的形象暴露在黑暗中。夜黑暗了，他的心也黑暗了。张扬花了2天时间炼制出3瓶小培元丹，每瓶10颗。这些丹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作用，也就对炼气1层的南无情和诗韵有用。炼气2层的妖姬作用也有一些，不过并不大，主要是灵药年份太低，大多数都不够50年。张扬不由得再次想起罗琪琪，他搞不懂这女人上哪里找到那么多高年份灵药。孟觉来到江南，他已经说服家族成员将孟家的财产全数过继到张扬名下，往后这些产业由你来运营，产生的利润我7你3。孟家体量巨大，每年利润都有几个亿，分到孟觉名下也有上亿资产，这算是张扬给他极大的好处。孟觉连连感谢，签好合同之后，说起何诗韵跟严冰在省城的荒唐事，还说这样做对他的名声不好。名声值多少钱一斤？张扬根本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实力为尊的世界，拳头才是硬道理。孟觉离开之后，南无情找上门，告诉他又物色了几处大院，其中有一座大院座落在湖心岛上，只有一条水泥路进入，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唯一遗憾的是，岛上一共有8座大院，不属于他独有。张扬摸出手机拨了出去，妖姬，3天之内将湖心岛上所有产业买下来，不卖的，你知道怎么做？南无情双眼放光，他就喜欢这种霸气的性格。当年爸爸要是有这种霸气，也不会被人陷害了。我炼制了瓶丹药，你拿着。张扬摸出新炼制的丹药，抛给那魔情，后者接过，连连道谢。修炼路上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别自己瞎折腾。是，老板。南无情刚离开，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严冰打来的。张扬，我们中午想请你吃顿饭，你有空吗？严冰说道。他自己没长嘴巴吗？什么事都要劳烦你代劳。张扬骂了一句，挂掉了电话。片刻之后，何诗韵打电话过来，张扬，你中午有没有空一起吃顿饭？何诗韵没有了以前的嚣张，省城一行，他对张扬的印象改观了。片刻之后，3人在酒店碰头。张扬态度比较平淡，经历省城一事之后，他算是看明白了，何诗韵就是个受虐狂，你越是对他好，他就越装，你越对他不好，他反而越听话。女人天生就是慕强的软体动物。何诗韵见他态度冷漠，又不太高兴，也没怎么说话，一整顿饭吃得非常冷场。严冰使尽浑身解数，最后也就让气氛活跃了一点点，没那么凝重。省城之行多谢你了。饭局快散的时候，何诗韵这才表达谢意，举手之劳而已。张扬淡淡的回道。见张扬态度缓和一些，
何诗韵紧接着说道：“我无意间进入了炼气一层，缺少修炼地功法，想问问你有没有适合我的水属性地功法？有，能不能教我？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张扬斜睨着他，冷哼一声。别看何诗韵现在说话很小声，态度也放得很低，但是高傲的姿态仿佛刻入骨子里面，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不是真心的。太刻意了，我态度已经很好了，你还想要怎么样？何诗韵声音立马大了起来，之前的佯装瞬间瓦解，眼神中带着愤怒。严冰见状不妙，赶紧在桌子底下拍他的大腿，提醒：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扬这次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改变，哪怕她一只脚迈入棺材，也是这副德行罢了。反正在她身上也得到了好处，以后就让她自生自灭吧。就那么一瞬间，张扬突然释怀了。我有一门玄阴诀地功法，适合冰属性修炼。张扬传了他几句口诀，这些口诀只能让他修炼到炼气2层。我刚炼制了几颗丹药，你可以用来修炼。这跟开赌场的人送给赌徒筹码一个道理。等他体会到修炼的妙处，再想往上修炼，必然要求自己。谢谢你，这一次和诗韵是诚心道谢的。每颗丹药都要上百万，这一瓶就好几百万，相当于说一个字赚100万，谁不诚心啊？双方闲淡聊了几句，电话响了起来，是妖姬打来的。主人，湖心岛搞定了6家，还有最后一家宁死不卖。他们说认识终极宗师，咱们要是敢硬抢，绝对让咱们好看。张扬眉头皱了起来，他们有没有说认识的终极宗师是谁？古武中宗师分初级、中级跟高级，任天堂是中级宗师，马道元是初级宗师。以张扬现在的实力，对付中级问题不大，但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中级宗师对应的是炼气5层，他们说叫东方轩。我知道了，等我电话。张扬挂了之后，紧接拨通了任天堂的电话。哪位？任会长，我是张扬。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任天堂才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向你打听个人，你可知道东方轩？他是一名隐居的宗师强者，江南湖心岛有一户姓李的人家，说跟东方轩有交情，你可知道此事？东方轩当年有个仆人叫李文鹤，似乎是江南人士。谢谢会长，有空喝茶。任天堂顿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个杀人魔也有这样一面，回了个好字。旁边两女内心翻起惊涛骇浪，他们听说张扬跟任天堂打成平手，但那是传闻，现在听他这么打电话，方知他现在的身份当真跟任天堂平起平坐了。张扬拨通妖姬电话，我今晚亲自上门拜访一下。吃完饭，三人各自散去。晚上，一辆豪车驶入湖心岛。湖心岛坐落在市中心，是一座直径300米左右的椭圆形小岛，上面有许多建筑。此时，6户正在加班加点搬东西，热火朝天，唯有中间一座大院风平浪静，有种不动如山的感觉。哟，还是座楼王大院呢。下车之后，张扬看着面前的大院，笑着说道：主人，其余6座大院看起来像是附庸，这座如果拿不下来，有种俯首称臣的感觉。外面的人知道会觉你被李文鹤压一头。妖姬不太高兴地说道。张扬挥了挥手，让他上前按门铃。片刻之后，一名仆人过来开门，看着两人，一脸轻视：你们找谁？麻烦告诉一下李文鹤，就说张扬上门拜访。老爷今天闭关，谁也不见。仆人砰一声将大门关上，肛门余音，仿佛在嘲笑着两人不知天高地厚。张扬走到前面，右掌狠狠拍出，刹那间地动山摇，肛门被撞飞出去，跌入院内10几米。仆人刚走出几米，便被这门撞飞，倒在地上，只剩下半条命。何人胆敢闯李家？一名30岁左右的方脸男子从里面大步迈出，眼神中带着愤怒。他身边站着一群人，个个凶神恶煞，依旧是扬威已久，没受过挫折。我叫张扬，想见一见李文鹤。张扬闲步入院，背手而立，淡淡的说道。方脸男子态度有所收敛。张扬，别以为你拥有宗师实力就可以胡作非为，你且看看这是什么。顺着他的手指，张扬目光落到正堂一阵牌匾上，上写着一行字：江南第一院，落款东方轩。家父跟东方轩有过命的交情，你敢动李家人一根汗毛，东方伯伯一定不会放过你。江南第一院，好大的口气。张扬右手一挥，几朵火莲落到牌匾上，瞬间熊熊燃烧起来。短短片刻，牌匾便被烧成灰烬，在风中飞舞。张扬，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方脸男子正想发作，一道粗糙的声音从里面走出：青山，闭嘴。一名头发花白、精神抖擞的老者从里面走出，拱手笑道：张先生大驾光临，文鹤有失远迎，还请到堂内一举。拳头不打笑脸上，张扬当下也拱了拱手。仆人闭门谢客，在下又有急事，实在没办法，这才把门撞坏了。你放心，门我一定赔，一扇小门而已，何足挂齿。两人谈笑中走了进去，堂内空无一人，全都不知道躲哪去了。李文鹤引着张扬走到一张茶桌前，倒了杯茶，推到张扬面前。张扬没喝，直入正题：张先生，这段时间我老做噩梦，梦里总有个声音告诉我，必须住在水天相接的地方，而且旁边不能有人，否则会遭遇厄运。我命手下找来找去，最后相中了这座湖心岛，没想到来这里看了一眼，就不再做噩梦了，说明这就是我的福地。李文鹤内心冷笑不已，船间江南出了号人物，
心狠手辣，行事乖张。如今一看，果然如此。这种睁眼瞎话，他有脸编得出来？脸皮真厚。你想抢直说，讲他妈的什么废话？李青山忍不住了，指着张扬鼻子叫骂起来：找死！妖姬上前一步，正想动手，被张扬拦住了。李家主，大院能否拿下，事关我性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给你2天时间考虑。如果你硬要见死不救，那我也只能送你们一家人下地狱了。最后一句话听得李文鹤头皮发麻，在张扬离开之后，赶紧摸出电话拨了出去。神农架，华夏最古老神秘的地方，到处都是人烟罕至的荒野。暮色时分，一名面容枯槁的老者盘坐在一块巨石上，手指成莲花状。他双目紧闭，一突衣内间浊气外释，侠气进来。他身后站着一名30多岁的青衣男子，如同雕塑一般，久久不动。足足1个小时之后，霞光消尽，枯槁老者这才睁开眼睛。有何事？师傅，李叔遇到麻烦，想请你帮忙。什么麻烦？一名叫张扬的家伙看中了他家的大院，强迫他们搬出湖心岛。李叔不愿意，姓张的威胁他，如果不搬走就杀他们全家。太狂妄了！枯槁老者站起来，幕服衣袖，接着问：文鹤可有说出我身份？说了。那人似乎不放在心上。东方轩嘴里面叼着张扬这个名字，脑海中思索着有什么厉害的宗师强者姓张，这人是什么背景？李叔说他没什么背景，是最近半年突然冒出来的，想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他说什么你就信？自己就不会去查一下？东方轩怒道：师傅，我这就去查。青衣男子拱了拱手，急匆匆地离开了。片刻之后他回来，脸色有些难看。师傅，那人是明修仙者，最近半年在广南杀疯，前段时间跟任天堂在花城一战打了个平手。东方轩白了他一眼：星辰，你跟我多久了？10年了。这10年来，你虽一直努力，却始终差临门一脚，无法进入宗师境。你可知道为何？弟子不知，请师傅教导。进阶宗师意味进入武者的高级殿堂，需要的是极致的专注、独立的思考能力。若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你这辈子也别想进入宗师境。师傅，弟子实在不知道，李叔会骗我。他哪骗你了？他……叶星辰恍然发现，李文鹤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只是他挑了无足轻重的说。比如张扬才崛起1年，又比如张扬没有背景，这些都是真的，没有撒谎。对于张扬何种厉害的字眼，他一句都没说话，就是害怕师傅听完之后不敢帮手。我记得你妻子在江南市，是不是？是的，你回去看看吧。叶星辰扑通跪在地上：师傅，弟子发过誓，不踏入宗师境，绝对不离开神农架，你千万别赶我走。你诚心未了，待下去也是徒劳，不如离开，或许了却心愿，能一举突破宗师境也说不定。师傅，我主意已决，你顺便处理一下文鹤的事情，他毕竟是我的仆人。是，师傅。叶星辰双目含泪，回洞府收拾东西，连夜下山。韵姐，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咏春堂5楼舞厅，严冰跟何诗韵交手之后再次震惊。短短1夜时间，韵姐元气大涨，刚才对战压得她喘不过气，若不是亲眼所见，她都不敢相信何诗韵进步简直比张扬还恐怖。严冰，我感觉修炼对于我来说像喝水一样简单。昨夜他只是按照张扬给的口诀再服了1瓶丹药，就轻易突破炼气2层。然后他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口诀不够用了，张扬传他的口诀只能修炼到现在，没有了丹药，他修为彻底停滞了。这种感觉像是拥有一双强劲的翅膀却无法起飞一样。为什么我没有灵根？严冰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十分懊恼。他此刻充分体会有灵根跟没灵根之间差别何等巨大。人家随便修炼1个月能顶你10年苦功，有灵根者100万中无一，这是命，没办法。何诗韵心不在焉，盘算着怎么向张扬开口要剩下地功法。这种事情只能靠自己，不能再靠严冰了，否则张扬只会更看不起他。出了一身汗，何诗韵走进浴室洗澡的时候，他对着镜子看着里面完美的胴体。虽然已经33岁，由于保养得好，他看起来才20几岁的样子。他还发现修炼之后皮肤变得越来越好，暗黑色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任凭花洒浇着身体。他闭上眼睛，再次想着那晚的情景。女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像决堤的江水，怎么都拦不住。洗完澡，他换了条漂亮的裙子，准备离开咏春堂去找张扬要功未能。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看着眼前的青袍男子，何诗韵惊呆了。片刻之后，眼泪夺眶而出。他正想扑上去，刚迈出2步，生生停了下来。这一刻，两人之间仿佛有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抱抱！叶星辰大步上前，却抱了个空。为什么？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激动得泪流满面才对，怎么如此冷漠？叶星辰恍然发现，妻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咱们多久没见面了？何诗韵悠悠问。快10年了吧？是9年8个月03天。何诗韵悲从心来，冷嘲着，夫妻分居2年都算离婚，咱们这样够离5次婚了。老婆，我立志成为宗师，也是为了咱们以后生活更好一些。叶星辰急道：你走吧，我已经不爱你了。
轰隆隆，叶星辰感觉五雷轰顶，退步几步。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他愤怒地咆哮起来，告诉我他是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他叫张扬，你有种找他算账去。听闻张扬二字，怒气冲冲的叶星辰像雨打的茄子，彻底萎了。那可是跟任天堂打成平手的男人，自己连宗师都不是，怎么可能是人家对手？怎么不敢？看着他那窝囊的样子，何诗韵非常失落。但凡他有点男人骨气，哪怕明知去送死，也要去讨要个说法，自己也能高看他一眼。然而他却怂得一逼，没有半点男人模样。他悲从心来，自己怎么就嫁给了这样的男人？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半晌，叶星辰才开口询问。半年前，我想约他见个面，可以吗？好。何诗韵正愁找什么借口联系张扬，这不就来了吗？他掏出手机拨通张扬的电话，我老公回来了，他想找你谈谈，你有空吗？半个小时之后，张扬来到永春堂，严冰守在茶室门口，见他进来，赶紧迎了上去，一会千万别冲动，韵姐很爱她老公，你要是伤了她，可能跟韵姐之间产生心结，那又如何？你不是喜欢韵姐，我喜欢你。突然而来的告白让严冰完全乱了分寸，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张扬趁着空档推开门走了进去，第一眼张扬目光便落到何诗韵身上，她罕见的穿了条漂亮的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张扬眉头皱了起来，她这是想要用最美的自己迎接老公吗？很快他就否定了这种猜测。新买的茶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气氛十分凝重，一点都不像久别重逢的夫妻。第二眼张扬目光这才落到叶星辰身上，眉清目秀，身上穿了一身青袍，看起来有些土里土气，这模样是想玩高手下山，在我面前你玩得起吗？韵姐介绍一下。张扬大大方方坐到主位上，霸地吩咐，这是我前夫叶星辰。何诗韵手指着对面的叶星辰，波澜不惊，他说有事情想跟你谈。听闻前夫二字，叶星辰脸色瞬间很难看，拳头不自觉地握了起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扬很满意何诗韵介绍，目光傲慢地看着叶星辰，连宗师都不是，要不是给何诗韵面子，他在自己面前连坐的资格都没有。半晌叶星辰才恢复过来，正色道，我是代表东方轩过来跟你谈判的。噗，张扬突然就笑了，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笑的，只是实在忍不住。张扬笑容一凝，眼神突然犀利起来，冷冷盯着叶星辰，代表东方轩，你配吗？这变脸速度让叶星辰心态像坐了一轮过山车，他长红着脸道，我师父是终极宗师，我是他弟子，代表他过来跟你谈话，为什么不配？谈话可以，谈判不行，用词不对。你小学没毕业吧？叶星辰脸更红了，他自小学武，文化方面确实成绩不太好，屡次被蔑视，他心态都快要炸了。最要命的是，妻子的眼神也开始带着鄙夷。张扬，众所周知，李文赫曾经是我师父的仆人，你强豪夺他的大院，我师父对此很不满，希望你就此罢手，别弄得双方刀剑相向。叶星辰不再废话，直入正题，说明自己的来意。我这人有点暴力倾向，没人跟我打架，总感觉不舒服。上次跟任天堂打，已经隔了好久。这样吧，你跟东方轩说一声，我给他3天时间过来跟我打一架，只要他赢了，我就不战了。他要是输了，那大院李文赫必须交出来。师父在闭关冲击高级宗师，没时间跟你打。他没时间，我可以去找他，告诉我他在哪。叶星辰顿时心虚起来，师父从来没想着跟张扬动手，他只是自作主张，希望帮师父摆平这件事情，让师父高看自己一些，用心教导自己进入宗师境界。张扬要是挑战，他就露馅了。张扬，我师父不轻易与别人动手，你提一下别的条件吧，把你老婆让给我，我就答应你。此话一出，夫妻俩同时惊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张扬会提出这种要求。张扬，你把我当什么了？何诗韵感觉受到了莫大侮辱，霍地站了起来，脸色极度难看。你先坐下。张扬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何诗韵还想发飙，脚下被轻轻踢了一下，顿时就明白了。她坐了下来，把脸扭向一边，静静等着丈夫的回答。看着一向刁蛮任性的妻子被调教得如此听话，叶星辰的心像被刀割一般难受。很快他就看开了，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自己突破宗师境界，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18岁的小姑娘不要命往怀中扑，想要多嫩要多嫩，况且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妻子早就变心了，留着何用？一言为定，不许反悔。害怕张扬拒绝，叶星辰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何诗韵惊呆了，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丈夫，这就是自己为之守了10年活寡的男人吗？豆大的眼泪如涌泉一般夺眶而出，一滴滴掉落茶桌上。你刚才也说了，分居2年当离婚，咱们好聚好散吧。叶星辰非但没有难过，反而脸上露出庆幸之色。任务轻易解决，师傅一定会狠狠表扬自己。张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请你别反悔。叶星辰站起来，拱了拱手，正眼也没瞧何诗韵一眼，径直离开了。何诗韵快被眼泪淹沉了，整个人如同灵魂出窍一般。我只是试探一下，没想到他这么狠。张扬抽出几张纸巾递了过去，何诗韵接过，擦干眼泪，直勾勾看着张扬，说道：我要跟你双修啊！我要跟你双修，现在立刻马上！
你别激动，先平复一下心情。张扬察觉出他有些不对劲，马上出言安慰。现在的何诗韵看起来有些可怕，你敢偷偷上我，我现在我让你上，你又不敢，你就这么怂吗？何诗韵目光炯炯盯着张扬，眼神中带着无尽复杂难以捉摸的情绪。严冰这贱人竟然将自己出卖了，说好的死也不能说的秘密呢？果然，闺蜜之间所有的秘密都是假的。韵姐，咱先冷静下来，可以吗？你嫌弃我，我没有，只是没有你就过来。张扬觉得此刻说什么都没用，只有一场双休方能抚平他受伤的心灵。当下，他不再拒绝，走过去把门反锁上。半小时之后，张扬心满意足，在他红润的脸上亲了一下，笑道：“以后跟着我，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我打败叶星辰，我要将他狠狠踩在脚下。”好，张扬果断地点头。以他天灵根资料，甚至1个月时间都不需要，只要达到炼气3层，再学一些厉害的法术就行了。毕竟叶星辰连宗师都还不是，你当真为了我，不要胡心岛主做了。何诗韵听张扬打了2次电话，甚至还为此宁愿得罪终极宗师，可见他志在必得。现在他为了自己宁愿让出去，说明自己在他心里分量挺重的。做人当言而有信，我既然答应了，便不抢。你担心吗？所以要靠你帮我抢回来。何诗韵指着自己的鼻子，有些不敢置信。大愿因你失去的，我希望你能帮我要回来，有信心吗？那可是终极宗师，我行吗？何诗韵半点信心都没有。宗师在广南省已经是数1数2的人物，何况还是终极宗师，别人不敢保证，你肯定行。两人关系已经突破，张扬也不再跟他藏着掖着，实话实说，知道为什么我能一次次忍受你的坏脾气吗？因为你身上拥有修士当中最厉害的天灵根，我身边所有人唯有你一个能追上我修炼脚步。何诗韵大喜，难怪他觉得修炼的时候有点速度过快，原来自己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天才啊！张扬，谢谢你一直忍让我。何诗韵双手扣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以后我会好好听你的话，咱们永远在一起。你能追上我，咱们就永远在一起；追不上，那就抱歉了。张扬敲了下他的脑袋，掏出手机打给妖姬，给家大院，暂时不战了，准备那6处大院吧。妖姬没问为什么，按指令办事。另一边，叶星辰得到张扬的保证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前往湖心岛找李文赫。他告诉李文赫，已经跟张扬谈判了，对方答应往后不会再打李家大院的主意。李文赫表扬了他一番，好酒好菜招待，酒足饭饱之后，还让儿子李青山带他出去开心一下。李青山是个性情中人，第一时间带他去了本市最豪华的夜总会，给他安排个漂亮姑娘。叶星辰在神农架待了10年，第一次下山，跟坐牢10年出来的色中恶狼没什么区别。事后，那姑娘甩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个电话号码，说有人让他打个电话。叶星辰拨了出去，电话那边传出一个冰冷的女声，对方第一句话就直击叶星辰灵魂：老婆被抢了，你担心吗？你是谁？我姓蓝，你是蓝月瑜。叶星辰来江南之前查了一下张扬的底细，几乎所有跟他有仇的人都被杀掉，唯一逃掉的就是蓝天庭的女儿蓝月瑜。为此张扬还悬赏1亿，想要得到她的消息。叶星辰，张扬是什么性格我非常清楚，他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威胁他的人活着。你若是不听我的话，绝对活不了多久。蓝月瑜警告，我跟他无怨无仇，他没理由杀我，我家人也是无辜的，你可见他放过我的家人？蓝月瑜冷哼一声，接着道，斩草除根是他的做事准则，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合作。我师父是终极大宗师，他不敢动我，现在不敢动，以后呢？别忘了，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生达到现在的宗师境界，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再让他成长下去，超越你师父是迟早的问题，到时候你师父还能护住你吗？你想什么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上路的时候将他斩杀在萌芽之中。叶星辰讥笑一声，凭咱们的实力想杀他不异于天荒夜谭，咱们不行，可以去找人帮忙。找谁？你若有反抗之心，就来省城找我，如果你想做个缩头绿龟，就回去吧。蓝月瑜说完径直挂掉了电话。叶星辰酒醒了一半，原本酒精跟女人已经让他放下悲痛，蓝月瑜这话再次把他的伤疤掀了起来。夺妻之仇如同杀父，哪能说放就放下的？他爬起来连夜搭车上省城。3个小时之后，凌晨的夜风吹得叶星辰酒意全无，天气开始入秋，空气渐渐凉了，像他的心。在马路边待了半个小时，一辆车子停在他面前，车窗摇下，露出蓝月瑜的脸。上车。叶星辰刚上车，蓝月瑜便抛过一条黑布给他，蒙上。我不可能把自己的背后交给陌生人。叶星辰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蓝月瑜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号码，通后递了过去。听命令。电话那边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叶星辰脸色大变，震惊地看着蓝月瑜，后者再次递过黑布。这一次叶星辰毫不犹豫就蒙上眼睛。车子经过一个个拐弯，终于停了下来。蓝月瑜带着他进入一处黑暗的地下室，这才将他的黑布解开。面前几十双眼睛看着他，每一个人瞳孔中都带着冰冷的气息。仅仅一个照面，叶星辰就能感受出这些人都怀着深仇大恨。此时
蓝月雨脸上才露出毒花般的笑容。欢迎来到反仙盟，看完爽点想弃书的先收藏一个吧，在外面找不到更好的再回来看看，谢谢。这些都是跟张扬有仇的人。叶星辰看着面前几十名鼓舞者，开口询问。蓝月雨点头，这些人都被张扬杀害过家人，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对付张扬的组织。为什么起这么奇怪的名字？因为修仙者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蓝月雨眼芒闪烁，语气开始犀利起来，指着面前这群人。这些人自小习武，每天辛辛苦苦修炼，熬了10几年才修炼到先天高手境界。那些修仙者仗着自己有灵根，不需要刻苦修炼，1年时间就能代替咱们10几年的汗水，这公正吗？不公平，不公平！杀掉张扬，灭绝修仙者！杀掉张扬，灭绝修仙者！这番话戳到了这些人的痛点，顿时群愤激昂。凭什么他们随随便便就能超越自己辛苦一辈子？杀掉张扬，灭绝修仙者！叶星辰想起夺妻之恨，很快就被这种情绪感染，振臂高呼。他丝毫没留意，有人将他这一幕拍了下来。他从此成了反仙盟一员。一番传销般的口号喊完之后，蓝月雨将叶星辰带到另外一个暗室。此时的叶星辰也渐渐冷静下来，问出最关心的问题：我需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等什么？等一个人下决心。叶星辰脱口而出：任天堂。张扬跟任天堂打成平手，师傅跟任天堂实力差不多，两人联手方能打败张扬。你不需要知道太多，上面的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只需要配合即可。叶星辰点了点头，瞳孔中闪烁着金光。第二天一早，叶星刚从房间走出，妖姬上来汇报：主人，昨夜叶星辰连夜上了省城。什么时间？凌晨1点左右。张扬眉头皱了起来，我不是跟你说了，要随时汇报叶星辰的动态吗？主人，昨夜太晚，我怕打扰你休息，休息有性命重要吗？张扬怒吼。主人，属下知错，还请解惑。妖姬就是这一点好，无论怎么骂都能听从教导。张扬问他，你不觉得这段时间太风平浪静了吗？连任天堂都无法打败你，整个广南省还有多少人是你的对手？这不是很正常吗？太不正常了。张扬摇了摇头，正色道，我现在的实力也就处于中级宗师，随便来一个高级宗师都能打败我，何况宗师之上还有隐藏的大宗师。大宗师都是出尘脱俗之人，早就不管世事，怎么可能出面对付你？那只是因为家族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伤害，或者说他们还拉不下脸对付我这么一个菜鸡。张扬冷哼一声，接着问，蓝月雨找到没有？还没有。悬赏1个亿，这么久都没办法查到他的下落，你不觉得奇怪吗？主人，你是觉得蓝月雨在密谋对付你？灭族之仇不共戴天，这很正常。叶星辰连夜上省城，这很不正常。张扬沉思片刻，说道，妖姬，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寻到高年份灵药，突破炼气5层。主人，属下没用，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高年份灵药。妖姬很惭愧，高年份灵药本就极少，又有那么多大家族争抢，找不到很正常。主人，你准备去天山吗？张扬点了点头，他心里一直有个疑惑，是时候去一趟了。主人，需要我陪在你身边吗？这里需要你坐镇，你离开了我不放心。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妖姬是伪灵根，没有培养价值，哪怕他穷尽一生，最多也就突破到炼气中期，想突破炼气后期比登天还难。虽然他心里非常喜欢妖姬，但是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他不得不放弃培养他。他想带的人是何诗韵。接下来张扬准备处理离开后的工作，他先找到何诗韵，告诉他自己要带他出去历练，问他愿不愿意。何诗韵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现在的他对张扬言听计从。找完何诗韵之后，张扬紧接找到那魔琴，说将他调往省城。为什么？南无情既不愿意也不理解，江南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我的势力往省城延伸是迟早的事情。眼下孟家产业已经落入我手中，孟爵又是孟家的人，被他称控始终不是正道，我行吗？南无情顿时紧张起来，有些心虚。1个多月前他还只是一个拿着几千块钱工资的死牛马，现在老板要让他管几10亿的企业，做梦都不敢这么做。他真想咬咬手指看看疼不疼。你现在已经炼气2层，对付普通先天高手绰绰有余，怕什么？紧接张扬脸色严肃起来，你上省城之前我要交代一些话，你用心听着。老板，你说，你代表的是我，是修仙者的名声，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害怕，受到任何威胁都不能怂，你要坚信一点，只要我张扬活着一天，有人动你一根汗毛，就是灭9族的下场。南无情瞬间信心大增，老板是杀仙，是武协主席都无法斗得过的男人，自己害怕什么？第二，我传你一门修仙功法，你将此功法传出去，只要是30岁之内，无论男女，但凡有人能修炼出气，敢就招进公司，随便安排个职位，年薪100万。张扬身边只有妖姬、南无情跟和诗韵3女，势力还是太薄弱了，他急需强大的修仙者团队才能跟古武者抗衡。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暴露南震天女儿的身份，还有尽量跟别任天堂碰头，但凡你眼神中暴露出一丝杀气，宗师强者都能感受出来。第4，多花钱招人，查探一下省城各大古武家族的动态，
我总觉得这段时间平静的有点不正常。叮嘱完之后，张扬这才传了一门没有属性的长春诀给他，只要有灵根就都能修炼。老板，现在灵气枯竭，那些有灵根的人就算给他们功法，无法吐纳，也没办法修炼出气感。难不成咱们还要给他们灵药？南无情继续问，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是个人都给药，那得多少钱？张扬现在要做的是一种大海捞针的方法，一些资质极好的灵根修士，只需要10几年的灵药就有可能修炼出一些气感。有些野心大的，自己花几百万去买灵药测试也有可能。安排完这些之后，张扬打电话给孟觉，告诉他自己将安排一个人上省城跟他一起管理自己的资产，让他好好配合，要是对抗别怪自己不客气。孟觉嘴上说一定配合，至少心里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最后张扬还要去做一件事情，见柳飘絮。第二天一早，张扬来到第3人民医院，他站在门口，抬头看着中间那个巨大的红色十字。半年前他还是这间医院的一名牛马医生，如今他是江南黑白两道的王。张扬，你怎么在这里？泌尿科主任赵大海从身边走过，奇怪地问。我来找一下刘主任。你不是辞职了吗？过来找他干什么？张扬平时比较低调，不出席任何公众场合，知道的人极少，况且他才上位1-2个月，普通老百姓为了生活奔波，哪知道这些？找他聊点事情。赵大海脸色顿时严肃起来，正色道：张扬，刘主任是本院最年轻的副主任，人美心善，追他的人多了去，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个护士，别净想一些不实在的。赵主任，我还是想试试。赵大海这人张扬还是有些好感的，毕竟自己之前在这里工作，他挺照顾自己的。虽然他很喜欢把自己当牛马一样用，但张扬也因此学到了很多医术，毕竟医术都是堆砌出来的。见张扬不听劝，赵主任又道：实话告诉你，刘主任有男朋友了，听说非常有钱，随便就给他买了600-700万的房子，还只写了他的名字。600-700万啊，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吧？张扬摸了摸鼻子，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对钱已经没有概念了。罢了，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赵大海摇了摇头，朝里面走了进去。张扬跟在他后面，来到泌尿科。正是科室开会时间，一群科室医生护士都在等着赵大海。柳飘絮看到张扬，大喜过望，正要过来，张扬摆摆手，让他先忙。正好赵大海走了进来，柳飘絮这才忍住冲上去抱住他的冲动。简单开了场小会，赵大海下令散会，让柳飘絮留下来。刘主任，小张很单纯，当初他跟护士夏薇处了2年，当了2年舔狗还没睡过，成了科室的笑料。我看他有些喜欢你，你拒绝要果断一些，让他死了这条心，别不知天高地厚。噗！柳飘絮笑了起来。你笑什么？他以前确实有些傻。柳飘絮止住笑容，我现在就过去跟他说明白，让他死了这条心。赵大海点了点头，这才离开。柳飘絮走向张扬，满眼是星星，怎么想着过来找我？过来送你一样东西。张扬摸出一个存折递了过去，柳飘絮接过，打开一看，里面是定期存款，他数一下位数，一共9位，1亿存款，还是用他名字存的。天啊，100年的定期存款，每年到期100万，银行还能定期100年的，别人没有，我有。柳飘絮看着上面的数字，眼睛都花直了，1年100万，怎么花啊？这还没算上利息呢，怎么突然给我送钱了？他奇怪地问。我要出差一段时间，可能要1-2个月回来，钱先存你这里了。张扬说完，话音一转，当医生这么辛苦，你要不辞了吧？反正不差钱。柳飘絮摇头拒绝，我当医生有一份成就感，等什么时候这份激情不在，我再考虑吧。他这一点张扬很欣赏，人一定要有份事业或者爱好，人生才会充实一些。你知道刚才赵大海跟我说什么吗？柳飘絮笑问。让你狠狠地拒绝我，你怎么知道？柳飘絮瞪大眼睛，奇怪地看着他。我在门口碰到他，他问我过来干什么，我说找你，结果他将我狠狠教育了一顿，让我别不知天高地厚。张扬笑道，咱们要不在他面前亲一下？柳飘絮眨了眨眼睛，算了，我怕他心脏不好。两人聊了片刻，有人过来找柳飘絮，病房有患者出了点状况，让他过去看看。你去忙，咱们下班见。柳飘絮点了点头，急匆匆地离开，留下一道天使般的背影。张扬百无聊赖，四下逛着，片刻之后，一道瘦小的身影从远处跑来。杨哥，来看刘主任了。来人正是张扬之前的同事叶之阳，现在是张扬的小弟。将柳飘絮泡到手之后，张扬便把叶之阳收为小弟，让他盯着柳飘絮，有事随时向自己汇报。叶之阳在道上有些人脉，知道张扬现在是什么人物，做事尽心尽力。我最近出趟差，若是手机没信号，你打这个电话。张扬将妖姬的电话给了他，再给了他赚了一笔钱。杨哥，你放心，我一定会看着刘主任。叶之阳感恩戴德，匆匆去忙工作了。四下转了片刻，张扬觉得百无聊赖，去柳飘絮的办公室坐着玩手机，静等他下班。下班之后，张扬跟柳飘絮先去吃了顿饭，逛了片刻商场，再看了场电影。柳飘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全程挽着张扬手就没放松过。张扬心情有些复杂，他身边聚集的一些女人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益绑定，唯有柳飘絮一个
是纯感情的。两人关系维系不了多久，他迟早要离开这里，前往更高级的世界，见识更优秀的女人，成为更强大的人。说白了，柳飘絮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而已。怎么了？柳飘絮见他脸色严肃，奇怪地问。我在想，今晚咱们……柳飘絮脸色顿时红得像个大苹果，撒娇地打了他一下。死鬼，讨厌！张扬哑然失笑。逛了片刻，买了些金银珠宝之后，柳飘絮又去看了他念念不忘的一部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两人这才回到酒店。翌日，张扬来到永春堂，严彬跟柳飘絮已经在等。江南机场没有直达天山的，两人要上省城搭飞机，严彬开车送两人上去。张扬，梅林根真的不能修仙吗？严彬一边开车一边询问。昨晚他又跟和诗韵切磋，结果被完爆，无法相信这是之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不能，记忆中有上古神丹能改变一个的灵根，那种级别的丹药材料都是万年以上的天地灵药，还要元婴级别以上才能炼制。跟他说了也是白说。严彬脸色暗淡，无声地叹了口气。3天之后，天山脚下一座小镇的宾馆房间之内，张扬跟和诗韵碰头，交换了这2天打探到的消息。自从来到天山之后，张扬跟和诗韵兵分两路，询问各大药商，看看能不能找到高年份的灵药。不出所料，药商的药材全都被罗家包了，外人根本无法染指。咱们的行踪肯定已经暴露，罗仁杰要是找上门怎么办？和诗韵问。他不会找上门的。为什么？要找早就找了，也不会等到现在。特别是罗琪琪，自己来了他都不主动来见，看来是准备跟自己划清界限了。不早了，先休息，明天咱们去玉石市场逛逛。为什么要逛玉石市场？那么多为什么？你叫10万个吗？张扬敲了下他的脑袋，抱着他上床睡觉。第二天，两人前往玉石市场。天山除了盛产人参跟雪莲之外，还盛产玉石，叫高山玉。高山玉虽然比不过外国顶级原石产地的玉石，在华夏国却是数一数二的。高冰种的翡翠手镯也能卖到20-30万一只。此时的玉石市场热火朝天，到处都是靠玉石谋生的人，赌石的、打工的、想捡漏的、做中间商的，人群络绎不绝。张扬，咱们能看出石头里面有玉吗？和诗韵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看一些网络小说爽文，其中就有赌石类的，他多希望自己也能尝试一刀付的感觉。可惜他并没有小说主角那种透视的能力，一般的玉不能，只有在天地灵气环境之内形成的才能。为什么？因为玉有吸收天地灵气的能力。前3天，张扬跟和诗韵跑遍天山附近的药商，表面上是谈合作，实则是在探查罗仁杰的灵药来源。经过打探，他发现天山根本不可能产出如此多的百年灵药，采药人常年累月上山采药，高年份灵药早就被摘得七七八八，不可能像罗琪琪那样随便拿出10几株百年灵药。他怀疑天山存在秘境，所谓秘境即是空间裂缝，里面有可能存在天地灵气，那里的灵药哪怕只有30年份，药力也比现在的100年强。分开找，遇到石头用元气感应，发现了告诉我。虽然这种方法像大海捞针，但是张扬也没办法，毕竟这只是他的猜测，就算他亲自找上门，罗仁杰跟罗琪琪也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人玉石市场转了1天都没找到带灵气的玉石，眼见天色渐黑，两人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宾馆，等明天再去。第2天、第3天、第7天，这一周，张扬跟和诗韵走遍所有玉石市场，都没能找到带灵气的玉石。张扬，咱们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和诗韵开始还非常有冲劲，渐渐气就泄了，每天都在摸石头，他现在看到石头都有恐惧感了。才1周你就忍受不了，以后怎么度过漫长的修炼生涯？张扬教训。和诗韵撇了撇嘴，继续去寻找了。又过了2天，和诗韵突然打电话过来，激动地告诉他找到了，在哪？和诗韵报了个地址。张扬走到的时候，和诗韵正跟一名采药人在聊天。采药人40多岁左右，长得黝黑，脖子上挂着一块观音牌。大叔，怎么称呼？我叫李大白。张扬看了眼他黑不溜秋的面容，心想这名字他怎么敢说出口的？大叔，这玉能不能让我摸一下？没事，你摸。李大白将玉石扬了起来，张扬伸手摸了一下，果然感受到一丝丝的灵气。这块玉石质地一般，吸灵效果很差，都能够携带灵气，说明他在有天地灵气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果然有秘境。张扬大喜，赶紧询问玉石来源。俺年轻的时候上山采药，突然有块石头从天而降，砸了俺的脑袋。俺看这石头挺漂亮的，就找了绘制玉石的朋友，做了个观音牌保平安。李大白回道：大叔，你现在还记得石头从什么地方砸下来的吗？记得，就在落雁谷。能不能带咱们去看看？我们可以给你钱。给多少？1万。李大白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紧接着说道：天色已晚，我回家准备工具，那地方不好走，要走3天时间，得带帐篷。咱们明早在这里见面，只要能找到有灵气的秘境，得到里面的药材，突破炼气5层，轻而易举。修仙一路归根到底还是资源的争夺。两人回到旅馆，内心还是压抑不住激动，和诗韵动情，忍不住要了张扬一次。事后两人相拥而睡。第2天，两人来到双方约定的地点，李大白并没有过来。张扬有种不好的预感，像李大白这种采药人，最看重的是钱，
不可能言而无信。好在昨天两人问了他的家庭地址，两人赶紧前往。这天杀的，昨夜悄悄溜了出去，指定去找狐狸精了。李大白老婆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中年妇女，一直在骂李大白。何诗韵一直在安慰中年妇女，安慰无果，直接拿了一叠100元大钞，对方马上闭嘴了。张扬在房间转了片刻，最后跃到屋顶上，又看了一遍，这才向何诗韵招手。怎么样？屋顶青苔有摩擦痕迹，他被人抓走了，咱们被跟踪了。张扬点了点头，脸色阴沉。我本想着井水不犯河水，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想让我入院。你知道是什么人抓了李大白？不是抓了，是杀了。张扬将自己跟罗家父女的关系说了出来，何诗韵这才知道，原来他跟罗家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屋顶的脚印很浅，只有宗师强者才有此等轻功。什么朋友，什么爱情，在利益面前都是假的。你准备怎么做？找罗家理论吗？何诗韵又问。罗琪琪得到了我的丹方，在丹药帮助下，很有可能已经突破炼气5层。罗仁杰是宗师强者，两人联手，我未必打得过。张扬沉思片刻，说道：你留下来会成为我的负担，且先回去，我去会会他们父女。何诗韵点了点头，叮嘱：你小心点。双方告别之后，张扬直接前往天山深处罗家大本营。白云深处有一座古宅，青石红墙琉璃瓦，周围种着一片高大的云山，如同守卫，将古宅围住。这便是罗家大宅，天山一代宗师的住所。张扬一袭便装，来到大门前，轻扣铜环。一名灰衣仆人出来开门，疑惑地问：你找谁？麻烦跟罗仁杰说一声，就说张扬登门拜访。有预约吗？有。仆人进去，片刻之后，一道爽朗的声音从里面传出：张扬，你怎么来了？罗仁杰一袭青衣，气定神闲，之前的内伤早已痊愈。罗叔，我来天山办点事情，顺道过来看看琪琪。你来的真不是时候，琪琪去京都他姑姑家玩了。什么时候去的？有半个月了。张扬望了里面一眼，笑道：长途跋涉，有点口渴。罗叔方便请我进去喝杯茶吗？你不说，我也要请你进去。罗仁杰哈哈笑着，伸手将张扬迎了进去。入目处是片院子，中间种了株高大的桦树，铺满鹅卵石的小道纵横交错，延伸到正厅。厅内有名贵妇正在缝着雪貂皮，见有客人，连忙站了起来。这是内人方圆圆，这是张扬。方圆圆跟罗琪琪一样，肤白貌美大胸，年近40岁的女人，看起来也就30出头，五官棱角分明，身材高挑，跟南方姑娘有些不同。你就是张扬啊？琪琪常提起你。方圆圆赶紧站起来，对自己丈夫埋怨起来：有客人了，你也不通知一声，我好备着酒菜水果。婶婶不用客气，我就是进来讨口水喝。方圆圆赶紧倒了杯茶递给张扬。张扬坐下来，一饮而尽，仍不解渴，一连喝了3杯，这才停了下来。你怎么跑天山来了？罗仁杰奇怪地问。我过来想看看能不能找些高年份灵药，没想到全让罗叔你给收了。罗家扎根天山几百年，附近商人跟咱们做生意也挺满意，所以挖到的灵药都卖给咱们了。琪琪寄给我的100年灵药，也是这些药商收来的吗？没错，那可是10几年的积蓄啊！为了琪琪修炼，我快把家底败光了。张扬内心冷笑起来，之前罗琪琪寄给自己的灵药确实有很久的陈货，但也有新近半年的新货，根本不像他说的全是陈货。这人说话前后不对，肯定有问题。罗叔会炼丹吗？不会，都是琪琪在弄。为什么屋里会残留着丹药的味道？这是半个月前琪琪炼丹时间遗留下来的，这味道实在太难消，我想尽办法都没办法消除，实在苦恼。罗仁杰一脸头疼地说道：这丹药味道是3天前留下来的。罗仁杰一愣，忙道：你肯定弄错了，丹方是我传给琪琪的，丹药味道每天会消退多少，我一清二楚。罗仁杰，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解释，别怪我不客气。张扬将水杯狠狠砸到地上，4分5裂。突如其来的翻脸吓了方圆圆一跳，一不小心针扎在手上，疼叫一声。罗仁杰看了受惊的妻子一眼，脸色一沉：张扬，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见琪琪，凭什么？凭我把她睡了。此言一出，方圆圆脸色大变，罗仁杰更是像吃了屎一般难受。夫妻俩的表情别提多精彩。张扬，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罗仁杰勃然大怒，真气在体表流转，衣服无风而动。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打电话给他不就知道了。堂内的气氛直线上升，夫妻俩情绪都非常激动。罗仁杰头发都竖了起来，若不是自觉打不过张扬，早就出手了。我怀疑你们把琪琪软禁起来，把他的下落告诉我，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张扬双手平举，2团火焰在掌心流转，散发着腾腾热量。罗仁杰脸色变幻不停，经过长时间心理挣扎之后，向方圆圆使了个眼色，去把琪琪叫出来。方圆圆会意，朝里面走了进去。约莫10分钟之后，罗琪琪在母亲的带领之下走进客厅，她的眼神中带着惶恐、挣扎、痛苦等等千万种情绪糅合在一双眼眸中。琪琪，你告诉他为什么不愿意见他？罗仁杰语气冰冷的命令。罗琪琪怯懦地看了眼张扬，低头道：杨哥，我觉得咱们不太合适。为什么？你有太多女人了，我是个性格传统的女人，如果2人没有双修之前，他这话张扬是信的，但是2人双修过程中，他一次次主动索要张扬，没有爱情，
心有芥蒂，绝对不会这样。再看他此时的反应，张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他是被逼的。你在床上的表现跟传统可不搭边。张扬邪魅一笑，你给我闭嘴！罗仁杰再也按捺不住，一拳轰出。张扬弹出一个火球，两股力量在厅中碰撞，化为满天火沫。杨哥，爸，你们快住手，有话好好说。罗琪琪身影一闪，落到两人中间，把两人拦住。罗烟部又精进了，这小妮子果然突破到了炼气5层。杨哥，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希望你能尊重我，好吗？罗琪琪看向张扬，态度变得坚定起来。最终，他还是站在了父母一边，这早在张扬的意料之中。像罗琪琪这种富宝女，一辈子都笼罩在父亲光环之下，她性格软弱，都是由父母造成的，甚至连恋爱她都没有自由，像一只提线木偶。张扬心知，不打断他们之间这条线，是不可能让罗琪琪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破而后立，涅槃重生，跟他没什么好说的。琪琪，赶他出去！刚满18岁的女儿被猪拱了，罗仁杰心里别提多难受，当即下命令：爸，杨哥救过你，咱们不能这样。我也救过他，要不是咱们去省城相助，他早被任天堂杀了。所以你们更不应该刀剑相向。我命令你动手，听到没有？罗仁杰声音大了起来，态度越来越暴躁。旁边的方圆欲言又止，可惜怎么也不敢说话，无声的流泪。杨哥，我求你离开我家好不好？罗琪琪眼眶里泛着泪水，那可怜兮兮的模样很容易让人心软。可惜张扬是铁石心肠，眼泪对于他来说就是笑话。想要我离开，行，只要你能打败我。张扬也想看看罗琪琪进入炼气5层之后实力有了多大的增长。两人一拍即合，走出宅院，来到门口的云山林中，迎面相对。杨哥，咱们就一定生死相拼吗？临近动手，罗琪琪还是不太情愿，希望张扬放弃比拼，毕竟刀剑无眼，万一伤了对方就不好了。看你样子很有信心。张扬笑问：7成吧。进入炼气5层之后，罗琪琪明显感觉到自己实力大涨，元气底蕴增强1/3，罗烟部更快。张扬传他的火莲术也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见过张扬与任天堂交手，他自信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对上任天堂也有7成胜算。张扬不由得讥笑起来，所以这就是你觉得可以离开我的原因？不是的。罗琪琪还想说什么，见父亲狠狠扫来，连忙闭嘴。以大欺小不是我的作风，这样吧，你们父女一起上。张扬此言一出，罗琪琪顿时有点不高兴。我高你一个境界，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你别拖大。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张扬挥手打断他的话，继续说下去，你们2个一起上，但凡有一个能靠近我1米之内，算我输，我立刻离开。如果你们输了，就带我进入秘境。什么秘境？罗琪琪此时目光清澈，18岁的姑娘能有多少心思？她大概率并不知道秘境位置。你爸知道？罗琪琪狐疑地望着自己父亲，后者没有回话，抓住张扬刚才的话，你刚才说的话可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夫人，岂无人机？方圆圆入屋，取出一架无人机，升空，摄像头对着偌大的云山林。还需要签订协议吗？当然。罗仁杰进屋，半晌出来，手中已经多了2份协议。他这是迫不及待，想要跟自己撇清关系了。签字、画押、约成。张扬将一张折好，放入怀中，向后跃出10米，说道：开始吧。琪琪，你的罗烟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别跟他正面相抗，想办法主动靠近，我来主攻。罗仁杰拔剑出鞘，目光炯炯盯着张扬，一剑刺出漫天剑花。这门剑法名曰梅花九弄，能一眨眼刺中9枚花，速度快如闪电，是一门快剑之道。一个中级宗师，一个炼气5层，罗仁杰自信凭自己父女的实力，哪怕遇到高级宗师也能应付，何况张扬只是炼气4层，境界也就对应初级宗师，他竟敢挑战自己父女，还赌不能靠近1米，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张扬右手入怀，摸出5张飞剑符，抛到半空，5把飞剑钻符而出，化成5道游龙剑意，从5个方向朝罗仁杰击去。罗仁杰身如青焰，剑如游龙，剑间泛起一朵朵剑花，顷刻间已经斩尽5柄飞剑。爸，小心！罗琪琪一阵惊呼。罗仁杰举目望去，瞬间瞳孔一缩，只见20-30柄飞剑四面八方不要钱似的朝罗仁杰攻去。琪琪，别管我，快靠近他，我能应付。罗仁杰挥剑到了极致，舞得密不透风，剑气把自己紧紧护在中间。好，一手剑网。张扬赞叹一声，再次摸出一把符箓，甩到罗仁杰上空，无数火球当头砸落，在剑网外面炸开，就像一颗颗重型炸弹。这是张扬进入炼气4层解锁的新符火檀符。这段时间他有空就制服防身，身上积累了不少符箓。噗！罗仁杰一口鲜血喷出，暗暗叫苦。他本想用剑网将自己困住，就可以让女儿靠近张扬，没想到把自己给困死了。这下好了，密密麻麻的火弹符砸落，他若是解除剑网，非被击中不可。除了硬扛，别无他法。罗琪琪脚踏罗烟步，身体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朝张扬靠近，双手不断弹出一朵火莲，从多个角落攻击张扬，为父亲减压。张扬右手在面前画出一个冰盾，瞬间便将所有火莲尽数挡在外面。紧接他凝聚冰灵，
甩了出去。根和湿运双修，引收他体内的天生寒气。张扬的冰系法术是他身上最厉害的神通，每一根冰凌都有铅笔大小，被射中非被洞穿一个窟窿不可。罗琪琪身体走 S 型，娇小的身躯如同灵蛇，规避着攻击。突然，他脚下一紧，跌了个狗吃屎。脚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丛蔓藤，将他右脚缠住。他刚挥刀斩断，一个大火球迎面袭来，将他震飞出好几米远，胸口衣服全烧掉了。罗琪琪脸色大为尴尬，赶紧用手挡住衣服，不让春光外泄。又一个火球砸过来，将他砸出好几个跟斗。他还没反应过来，几张符箓落到他头上，化成蔓藤，把他裹成粽子一样。张扬一挥手，一根冰凌朝他额头射去。罗琪琪惊叫一声，本能的闭上眼睛。就在冰凌要洞穿他额头的时候，擦着他耳边而过，一缕头发从半空掉落，像是在告诉他，你刚才已经死过一回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空有境界，没有丝毫战斗经验，以你现在的实力，连初级宗师都打不过。张扬冷哼一声，看着狼狈不已的罗仁杰，问：你还要打吗？罗仁杰脸色铁青，想着刚才张扬展现出来的神通，单靠飞剑符、火弹符、缠绕符，外加一门凝冰成笔的法术，就将两人打得没有还手之力。这还只是他施展出来的，还有多少没施展出来，尚未可知。相比上次跟任天堂交手，他的实力又得到了飞涨，但是想要让他认输，没那么容易。罗仁杰提剑直刺，准备全力一战，争夺最后的机会。找死！张扬疯狂运转冰元气，周围温度直线下降，无数水珠悬空，在他胸前凝聚一根根散发着森然寒气的冰针，在阳光下散发着湛蓝色的光泽。冰灵术，去！密密麻麻的冰凌如同蝗虫一般席卷出去，这样程度的攻击根本没办法躲，只能靠真元护体。运动中很难使用真元护体的罗仁杰不得已又停了下来，这下又成了靶子。张扬摸出10几张火弹符，甩到罗仁杰上空，启动第二轮狂轰乱炸开始。火弹符还没用完，张扬又用飞剑符，飞剑符还没用完，张扬再次使用冰灵术。整个过程，罗仁杰别说靠近张扬1米，连10米都靠近不了。终于，罗仁杰真气难以为继，护罩破败，密密麻麻的冰凌射进他的身体，将他射得千疮百孔。爸！罗琪琪飞快跑过去，扶起满身是血的罗仁杰，急道：杨哥，我们认输，求你住手！张扬盯着罗仁杰，冷冷道：请履行你的承诺，带我进秘境。罗仁杰疗完伤，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冰凌入体不深，但那冰冷刺骨的寒意让罗仁杰一直打哆嗦。他脸白唇青，目光恐惧，之前傲慢的态度不复存在，换成了恐惧。罗琪琪跟母亲在帮罗仁杰止血，冰凌刚入体时是不会流血的，等渐渐化掉，这才会流血。这边刚止住，那边又流出来，母女俩一边止血一边哭泣。张扬站在一边，直到他们完全处理好，这才冷冷道：伤也疗完了，是时候履行你的承诺了。杨哥，我爸伤成这样，能不能让他休息1天，明天再去？罗琪琪看了张扬一眼，弱弱的询问。不行。张扬甩了他一个白眼，皮外伤而已，算得了什么？阿倩，方圆圆正站在丈夫面前，被这个喷嚏打得满脸是口水鼻涕，这一幕别提有多尴尬了。夫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阿倩，这一次喷出去的口水鼻涕更多，方圆圆饱受2次伤害，我去取件大衣过来。方圆圆实在是太尴尬了，连忙跑了出去，瞬间就没有踪影。罗仁杰抽出几张纸巾擦干脸上的鼻涕，对张扬说：你出去等一下，我们一会就出去。琪琪，你跟我出来。张扬可不会让他们全都消失在眼皮底下，怎么也得拉一个人质。罗琪琪看了父亲一眼，见他没有什么意见的样子，当下跟在张扬背后。两人走出宅院，来到云山林。整个过程，罗琪琪都没有说话，全程低头。跟我双修爽不爽？张扬突然来了一句灵魂拷问。罗琪琪被问了个措手不及，支吾不敢说话，羞得满脸通红。张扬突然抬起来他的下巴，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我爸看到，打死你！罗琪琪刚说完，就感觉不对了，自己爸爸貌似打不过他啊。经过一番试探，张扬几乎已经断定，罗琪琪之所以不敢联系自己，全是因为罗仁杰的掌控。她是个妥妥的妇保女，不敢反抗，并不是真想脱离自己。别留在你爸身边了，他会限制你的成长。树荫下成长起来的花草，不具备抵抗风雨能力。你只要跟在我身边，我保证，不出1年，你整个人会脱胎换骨。我怕爸不答应，他敢不答应吗？万一他真不答应呢？那我就打得他答应为止。罗琪琪突然笑了，她悄悄望了眼大门口方面，俏脸凑到张扬耳边，小声道：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很想你跟双修，无时无刻都在想，恨不得天天坐飞机去找你。口气呼在耳边，麻痒难耐。张扬真恨不得把这小萝莉抱起来就地正法。这个童颜巨乳的小萝莉对男人的杀伤力太大了。张扬一把搂住罗琪琪的腰，小手悄悄溜进她衣服里面，准备过手引仙。正在此时，罗仁杰跟方圆圆出现在视线之中。罗琪琪吓了一跳，赶紧离开张扬身边，俏脸比苹果还红。琪琪，你没事吧？夫妻俩来到身边，罗仁杰见女儿脸色，以为她不舒服。啊，我没事，真没事。女儿又不是小孩子，她说没事，
当然没事了。方圆圆瞪了丈夫一眼，死直男，这都看不出来，人家小情侣肯定在玩暧昧呢。夫人，你先回去吧，我带他们去秘境。罗仁杰语气恢复了宗师风范，只可惜他身上穿着的狐皮大衣看起来太违和了，一点都不像宗师。方圆圆点了点头，这转身回屋，一行三人朝山上走去。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琪琪跟你在一起吗？罗仁杰看了他一眼，这才继续说下去。我在广南省城有眼线，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反仙盟，势力非常庞大。我觉得琪琪留在你身边会很危险。果然，省城有动态，谁发起的？蓝天庭的女儿蓝月瑜，我觉得她只是个傀儡，背后肯定有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甚至还不止一名。古武在这个世界扎根了数千年，不会甘心被修仙者取代的。人工智能代替无数低阶牛马，一个1000万级别的网红，卖货量几百家实体店望尘莫及。时代车轮滚滚驶过，要么想法跳到车轮上，要么被碾压得粉身碎骨。修仙大事谁也阻止不了。我之前是不相信你这番话的，毕竟前面有一个南镇面，没有掀起一点浪花就被灭了。但是刚才一番交战，我彻底改观了。你小子不是一般人，一个中级宗师，一个炼气5层，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眼下也只有大宗师能对他造成威胁了。罗叔，你爱女心切，我懂，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我真被杀了，作为修仙者的琪琪能逃过一劫吗？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名修仙者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当然明白，所以准备好，一旦你出事，就将琪琪送入秘境，那个地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罗琪琪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候忍不住插嘴：爸，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害我一直对你有意见？对你说有用吗？都18岁的姑娘，还像那小屁孩一样。罗叔，琪琪天真烂漫，挺好的，做人那么复杂干什么？张扬笑道。罗仁杰翻了翻白眼，我女儿不天真烂漫，能见几面就被你这只猪拱了。20几岁的人像40、50岁的人精一样，也没谁了。三人边聊天边进入蛮荒古林，半天之后，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山谷，头顶无数老鹰在飞翔。前面可是落雁谷？张扬问。罗仁杰点了点头，带着三人来到谷底，运转真气一跃而上。山壁几百米高，罗仁杰飞檐走壁，顷刻间已经到了悬崖顶上。张扬跟罗琪琪紧随其后，一跃而上，也来到崖顶。看准落点，别出差错了。罗仁杰说完，猛然从悬崖跳了下去。罗琪琪吓得尖叫起来，这里可是有好几百米高，没有着力点，哪怕宗师跳下去也得断腿。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罗仁杰在下降过程中，身体竟然凭空消失。杨哥，这是怎么回事？罗琪琪惊得目瞪口呆，秘境入口竟然在半空。张扬怕罗琪琪跳的位置不准，搂着他的腰也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先是经历一阵光怪陆离的空间幻境，如同玻璃碎片在阳光下折射的光芒。罗琪琪吓得闭上眼睛，紧紧抱着张扬，久违的饱满压在张扬胸膛上，让他有些心猿意马。幻象很快消失，一阵带着灵气的空气入鼻，紧接着是离心的坠落感。这边出口也在半空，好在距离地面很近，只有几米。咔嚓，脚下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张扬低头一看，地上铺满了鸟骨，一些倒霉的飞鸟无意间闯入，由于距离地面太近，来不及刹车，撞死在这里。这方世界不大，方圆仅有10公里左右，四周被一些光怪陆离的玻璃撞体阻隔住。头顶有阳光洒落，热感跟外面一样，还是在同样的太阳底下。这里生长着许多奇怪的植物，是外面世界没有的。张扬搜索脑海中的记忆，很快便能将植物辨认得8、9不离10。10几年前，我无意间看到一只飞鸟在半空消失，投石问路，发现了这处秘境。秘境内的灵药我已经采得7、7、8、8，剩下的都是不足100年年份的，恐怕会让你失望。罗仁杰开口道。确实挺失望的。两人说的失望不是一回事。张扬说的失望是这秘境竟然存在不到200年的时间。从合欢老祖传承记忆中得知，秘境出现有几种情况。第一种，空间板块与板块之间发生碰撞，其中一部分没纳入任何一个板块中，最后被分配到空间裂缝当中，变成了空间秘境。这类型秘境一般时代久远，这里明显不是这一种。第二种，大能修士或者妖兽撕裂空间的时候，无意间把一方世界纳入了进去。第三种，空间不稳定，把一部分区域纳了进去。目前来看，这里应该是第二种，不是第三种，因为这里大多数植物是蓝星没有的，不存在是蓝星自己空间不稳定形成秘境。上去看看。罗仁杰带着两人朝山顶走去，行至半路，张扬突然看着一株三叶草，脸色大喜。怎么了？罗仁杰察觉出他神色有变，连忙开口询问。张扬当然不会告诉他，这株三叶草是灵草，年份已有200年，效果比人参强多了。罗仁杰一个地球人，只认识灵芝、人参、黄金之类的灵药，别的灵药他根本不懂。杨哥，我觉得这株草灵气很足，咱们要不试一下？罗琪琪作为修仙者，也能感觉出灵气，提出建议。有些灵草既带灵气，也带毒性，万一是剧毒之物就不好了。张扬开口吓他一下，省得他把这里的灵草都采光了。罗仁杰有些怀疑张扬的话，只是他不懂，又不能当面拆穿，只能作罢。一路上，张扬又遇到好几株百年灵草，靠着这些量，足够他突破炼气6层。没多久，眼前出现一间木屋，
建在树林中。这里有人住？张扬眉头一皱，木屋体表斑驳，留下的岁月痕迹至少也有50-60年，要不是用铁木所制，还是虫子不敢住的香铁木，早就崩塌了。罗仁杰进来这里才10几年，不可能是他搭的。没人，就我偶尔进来住一下。罗仁杰带着2人进屋，里面很干净，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爸，原来你经常出去练武，是在这里啊？这里有天地灵气，修炼起来效果更好。父女俩在交谈，张扬则进里面转着，很快就找到了一本叫《长生术》的小册。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入门级别的修仙功法，比起长春诀尚且不如。由此可见，之前小屋的主人应该也是一个刚踏入修仙一路的菜鸡。琪琪的修仙法术就是从这小册上学会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身怀灵根，只是尝试着教一下，没想到还真让他修成了，还进入了炼气3层。说起这件事情，罗仁杰还洋洋得意。可惜是本最垃圾地功法，若是好一些地功法，琪琪现在至少也是炼气8层以上。罗琪琪是真灵根，自小修炼，18岁进入炼气7、8层很正常。天才修士在他这年龄段甚至已经筑基了。很快，张扬又找到了一本小册，上面写着罗烟步3个字。罗琪琪步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罗叔，我想四下转转。琪琪，你陪张扬去。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张扬这次是去找一些罗仁杰不认识的灵药，自然不方便带着罗琪琪。离开木屋之后，张扬施展罗烟步，飞快在周围搜索起来。很快，他又发现了几株灵药，还有1株灯笼果跟1株叶蛋花，都是灵药。由此可见，这里之前是个盛产灵药的地方，甚至曾经是药园也说不定。人参、灵芝、黄金不少，可惜年份都很低，全都没有超过100年以上。经过一棵高大树木的时候，张扬凌空跃了上去，仔细寻找。有些灵药寄居在大树上，吸收古树养分生成。灵药没找到，张扬却找到一处磨平的树干。从上面的痕迹来看，之前曾经有人盘坐在此打坐修炼，后来断了修炼，光滑处生出了新的树皮。张扬观察一下新生树皮，大概判断是罗仁杰没进来之前就存在的。可以证实，在罗仁杰之前，有修仙者进来这里，还是蓝星人。据罗仁杰说，他采摘的灵药都是100年出头的，超过120年几乎没有。而这里的灵草有很多株是超过200年的，说明之前进来的人跟罗仁杰一样，都不认识灵草，必是蓝星人无异。难不成是南震天？张扬马上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南震天要是曾经进入这里，他的境界绝对不可能只是炼气4层。难不成是爸妈？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听老祖说，爸妈是守阵人，他们的修为一定很高。张扬心里有些烦乱。进秘境之后，他几乎已经确定，除了自己之外，肯定还有修仙者存在蓝星，只是他们低调，不与古武者发生冲突，没人知道而已。甚至他们有可能在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回到木屋，罗仁杰已经不在了。罗琪琪说父亲已经回去了。张扬眼睛一亮，他早就巴不得这个电灯泡滚得远远的，别打扰2人。罗琪琪读懂了他火热的眼神，颊飞双颊，双目中也带着一丝期盼。干柴烈火般的双目对视，瞬间让张扬沉沦了。2天之后，罗琪琪越发水嫩饱满，受到了爱情的滋润，那脸蛋嫩的能捏出水来。18岁不愧是女人的年轻天花板，正是采撷最佳时刻。张扬都快沉沦温柔香无法自拔了。经过几天双修，修为是长了一点，但是效果甚微。一来是罗琪琪修为虽高，但是对修炼的理解不过关，关键是她经常沉沦其中无法自拔。本姑娘开心还来不及呢，修炼个屁！3天之后，张扬开始采摘3叶灵草，制作丹药。高年份的灵药再用蒸煮法，十分浪费。可制作丹药需要用到炼丹炉，一时之间上哪去找？就在张扬没有办法之际，罗琪琪无意间在后院找到一个茶壶大小的奇怪器皿，内部构造很复杂，像是羊肠小道一样。张扬大喜，这竟然是一个简易版的炼丹炉，只要投灵药进去，用法术火焰控制火候，就能炼制出丹药。张扬赶紧将丹炉冲洗干净，然后拿了些20-30年灵药来了解丹炉的习性。每个丹炉都有不同习性，必须要充分了解。花了1天时间，张扬已经完全了解丹炉的受热程度，开始炼制第1株100年灵草。屋内，丹炉被摆放在灶台上，旁边放着10几株灵药，主要是100年3叶灵草，辅药是人参、黄金、灵芝。腾，张扬右手冒出一团火焰，他将手伸到丹炉底部，开始煅烧起来。炼丹过程对火候的把握非常关键，这也是柴火无法炼丹的原因。片刻之后，丹炉底部开始变红，炉口冒出腾腾热气。张扬将炉盖拿起，将灵芝、黄金、人参碎片投了进去，盖上炉盖。10秒钟之后，他飞快将炉盖掀起，再将主要3叶灵草投了进去，盖上炉盖。很快，一阵芳香自炉内传来，飘荡在四周。杨哥，好香！罗琪琪一直在围观，闻到香气之后，忍不住感叹起来。话刚出口，他连忙捂住嘴巴，因为张扬命他不许说话。咔嚓，一道轻微碎裂的声音响起。张扬叹了口气，收起火焰，将丹炉打开，倒出一颗碎丹。杨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罗琪琪急得快哭了，张扬却摇了摇头，不关你事，是我没控制好火候。他精神萎靡，
走路都有些不稳，元气消耗太大了。以他现在的境界，用法术火焰炼制丹药还是有些勉强。张扬没有气馁，炼丹师本身就是用钱烧出来的。虽然脑海中有合欢老祖的记忆，但是记忆是一回事，实操又是一回事，两个概念。休息1天之后，张扬满血复活，开始第2次炼丹。第2次还是失败，接下来是第3次、第4次、第5次，每次都因为细节处理不好，最后功亏一篑。看着一颗颗被炼废的丹药，罗琦其心在滴血，这些都是大钱啊！张扬不管不顾，好在秘境之内百年灵草足够多，在失败了8次之后，终于成功了。当一颗浑圆、散发着光泽的丹药从炼丹炉倒出来的时候，张扬兴奋的差点跳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丹药，以前那种就是猪屎。蒸煮法的丹药又难吃，药力又差，连灵药2成效力都发挥不出来，只这种真正用火焰制炼出来的丹药才能称之为丹药。杨哥，这颗丹药能不能让你突破炼气5层？罗琦奇好奇地问。应该不够。稳妥起见，张扬又炼制了2颗，直到3颗丹药在手，他这才准备冲击境界。1天之后，在炼化3颗丹药之后，张扬成功突破炼气5层。杨哥，我怎么感觉你突破起来这么难？他随便使用蒸煮法也能突破5层，所以觉得很奇怪。这话说到张扬痛点上了，谁让他是个该死的伪灵根？我元气底蕴比你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自然难一些。菜我认了，但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菜。原来如此，罗琦奇恍然大悟，让我检验一下你的法术修炼的如何。罗琦奇待在秘境，也不能只挨撞屁股，张扬便教了他一些法术以及战斗技巧。一番交手之下，他实力有所增长，但不多。张扬没强求，毕竟修炼跟性格有关，以罗琦奇现在的性格，能修炼的厉害才见鬼了。是时候回江南了。在秘境待了大半个月，这里没手机信号，也不知道外面情况如何了。2人离开秘境，先回到罗家大院，见张扬突破到炼气5层，罗仁杰再次震惊，这可是1个月时间不到啊！罗叔，广南省城有什么情况吗？张扬关心地问。我昨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情，听琪琪说你正在突破关键时候，就忍住没说。罗仁杰顿了一下，这才正色道，就在昨夜，蓝月瑜带着反仙盟对江南城进行围攻，江南市已经沦陷了。张扬赶紧摸出电话拨了出去，接连打了妖姬、南无情和诗韵的电话都没能打通，他们肯定是害怕手机被定位，所以没开机。罗仁杰道，蓝月瑜他是怎么敢的？张扬勃然大怒，大步朝外面走去。杨哥，等等我！罗琦奇见状赶紧追了上去。琦奇，回来！罗仁杰很清楚张扬这一回去会掀起多大的动荡，女儿跟在他身边也许会有危险。杰哥，随他去吧。方圆圆拦住丈夫，别忘了炼气4层的时候，张扬都能打赢你跟琦奇，眼下他突破炼气5层，大宗师之下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可琦奇他心智不高，咱们整天管着他，他也不可能成长啊。罗仁杰在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是不放心。不行，我还得跟去看看。杰哥，是时候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了。可是，别可是了。方圆圆双手扣着他的脖子，眼送秋波，女儿长大了，咱们是时候拥有自己的2人世界了。罗仁杰内心顿时就柔软了，笑道，夫人，我这次听你了。2人心领神会，搂着朝房间走去。暮色时分，一架飞机降落深城国际机场，张扬带着罗琦奇走出机场，在路边拦了辆车子，直奔省城。杨哥，为什么我们不乘坐省城的飞机，而是飞深城再搭车过去？对于张扬的行为，罗琦奇非常不理解，开口询问。飞省城，咱们刚下飞机就被发现了。罗琦奇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想避开耳目，秘密行动。你不开手机，也是害怕信号被追踪了？他又问。不是，那是为什么？张扬很想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人只有在没有任何牵绊的情况下才是无敌的，对手想用妖姬、南无情和诗韵这些女人来要挟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柳飘絮实在没有办法相救的情况，都是可以放弃的。这是合欢老祖克在骨子里的一条生存法则，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最后他还是没说，这种黑暗丛林法则是罗琦奇这么单纯的性格无法理解的。2个小时之后，2人来到省城。你先去酒店，我去办点事情。吩咐完罗琦奇之后，张扬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孟家。夜色降临，孟家大院，孟觉开着车子回家，进入房间，他眼皮一直跳，总感觉大事不妙。昨夜反仙盟突然进入江南，对张扬所有产业进行占领，张扬旗下多达数百名骨干成员被反仙盟控制起来，连核心骨干妖姬也被抓了起来。不但如此，就连张扬安排在他身边的南无情也被抓走。一夜之间，张扬的根基都被绝了。孟觉不明白反仙盟为什么这么愚蠢，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宣战。他无法想象，一旦张扬回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张扬是个什么样的人。怀着不安的心思，孟觉进入浴室，准备洗个澡。看着镜子中赤裸的身体，特别是右胸上那1道伤疤，他依然心有余悸。啊！他突然尖叫一声，从浴室跑了出去。刚才在镜子倒影中，他似乎看到张扬的身影就站在浴室门口。他走出浴室，把房间找了一遍又一遍，并没有看到人。
原来是幻觉。孟觉内心稍安，走进淋浴区，刚打开花洒，再次看到了张扬。他还以为自己又产生了幻想，揉了揉眼睛，眼前的男人还在。孟觉脚下一滑，后脑整个砸在墙上，他顾不得疼痛，急忙解释：张扬，反仙盟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真的，我绝不骗你，我可以用孟家所有人的性命保证。继续洗，别停。张扬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我让你继续洗，听不懂人话。见对方正在原地，张扬一声怒吼，孟觉赶紧打开花洒，一遍遍地洗了起来。恐惧加羞耻双重打击下，让他双腿发软，脚下打了好几次滑，差点滑倒。要不是扶着卫浴的门，他早就站不稳了。张扬对着镜子洗了把脸，发现脸上长了颗痘痘，挤了起来。这颗痘痘上次挤了一次没挤出血，现在长更大了，所以说还是要除根。孟觉身体哆嗦着，赶紧道：张扬，我真的没有参加反仙盟，反仙盟背后是谁？我不知道有哪些宗师参与其中，我只知道这件事情是蓝月鱼牵头的，至于他背后是谁，我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要你何用？张扬一掌拍出，一股极寒之气刮过，孟觉瞬间感觉进入冰窖，全身不由自主颤抖起来。他拼命运用真气抵挡，都没有任何作用。很快水龙头流出的水就将他身体冰封，好可怕的寒气，他又强大了，而且不是一点点。有件事情我知道，南无情是被马道元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初级宗师马道元，对，马道元跟任天堂交往甚密，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任天堂也参与了这件事情？这个我真不知道。见张扬脸色又沉了下来，孟觉赶紧道：自从上次的事情，我跟任会、任天堂已经彻底断了关系，咱们之间没来往了。没参与反仙盟，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事情。张扬瞄了眼他被冰封身体，提了个建议：凶整整，怪吓人的。说罢，走出浴室，扬长而去。孟觉整个人瘫软在地下，崩溃的内心只剩下2个字：恶魔。此时马宅马道元的府邸依山傍水，是省城少有的风水宝地。偌大的院子，几十名武者轮流守夜，看管府邸安全。2名巡夜武者看到主楼顶上出现2道人影，一站一坐。什么人？下来！下一刻，2人脖子上被2根冰块刺穿。动手，别手下留情，否则你不配留在我身边。罗琪琪一身紧身夜行服，把身体勒得玲珑有致，曲线优美，分外诱人。他将黑布拉上，盖住脸，从屋顶跃了下去。很快，下面就响起一片肃杀之声，血流成河。罗琪琪已经练气5层，罗烟不如同鬼魅，杀这些人如同砍瓜切菜。很快，脚下就到了几十人，无一生还。马道元，出来受死！罗琪琪大喝，声音远远传了出去，传遍马家每一个角落。姑娘，马某自问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闯我马家，还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马道元提着一把大环刀从里面走出，威风凛凛，把南无情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罗琪琪喝道：我要让你先死！马道元右腿蹬得出击，大环刀横扫，如同秋风扫落叶。罗琪琪在家经常跟父亲魏招，对付一个初级宗师还不是手到擒来。正当他占尽上风的时候，4道人影突然从天而降，一个黑色罩网将他罩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马家也是你能惹的。马道元抡起大刀，对着罗琪琪脑袋当头砸落。突然他感觉手一疼，大环刀差点脱手飞出。仔细看，手腕上钉着一根手指大的冰块。一道人影从天而降，轻轻甩手，4名抓网武者额头被冰块洞穿，一命呜呼。张扬，果然是你！马道元又惊又怒，大环刀微微颤抖。马道元，我的人在哪？张扬目光紧紧盯着他，冰冷的杀气化为满天冰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马道元拒不承认。张扬冷哼一声，冰凌急射出去，像横飞的雨。这种马蜂窝般的法术怎么挡？挡个毛线！马道元一边用刀护住心脉要害，一边使用真气护体，只求受伤轻一些。嗖！张扬整个人在原地消失，下一刻已经到了马道元面前。砰！势大力沉的一拳将马道元连人带刀震飞。马道元身体尚在半空，还没回过神，张扬又到他面前，一拳击去。马道元赶紧挥刀阻挡，倏然胯下传来剧烈疼痛，夹杂着淡碎的声音。这个混蛋竟然使用撩阴腿，还有没有武德？剧烈疼痛让马道元身体弓了起来，张扬顺势一踹，他直接跪倒在地上。张扬鬼魅般夺过他手中的5环刀，架在他脖子上。不到10秒钟，堂堂宗师强者就失去了反抗能力。一群马家武者看出张扬的目光，全都像见鬼一般，瞬间制服宗师，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我的人呢？张扬，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唰！马道元一条左胳膊被斩了下来，血溅当场。救家主！一群武者纷纷冲了过来，要跟张扬拼命。张扬衣袖一拂，满天冰凌射出，在一片惨叫声中，没有一个人能站着。在强大的法术面前，这些武者跟蝼蚁有什么区别？不说，再断你一臂！张扬抬刀架在他另一条手臂上。马道元还没说话，一道愤怒的声音从大堂传来：放了我爸，不然我杀了他！一名白衣男子挟持着南无情从里面走出，因害怕张扬偷袭，
一直躲在南无情身后。南无情身体被绑住，身上满是血迹，显然是受到了严刑逼供。张扬突然仰天大笑起来：“你笑什么？”白衣男子不解：“我笑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张扬看着那摩琴，冷漠道：“你告诉他，我收你当手下之前跟你说过什么？”那摩琴会意回道：“你说我们之间只是利益关系，没有任何人可以用我的性命来要挟你，听清楚没有？需不需要他重复一遍？”张扬冷笑：“我不信。”白衣男子断定张扬在骗他，增加谈判筹码。不信的话，咱们测试一下。张扬凝聚一根冰块，狠狠刺入马道元大腿上。白衣男子大怒，匕首也插在南无情大腿上，礼尚往来。南无情腾叫起来，全身痉挛，大腿血涌而出。张扬视若不见，仿佛那魔琴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他挥起冰块，再次插进马道元大腿，接连2根冰凌入体，刺骨的感觉让身为宗师的马道元也忍不住呻吟起来。白衣男子慌了，张扬表现太淡定，似乎真不管面前女人生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也再次举起了匕首。然而这一次他大意了，在他挥手瞬间，张扬手中冰块激射出去，正中他举在半空的手。南无情趁机身体一撞，将白衣男子撞开。这间隙足够他死1000次。张扬冰块再次击出，正中白衣男子额头。白衣男子软软倒在地上，死前还带着不甘的眼神：“张扬，我要杀了你！”儿子活生生死在眼前，马道元彻底崩溃，愤怒的大吼。张扬将他脑袋踩落地上，用力摩擦着，大环刀刀尖对准他的心脏。只要他稍微用力，这一代宗师就得彻底归西。琪琪，帮他疗伤。罗琪琪赶紧走过去，将南无情绳子割开，拿出止血药敷在他大腿上。没事吧？张扬问。没事，谢谢老板。罗琪琪暗暗心惊，心想这女人真有血性，疼成那样还说没事，换在自己早就哭爹叫娘了。看来自己的毅力还差得远了。张扬目光这才落到马道元身上，冷冷道：“以你这点破实力，不可能是反仙盟的首脑，背后还有谁？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个痛快。”休想！马道元很硬气。张扬向罗琪琪下令，把里面的人全杀了，一个不留。罗琪琪朝屋内走去，弹出一朵朵火莲。很快，所有屋子都起火，在里面躲着不敢出来的人也被大火逼了出来。所有人来这里集合，违令者死！张扬喝道。20几口家人被驱赶到马道元面前，不少人身上还穿着睡衣，哭声响彻整个夜空。张扬，你这个恶魔，要杀便杀我，别动他们！马道元愤怒地大吼起来，声嘶力竭，状若疯狂。你既然知道我是恶魔，为何还要惹我？张扬招手过来，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托起他下巴打量一下，啧啧道：“长得挺好看，是女儿还是小老婆？”小老婆。貌美女子双目含泪，颤着声音回道：“还这么年轻，就为了钱财嫁给一个老头，该死！”咔嚓，张扬直接扭断他的脖子。张扬，你怎么样才肯放过我的家人？眼见张扬走向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马道元再也硬气不起来。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只要你说出一个反仙盟骨干成员名字，我就不杀一条人命。此话当真？我可以对天发誓，绝不食言。好，第一个是武协副会主江江远，第2个是东方轩的徒弟叶星辰，第3个是蓝月瑜，第4个是马道元。这个家伙鸡贼得很，说了很多名字出来，却没有一个是宗师，都是中层骨干。张扬朝罗琪琪招了招手，罗琪琪走到他身边，张扬淡淡命令：“杀了他！”张扬，你这个恶魔，你答应过不杀我的。马道元愤怒地大吼起来，想要挣扎，可惜被死死踩住。我不动手，没说不让手下动手。罗琪琪握着大环刀，用力一按，刀尖直接将马道元胸口洞穿。周围的马家人见状，惊叫连连，化作鸟散。杀了，一个不留。张扬目光落到南无情身上，没事的话也一起出手吧。两女顿时化成地狱中的恶魔，片刻之后就将马家人屠得干干净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张扬不会让蓝月瑜杀父母的事情再发生一次。解决所有人之后，张扬淡淡的说道：“下一家，他倒要看看屠尽反仙盟成员家族之后，幕后首脑还能不能忍着不出来。既然被称之为恶魔，就要有恶魔的样子。”继灭了马家之后，张扬接连又去灭了江家、胡家。江江远跟胡六指都是神武协的副会长，一只脚踏入宗师境界。可惜武者当中被人仰慕如高山半步宗师强者，在张扬眼里跟蚂蚁没什么区别。接连灭了3家，赶到第4家叶家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走得一个不剩。天微微亮，两女有些困乏，特别是那魔琴，在遭遇大腿刺伤之后还接连奔波，早就不堪重负，抓紧休息，应该很快就有人找上门了。张扬直接在叶家住了下来，让两女进房睡觉，自己则在客厅盘坐。2小时之后，他倏然睁开眼睛，走出阳台，冷冷道：“既然来了，就别鬼鬼祟祟了。”嗖嗖，2道人影落到草地上，左侧一人正是任天堂，右侧一人面容枯槁，跟传闻中的终极宗师东方轩有几分相似。还有一人，也出来吧。轻微一声响起，一名短发妇人出现在楼阁上，面容40多岁，一脸高傲。张扬脑海当中瞬间跳出一个名字：谭海清。华夏国中女宗师屈指可数，谭海清被称之为第一女武神，境界高级宗师，实力深不可测，修炼催心手，狠毒之极，又被称为女阎王。
传闻此人常驻海南小岛，从不参与世俗纷争，没想到竟然被请了出来。此女怕就是任天堂的倚仗了。任会长，咱们可是签了协议的，你考虑过单方面撕毁协议的下场吗？张扬目光落到任天堂身上，眼中射出道道杀气。任天堂被他这骇人眼神瞪得有些慌张，但转念一想，以3打1，自己这边还有高级宗师，当下便镇定下来，傲然回道：张扬，你杀孽太重，必须下地狱。你就这么确定能杀得了我？没突破5层之前，张扬可能有些担心，但现在他一点都不慌，以他一身神通秘术，越一阶杀人根本不在话下。张扬，你滥杀无辜，我今天就替天行道。倘若你识趣，自废武力，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谭海站在屋顶，衣襟飘飘，傲慢霸道。什么替天行道？不过是利益交换而已，别净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屁话了。手下见真章吧。张扬伸出2指，从怀中摸出一张金钟符，冷冷道：你们是车轮战，还是一起上？一起上，你配吗？谭海清看向任天堂跟东方轩，你们俩出手，我一边看着，切莫让这个魔头逃了。任天堂跟东方轩身影同时一闪，一前一后把张扬夹在中间。3人心里都很清楚，今天必须把张扬杀了，否则后患无穷。东方兄，此人2月前与我打了个平手，如今实力或许有些增长，千万小心。任天堂跟张扬交过手，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当下出言提醒。才2个月时间，再厉害他能上天不成？东方轩运转真气，背后长剑自动出鞘，落入手中。任天堂双掌冒出2团火焰，2人一左一右向张扬加攻。张扬激活金钟符，化为一个淡淡的金光中虚影，一掌一剑落到金钟上，荡起一阵阵能量涟漪，却不曾破中半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何况2月？张扬冷哼一声，双掌凝聚冰块，左右齐发。如此近的距离，根本没办法躲闪。东方轩还好，以剑身挡之，金刚锁住的剑身被撞弯，余力撞在胸口，只是被震飞出去。任天堂以为火焰手能挡住，没曾想掌心直接被冰块洞穿，寒气袭体，2人退飞出去，脸色大变。特别是任天堂受伤的手微微颤抖起来。这才2个月不到，怎么可能？连谭海清这尊女武神他都花大代价请了出来，已经赌上一切。现在看来，自己终究还是赌错了。现在看来，连谭海清都未必挡得住。莫慌！谭海清一下就看出了2人的胆怯，喝道：你们只是大意，才被他所伤，区区冰块，哪怕伤遍全身，也影响不了你们的战力，雕虫小技而已。任天堂心里冷哼，心道：你说得轻巧，自己试试啊。谭前辈，你是华夏第1女武神，我对你的实力早有仰慕，今天正好有机会，让咱们见识一下你的摧心掌，如何？东方轩跟任天堂想一块去了，怂恿谭青海出手。东方兄说的对，晚辈做梦都盼着谭前辈出手。任天堂赶紧原话，哄骗谭海清出手也罢，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摧心掌的厉害。谭海清从天而降，朝张扬扑来，一掌拍在金钟虚影上。张扬又掌护于胸前，一股巨力袭来，将他生生震飞出10几米。这掌力竟能穿透金钟虚影，来伤自己，实在诡异。谭海清一招得势，掌风便滔滔大浪，围着金钟虚影不断攻击。摧心掌从各个角度力透金钟虚影，对里面的张扬进行攻击。不愧是女武神，出手间真气激荡，犹如刀割。非宗师武者若是靠近，单是这真气就能将其切成碎片，这实力还真非浪得虚名。张扬不敢大意，在金钟虚影中又布了一层冰盾，掌力击在冰盾上，纹丝不动。这股吸自天灵根的玄冰之气，目前来说才是张扬身上最大的杀气，连我的防护都打不破，这就是所谓女武神的实力吗？张扬讥笑一声，开始语言挑衅谭海清。初步接触，张扬已经摸清这女人的性格，可以用13个字来形容：狂妄自大，喜欢被吹捧的女武痴。所以她就是个傻13，不然也不会被东方轩跟任天堂区几句马屁拍得不知道东西南北，全力对自己出手。对张扬来说，他这样也挺好，对付这种脑子一条筋的，只需要消耗完他的真气即可。砰砰砰！谭海清出手越来越快，越来越狠。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张扬双手飞快施展元气，一块块冰盾形成，又被摧心掌击溃。2人一攻一守，仿佛在比着谁的速度更快。表面上看，张扬似乎处于挨打地步，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有他心里清楚，假如谭海清每攻出一击需要100攻击点，他防守所需要的防御点只需要20点，用不了多久，谭海清真气就会消耗殆尽。果然，5分钟之后，谭海清攻击明显慢了下来。张扬施展罗烟步，退出10几米之后，摸出10几张火弹符，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再消耗他一波。紧接张扬又用了几张飞剑符攻击一波，至此他身上的符箓差不多消耗殆尽，是时候分出胜负了。张扬掌心凝聚冰块，脚踏罗烟步，化成一道残影攻了上去。今天胜负未分，有机会再来讨教。谭海清突然停手，朝张扬拱了拱手，几个纵跃间消失无踪。张扬傻眼了，靠，
老六自己消耗了那么多符箓，正准备决战的时候，他竟然跑了。这种感觉就像玩吃鸡游戏，这娘们把自己的手雷、烟雾弹、燃烧弹消耗一波，最后带着残血开车逃了。之前张扬觉得他就是个傻逼，现在方知这妥妥是牛逼啊！扮猪吃老虎，大智若愚。更傻眼的是任天堂跟东方轩，两人的脸色比吃了几大坨屎还难看。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堂堂女武神竟然出尔反尔，话都不说一句就逃了。两人几乎同一时间朝不同的方向逃跑，连高级宗师都不是对手，他们留下来只会送死。琪琪，东方轩交给你，别让他逃了。是，杨哥。一道娇小的身影从楼上跃下，朝东方轩追去。张扬则跟在任天堂背后紧追不舍。任天堂仅逃了几分钟，便被张扬堵在一条巷子中。你今天要是能逃了，我跟你姓。张扬并不急着杀他性命，只是一遍遍击伤他。他要让任天堂体验一下穷途末路、丧家之犬的感觉。任天堂右拳轰出，在墙上破开一个大洞，逃了进去。张扬不紧不慢，继续追踪。他的元气远在对方之上，罗烟部又神出鬼没，对方能逃掉才见鬼了。任天堂慌不择路，最后竟然不小心逃到了大街上。此时正是上班时间，大街上到处是人，无数牛马正在这个大城市讨生活。张扬右手一甩，一根冰块穿越众人群，精准刺在任天堂大腿上。任天堂抓住一名行人挡在面前，躲过了第二根。人群惊叫起来，疯狂逃窜。张扬手中冰块一根根射出，全都锁定任天堂。任天堂右腿受伤，没办法躲避，为了求生，他只得不断地抓住凡人挡在身前。很快他脚下就倒下一大片无辜的人。介绍一下，这位叫任天堂，是广南省武协会长。张扬此言一出，周围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这个为了活着拿别人做挡箭牌的人，竟然是那个所谓正义的化身。很多胆大的吃瓜群众纷纷摸出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别拍，不许拍，手机拿掉！任天堂拼命大吼，他可不想身败名裂。张扬继续射出冰块，他想要的就是让任天堂身败名裂。如此一来，他作为修仙者就会成为正义的化身。虽然他不稀罕这个，但是这可以为他积累人气，到时会有越来越多有灵根的人来投靠他。任天堂，我不能跟你一样没有人性。张扬收起筷子，在别人看来，他这是不忍心伤及无辜的善举。任天堂差点一口老血喷出，谁都可以说自己没人性，就他没有。此时任天堂挟持着另一名人质挡在胸前，他对张扬的冰块实在是有点恐惧了。分神间，人质狠狠在他手上咬了一口。任天堂积了一肚子怨气，一掌将他脑袋拍成肉泥。就在他准备找第二名人质的时候，张扬倏然激活3张飞剑符挡住他的去路。与此同时，罗烟部七进，双掌齐发，砰！饱含寒气的双掌击在任天堂胸膛，直接让他失去了反抗能力。任天堂喷出一口血，脸如死灰，给我个痛快吧，会有人杀你。张扬凝聚一把冰刃，挑断他的手筋脚筋，带回叶家，扔到草地上。那魔情，出来领赏。一道虚弱的身影出现在阳台上，正是南无情。他从楼上跃了下来，来到任天堂身边，目光仇恨地望着他。任天堂，你可知道我是谁？要杀便杀，少废话。任天堂自知死路一条，闭上眼睛。南无情掏出匕首，寒光划过，任天堂一根手指被切了下来，十指连心，他顿时闷哼起来。南无情再次切落，又是一根手指被斩断。你要杀便杀，别来羞辱我！任天堂大吼，想死没那么容易。南无情将他拖进楼里，很快里面就传出杀猪般的声音。不知道过了多久，声音渐渐消失，南无情这才走了出来，说道：谢谢，举手之劳，你好好休息，我去把另一个抓了。张扬摸出手机，开启定位，化成一道残影朝南追去。20分钟之后，张扬跟罗琪琪碰头，后者指着一幢尚在开发的大楼，他在里面。东方轩，你逃不掉的，出来吧！一道苍老的身影从大楼里面走出，站在5层平台上。本来就枯槁的容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几岁，步入暮年。张扬能追上来，显而易见，任天堂已经死了。这一次反先行动算是彻底失败了。可否给条活路？可以，一个换2个。东方轩愣了一下，他似乎没想到张扬会答应他的要求。不是说任何人都没办法跟他谈条件吗？我跟你之间并无仇怨，只要你能交给我3个人，我可以既往不咎。谁？妖姬和诗韵、蓝月鱼。一言为定。东方轩摸出一部老人机，拨通电话，低声说了几句。片刻之后，他挂掉电话，说道：他们没抓住和诗韵、妖姬的话，叶星辰再想办法救。希望你的徒弟不是一个废物。省城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江南，现在赶过去也来不及了。张扬只期盼叶星辰能看在师傅的份上，把人救出来，再把蓝月鱼绑了。江南市一处幽暗的地下室，妖姬被绑在一根柱子上，满身是血。蓝月鱼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条鞭子，一鞭鞭地抽着，鞭子上积了一层厚厚的血痂，再被心血盖住。有本事你杀了我！妖姬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地说道：贱人，你以为我不敢吗？蓝月鱼一把扯住他凌乱的头发，冷笑：
之所以留你性命，是想让你看看张扬怎么死。全世界的人死光了，他都不会死。妖姬冷笑，你可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妖姬近距离看着他满是血污的脸，一字字道：3名武道宗师，2名中级，1名高级，哪怕大宗师前来也不敢轻视。张扬凭什么跟他们斗？什么狗屁宗师都没用，他们必死无疑。主人是什么人，没有人比妖姬更清楚，除非他不出现，一旦出现就有必赢的把握。我再给你点时间，等你听到张扬的死讯，我再杀了你。正说着，一道青衣人影从外面走了进来，正是叶星辰。张扬死了没有？蓝月鱼问。死了。是你。你自刚出口，叶星辰右拳狠狠击在蓝月鱼胸口上，蓝月鱼如同断线的风筝，狠狠撞在石壁上，一口血喷出。叶星辰，你疯了吗？蓝月鱼捂着受伤的胸口，愤怒的大吼。谭海清败退，任天堂死了，我师父现在在张扬手中，要拿你跟妖姬交换，认命吧。蓝月鱼懵了，紧接疯狂的大吼，你骗我，我不相信，张扬不可能这么厉害，你一定在骗我。谋划了这么久，怂恿了3大宗师都没能打败张扬，他彻底崩溃了。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杀得了他，现在相信了吧？妖姬抬头，眼神穿过凌乱的头发，露出恶魔般的笑容。蓝月鱼莫名一阵恐惧，一旦落入张扬手中，他无法想象自己会是什么下场。叶星辰上前准备将蓝月鱼废掉，带回去换人。倏然，蓝月鱼抬手，衣袖中射出一支毒箭，叶星辰躲过，正准备上前，一声闷哼传来，只见柱子上的妖姬腹部中了一支毒箭，毒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叶星辰，你不及时帮他运气驱毒，他只有死路一条，到时候看你怎么向张扬交差。蓝月鱼说完，跌跌撞撞朝洞口逃去。贱人，可恶！叶星辰看着蓝月鱼方向，再看了眼中毒的妖姬，最后决定先救妖姬。蓝月鱼逃了，可以再抓，妖姬命没了，他们师徒也得丢命。他赶紧帮妖姬松绑，双手按到他背上，运功逼毒。省城，东方轩挂掉电话，心都凉了。与此同时，张扬也挂掉电话，刚刚是妖姬打给他的，2个人只回来一个，你自断一臂吧。东方轩只恨自己交了个废物，实力高于对方，还在偷袭的情况下，这都让对方逃了。他叹了口气，拔剑将自己左臂斩了下来。你我恩怨到此为止，希望你别像任天堂一样出尔反尔。张扬向罗琪琪招了招手，2人击下纵跃，消失在视线之中。下午，张扬带着那魔琴跟罗琪琪回到江南，他第一时间去看了妖姬，见他满身是伤，内心掀起了滔天愤怒。你放心，我会将蓝月鱼抓住，由你处置。张扬铿锵道。主人，见到他直接杀了吧，这个女人狡猾多端，心思歹毒，留着迟早是个祸害。妖姬道。我已经将悬赏金提到5亿，没有了武邪庇护，他逃不了多久。在这种天罗地网之下，张扬还真不相信这个贱人能逃掉。让我看看你的伤。没事，都是皮外伤。妖姬脸上露出拒绝之色，眼眶有些红。鞭子有倒刺，他现在全身皮开肉绽，哪怕治好，全身都是疤。主人一定会嫌弃他，以后都不跟他双修。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别动！张扬拿开他的手，将衣服掀了上去，看着上面的伤口，愤怒填胸而起。这伤一看就是故意的。蓝月鱼这个婊子，明知道妖姬是自己的女人，故意把她伤成这样，想让自己以后不碰她。豆大的眼泪夺眶而出。妖姬自问已经很坚强，但是这次怎么都忍不住。主人现在已经很少碰她，以后恐怕都不会跟主人有身体接触了。我不是让你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跑路吗？怎么就被抓住了？我去救刘主任，刚把他转移，自己来不及逃。简单一番话将张扬内心软化。那种情况下他都自身难保了，他还想着任务，太忠心了。没事，我可以让你身体不留下半点疤。主人，真的吗？妖姬大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好好养伤，我去制药。张扬记忆中有一种叫冰敷膏的疗伤灵药，可以治疗外伤，不留下疤痕。这么重的外伤，现在医术很难去拔，哪怕激光都不行。但修仙界的医术完全没问题，连飞天遁地都可以，何况区外伤。离开医院，张扬立刻收集灵药。冰敷膏的材料都是罕见的材料，比如极品珍珠、极品芦荟等等，特别是一种叫凝血草的灵药，是蓝星没有的，恰好在天山秘境中有。张扬即刻启程飞往天山。罗琪琪他没带着，眼下妖姬、南无情都受伤，罗琪琪要留下来保护他们。蓝月鱼尚在逃，如果找到也需要他去追踪。张扬前往永春堂，找到严冰，询问他和诗韵回来没有。严冰说他已经大半个月没联系上和诗韵了。张扬算算时间，正是自己跟他分别去罗家的时候，这可是自己最好的双修对象，可别出什么事啊。你跟我一起去天山找一下他。张扬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忙，找人这种事情最好交给严冰。严冰点了点头，驱车跟他一起上省城。路上，严冰一边开车一边从倒后镜悄悄打量张扬俊俏的脸庞。张扬在后排闭目养神，他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看。这家伙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到1年时间，从一名医院的牛马医生成为碾压武协会长的存在，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再不认真开车，
咱们可要车毁人亡了。张扬提醒。严冰瞬间霞飞双颊，连忙道：“我没有不认真，这家伙明明闭着眼睛，怎么知道自己在看他？修仙者进入炼气4层能产生神识，我现在的神识足够覆盖10米远啊！”严冰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化作鸵鸟，一头扎进沙子里面。修仙者神通也太厉害了，可惜自己没有灵根。一想到这些，严冰神色便暗淡下来。要不咱们还是坐车上去吧。张扬感觉他这种状态非常危险，满腔心思在自己身上，患得患失，再加上是女司机，我再认真看。严冰赶紧回道：“今晚咱们睡一个房间吧。”张扬突然一句调戏，让严冰右手一抖，方向盘轻轻一移。在高速公路上，这样的失误是致命的。旁边一辆大货车无情地碾压过来，根本没有躲闪的余地。严冰惊呼起来，就在他以为自己要一命呜呼的时候，大货车就像撞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凌空飞起，在半空翻了个跟斗，砸落地上变成一堆废铁。我来开，你随便看个够。张扬从后排坐下来，拉开主驾车门，将惊魂未定的严冰拉下来，硬塞到副驾驶座。他一脚油门，绕开满地碎片，呼啸而去。严冰的脸红得已经不能再红了。飞机降落天山机场，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两人走进酒店，准备住一晚，明天再出发。身份证来到前台，张扬向严冰伸手，严冰取出递了过去，张扬接过，交给前台小姐一间大床房。听闻他这话，严冰顿时傻眼了，单人房还是大床？他这是想干什么？要双人房？他赶紧插话，对前台说道：“美女，双人房跟单人房有区别吗？”前台小姐忍不住问了一句，一下子把严冰点醒。他赶紧说道：“说错了，是2间房。”一路上他不知道被张扬调戏了多少次，连智商都变低了。办好入住手续，两人走向电梯。张扬笑道：“机会我已经给你了，是你自己不珍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随便？”严冰美目瞪着他，严肃道：“我告诉你，对于一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是深闺怨妇。”“哦，从来没谈过恋爱？那我请问你的第一次给了谁？你是什么意思？”张扬拍了拍他的脑袋：“别装清纯了，我有本事看出你是不是第一次。”严冰脸色顿时苍白起来，思绪仿佛一下子飞走了。回房之后，张扬刚打完电话，敲门声响起。严冰站在门口，脸色跟先前一样难看。他用很严肃的语气问张扬：“我希望你别骗我，你真能检测出来我不是处子之身？”张扬点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不是。可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张扬盯着他，见他眼神没有任何躲闪，再者他也没必要对自己撒谎。“我不明白，真不明白，怎么回事？”严冰感觉脑子很乱，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骑自行车不小心的，听张扬一说，他方知自己的第一次被偷走了，连对象是谁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去酒吧泡过，喝断片，或者在别的地方睡觉，睡过头？我身为保镖，从不喝酒，至于睡觉，每次到陌生的地方，我都要仔细检查一遍才安心，根本不可能让别人有机可乘。”严冰继续道：“把手拿过来。”严冰将手递了过去，张扬脑海中瞬间弹出一行字：“非元阴体，阴气值500。”我只能告诉你，不是这1-2年的事情。张扬的修为如今已经是炼气5层，可以检测的最大阴气值达到了600，但严冰是凡人，上限是500。严冰脸色惨白，忧心忡忡，不知所措。“你的事情我可以帮你查，眼下先查清楚韵姐到底出了什么事。”严冰点了点头，正准备离开，张扬一把拉住他的手，双目火热。严冰的心快速跳动起来，眼神闪烁，一时之间没有了分寸。这种没拒绝的态度助长了张扬的气焰，他当下搂住严冰的腰，吻了上去。严冰身体僵硬，笨拙像机械人一般，大脑一片慌乱。张扬舌头跟手同时伸了进去，果然小有小的精致。就在他想进一步的时候，严冰突然推开他，急道：“我们不能这样，会对不起韵姐的。”他擦了下口水，飞也似的逃了。这小妮子居然还懂得欲拒还迎。张扬笑了笑，过去把门关上，进入浴室洗澡。第二天一早，两人继续出发。2个小时之后，张扬带他到了跟和诗韵分别的地方。张扬给他转了500万，吩咐道：“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多招些人去查，韵姐不可能不住酒店，一住酒店就会留下记录。”严冰点了点头，两人兵分2路。张扬施展罗烟步上山，几个小时之后来到秘境入口。他先在4周检查了一遍，确定没人发现之后，从悬崖跳了下去。进入秘境之后，张扬直奔木屋，准备拿把铲子。刚靠近木屋，一道身影从里面急匆匆走出，正是罗仁杰。只见他头发凌乱，长袍的腰带都没缠好。“张扬，你怎么来了？”罗仁杰慌乱地问。“罗叔，你该不会在这里养小三吧？”张扬身影一闪，从他旁边穿了过去，准备给他来一下现场捉奸。下一刻，他尴尬无比，床上的女人并不是小三，而是他的夫人方圆圆。方圆圆正在飞快地整理衣服，见张扬闯进来，羞得无地自容，整个人钻进被子里面。好在他穿衣服的时候用被子挡住，不然要射死了。张扬赶紧退了出去，对着面色更尴尬的罗仁杰道：“偶尔换了一下环境，挺好的。对对，老夫老妻需要变一变。
你们继续变，就当我没来过。张扬拿了把铲子，飞快地跑了，瞬间不见踪影。片刻之后，方圆圆穿好衣服出来，脸红得像个苹果。他一把抓住罗仁杰耳朵，怒道：“让你别来，你不听，要是被琪琪知道，我还要不要做人了？夫人，疼疼，轻点，天天净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3个月不许碰我。”方圆圆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进去。不到1个小时，张扬就采完了药，除了凝血草之外，他还采了许多3叶灵草以及灯笼果跟液氮花。这些灵药他准备带回去炼制丹药给妖姬跟那魔琴，提升他们的实力。炼气2层还是太弱了，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的产业。离开秘境之后，张扬马上下山，到小镇之后打电话给严彬：“张扬，我正好有发现，你来红山酒店。”张扬来到最著名的红山酒店监控室，严彬指着监控上一名身材高瘦、戴着帽子、看不清真容的男子，说道：“从监控上看，这人一直在跟踪韵姐，能看到真容，帽子没脱过，摄像头也没拍到正脸。”张扬拿起鼠标，一遍遍播放，暂停，后退，再播放，循环了10几次之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严彬，拷贝下来。两人走出酒店，严彬才问出自己的疑问：“你刚才看出什么地方不对吗？刚才那人是个高手，何以见得？”直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气场，普通人、古武者、修仙者各有不同，这种气场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只有实力到了极致，返璞归真之人才能将这种气场完全掩盖起来。高瘦男子还没到达那种境界，所以他的气势很大。你留下来继续查探，看看能不能拍到他的正脸。我还有急事，要先赶回江南。冰敷膏越早用越好，再迟一点，等妖姬伤口结疤，再用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好，严彬点了点头。从天山回来之后，张扬马上调制冰敷膏，调完之后，张扬第一时间便给妖姬敷上。1天之后，妖姬震惊地发现，之前用了很多药都难以恢复的伤口，一夜之间竟然全部结痂了。新长出来的皮肤又白又嫩，像新生儿一样。虽然还没完全好，但是他能感觉出来，绝对不会留下伤疤。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神药，批量生产，得赚多少钱？妖姬惊呼：“还批量呢？你知道这玩意成本多少钱吗？”张扬摇了摇手中的罐子，接着道：“单是灵药的价值就超过1000万，一株100年老山参都能拍卖出500多万。在合欢老祖记忆中，那株凝血草比100年灵药还要贵，这还没算其余珍贵的灵药。”妖姬听完啧舌不已，这也太贵了吧！修仙界的东西好是好，真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你躺着别动，再过2天家就能全部脱落，你又是个白白嫩嫩的可人儿了。张扬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温柔道：“到时候我还要奖励你一样好东西。”什么东西？香蕉。妖姬脸色顿时就红了，他知道主人在调戏。这次事件之后，他明显感觉到主人对自己温柔了很多，看来柳飘絮没白救。他也更坚定了自己信念，在主人身边，只要你肯付出，能拼命，主人就一定不会辜负你。张扬走出房间，一名下人走了进来，汇报：“少爷，李家主上门求见。”李文鹤：“是的，这几天他每天都登门求见，被妖姬小姐拒绝了，告诉他我没空。”张扬用脚趾头也知道他想干什么。东方轩被自己砍了一条手臂，他的靠山倒了，此刻他们一家怕是吓得寝食难安，如坐针毡了。张扬去第2个房间给南无情敷药，南无情被刺了一刀大腿，伤得不轻，也在养伤。帮南无情上完药之后，张扬开始进入炼丹房炼丹。眨眼时间，3天时间过去，在冰敷膏这种疗伤圣药之下，妖姬跟南无情伤势基本痊愈。张扬将新炼制出来的丹药送给两女，对于炼气2层来说，这些丹药效果太好了，仅仅1夜时间，两女便双双突破，同时进阶炼气3层，身体的伤也在突破之后彻底痊愈。第2天一早，3人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着接下来的扩张计划。下人再次进来，说李文鹤上门求见，不见，跟他说让他们一家洗干净脖子。下人领命而去。门外，李文鹤听完这句话，双眼一黑，差点晕倒。他如同行尸走肉，回到自己的家，站在家门口，看着这座豪华的大院，李文鹤顿时百感交集。以前每站在这里，他心里就充满了骄傲。湖心岛有7座大院，他们家是中心，从天空俯瞰，被其余6家包围，像是6星拱月一般。此刻，这座让他自豪的大宅，却成了悬在他们一家头上的悬锦之剑。爸，见到张仙师了吗？一家人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每个人脸上都罩了一层阴霾。说话的是儿子李青山，他比李文鹤更紧张。当初张扬上门买房的时候，他还指着对方鼻子一顿臭骂，张仙师不肯见我。短短6个字，仿佛抽尽了李文鹤所有力气。李青山双腿一软，瘫软在地上，为首的中年贵妇嚎啕大哭起来，狠狠地打着李文鹤，都怪你，让你卖你不卖，现在想卖都卖不了了，咱们一家人的脑袋什么时候被摘掉都说不定。悲怆的氛围蔓延开去，哭的家人越来越多，仿佛变成了奔丧现场。张扬的残暴性格在他们一家人心里深入骨髓，哭哭哭，竟知道哭，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李文鹤被哭得心烦，一声大吼，家人们这才渐渐止住了哭声。爸，要不咱们直接搬走算了。李青山建议。
啪！一巴掌甩在了脑袋上。李文赫怒道：“他要灭咱们，搬到天涯角落也逃不掉。任天堂那么有本事，还不是一样死了？当家的，我不想死，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中年贵妇上前，紧紧抓住他的手：“我再去求他，他要是不见，我就跪在门口，直到他见我为止。”李文赫被家人哭得心烦，转身又去了。晚饭时分，张扬从炼丹房出来，现在他住的是靠东一座大宅，里面很多房间，他将其中一个改成了炼丹室。餐桌上，三女已经准备开吃了。妖姬跟那魔琴有说有笑，表现得像姐妹一样，反倒罗琪琪很不习惯。要不是张扬打电话给他，执意要他过来，他现在还想待在酒店里面呢。虽然他很爱张扬，内心也渐渐接受，但是这不代表他能坦然跟另外的女人亲密无间的相处。趁着吃饭时间，我跟你们讲讲画符。张扬心里很清楚，罗琪琪留在他身边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一身本事。果然，大胸萝莉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张扬之所以能轻易打败他跟父亲联手，就是因为他拥有符箓。符箓不需要消耗元气，随便使用，这就像一个人拿了手枪跟赤手空拳的人打一样。他做梦都想学这门神通，就连妖姬跟那魔琴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符箓是修仙器艺之一，是一种能沟通天地能力的神秘手段。主要的制作材料有符体、符笔跟符墨3种。高端的制符材料可以让符师用很少的灵力就能制作出厉害的符箓，可惜这一届根本没有此等材料，所以我现在用的符箓威力大大减弱。三女倒吸一口凉气，他们见识过张扬使用飞剑符、火弹符跟金钟符，宗师被揍的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就这样还是大大减弱的情况。那高端材料制作出来的符箓威力得厉害到什么程度？由于没有制符材料，我现在画符用的全是封印法，将法术封到黄符上，你们且看。张扬摸出一张空白黄符，悬浮在面前半空，右手凝聚一个拳头大的火弹，他让火弹的力量化成一条线落到黄符上，很快便画了一张火弹符出来。火弹符的外观是一个圆形的火球，体表有火焰图腾。三女瞳孔放光，这么轻易就制了一张威力不小的符箓出来，要是他们学会画一叠符箓放在身上，看谁不顺就砸谁，那得多爽。张扬暗暗好笑，等你们真正学起来就知道有多容易了。此时下人上前汇报：少爷，李文赫一家人跪在门口，请求你见上一面。让李文赫进来，其余的打发回去，跪着多晦气。张扬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来这一招，只能见上一面了。很快李文赫就进来了，张扬一巴掌拍在桌面上，怒吼：大胆李文赫，谁让你们跪我家门口，想砍家富贵是不是？李文赫差点跪下，突然觉得张扬不喜欢，当下半蹲着，跪又不是，不跪又不是，别提多难受。这姿势挺好，保持住。张扬等他一动也不敢动，这才冷冷道：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张仙师，我决定以低价卖宅给你，你意下如何？李文赫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小心翼翼地询问。卖？张扬眉毛一挑，李文赫顿感如芒在背，连忙改口：我说的是送。张仙师听错了，之前给你双倍价钱，你不卖，现在却要送，你说你是不是贱？是，我贱。敢问仙师接不接受我这个贱人送礼？张扬向南无情吩咐：明日跟李家主去过户，钱是肯定要给的，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抢来的，价格就给1分钱吧。噗！三女纷纷笑了起来。是，老板。南无情心里这口恶气出的比张扬还爽，想当初他为了让李文赫卖房受了多少羞辱，现在真想送他2个字：活该。李文赫绷紧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这烫手的山芋总算送出去了。幽暗、湿润、发霉、腐臭，这样一条下水道是老鼠蟑螂的天堂。一只瘦弱的老鼠刚从臭水沟中爬出，便被一只肮脏的手抓住，女人连洗都没洗，直接塞进嘴里啃噬起来。从最初的恶心呕吐、肠胃不适，到如今的行尸走肉，也仅仅过了10天而已。这10天，蓝月鱼就躲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下水道，一边疗伤，一边躲避追杀。以臭水解渴，以老鼠蟑螂为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扛下来的。好几次他都想着自尽，但是一想家仇未报，顽强的意志力让他坚持了下去。第11天夜晚，蓝月鱼遇到一名夜跑女子，偷偷把她杀害，扔进下水道，换上她的衣服，在河边洗了把脸。他又劫了辆车子，慢慢驶出江南市。如他所料，搜索已经减弱了很多，大概所有人都以为他逃出去了。谁敢信他在下水道吃了10天的老鼠，现在才离开。车子驶出江南市，蓝月鱼这才狰狞地笑起来。张扬，你没想到我会逃出来吧？这次不行，我就下次；下次不行，就下下次。就算化作厉鬼，我也会杀掉你，为家人报仇。蓝月鱼脸色苍白，双目充血，长期不见太阳，让他像鬼一样。足足开了1个多小时，看到路边有一间夜营的便利店，他这才将车子停下来。刚下车，店员看着他背后，惊得目瞪口呆。蓝月鱼顺着店员目光望去，瞬间惊得头皮发麻。只见自己的车顶上盘坐着一名黑袍男子，头被连衫帽挡住，看不清面容。他手捏兰花指，似乎正在运起调息。嗖，一道寒芒闪过，便利店员额头被洞穿一个血洞。麻烦帮我拿瓶水，吹了2个小时寒风，怪渴的。黑袍人声音尖锐，不男不女，叫起来怪瘆人的。
蓝月瑜经历10天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内心无比强大。他心知这人跟了自己一路，却没有动手，并没有杀死自己的意思。他走进店里，一拳将冰箱盖击碎，拿起一块玻璃碎片，将2个监控击毁，这才说道：“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水，自己过来拿。”黑袍男子如同一片树叶落到门口，右手凌空一抓，一瓶农夫山泉落入手中，隔空取物，这可是大宗师的神通。蓝月瑜瞳孔一缩，张扬如今的实力也只有大宗师能对付了，我不会帮你杀人，你还没资格让我出手。黑袍男子看穿他心思，冷冷道。他扭开瓶盖，伸入帽子里面倒了下去。蓝月瑜由始至终都没能看到他的脸，甚至他都怀疑帽子里面有没有头。他拿起一块面包，撕开，狼吞虎咽起来，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为什么帮我？他喝了口可乐，将面包咽下去，这才询问。我没帮你，这倒是，全程是蓝月瑜靠自己的本事逃出来的。喝地沟水，吃老鼠蟑螂，你这女人真有意思。黑袍男子语气中带着一丝赞赏。想不想我给你指明一条路？你说还是处女部？是，那就有2条路。第一条，找华人魔，想尽办法成为他的宠妾。你容貌不俗，还是完璧之身，得到他的宠幸不难。他是谁？好色如命的大宗师。另一条路呢？改头换面，以新的面容接近张扬，找机会报仇。这条路更难，你没有灵根，想成为他的女人很难。没灵根不能修仙吗？不能。蓝月瑜抬头看着漆黑的夜空，半晌才说道：先走第1条，走不通再走第2条。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可惜没有灵根，不然我都想收你为徒了。黑袍人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蓝月瑜回到驾驶座，询问现在去哪？关城。华人魔在关城，去那里学玉男之术。你可想清楚了？走这一步就意味着你以后的人生里面已经没有了尊严2字。黑袍人讥笑，我的世界早就没有尊严了。蓝月瑜一脚油门，车子朝管城开去。严冰，有韵姐的消息没有？还没有。扩大范围，继续找。挂掉电话，张扬心情特别烦躁，这都快失踪1个月了，他到底被什么人抓走了？回到房间，张扬沟通合欢老祖，看看他在不在。在。合欢老祖就像鬼魅一般，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啥时候诈尸一下。张扬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着重说了和诗韵失踪的事情。他大概率是被修仙者抓走了。修仙者为什么要抓他？天灵根修行如坐火箭，金丹无瓶颈，加入一个门派可保宗派500年昌盛。这样的天才，哪个修仙门派不想收为弟子？得知父母是修仙者，还在天山秘境发现仙宗之后，张扬基本确定这世界还有另外的修仙者，只要把另外的修仙者找出来，也许就能找到和诗韵的下落。老祖，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找资源，找女人。女人我就不必多说了，你也懂。至于资源，我建议你想办法找一下秘境。据我了解，但凡出现小秘境的地方，一般都会存在多个秘境。为什么？不知道，概率学这么说的。合欢老祖说完又下线了，怎么换都换不出来。张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老祖才能一直待在身边，随叫随出。仅仅1天时间，李文赫一家就搬走了，屋内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张扬还以为他们害怕不敢带走，直到那魔琴说，他才知道原来是他强制要求的。在办事方面，南无情挺有能力的。接下来的日子，那魔琴跟妖姬忙得脚不沾地。反仙盟入侵江南之后，张扬的地盘变得一地鸡毛，能抢的被抢走了，抢不走的被砸得稀巴烂。妖姬需要派人修复这些地盘，还要找之前的古武者报复。现在他已经炼气3层，只要不遇到宗师强者，应付完全起来没问题。南无情则按照张扬的要求重新修装李家，这里以后就是张扬的家了。相比于忙碌的两女，罗琪琪则清闲得多。张扬没给她安排工作，毕竟工作会消耗她的精力。这小妮子是真灵根，年纪又小，以后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平时没事的时候，她就待在房间画符，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能一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相比妖姬跟那魔琴，罗琪琪明显更适合当一名修仙者。张扬也没闲着，一到有空就画符。目前他最擅长的是飞剑符、火弹符跟金钟符，2攻1守，暂时也够用。再厉害的符箓他也画不了，一来境界不够，二来没有制符材料。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10几天过去，张扬的符箓终于回血了，身上又多了几10张符箓。这晚，张扬心血来潮，想找个人来侍寝。这段时间他忙于制符，竟然已经戒色半个月。选哪一个呢？张扬待在符房，拖着下巴想了起来。3个女人都是绝色美女，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优点。罗琪琪最年轻，体验感最好，缺点是放不开，这很正常。刚成年的小姑娘，有几个懂情趣的，都是只想享受，不想出力。妖姬长得最漂亮，身材好，技术全面，各方面都不错。也不知道为何，跟她之间，张扬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也许是有公事公办的感觉。南无情，人美情商高，很懂得怎么取悦人，就是颜值这一块，相比其余2女平庸了点。还是抽个签吧。张扬拿出一张纸条，撕成3片，写下3女名字，揉成团，撒到桌面上。随即拿起一看，摊开来看，
上面写着2个字：妖姬，就你了。张扬摸出手机，正准备打电话，微信声音响起：那么请老板，房子装修的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进度，方便吗？大晚上的汇报什么？他心里想什么，傻子都懂。不过张扬很喜欢，机会都是留给主动的人。他正准备让南无情过来，罗琪琪突然发微信过来：杨哥，我想现在向你讨教一下符箓，方便吗？怎么回事？之前都不找，今天一个个主动找上门。张扬想了一下，一拍脑袋，原来半个月前吃饭的时候，他说要闭关半个月，制作符箓防身，没什么重要事情，不要打扰他。这些女人全记在心里了。张扬决定再等一下，看看妖姬会不会联系自己。果然不到半个小时，妖姬就打电话过来，说跟他汇报生意场上的事情。这几个女人已经被他调教的极度听话了。张扬决定全都见一遍，看看他们的表现。第一个，将大胸萝莉叫了过来：杨哥，你看看我这些符哪里不对？罗琪琪拿着10几张烧焦的废符递给张扬，一脸苦恼。张扬认真观察了他片刻，得出一个结论：罗琪琪就是过来求学的，压根没有那种意思。张扬耐心讲解一番，罗琪琪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他一溜烟跑了，根本不给张扬暗示的时间。胸大无脑，真理啊！接下来张扬把南无情叫了过来。南无情手里拿着一叠资料，大部分是设计图纸。老板，这些是新宅的设计图纸，你看一看。张扬接过看了起来，由于全部都有设计图，看得非常清楚。炼丹室、炼器室、符箓室、阵法室、傀儡室、御兽室、灵职室、修真七艺，他每一种都留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房间。这些房间目前大部分用不到，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吉女留下深刻印象。修真七艺对于一名修士来说非常重要，事关以后能走多远。没什么问题。张扬看完之后递了过去。宅院的牌匾，老板考虑怎么起名了吗？张扬低头沉思起来。李府太普通了，杨府也没什么特别，合欢府有点下流的感觉。想来想去，他最后决定起个修仙小院的名字，这么低调。南无情有些不理解，他本以为张扬会起什么吊炸天的名字。狗道才是修仙者万古长青的真理，张扬眼下这么狂也是迫不得已。在蓝星这种地方他可以狂，一旦到了更厉害的地方他还这么狂，就会像电视剧中那些活不过3级的小反派。狗跟英才是真理，就起这个名字。张扬决定道。刚聊完工作，门外传来敲门声。主人，我来汇报工作了。门外传来妖姬的声音。你不用汇报了。正当妖姬十分失落的时候，张扬话音一转，10点之后来我房间慢慢汇报。是，主人。妖姬大喜。1夜之后，妖姬明显感觉体内的元气精纯了许多。双修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元气入体交流，男女双方的元气进入对方身体，再过渡到自己身体，形成循环。通过元气不断循环，过滤身体内的杂质，让元气更加精纯。对于妖姬来说，张扬愿意跟他双修，他的收获是极大的。对于张扬来说，收获几乎为0。妖姬元气太弱，就像水流不够大，无法冲击有污垢的水管一样。伪灵根天生修炼难，灵气吸收慢，炼化效率低，提炼自身元气过程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张扬更需要通过双修来将自己的元气提纯，进阶才能快一点。目前对张扬双修有效果的只有罗琪琪一个，只是这妞对双修理解能力太弱，而且进行过程容易分神，只顾着享受，还需要调教好久。最顶级的对象自然是和诗韵，他体内的寒气对张扬来说是大补之物，一旦他境界追上来，效果是巨大的。妖姬离开之后，张扬打电话给严冰，再次询问和诗韵的情况，得到的情况一如既往，没有消息，继续找。张扬并没有想着亲自前往，严冰在那边雇佣了几百人都没找到，自己过去就能找到吗？那么请过来一下。片刻之后，南无情过来了。之前让你招有灵根的人有消息没有？有一批女的说修出了气感，老板你需要亲自上去面试一下吗？宅院的装修你让别人去跟，你跟我上省城。张扬觉得提升修为才是最大的事情，住的地方装修成啥样也问题不大，能住就行，我去安排一下。老板想法变来变去，心血来潮，那魔情见得多了，两人即刻上省城，来到地人大厦。地人大厦之前是孟家产业，一共50层，在省城也是有名的地方，经常有人过来打卡。孟觉正在里面忙着，见到张扬，整个人站了起来。老板，你怎么来了？孟家产业已经全部转入张扬名下，孟觉现在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而已。最近生意怎么样？挺好的，报表拿来看一下。孟觉赶紧拿出报表递了过去，说道：这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还没出来。张扬看完之后，吩咐已给任天堂、江江远、胡六指的家人发去公告，3天之内将名下所有资产过到我名下，规矩不能变。这段时间张扬一直待在江南，还没时间将他们3家灭族，我这就去通知。孟觉走出办公室，打电话去了。片刻之后他回来说道：江、胡2家愿意转让，但任家把所有财产全都卖了，谁胆子这么大敢买？慕容家什么背景？任天堂死后没有任何人胆敢接手他家的产业，只有慕容家敢接，
传闻慕容家在京都有背景，这才肆无忌惮地趁火打劫，据说价格被压到了市场价的30%。京城有人是吧？等我打探清楚，再跟你算账。这事等查明真相再说。慕容家明知道他的实力，还敢在虎口夺食，肯定是有些能耐的。张扬刚把舞鞋端了，造成了极大的轰动，眼下还是低调些为好。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我以后会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孟觉点了点头，马上去给张扬安排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第二天，南无情就安排了面试。张扬来到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加起来有50多人，这些人都修炼出了气感。张扬疑惑地看着那魔情，他们是这样说的，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也不太清楚。南无情回道，一个个安排进来。陆波曼。南无情走出办公室门口，看着长长的队伍，喊了一个名字，在。一名穿着包臀裙、胸大屁股翘的美女走了过来。陆波曼迈着大长腿，踩着猫步走了进去。老板你好。嗲着嗲气，眉目传情，风骚万种，一种捞女的即视感扑面而来。这女人哪像来面试的，根本就是来勾引自己的。把手伸出来。是，老板。陆波曼坐下来，将白嫩的玉臂伸了过去。张扬手指搭到脉搏上，脑海中马上弹出一行字：非元阴体，阴气直灵。他这是早上刚喂了狗吗？老板，我是不是修出了气感？陆波曼眨了眨假睫毛，轻轻舔了下嘴唇，呻吟般询问。张扬衣袖一拂，一股元气将他弹出办公室，狠狠撞在墙上，头破血流。什么垃圾也敢过来，告诉外面的女人，碰瓷的就是这种下场。南无情走出办公室，将张扬的话复述一遍。哗啦啦，几十人走的一个不剩。老板，我真不知道他们胆子这么大。南无情非常尴尬，走进来道歉。年薪100万，想过来碰瓷也正常，下次招人的时候留点心。张扬没怪他，毕竟自己当初也没提醒，才被这些女人钻了空子。老板，公司今天在南大有一场招聘会，会有很多女生过来，你要不要过去看看？南无情问。检测灵根需要身体接触，人家女生过来，你全摸一下别人的手，人家不把你当变态才怪。张扬摇头，不用了，再想办法找吧。晚上，张扬在酒店闲着没事干，下去商场转转，看看能不能遇到有灵根的人。今天是周六，商场的人特别多，挤电梯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身体接触。张扬打扮十分帅气，这样一来，哪怕不小心碰到美女，也不会被人感觉是色狼。非纯阴体，阴气值35；非纯阴体，阴气值9；非纯阴体，阴气值19；元阴体，阴气值500。一串串数据在脑海中升起。张扬接连跟几十个女的擦身而过，都没能遇到一个有灵根的。这种大海捞针般的感觉，让张扬很快就觉得疲惫。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杨哥，是你吗？”一名丰满的女生出现在面前，赫然是之前见过的广南大学学生叶玉香。叶玉香身边有2名女生，长得都很漂亮，特别是右边那名，身材高挑，肤如白玉，琼鼻高挑，乍一看去简直就像大明星一样。左边那名身材也很好，就是脸容比较普通。叶姑娘，好久不见。张扬淡淡的说道。好久不见。叶玉香目光中带着一丝恐惧，毕竟面前的男人可是被称为恶魔的存在。香香，有大帅哥也不给咱们介绍一下？长相普通那名女生轻轻推了叶玉香一下，让她赶紧介绍。她叫张扬，这位是叫柳秋玉，这位是雷秋雪，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叶玉香无奈的介绍。你们好。张扬伸出手。你好。柳秋玉马上伸出手握了一下。非纯阴体，阴气值7。脑海中弹出这行字，又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张扬将手伸向雷秋雪，对方没有伸手，只是轻轻点头，也好。杨哥，秋雪身体带电，不能跟人握手。叶玉香怕张扬误会雷秋雪没礼貌，赶紧解释，天生的。张扬瞳孔一亮，惊喜地看着雷秋雪。雷秋雪淡淡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张扬打量着这个女生，不知道为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的头发很滑顺，2缕刘海向两侧分开，露出精致的额头，上面有很淡的青春痘痕迹。这素颜的模样反而让她很真实，是个活生生的人。柳眉细长，睫毛天然弯，瞳孔清澈，没有半点杂质。一身廉价的 T 恤掩盖不住她的傲然身材，胸部浑圆挺拔，天鹅颈又白又长。她这一身全是地摊货，加起来估计没超过200块，包括鞋子。第一眼，张扬还以为是衣服衬托了人，后来才发现是人衬托了衣服。我就不该跟秋雪出来，她每次出来就没咱们什么事。见张扬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雷秋雪，旁边的柳秋玉吃起醋来，忍不住提醒：帅哥，秋雪可是带刺的玫瑰，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很多男生被她电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你可得当心。我这辈子还没被女孩子电过，雷姑娘，给个机会呗。张扬再次伸出手，落到雷秋雪面前。雷秋雪双手一直插在牛仔裤的裤兜里面，她摇了摇头：你会受伤的。我不信，试试。雷秋雪还是拒绝。之前不相信的男生很多，结果头发都竖了起来。秋雪，杨哥不是普通人。叶玉香在张扬面前一直都不太敢说话，这时候忍不住插嘴：难道你是古武者？雷秋雪眨着清澈的大眼睛问。他是，我是名医生。
张扬打断了叶玉香的话，笑道：“3位美女，要不搭个肩？有东西送吗？”柳秋玉笑问：“包的。这间商场之内，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挑一件东西。”张扬笑道：“什么都可以吗？”柳秋玉马上问：“只要是卖的都可以。”卧槽，叶玉香，你朋友太豪气了，他家是干什么的？柳秋玉一看就是非常物质的女生，听闻张扬有钱，好感度再次上升。我不知道。叶玉香不敢随便说，怕吓死他们。古武者在他们这些普通人眼里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何况张扬还是强大的修仙者，还是能打败宗师的存在。整个省城现在最出名就是他了。我家开了间医院。张扬回道：“卧槽，私立医院可赚钱了。上次我去私立医院拔了颗牙，被宰了好几千。”张扬无语，这女的不但物质，情商还超低，还好自己只是随便说说，要是家里真开医院，这得多尴尬。张扬呵呵的笑着，自来熟地道：“走吧，挑礼物去。”雷秋雪不太愿意，但见叶玉香跟柳秋玉没什么意见，也不好再说什么。四人经过一间金店，柳秋玉立马指着门口的镇店之宝：“帅哥，我要这个。这是一只金手镯，重量多达150多克，按现在的金价要16万多。”雷秋雪跟叶玉香同时看向柳秋玉，心想他真是啥都说得出口，第一次见面无亲无故，让人买16万的金手镯给他，捞女都不敢这么干。帅哥，你说随便挑的，不会反悔吧？柳秋玉激将：“包起来。”张扬对卖金的店员吩咐。付完钱之后，张扬将装着金手镯的盒子抛给柳秋玉，问另外2名女生：“你们要什么礼物？”秋雪，你先来。叶玉香又害怕又心动，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询问雷秋雪：“我不要。”雷秋雪果然拒绝：“我也不要。”叶玉香见雷秋雪不要，自己哪敢要？你们俩这样，咱们可没办法做朋友了。柳秋玉见2个女生不要，怕张扬反悔，顿时就不高兴了。没关系的，挑吧。张扬说道：“我妈说不能随便要男孩子的礼物。”雷秋雪坚定地摇头：“秋雪，像你这种出生穷困家庭的大学生，想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柳秋玉一副老大姐的态度，厉声教育：“最重要的是斩断一切家庭的思想。你家穷成这样，说明你的家庭教育很有问题。你要做的是抛弃一切原生家庭思想，做个思想独立的女性。我家庭教育挺好的。”见柳秋玉赤裸裸地抨击自己的家庭，雷秋雪很不高兴，但又不敢反驳：“好什么好？你瞧瞧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馒头，连有肉的包子都舍不得买。你这一身衣服加起来都不够100块，不寒碜吗？”柳秋玉语气越来越激动，出水芙蓉般的雷秋雪被他说得一文不值。张扬听得出来，柳秋玉就是故意在损雷秋雪，想让张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低档的女人。我有事先走了。雷秋雪并没有反抗，选择了逃避。张扬夺过柳秋玉的手镯，追了上去，跟他并排走在一起。柳秋玉想追上去，被叶玉香拦住：“秋玉，你别冲动，会出事的。不就是一个凯子，有什么好怕的？”柳秋玉甩开他的手，正想追上去，发现2人已经消失在汹涌的人群中。另一边，张扬跟在雷秋雪身边，笑道：“你怎么不骂回去？害我白等了这么久。”雷秋雪见他手里拿着金盒，叹了口气：“今晚回去肯定又要炒一顿了。张扬礼物都送出去了，现在又抢回来，柳秋玉肯定会将账算在他头上。要不我送回去？随便你。”雷秋雪忍不住补充了一句：“我警告你，柳秋玉就是个捞女，你给她送礼，她最多陪你睡觉，别指望她有真心。她那种女人不会对任何男人动心，但凡再出现一个比你优秀的男人，她会毫不犹豫把你甩掉。”看得出来，张扬认同。在学校，她交过的男朋友都有10几个了，一些同学私底下都骂她是公交车。我看你这人长得单纯，怕你被她骗了，才提醒你的。雷秋雪又道：“单纯？”张扬哑然失笑，还是头一次有人这样说他。雷秋雪对柳秋玉很不满，当面不敢说他，此刻对着张扬却是一下子全吐了出来。原来柳秋玉不但贪钱，还是个校霸，跟很多鼓舞学生认识。雷秋雪怕惹事，才不敢跟他对抗。雷秋雪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陌生男人如此吐露心声，这是之前从未试过。难不成就因为他长得帅？不对啊，学校长得帅的男生也有不少，他从没这样。我想跟你做朋友，才送他东西，你没见我对他正眼，也没瞧一下。张扬笑道：“想做朋友，你直接找我不就行了？傻乎乎给他送金，他心里估计给你送了2个字：凯子。”张扬有种错觉，仿佛跟雷秋雪认识了很久似的。按理说他身边女人多的是，长得不比他差，他都没这么认真打量。偏偏雷秋雪有这种感觉，2人不会上辈子认识吧？雷秋雪同学，我看上你了，想跟你谈恋爱，给个机会呗。张扬突然表白，他收起了笑容，省得他觉得自己是个随便的男人。雷秋雪一直插在裤兜的右手伸了出来，不怕的话验证一下。张扬伸手过去，正要跟他握在一起，雷秋雪突然收回手：“我可提醒你，被电到了，别怪我。”我正想试一下触电的感觉，张扬主动伸手抓向他的手掌，一股电流从雷秋雪柔弱无骨的手掌传出，进入身体。张扬已经炼气5层，略微施展一下元气，便能抵抗这些电流。雷秋雪突然身体一震，整个人石化，当场
呆呆望着张扬，眼神茫然。怎么了？哦，没什么。雷秋雪这才反应过来，松开手问：你为什么不怕我的电流？张扬还没回话，脑海中突然传来合欢老祖的声音：臭小子，你走狗屎运了，这女的是变异雷灵根，还真是雷灵根。虽然张扬早就猜到，但是得到老祖的证实，还是吓了一跳。有灵根者百万无一，天灵根千亿中无一，自己竟然遇到了2个，还都是变异灵根。我的天啊，一个没有灵气的破星球，竟然出现了2个变异灵根，你小子真是气运之子，赶紧点把他培养起来，到时候双修你就嘎嘎猛了。合欢老祖连忙说道：老祖，我知道了。张扬目光看向雷秋雪，笑道：我不怕你的电流，是不是代表我通过你的检验了？通过了，至于合不合适，以后处处看才知道。雷秋雪看了手机上的时间，又道：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我送你？不用，我搭车回去就行，留个电话，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2人交换了手机号码，雷秋雪这才转身离开。刚分开，柳秋玉就找了过来，怒道：张扬，把手镯还给我。还？张扬不敢置信地望着他，你既然已经送给了我，东西就是我的。柳秋玉伸手要将张扬的金盒抢过来，叶玉香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她太怕这个男人了。张扬冷冷一笑：我要是不给呢？先前张扬以为柳秋玉是雷秋雪的朋友，才送她礼物，现在知道他们关系不好，这女人又是捞女，怎么可能再把金手镯给她？你敢不给，我就每天给雷秋雪穿小鞋。你不是想泡她吗？我可以用100种方法，让她以后都不敢见你。柳秋玉恶狠狠地威胁，果然是个校霸，难怪雷秋雪这么怕他，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欺负他。这正合张扬心意，他越欺负的厉害，雷秋雪反抗就越厉害，到时候自己传他修仙法门，他就不会拒绝了。雷秋雪回到宿舍，爬到上铺，整个人浑浑噩噩的。他还在想着刚才跟张扬握手之后，脑海中突然出现的记忆碎片，那些碎片仿佛穿越了万古亘今，看不真切，却有一张跟张扬一模一样的面孔，很清晰。他一袭青衣，长发飘飘地立在宇宙苍穹中。倏然，他转身朝自己微微笑。雷秋雪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你到底是谁？雷秋雪拼命去想，可却什么都想不起来。脑海之中却突然多了一门奇怪地功法，仿佛尘封的记忆被开启。他心念一动，盘坐在床上，手指呈莲花状，按照功法的运行路径运转。半个小时之后，他睁开眼睛，瞳孔中一抹电流闪过，砰！宿舍大门被一脚踹开，柳秋玉带着2名身材高大的体育生走了进来，恶狠狠地喊道：雷秋雪，给我滚出来！宿舍还有2名学生在，纷纷躲在被窝中，不敢冒头。雷秋雪从床上走下来，淡淡地问：有事吗？柳秋玉愣了一下，以前雷秋雪是不敢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的。贱人，立刻赔偿我的损失，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没钱，你肯定加了张扬的微信，让他转钱过来。如果我不呢，我就让人把你的衣服扒光，扔到操场，让全校人观摩。你尽可试试。雷秋雪没理会他们，走进浴室，准备洗澡，把这贱人抓住。柳秋玉对2名体育生下命令，2名体育生上前要动手抓雷秋雪。雷秋雪一巴掌甩出，最面前那名女生跌出4、5米远，剩下那名体育生惊呆了，还没反应过来，雷秋雪一脚将她踹飞。这一脚力气太大，女生身体飞出宿舍门口，越过围栏，从6楼跌了下去。有人跳楼了！外面传来女生的尖叫声，乱成一团。雷秋雪吓得脸都青了，她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些人，没想到会误杀。柳秋玉被雷秋雪突然变厉害惊吓了片刻，很快他就大笑起来：雷秋雪，你杀人了，等着被执行死刑吧！他飞快地逃了出去，生怕雷秋雪一怒之下把自己都给杀了。秋雪，你赶紧逃吧，要是被抓，你就死定了。同宿舍一名女生提醒，一语惊醒梦中人。雷秋雪赶紧逃跑，刚走出宿舍，一群校警就跑了过来，要抓捕他。雷秋雪不想再伤人，转身就逃。倏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一脚凌厉朝他踢去。雷秋雪被踹飞出去，在草地上滚了10几米，这才停下来。储蓄男，我跟你无仇无怨，为何要拦我？雷秋雪脸都白了，眼前之人是一名鼓舞学生，据说实力已经到了先天高手境界，在年轻一辈当中属于佼佼者，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爱慕他的女生无数。因为我呗。柳秋玉从储蓄男背后走出，笑嘻嘻地搂着储蓄男的腰，一双饱满的胸脯压在他手臂上，笑道：亲爱的，你太猛了，看看周围有多少双崇拜的眼神。储蓄男十分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笑道：雷秋雪，束手就擒吧，你不是我的对手。雷秋雪爬起来转身就逃，他深知没有鼓舞家族背景的自己一旦被抓住，只有死路一条。储蓄男没追，吹起了一个响亮的口哨，一名黄毛冲到雷秋雪面前，一拳朝他脸打去。雷秋雪本能躲闪，顺手一拳打在黄毛脸上，将他打飞出去。黄毛狠狠吐出一颗血牙，凶狠对雷秋雪进行攻击。雷秋雪刚突破炼气1层，没有武术功底，哪是对手，很快就被一拳踹飞，跌入灌木丛中。他正想爬起来，黄毛已经靠近，手脚并用，拳打脚踢。贱人，敢打碎我的门牙，我弄死你！
一群校警远远看着，却没有一个人胆敢过来。这些古武家族的子弟，校警惹不起。雷秋雪双手护着头，可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将他往死里打。绝境之际，他突然大吼一声，右拳狠狠击出，一股强大的气势将黄毛震飞出去，狠狠砸落地上。黄毛还没反应过来，雷秋雪已经扑了过来，密集的拳头狠狠击落。一道残影袭来，雷秋雪再次被击飞。这次出手的是一名叫霍刚的男子，也是古武家族弟子。废物，起来！霍刚用脚踢了黄毛几下，见没反应，用手搭到他脉搏上。下一刻，他脸色一沉，面向储蓄男，死了。储蓄男瞳孔一缩，杀气腾腾。黄毛可是他表弟。雷秋雪挣扎着爬起来，脸色苍白。杀掉那名体育生，他还有活命机会。现在杀了古武世家的弟子，他绝对没有活命机会。你找死！霍刚身影一闪，拳头狠狠朝雷秋雪脸上击去。刚才跟黄毛大战，已经抽空了雷秋雪所有力气。他眼睁睁看着这一拳击落，没有了躲避能力。忽然，一道残影出现在他面前，单手挡住霍刚的拳头。张扬出手了。跟柳秋玉分开之后，张扬不放心雷秋雪，便来到了广南大学。他亲眼目睹雷秋雪怎么误杀同学，怎么被古武弟子围殴，却没有出手，因为他知道苦难才是最大的觉醒动力。同学面生，哪班的？张扬比他们大不了几岁，长得又年轻，霍刚以为他也是本校学生。雷秋雪看着张扬，愣住了，奇怪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他居然会武功。都是同学，坐下来谈谈行不行？张扬不确定雷秋雪是什么性格，没有立刻下杀手，怕吓着他。叶玉香见到自己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他不想雷秋雪变成下一个叶玉香，否则他不会跟对方说半句废话，直接一拳打爆。跟我谈，你配吗？霍家在省城是赫赫有名的武道世家，父亲早几日突破到宗师境界，只是个性太低调，没对外面公布而已。在霍刚心里，他已经将自己当成学校第一学生了。张扬，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别牵扯进来。我误杀了人，受处罚是应该的。雷秋雪急道：谁说杀人就要受处罚了？张扬看向霍刚，认真道：我是很有诚意跟你谈谈的。谈你妈！话还没说完，张扬一拳打了出去，霍刚脑袋像西瓜一般被打爆，血肉脑浆溅了一地。动手之前，张扬已经用元气把两人身体护住，衣服才没被弄脏。雷秋雪惊得目瞪口呆，他不是吓的，而是震惊。张扬一言不合就将人给杀了，这也太冲动了吧！机会给他，他不珍惜，我也没办法。见雷秋雪在脑髓血浆面前神色如常，张扬顿时就放心。他微微抬头望向储蓄男方向，说道：储蓄男，我给你1分钟时间，将柳秋玉那件人带到我面前，否则这人便是你的下场。张扬脚踩着霍刚的尸体，大声喊道。5名古武学生从大楼后面走出来，目光锁定张扬，为首的正是储蓄男。这些古武学生平日里私底下有竞争，但是遇到外敌的时候都是一致对外的。霍刚父亲已经突破宗师境，现在正赶过来，最多10分钟就到，咱们只要缠住他10分钟就算赢了。储蓄男小声地对身边4名学生说道：他年龄跟我们相仿，实力能强哪去？怕什么？1名学生道：他能一拳打爆霍刚，权力不小，不能大意。储蓄男说道。5人分散开来，用一个弧形将张扬跟雷秋雪包围。张扬，你有背景吗？雷秋雪急问。雷秋雪见惯了这些古武学生在学校耀武扬威，也深知他们背景不简单，当下出言询问。没有。那你不能杀他们，否则会惹大麻烦的。张扬凝聚了4根冰块，甩了出去。4名古武学生额头被洞穿，连反应能力都没有，直挺挺倒在地上。储蓄男脸色大变，吓得双腿发抖。把柳秋玉带过来，我可饶你一命。储蓄男朝宿舍楼跑去，然而他根本没去抓人，而是逃离了学校。要是他听话，把人带过来，以后别想在学校混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张扬施展落烟步，化成一道残影，瞬间不见踪影。雷秋雪瞠目结舌，他怎么也想不到张扬竟然是个绝世高手。仅仅片刻，张扬就回来了，一左一右提着2个人，左手是男的，右手是女的，左手是死的，右手是活的。柳秋玉已经吓尿了，瑟瑟发抖。他躲到女厕所里面，没想到还是被张扬揪了出来。张扬，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你能不能把我当个屁放了？柳秋玉吓得连说话都不利索，脸色苍白。求我没用，求他。柳秋玉赶紧跪在雷秋雪面前，抱着她的腿。秋雪，看在咱们同学一场的份上，求你饶命。我以前欺负过你，但只是轻轻欺负一下，你可以打我骂我，留我一条狗命行不行？雷秋雪看向张扬，我杀了他会不会有事？别说杀他一个，你就算把整个学校欺负过你，或者是你看不顺眼的人都杀了，一根汗毛都少不了你的。雷秋雪将柳秋玉按倒在地上，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发泄着这些人被欺负的不满。开始柳秋玉还在呻吟，到后面直接没了气息。雷秋雪站起来，看着张扬，有些不知所措。跟我走吧，我带你修仙去。雷秋雪瞳孔一缩，脱口而出：你是修仙者？这段时间修仙者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官方怎么封锁都封不住。作为凡人的雷秋雪也略有耳闻，
他还听闻一个叫沙仙的人物。张扬没回答，弹出了10几朵火莲，落到尸体上。很快，一群尸体就被烧得面目全非，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你认识沙仙吗？雷秋雪又问。张扬没回话，目光落到大楼楼顶，冷冷道：既然来了，就下来见面吧。对方犹豫了很久，这才从楼顶冒出头，朝张扬拱了拱手，在吓唬正方。得知犬子无意间得罪了沙仙大人，特地过来教训一下，没想到沙仙帮我教训了，在下十分感激。你这人倒是圆滑，罢了，就留你一条狗命吧。谢沙仙大人。霍正方赶紧溜了，连儿子尸体都不敢过来收。雷秋雪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带着单纯面孔的年轻人，就是最近赫赫有名的杀神。他还需要什么背景？他就是背景啊！你跟我走吗？张扬问。我可不可以考虑一下？雷秋雪心很乱，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选择。张扬怕他多心，当下解释：我准备成立一个修仙者协会，正在四处搜索有灵根的年轻人。你有灵根，所以是我的对象，别多想。这么说，你说跟我谈恋爱也是假的了？他忍不住问。现在是假的，以后可能会发展成真的。张扬身影腾空而起，来到最高的楼顶上，回头道：考虑清楚，可以去地人大厦找我。说罢，击下纵跃，消失在夜色之中。不错，懂得欲擒故纵，有我几成泡妞水平。张扬在高楼大厦中纵跃着，脑海中传出合欢老祖的声音：老祖过奖了，跟你一比，我还是差远了。张扬拍了一顿马屁，话音一转：老祖，我之前拉过雷秋雪的手，她还是凡人，怎么这才1个小时，她就进入炼气1层了？有2种可能，一种是她服用丹药突破了，另一种她是自带灵力，我更倾向于后者。张扬同意他的说法，要是他会修炼，早就学了，怎么到现在才学？他的身体为什么会自带灵力？也有2种可能，一种是天生灵体，这种人我只听过传说，从未见过。据说上辈子是天地灵药，不小心投胎成了人类，哈哈，这种大多数是笑话。我更倾向于第2种，他是大能修士转世。大能修士转世？没错，合欢老祖简单的说了大能修士转世的事情。原来有一些大能修士将自己的记忆封印，转世之后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解封一部分能量与记忆。这些人之所以转世，大多数带着目的性。那个女人在跟你握手之后，突然记忆解封，还进入炼气1层，她的转世似乎是奔着你来的。小子，看样子你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呗，难怪我只见了你一面就觉得跟你有缘。合欢老祖得意的大笑起来，似乎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难不成我也是大牛转世？张扬顿时豪情万丈，有些飘飘然。先别高兴，这只是我的猜测，详细情况你还要找时间亲自问那女人一下。张扬点了点头，毕竟雷秋雪啥都没跟他讲过。你现在已经炼气5层，是时候传你第2种双修功法了。还有第2种双修方法。合欢老祖闻了一声，介绍起来，双修分为正经双修跟不正经双修。我之前传你的是不正经双修，必须要男女双方水乳交融方能修炼。现在我教你正经双修方法。卧槽！消化脑海中多出的记忆之后，张扬差点骂街。原来双修过程中不一定要啪啪，手对手，背靠背，甚至拥抱在一起，只要是身体接触就能进行双修，而且跟啪啪双修效果没什么区别。老祖，你坑得我好苦。张扬欲哭无泪，要是让那几个女人知道这件事情，非把他当成骗色的渣男不可。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像你这种小骚年，不经历大量的不正经双修，对女人麻木，正经双修过程中能静下心来吗？合欢老祖笑道。张扬想想，似乎也有道理。只有经历的女人多了，才有自制力。金钱也一样，只有拥有的金钱多了，对金钱的抵抗力才会变强。不把钱当钱，当成一种游戏，更容易赚到钱，这就是富人的心态。张扬在想，假如现在跟雷秋雪正经双修，他能静下心吗？答案是能。换在以前，他9成不成。男人的坐怀不乱都是磨出来的。老祖，我最近感觉修炼速度越来越慢，如何才能快速进阶？张扬又问。这就是伪灵根的劣根性，你5行缺木，其余4灵根太杂。假如天灵根是一条千兆光纤，灵气涌入10道路，畅通无阻。你的4灵根就像多条捆绑在一起的普通宽带，虽然能修炼，但是每根线都分走一部分资源，损耗大，吸收能力差，速度慢，还容易相互干扰。这就是伪灵根修炼难的原因。双修本质上是一种净化灵根的过程，越是单一的灵根，对你的灵根净化能力越强。打个比方，假如那类灵根的小姑娘愿意花时间天天跟你双修，她就能将你的精细灵根炼化的跟她的灵根一样纯净。如果你能找到4个天灵根女修帮你净化灵根，你就相当于拥有了4份天灵根，懂了吗？4份天灵根。张扬目瞪口呆，他现在才知道龙凤培元功的强大之处。格局放大一些，别把龙凤培元功想成那种采阴补阳的下流功法，这可是一门震古烁今的伟大功法。遥想老夫当年，只有人叫老夫老魔，从来没有人唤过我为色魔。合欢老祖得意道。老祖，我现在只找到2个天灵根，冰属水，雷属金，剩下的火跟木灵根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办？张扬继续问。剩下2种灵根就算暂时没进化，对你的修炼影响也不会产生很大的阻力。
你的资质已经相当于真灵根，只要拥有足够的材料，筑基之前的突破问题都不大。合欢老祖说道。老祖，我明白了，眼下张扬的方向就只有2个了，一是培养2名天灵根，让他们加快成长，另一个就是寻找灵药，加快突破。回到酒店，张扬再次打电话给严彬，询问和诗韵的消息，得出的结论是依然没有，他已经将范围扩大到全省了。张扬给他转了1000万，紧接打电话给南无情，让他留意最近有没有人找自己，一旦有的话马上通知。他很想立刻收复雷秋雪，又怕吓到对方，还是要给他点时间考虑。广南大学，自从张扬离开之后，雷秋雪一直在担心会有人找自己麻烦，结果根本没有。6名鼓舞学生的尸体被清理走，校方紧急封锁消息，谁泄露出去，一旦被发现，立刻开除学籍。这些鼓舞家族的学生，哪怕不小心打死了学生，也是不了了之。凡人学生在他们眼里就跟蝼蚁似的，在张扬面前，这些鼓舞学生享受了当蝼蚁的待遇，没有一个鼓舞家族敢为死去的孩子报仇。雷秋雪打电话给叶玉香，问起张扬一些事情，叶玉香还是不太敢说，但在他口中，雷秋雪算是充分明白张扬是何等恐怖之人了。宗师武者他都能随便弄死，也只有传闻中的大宗师能对付他。他刚回到宿舍，一群女同学纷纷巴结起他。秋雪同学，你认识沙仙不早说，害我们白为你担心了。毕业后能不能介绍我进沙仙的公司？我想在地人大厦上班。秋雪，你以后可要照着我们。5名舍友围着他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说连平时跟他关系不好的也拉着脸皮求他。雷秋雪随便地应付了一下，进浴室洗澡。他满脑子都是记忆碎片中那道站在宇宙苍穹中的身影，挥之不去。你是谁？我又是谁？第二天一早，雷秋雪搭车前往地人大厦，他没请假，直接旷课。都修仙了，还上什么课？没多久，他就站在地人大厦楼下，看着高耸入云的蓝色大楼。据说这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产业。这家伙到底多有钱？又帅又多金，一定很多女人喜欢吧？雷秋雪怀站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了进去。你好，我想找张扬。张老板，你叫雷秋雪吧？是的，老板还没来，你先上30楼会议室等他。谢谢。雷秋雪搭电梯上30楼，进入豪华的会议室，里面没人。他走到落地窗边，看着下面繁华的都市景象，有种恍如做梦的感觉。背后传来脚步声，他连忙转身，发现进来的人并不是张扬。你就是雷秋雪？南无情笑眯眯地看着他。我是，请问你是？我叫南无情。南无情伸出手跟对方握手之后说道，老板还没过来，麻烦你等一下。没关系，他那么忙，我可以等的。雷秋雪连忙道。南无情看着他紧张的模样，微笑道，以现在的模样很像半年前的我。此话怎讲？南无情走到落地窗边，看着豪华的都市说道，半年前我还在一间小公司当行政助理，拿着6000块的工资，天天加班，还天天挨骂，过着牛马生活，直到老板发现了我，带我修仙。雷秋雪怔怔听着，如此看来，两人的命运确实有些像。外面传老板心狠手辣，其实那只是他保护咱们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不这么做，便没人怕他，咱们这些修仙者便会被古武者无情扼杀在摇篮之中。修仙是一种新生力量，是一场颠覆古武界的浩大革命，必定会遭遇古武界的疯狂打压。老板作为先驱者，他在负重前行，不心狠手辣不行。雷秋雪听得热血沸腾，拳头不由得紧握起来。现在情况好些了，因为老板实力现在很强大，你若选择跟老板，就必须忠诚，必须言听计从。老板性格很霸道，但是只要好好跟着他，收获是极大的。南无情不愧是做行政的，一番言论让雷秋雪对张扬的好感与敬仰直线飙升。张扬早已经到了门口，本想进来，也忍不住听他吹下去。有了那魔情的洗脑，接下来的自己的谈话就容易多了。见南无情说完，张扬这才走了进去。老板，南无情身体站得笔直，你先去忙吧。张扬挥手让南无情出去，这才坐到办公椅上，让雷秋雪也坐。我站着就行。雷秋雪很紧张，敬仰能让人心服，也会让人产生距离感。你觉得在一家公司当中，除了老板，谁的话最不能信？张扬笑眯眯地看着他，提出一个问题。雷秋雪扑地笑了，回道：行政正确。南无情的话你信一半就行了，我没那么伟大，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雷秋雪内心的距离感瞬间就减少了很多，没那么害怕了。看起来老板也挺平易近人的。南无情说的对，咱们还是被古武者虎视眈眈，他们现在不敢动我们，是因为暂时没有能力打败我，或者说有能力的还不想出手。咱们目前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增加自己的实力。雷秋雪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你的灵根非常特殊，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你实力飞涨，成为不逊色于古武宗师的强者，但是我也需要你的帮忙。你同意的话，咱们就达成合约。接下来张扬将自己需要他的雷元气净化灵根的事情说了出来。净化灵根过程只需要双掌接触即可。张扬怕他多想，赶紧解释道。雷秋雪再次点头，表示明白。该说的我都全说了，现在说出你的选择。雷秋雪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张扬从怀中摸出一瓶丹药，递了过去。已有功法在身，就不用我传功法了，
这些丹药可以助你进阶炼气2层，之后所需灵药我再想办法。你眼下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我的修为。雷秋雪再次点头，别净点头，说说自己的想法，咱们交流一下。见他像个木头一般，只点头不说话，张扬有些不满。我觉得老板挺好，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仿佛咱们2个上辈子认识一样。我心里是很愿意追随老板，帮助老板一起成长。雷秋雪认真的说道。对了，有件事情我想问你。紧接张扬问起他怎么突然间进入炼气1层的事情。昨晚跟你握手之后，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些记忆碎片，然后这门功法就存在记忆中了。我尝试着修炼，然后就突破了。雷秋雪实话实说，记忆解封，看来这女的是大能转世。碎片中都有什么？张扬问。别的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一道轻影悬浮在宇宙中，长得很像你。难不成真如老祖所说，这女人转世就是为了找自己？我上辈子不会欠你的债了吧？张扬哈哈笑道。老板，我没骗你，是真的。雷秋雪急道。再握一下手，看看有没有记忆碎片。张扬伸手过去，2人的手再次握到一起。雷秋雪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并没有。张扬突然一把将她抱住，再问这样呢？雷秋雪脸色一红，正想推开他，大脑突然一阵疼痛，像是有无数东西映射进来一样，快要爆炸了。他狠狠推开他，脑袋这才舒服了一些。这下他终于明白自己怎样才能解封记忆了，原来是要跟这个家伙进行亲密接触才行。可惜自己的身体眼下根本撑不住拥抱这种亲密接触，必须要进阶。有记忆了？张扬问。雷秋雪点了点头。太多了，脑袋像是要爆炸一样，承受不住。张扬摸了摸鼻子，这女人还真是转世过来找自己的呀。设定这种开启记忆的方法，这女人上辈子10有8九是个情痴。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了你情债，你追债来了。张扬哈哈的笑了起来。正在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是妖姬打来的。老板，找到蓝月鱼了，他躲在关城。张扬瞳孔一缩，眼神中射出一道道寒芒。你抓紧修炼，我有事情要忙。叮嘱雷秋雪好好修炼之后，张扬立刻赶往关城。关城被称之为男人的天堂，这里白天平平无奇，只有到了夜间才能体会出颜色产业有多发达。张扬到的时候还不到中午11点，酒店门口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等着他，浓妆艳抹，衣着暴露，身上散发着浓重的香水味，一看就是当技师的。先看照片。女技师摸出手机，打开一张偷拍的图片，张扬一眼就认出了，正是蓝月鱼。他扫了对方的码，先赚了100万过去，要是能抓到人还能涨10倍。你就一个人来够了，别怪我没提醒你。那女人身边有一名整天穿黑袍的男人，正脸从不让人看到，看起来很吓人，我劝你还是多找些人过来。女技师叮嘱。不用，带路。女技师带着张扬走到马路边，钻进一辆豪车里面。5分钟之后，车子停了下来，女技师指着对面一间夜总会，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晚上10点才会出现，跟芳姐学习，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学什么？芳姐是咱们夜总会的金牌，就没有她不会的手法，只要她愿意，想男人1分钟出来就不会超过3分钟。那女的应该是过来跟她学玉男之术的。张扬眉头皱了起来，蓝月鱼跑这里来干什么？难不成想学会了引诱一个强大的男人来对付自己？张扬下车，准备找个地方落脚，晚上再来玩玩呗。我认识的姐妹啥条件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找不到。不用了，不体验一下岂不是白来关城了？张扬没理会他，径直下车，住进隔壁的酒店。眨眼间到了晚上9点，张扬早早来到夜总会，打听一下谁是芳姐。芳姐真名叫肖芳，以前是选美冠军，为了赚快钱才下海，在角落中等了10来分钟。约莫9点50分的时候，一道高挑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果然是个绝色美人。单论容貌，张扬的女人没有一个比得上她。不过很快，他便给这个女人降了分，因为他发现这女人身上动的地方太多了，脸、鼻、胸，甚至腹部跟小腿都抽了脂肪。她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强忍着疼痛，这是动得太厉害，身体带来的不适感。但凡女人都是有缺点的，太完美的女人本身就不正常。张扬跟在她后面上了10楼，肖芳进入一个独立房间，再也没出来。这应该就是蓝月鱼学习的地方。张扬窝在角落，静静等待着。9点50分，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正是蓝月鱼。张扬凝聚一根冰块，急射出去，快要击中对方的时候，一把小剑将冰块击溃。法器。张扬瞳孔一缩，法器需要特殊材料制作，虽说只是入门级别，但在蓝星这种几乎没有炼制材料的地方，那就是大杀器。这人能将法器使用得如此顺滑，修为至少也是炼气后期。小剑击溃冰块之后，在半空绕了个弯，快速朝张扬袭来。张扬闪身，小剑贴身而过，他方看清是把青铜小剑。啾啾啾！张扬甩出一把冰块，朝蓝月鱼急射而去。他原本想活捉他，好好折磨一番，现在也断了念头。冰块攻击的全是要害，一道黑影挡在蓝月鱼面前，衣袖一拂，劲风乍起，冰块尽数被弹飞。张扬摸出3张火弹伏击活，朝2人飞过去，炸开。黑袍人身上轻易流动，面前形成一张藤网，挡住火弹。对方停了下来，
张扬也没有继续出手，目光紧紧盯着对方。恩人，你帮我杀了他，月余愿意永世为奴。蓝月余死死盯着张扬，眼眶里全是血丝。我说了不会帮你杀人，你只能靠自己。黑袍人头颅藏在帽子当中，看不清面容，声音像是漏风一般，尖锐难听。蓝月余直接跪倒在地，求你，我不想再等了。黑袍人背手而立，射灯正好从连体帽穿了进去，看到一副阎王面具，这家伙是多见不得人，连体帽包裹还不够，还要戴面具。给你5秒钟，消失在视线面前，否则死。黑袍人语气冰冷，对着张扬下命令。老祖，这家伙什么境界？张扬第一时间沟通合欢老祖，炼气7层，你打不过。合欢老祖在线，马上回道，咋办？还能咋办？走呗。很没面子耶，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变强了，再要回来便是。张扬没想到一向霸气的老祖竟然也会说出这些话，他一直以为这家伙是半点都不吃亏，不服就干。他离开原地，来到酒店楼顶，准备从这里离开。倏然视线中出现一名白袍男子，站在楼顶，仿佛等待已久。炼气8层，别冲动。合欢老祖的声音再次从脑海中升起来。白袍男子脸上戴着一副天使面具，看着张扬，淡淡道：我受人之托，过来向你传句话，阁下请说。做人低调点，别以为进入炼气5层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点实力在真正的修仙者面前啥也不是。白袍男子从怀中摸出一个锦盒，抛给张扬，这是什么？有人送给你的。说完，身影一掠，从天台跳了下去，瞬间不见踪影。张扬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株300年的人参，跟一把2指长3指宽的双刃弯刀，乍一看去像风扇翼。300年年份人参，这人不会是你父母派来的吧？合欢老祖道，十有八九，除非父母。张扬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对他这么大方。上品法器，这玩意不错，回去干那家伙。差了2个境界，行吗？炼气阶段低2阶问题不大，他想杀你也得丢半点性命。听老祖这么一说，张扬马上往回走。刚才他被迫逃离，已经很不爽，现在有机会，不得干一波？你将一部分神识注入法器中，这样才能控制。张扬将自己的神识注入法器当中，很快他就感觉神识跟法器有了联系。双刃刀在半空飞快旋转，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这种随心所欲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有了这法器，以后杀人连冰块都不需要凝聚，直接就是干。黑袍人正跟蓝月鱼在聊天，见张扬进来，顿时目露杀气，你这是活腻了吗？谁活腻了？还说不定呢。张扬甩出10几根冰块，急射过去。木盾，黑袍人施展法术，轻易将冰块挡住。张扬弹出几朵火莲，落到木盾上，燃烧起来。火克木，在法术对抗上，木系是吃亏的。黑袍人元气一裹，瞬间将火莲熄灭。张扬摸出7、8张火弹符，劈头盖脸砸了过去，一部分砸向黑袍人，一部分砸向蓝月鱼。黑袍人修为在张扬之上，但他要带着蓝月鱼这个拖油瓶也不容易。张扬抓住这一点，对2人无差别攻击。黑袍人一把抓住蓝月鱼，破墙而出，地方太小，施展不开，不利于他保护人。张扬紧跟着跳了下去，人尚在半空，又激活了几张飞剑符。找死！黑袍人彻底怒了，再次祭出青铜小剑。张扬也记起了双刃刀，2柄法器在半空激烈对抗，弹起一阵阵火光。看来这就是你的倚仗。黑袍人冷哼一声，加快了青铜小剑的攻击。论神识，黑袍人远在张扬之上；论法器品阶，双刃刀在青铜小剑之上，附加的旋转能力一次次将青铜小剑弹飞。大街上无数行人见到这一幕，纷纷逃遁，有胆大的摸出手机想要拍下来。黑袍人对拍照十分排斥，甩出几支木剑将拍照者手机打落，人也一命呜呼。紧接他一把抱着蓝月鱼快速逃离。张扬追了片刻，2人来到一处大楼楼顶，没有人在拍照了。你进去躲一会，我先解决掉他。黑袍一掌击开天台门，将蓝月鱼推了进去。多谢，月鱼定当一辈子为奴。蓝月鱼伏在楼梯间观看2人交战。黑袍人目光锁定张扬，冷冷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中期炼气士与后期炼气士差距有多大。神识一动，青铜小剑在他胸前悬浮，滴溜溜地转动起来。张扬一拍腰间金钟符，一个白色的钟状虚影将他的身体罩住。护身符箓，黑袍人眼中的杀意更浓了。攻击符箓、护身符箓，上品法器，还精通多种法术，再让他成长下去，自己必然不是对手。就青铜小剑带着雷霆之势再次击出，这一次没有后顾之忧，青铜小剑全力攻击，快如闪电。张扬祭出双刃刀迎了上去，同时甩出好几张符箓、飞剑符、火弹符，从各个角度攻击，让对方分神。双方缠斗片刻，一时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这就是你说的所谓后期炼气士的实力吗？张扬冷嘲。对方修为虽比他高2阶，但他没有符箓，法术也是单一的木系法术，不像自己精通水、火、木、金4系法术。伪灵根虽然进阶难，但论元气底蕴是比同阶真灵根强的。地脉术，黑袍人久战不下，疯狂施展法术，
整个天台都是蔓藤，如同章鱼触角，朝张扬疯狂攻击。张扬施展罗烟步，不断弹出火莲，整个天台燃起熊熊烈火，蔓藤被烧得一干二净。久战不下，黑袍人将注意力放到青铜小剑上，青铜小剑不再跟双刃刀碰撞，而是从各处刁钻角落攻击张扬要害。法器速度依赖修士神识，黑袍人这招很管用。张扬神识在对方之下，双刃刀根本追不上。关键时刻，张扬弃攻为守，将双刃刀握在手中进行防身。金钟符减弱一部分青铜小剑的速度，再用双刃刀去挡，便能弹飞青铜小剑。如此缠斗了10分钟，张扬明显感觉青铜小剑速度慢了下来。阁下为了一个不相关的女人，元气消耗如此之大，不觉得很吃亏吗？张扬一边继续出手，一边试图游说对方，只要阁下就此罢手，将那女人交给我，咱们恩怨一笔勾销，你意下如何？我硬要护着她呢。黑袍人问，那我可要拼命了，一旦我拼命，阁下就算能赢，也得留下半条命。张扬一下子拿出了10几张火弹符，不要钱似的砸过去，强大的爆炸力让黑袍人周围化成一片火海。张扬还不罢休，连续弹出火莲，以此来消耗对方。黑袍人看了蓝月鱼一眼，开始犹豫了。之前他根本看不起这个被大肆宣扬的年轻人，因为他觉得真正的修仙强者都是低调隐忍的，这只是各跳梁小丑，很轻易便能对付。这一战他彻底改观了，这家伙多种符箓多种法术运用的炉火纯青，一点都不像修仙新人，仿佛一个在修仙道上沉浸了20-30年的老油条，连高他2阶的自己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杀他。求你不要抛弃我。蓝月鱼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黑袍人，眼眶里的泪水好几次要夺眶而出，被他生生忍住了。这种柔弱中带着坚强的模样瞬间感染了黑袍人，他走进去一把将他抱住，朝楼下逃去。杀不死对方，但救人他还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张扬在背后死死追赶，最终还是吃了境界的亏，只能看着对方在眼皮底下逃掉。你可以求那白袍人出手，他在左前方200米楼顶。张扬扫了那边一眼，并没有看到人，还是靠自己吧，回去好好修炼，再想办法弄死这个王八蛋。他击下纵跃离开原地，一道白影从100米外的天台出现，他喃喃自语，竟然发现了我，这小子好像也并非浪得虚名。回到省城之后，张扬马上着手准备突破炼气6层。他现在身上有白袍人送的300年年份人参，还有200年年份的灯笼果根、液氮花，有了这3株灵药，哪怕没有雷秋雪根和诗韵帮忙，也能突破炼气6层。炼气中期，伪灵根还是能靠灵药突破的，资质阻力不是特别大。到了炼气后期，资质阻力会逐渐加大，到了炼气巅峰，灵根阻力达到巅峰。这也是为什么伪灵根几乎无法筑基的原因，必须抓紧时间将雷秋雪培养起来，再将和诗韵找到，努力修炼龙凤培元功，净化灵根，这才是目前的修炼方向。张扬没有回省城，而是回了江南，准备闭关炼丹。江南湖心岛，一株株灵药按顺序抛进丹炉。有了合欢老祖的记忆，张扬对每一种灵药的熔点都比较清楚，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有意外发生。炼丹本身就不可能100%成功，哪怕再高明的炼丹师也不行。张扬的3株灵药最后成功的只有2株。灯笼果由于火候把握不好，裂丹了，彻底成为废丹。还好液氮花跟300年人参成功了，不然张扬的哭死。为了这次炼丹，张扬足足准备了半个月，除了寻找各种副药之外，他还一次次炼制普通丹药来提升手感。这些普通丹药他全都寄给雷秋雪了。晚上，张扬把罗琪琪叫到自己的房间，跟他双修了一夜。罗琪琪是真灵根，对张扬灵根进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但也有不小的帮助。跟之前一样，罗琪琪只顾着享受，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张扬一气之下抽了他几巴掌屁屁，他这才老实下来。5天之后，张扬把自己关在房间，开始冲击炼气6层。2天之后，他从房间出来，成功突破。恭喜杨哥，再次突破。见张扬又突破了，罗琪琪很羡慕，眼巴巴看着他，想他也帮忙。如今灵药资源稀缺，张扬自己都不够用，怎么可能给他？看在他帮自己净化灵根的份上，张扬还是许诺，下次有灵药会帮他炼丹。突破之后，张扬没闲着，开始制作2种新符，一种是小金刚符，用于防守；一种是冰剑符，用于进攻。这一攻一守，比起之前金钟符跟飞剑符的一攻一守厉害多了。小金刚符跟金钟符的制作十分消耗元气，一天撑死也就各制作1张，又花了大半个月，张扬各制作了10张符箓，这才前往省城。老板，你找我？南无情走进办公室，恭敬地询问：1个月没见，想不想我？张扬笑问：想。南无情红着脸回道，把门反锁，趴到桌上。不知道为什么，张扬十分喜欢在办公室做这种事情。也许每个老板都喜欢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这种感觉真不是女朋友或者老婆能相比的。南无情眼含秋波，媚眼如丝，识趣趴了上去。半个小时之后，他整个人趴在老板怀里，享受着余韵。最近有没有灵根的新人？张扬问。那魔情摇了摇头，整整1个月了，一个都没有，只有你带来的雷秋雪。慢慢找，有灵根的人本来就极少。
张扬的手在他身上探索着，他很喜欢跟南无情待在一起。论漂亮，他不及妖姬；论年龄跟身体感觉，他也远不如罗琪琪，更没办法跟和诗韵相比。想来想去，张扬觉得应该是他太听话了，太懂自己的心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他心里分得清清楚楚。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从不争风吃醋，默默在背后配合自己。只要张扬需要他，让他凌晨3点钟爬起来，他都不带犹豫的。张扬摸出一个小瓶子，递给他，赏你的，谢谢老板。南无情大喜，扭开瓶盖闻了一下，一阵芳香扑鼻而入，一看就是上好的丹药。他不会炼丹，想提升修为，全靠张扬给药。我准备出差一阵子，继续做好你的事情，我不会亏待你的。张扬叮嘱他一番，让他出去把雷秋雪叫进来。片刻之后，雷秋雪进来了，恭敬道：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运一下功。雷秋雪运转雷法，右手出现一道道细如头发的雷电，突破炼气2层了，不错。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抛出一瓶丹药给他。接下来你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只需要专心修炼即可。我希望下次回来你能突破炼气3层。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雷秋雪坚定地点头，好奇地问：老板，你这是要去哪？寻灵药。雷秋雪很想问他能不能带自己去，但一想到自己的修为这么低，只会拖后腿，只能忍住。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找南无情，他会帮你的。是，老板。雷秋雪看着他，欲言又止，有话直接说，别扭扭捏捏。雷秋雪鼓起勇气问道：今晚能不能陪我吃顿饭，再逛逛街？张扬诧异地看着他，他身边的女人没有一个这么大胆，向他提出恋人之间的要求，哪怕是和诗韵，也很少主动约他，只会默默地想着他。张扬笑问：给我一个理由，我跟你接触之后能解封一些记忆，也许咱们吃顿饭，逛逛街，能再次有收获也说不定。雷秋雪看着张扬，双目尽是请求。张扬点了点头，行。对了，你能不能到学校接我？见张扬盯着他，雷秋雪赶紧说道：没空就算了，今晚下课的时候我去接你。谢谢老板。雷秋雪连忙道谢，高兴地转身离去。张扬拿起手机拨给那魔琴，给我准备一辆最贵的车，今晚要用。下午5点，南无情走进办公室，递过一条车钥匙，这是目前能找到最豪华的车子，价值3个亿。老板如果觉得不够，我再去找。够了。张扬接过车钥匙，纯手工做的，上面镶着钻石跟珠宝，十分豪华。雷秋雪能得到老板垂青，真幸运。南无情语气中带了一丝掩盖不住的羡慕。他跟你不一样。老板，我懂。南无情赶紧解释，我只是羡慕，没别的意思，我就喜欢你懂事的模样。张扬抬起他的下巴，在他粉唇上亲了一口，这才拿着钥匙离去。南无情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这才去忙工作。久居职场的他心里很清楚，人的命运从出生时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雷秋雪是天灵根，他是真灵根，这是一条他再努力也跨越不了的鸿沟。就像他有灵根，能1年时间有现在的地位，而凡人一辈子都达不到一样。张扬来到楼下，看到了那辆超跑，碳纤维的车身散发着张扬的霸气。这玩意怎么开啊？张扬掏出手机查了很久才弄懂怎么开。他一脚油门，超跑化为猛兽，咆哮着窜了出去。去省城最好的大学装逼，感觉还是挺激动的。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学楼，正是下课时间，同班同学聚在一起商量今晚聚餐吃什么。雷秋雪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之前格格不入是因为家里太穷，吃饭都是 AA， 她没钱，现在觉得格格不入，纯属觉得他们傻逼，吃顿饭还要精打细算。南无情给他开了年薪100万的工作，还预付了他半年工资，他卡里现在还躺着50万。一个年薪100万的人，听着一群人在商量怎么抢券用券，不格格不入才怪。秋雪，你今晚去不去？一名爱慕雷秋雪的男生走了过来，开口询问。不去了，我今晚有事。什么事？雷秋雪没说话，懒得跟对方解释。对付男人就应该无声的冷漠，你说的越多，他们就会从你话中找到突破点，继续游说你。你不说话，他们就没处劝说了。傅秋，雷秋雪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了，不用叫他。雷秋雪同宿舍的女生知道雷秋雪性格，当下说道。傅秋不太甘心，继续道：雷秋雪，修仙始终不是正道，杀仙再厉害，也有比他更厉害的人，倒不如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你觉得呢？滚！雷秋雪一个白眼瞪了过去。雷秋雪，我这也是为了你好。雷秋雪一脚踹出，叫傅秋的男同学像坐飞机一般从教室最后排飞到了黑板上，周围的同学全都停了下来，不再讨论，看向雷秋雪的目光带着恐惧，这种眼神比之前看到鼓舞学生的眼神更加恐惧。雷秋雪没理会这群傻逼，闭上眼睛，意识进入记忆宫殿。记忆宫殿是雷秋雪进入炼气2层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一座高大宏伟的宫殿，屹立在天地之间，上方看不到尽头，如同一把巨剑把苍穹刺破。宫殿门口雕刻着2尊石像，一边青龙，一边白凤，栩栩如生，让人心悸。雷秋雪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门前，右手按了上去。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跟张扬握手的情景，仿佛张扬手上余温仿佛还残留在手中。大门感觉着他手上男人的气息，亚亚的开启。空无一物的大厅上悬浮着20张卡片，
其中第1张已经点灯，点亮的卡牌上显示握手2字，握手下方还有2行字：灵力点100，功法雷文功。雷文功正是雷秋雪现在学的修仙功法，在握手之后解封了记忆。雷秋雪红着脸看着剩下的卡牌，第2张搂腰，第3张拥抱，第4张表白，第5张亲吻，第6张亲密接触。能显示文字的只有6张，剩下的14张并没有显示文字，应该是最多只能显示5张文字。我上辈子到底是个什么傻逼啊！雷秋雪双手捂着脑袋，一脸崩溃了。这已经不能用舔狗来形容，这妥妥的就是雷秋雪无法用言语形容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到什么程度，或者用舔字更适合，才能做出如此傻逼的转世行径。关系突破1步就能得到一些记忆传承，拼了！雷秋雪觉得只要不发生关系，前面都是可以接受的。她的目光落到搂腰2字上面，今晚的目标就是这个了。她第一次进宫殿的时候，苍老的声音在提醒，不能有任何暗示性的语言或者提示，希望老板不是个死直男。意识从宫殿出来，开始上课了。雷秋雪发现全班的人都在看着自己，就连老师也是。雷秋雪，让你站起来回答问题，你没听见吗？作为副院长的老师严肃地呵斥着雷秋雪。我没听见，也不想听见，炸地！雷秋雪冷冷道。副院长胡子气得微微颤抖起来。正在这时候，班长跑上讲台，悄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没事了，你接着睡。副院长态度瞬间变了，开始惶恐不安地讲起课来。由于太害怕，中间讲错了几次。雷秋雪目光望着窗外，她突然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当一个人的能力周围没有任何人能企及，就是离开的时候。刚下课，汽车的轰鸣响，震动整条大街。单从车子声音就能猜出是个富家子弟在装逼。卧槽，这车不是全世界限量20台的吗？太帅了，屌炸天！哪个男人开这车来接我？我愿意为他开启18种姿势。一群女同学围在窗边，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这傻逼来找谁？这么高调！雷秋雪心里正这样骂着，一道声音传遍整个学校：雷秋雪，下来！这5个字像是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学校每一个角落，连在厕所蹲坑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卧槽，这傻逼！不对，这帅哥是来找我的。雷秋雪走到窗边，校道上，张扬挨在跑车上，双手环胸，静静地装着逼。校门都没开，他是怎么开车进来的？很快，雷秋雪就明白了，他是扛进来的。秋雪，找你的！全班同学目光望了过来，各种羡慕嫉妒恨。雷秋雪本想从3楼跳下来，又感觉不太淑女，思考再三，还是走楼梯。她款款出现在张扬面前，笑道：老板，你这样做，以后学校就没人敢追我了。除了我，这世界上还有谁配得起你？张扬走过去，搂着她的腰，将她送到副驾上。宫殿中响起了卡牌开启的声音。雷秋雪内心狂喜，进入车内，第一时间就是进入记忆宫殿，点开第2张卡牌，灵力点400，雷影步，雷切术。消化脑海中多出来的记忆之后，雷秋雪直接在副驾驶座上运功修炼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再次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经黑了。主驾驶座上没人，她赶紧下车，发现张扬正蹲在马路边看风景。不好意思，修炼过头了，咱们去吃晚饭吧。雷秋雪满脸尴尬，连忙说道。这个时间段估计没晚饭了吧？张扬笑道。雷秋雪掏出手机一看，竟然已经晚上11点，她竟然在车子里面修炼了4个多小时。对不起，我没想到修炼一次需要这么长时间。没事，我正好看看业绩。张扬用灵石查探他的修为，惊得目瞪口呆。仅仅几个小时，他竟然突破了炼气4层，连跳2层，他还是人吗？张扬心里除了嫉妒还是嫉妒，自己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才能进1阶，他倒好，睡个觉的时间就接连突破2层。不过想想这也有情理之中，毕竟对方是转世大能，但凡能主动转世的都是修为通天之人，炼气期对于他们来说，进阶就像喝水一般容易。雷秋雪进阶对于张扬来说也是好事，这也意味着他不用多久就可以帮自己净化灵根了。肚子饿不饿？张扬问。雷秋雪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咱们吃宵夜去。2人上车，来到一家街边的夜粥店。车子还没停下，周围的人目光纷纷望了过来，各种羡慕嫉妒恨。操，又一个美女被狗日了，这妞长得真漂亮，真羡慕这些富二代有完不完的女人。角落中，一名男子小声的跟同伴骂着。在这些人眼里，坐豪车的美女都是爱慕虚荣的，都是男人的炮台。张扬甩出2根冰块，插在2人大腿上，2人顿时疼得满地打滚。都滚吧，这里我包下了。张扬不想再从这些人嘴里听到半个肮脏的字眼。你说滚就滚，凭什么？有钱了不起啊？现场人多嘈杂，2人倒地打滚，也有人没看到。有钱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有实力就了不起。张扬踢飞一张桌子，撞在先前说话那人身上，将他撞飞出10几米远，肋骨都断了好几条。哗啦啦，周围的人全跑了，一个不剩。老板，点菜，今晚场子我包了。店老板怯生生的过来，拿笔的手都不利索了。张扬点了个海鲜粥，再点了个炒肠尾螺跟一份炒河粉，这2样是他在医院当牛马的时候
最喜欢点的2样小炒，一个解馋，一个充饥。我点够了，你来。雷秋雪点了几份海鲜，有炒花蟹、清蒸小青龙，还有白灼海螺等等，这些都是她以前在短视频看到的，做梦都想吃，一直都没机会。2位稍等，老板赶紧去下单了。有什么感觉？张扬指着周围空落落的环境，笑着问。修仙之后，我总有种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张扬微微笑道，人生在世，追求的不过是钱、权、色3样，当这些东西都唾手可得，人便会变得空虚起来。古武者尚且能随意得到权、钱、色，何况咱们修仙者，长生才是咱们的目标。我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想狠狠地搓一顿。雷秋雪笑道。张扬点了点头，那就趁还有兴趣，赶紧吃。很快菜就上来了，满满一桌。雷秋雪连续修炼了几个小时，早就饿得慌，大快朵颐起来。你不饿吗？见张扬没动手，雷秋雪奇怪地问。张扬夹了半只小青龙放到碗里，正准备挑起里面的肉，倏然瞳孔一缩，一把长剑从殿外贯穿而入，直攻他胸膛。张扬侧身躲过，那长剑在殿里绕了个弯，再次凌厉袭来。好快的速度！张扬担心雷秋雪会被误伤，一把抱住雷秋雪，向后面厨房逃去。卧槽，没开2度！雷秋雪分明感觉脑海之中又一张卡片被点亮，顿时爽歪歪。这人实力不弱，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张扬放下雷秋雪，祭出双刃刀，将攻来的长剑弹飞，走出宵夜店。一道健硕的人影站在20米开外，40-50岁左右，头顶只剩几丛黑发，随风飘扬。他的身体被一层肉眼可见的真气包裹，形成真气漩涡。此等威胁，绝非宗师能做到的。此人赫然是一名大宗师强者。阁下是谁？为何要杀我？张扬冷冷地问。燕某杀人不需要理由。燕姓老者扣动手指，弹出道道劲风，如同紫檀般锁定张扬身上各大死穴。不愧是大宗师，这真气外放，是宗师武者望尘莫及的。换在之前，张扬只有跑路的份，眼下他也突破炼气6层，未必怕他。啾啾啾！张扬双手扣动手指，接连弹出数道疾风，双方指劲在半空撞出道道涟漪。双方手法看起来相似，本源却毫不相同。燕姓老者弹出的真气是阴风指，张扬的却是修仙法术庚金指，形相同，道却不同。是蓝月鱼请你出手的吧？这人虽是大宗师，却眼神猥琐，气息偏弱，像极了纵欲过度的模样。蓝月鱼去关城学艺，10有8九就是来勾引此人，以此来对付自己。你管不着，受死吧！燕姓老者全力出手，双手如弹琴，道道指劲带着破空之声，笼罩张扬全身。张扬双手起点，一道道泛着金色的指劲迎了上去。2人在原地大战起来，手指所过之处，在周围留下无数细小的洞孔。张扬背后墙上被洞穿，像马蜂窝一样，剑指竟起不了大作用。燕姓老者右手一招，长剑落入手中，劈出一道透明剑芒，划破空气。张扬退避，背后墙上被劈出一道巨大的剑痕，人可以轻易穿过。这一剑要是劈在身上，得被劈成2截。阁下真要为了一个女人置我于死地吗？张扬瞳孔一缩，杀气扩散了出来。他不想动手，因为一旦动手，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符箓就会消耗大半。对方若坚持要找死，他不出手也不行了。老夫一生偏爱美酒与女人，只要女人值得，天王老子我也杀。燕姓老者脚踏游龙步，右手舞动，道道是大力沉的剑气，如滔滔江水笼罩张扬全身。张扬一拍腰间符箓，一道淡淡的金色光照在他体表形成，化成一个小金刚佛像虚影，正是他新近解封的小金刚符。剑气击在虚影上，如大刀斩在湖面上，伤不得分毫。双刃刀悬浮在胸前，在神识的操控之下急速射去。与此同时，张扬又激活了一张飞剑符，拇指粗的剑形虚影化成耀眼光芒，锁定对方心脏。仅仅一个呼吸间，张扬就反手围攻，气势磅礴。燕姓老者也是了得，连续挥出几道剑气，斩掉剑光的同时，又将双刃刀弹飞。双刃刀被弹飞之后，立马掉头，再次袭来，如同打不死的小强。法器抗造能力远在普通武器之上，双方武器碰撞数10次之后，对方剑上密密麻麻全是小孔。燕姓老者脸色微变，那女人不是说她的境界相当于中级宗师，怎么实战力这么强？再打下去，就算杀了对方，自己怕也得脱1层皮。就在他想退走之时，一柄青铜小剑悄无声息从张扬背后偷袭。生死关头，张扬条件反射般身体极限扭曲，青铜小剑贴着胸口穿过，在衣服上洞穿2个洞孔。黑袍人眼神中露出遗憾之色，对燕姓老者道：燕大雕，此人报复心极强，此刻不杀他，等他实力再提升之日，便是你我的死期。来之前燕大雕也打听过张扬的背景，当下点头，咱们就别藏着掖着，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我远战，你进攻。2人一远一近，对张扬进行疯狂攻击。燕大雕握剑近战，黑袍人以神识操纵青铜小剑，2人配合得十分默契。仅仅片刻，张扬就连连遇险，要不是接连激活2张小金刚符，他早就受伤了。2人境界都比他高，1打1他还有6-7成胜算，现在2打1，他的胜算不足3成。你们既然为了一个女人对我不死不休，这笔账老子记下了，
下次见面之时便是你们的死期。张扬激活几张冰剑符，逼退两人之后，快速逃离。追，别让他逃了！两人如同鬼魅一般，在背后死咬着不放。两人心里都很清楚，像张扬这种成长型的修士，要么不搞，要么往死里搞。一旦让他逃掉，后患无穷。凌晨的城市，三人如同鬼魅穿梭，所过之处一片狼藉。眨眼之间，2个小时过去，张扬躲到一片旧区，暗暗叫苦。他已经拼命使用罗烟步，却怎么都逃不掉两人追杀。身上的符箓已经消耗一半，元气消耗也极大。再这样下去，小命非得丢在这里不可。他们是如何锁定我的？张扬百思不得其解。照理说对方都只比他高一个境界，他又使了罗烟步，还是在夜晚，应该很容易逃掉才对。对方是如何一次次锁定自己位置的？又逃了半小时，摆脱两人之后，张扬躲进一家木族城。先生，几位？1位。张扬直接上楼，在技师带领下进入一个包房休息片刻。先生，我们这里有1683亿68668968四个项目，你要哪一种？美女前台询问。968，让技师半小时之后再过来，我有点累，休息一会。是，先生。美女前台走出门口，身体出去了，脑袋却留了下来。操，真是阴魂不散。张扬砸出2个火弹符，阻止燕大雕，一拳将墙面破开，跳了出去，身体尚在半空，青铜小剑像索命一般直击他心脏。还好张扬早有防备，手握双刃刀将青铜小剑弹飞出去。不应该啊！张扬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两人是如何做到如同鬼魅一般锁定自己的。张扬继续逃，还好他身上准备了一些恢复元气的丹药，否则早就撑不住了。但他清楚对方同样撑不了多久，这都追了3、4个小时，他就不相信对方消耗不大。眨眼间到了凌晨5点，天空没之前暗了。一旦天亮的时候，他还逃不掉，麻烦就大了。张扬抬头看了眼天空，突然看到了一只黑鸟掠过。飞行灵兽。操！张扬总算明白自己为何一直都逃不掉了，因为这只鸟一直盯梢着自己。他掌心凝聚3根冰块，运转元气，急射出去。黑鸟身体轻轻一挪，便躲过了3只冰块的攻击。没用的，如此高的距离，你想杀他比登天还难。燕大雕冷笑。张扬本以为燕大雕的名字是因为他女人多，没想到还真是有一只大雕。不杀掉这只黑雕，他根本逃不掉。这家伙连地上的小鸡都能看到，何况自己。张扬，快天亮了，你死定了！黑袍人神识操控着青铜小剑再次袭来，势必要斩杀张扬。燕大雕手举长剑，凌空跃起来，直斩而落。他连剑气都不用了，省得消耗太大，直接就是贴身战。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实战力哪有自己这种在武道上沉浸了30多年的人厉害？张扬咬了咬牙，正准备拼命，身边倏然一道白影闪过，一只闪着雷纹的纤纤玉手在半空生生将剑身锁住。我的男人，你也敢动？雷秋雪玉手一般将剑身折断，右腿一扫，旁边大楼被撞穿一个大洞，燕大雕跌入其中，不见踪影。张扬惊呆了，不敢置信地望着雷秋雪。几个小时没见，他的修为已经从之前的炼气4层进阶到炼气6层，配合着一身雷法，简直不要太飒。你明明只有炼气4层，怎么可能变成6层？黑袍人不敢置信地看着雷秋雪，连说话声音都变了。你现在是活人，一会还会变成死人。雷秋雪身影一闪，速度比起张扬的罗烟步不知道快了多少倍，每踩出一步，地面便皲裂起来，留下一个烧焦的痕迹。黑袍人赶紧控制青铜小剑，对他进行攻击。雷秋雪玉手一攥，轻易便将青铜小剑握在手中，手中一阵雷纹闪动，青铜小剑上的神识便被尽数驱除，青铜小剑成为无主之物，被随意扔到地上。黑袍人瞳孔一缩，转身就逃。一个张扬他都没有多少胜算，何况来了一名比张扬还要厉害的人。秋雪，燕大雕交给你，黑袍人交给我。张扬觉得雷秋雪对付燕大雕更容易一些，连忙说道：要死的还是残的？残的。雷秋施展雷影步，瞬间便消失在视线之中。不愧是最强的5行法术，张扬感觉自己的法术跟他一比，就跟耍杂技的魔术一般。他施展罗烟步，紧紧跟在黑袍人身后。这笔账是时候算了。两人一前一后，眨眼已经在几公里之外。黑袍人追了张扬一夜，比张扬消耗还大，很快便被追上。双刃刀如同螺旋桨切了出去，将黑袍人的连体帽切了下来，露出一张阎王面具。黑袍人右手一甩，射出满天木针，张扬凝聚冰盾，轻易防了下来。黑袍人接连使出缠绕、蔓藤、飞叶等等木系法术，都未曾伤张扬半分，反倒是张扬的双刃刀在他身上划出了好几道口子，黑袍被血浸湿了一大片。没有了法器，黑袍人实力降了1/3，在张扬的攻击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黑袍人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冷冷道：你不能杀我，我的背景不是你能惹的。回答应的是双刃刀更加凌厉的攻击。被追了一夜，逃了99条街，就算对方有通天背景，也必死无疑。张扬，你可听说过华夏3大影族？我叫叶相，是叶族后人，你若是杀了我，族内会将你碎尸万段。见张扬丝毫不为所动，黑袍人开始慌了。噗！双刃刀在黑袍人肩膀洞穿一个血洞。叶族有修仙者
有武王，是华夏最巅峰的家族，任何一个得罪叶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感觉到死亡靠近，黑袍人语速也快了起来。你只要放了我，以后我不再管蓝月鱼的事情，你爱杀便杀。张扬收回神时，双刃刀停在半空。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帮蓝月鱼？叶相眼神闪烁，欲言又止，不说，那死吧。慢着，我说。叶相赶紧伸手阻止，解释道：我欣赏他的意志力，还有对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感到愤怒。比你强的修士多了去，别人都隐居修炼，远离凡俗，只有你像个跳梁小丑。张扬指着他的面具，冷冷命令：摘下来。我不能摘。神识操纵双刃刀，做势进攻。我脱。黑袍人慢慢将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一张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丑陋脸出现在张扬视线中，整张脸有2/3烧毁，只剩下左下巴还略为完好，看起来像人形骷髅一般。我明白了，你不是看不惯我的作风，你这是在嫉妒我的相貌。张扬冷嘲起来，奚落片刻之后，神色一冷，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也是痛苦，我就送你一程吧。双刃刀击射出去，叶相身上被割出道道血花，愤怒地咆哮起来：张扬，你一定会遭到叶族报复的，可惜你看不到了。双刃刀从他脖子切了过去，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线，距离喉管只剩下很薄的一层。问你件事情，你把我的朋友带到哪去了？从严冰带回来的视频中，张扬能看出来，拐走和失孕的就是眼前的黑袍男子。哪个变异冰灵根是你朋友？叶相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赶紧道：我把他送到了家族，只要你放了我，我可以让家族的把他送回来，与你交换。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双刃刀一闪，割破叶相的喉咙，他身体软软的倒在地上，慢慢闭上了眼睛，眼神中竟然还带着一丝轻松。或许像他这样的废人，死了也是一种解脱。张扬弹出几朵火焰，落到了身上，将他烧得面目全非。砰！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地上。燕大雕手筋脚筋被割断，脸如死灰，闭眼等死。雷秋雪轻飘飘降落，衣服上满是血迹。张扬急问：受伤了？被这家伙阴了一把，不过问题不大。他脸色苍白，说问题不大，估计是为了面子，显然受伤不轻。张扬摸出一瓶止血药，抛给他，先敷上。雷秋雪接过，到一边疗伤了。蓝月鱼呢？张扬踢了燕大雕一把，开口询问。海港酒店808，这么爽快？张扬不由得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陷阱？跟那妞一起下地狱也挺不错的。死到临头，燕大雕也改不了好色的本性，说这话还舔了舔舌头。你堂堂一个大宗师，何愁没有女人？为报他把命都丢了，值吗？女人虽多，像他技术那么好的，可是凤毛麟角。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老夫风流了50多年，也得值了。燕大雕哈哈大笑起来，你倒是洒脱。张扬索性给他个痛快，一刀了结他的性命。海港酒店808房，蓝月鱼一夜没睡，坐在床上静静等待。为了请大宗师燕大雕出手，他奉献出了作为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燕大雕又老又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比起在下水道喝臭水、吃老鼠蟑螂，更让他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灵上的痛苦。为了万无一失，之后他还勾引了黑袍人。当他摘下黑袍人面具的时候，他差点吐了。但是关城的学习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戏子，永远都不能表露出自己对男人的半点恶心，哪怕对方是一个魔鬼。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两人联手杀掉张扬，应该万无一失了。门铃声响起，蓝月鱼大喜，赶紧跑过去开门。当看到张扬那张脸的时候，笑容瞬间凝固，变成了惨白。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张扬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仿佛两人根本不是仇人，而是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蓝月鱼飞快抽刀，手刚按到腰间便停了下来。两人如今的实力差距何止天地之差？他一连退出10几步，瘫倒在床上，双目空洞。下一刻，他再次抽刀，只不过不是反击，而是抹向自己的脖子。他情知活是不可能活了，只求死个痛快。张扬施展更精指，将他手中刀弹飞。蓝月鱼一头向墙上撞去，一根蔓藤突然出现，将他紧紧缠住。张扬走过去，割破床单，将他绑了起来。蓝月鱼想咬牙自尽，但没用，咬牙是无法自尽的，连割掉舌头都死不了，何况咬舌。我输了，可以给个痛快吗？他问。我答应过一个女人，将你交由她处置，不用等很久，她已经在路上了。蓝月鱼瞳孔中出现一抹恐慌，他不由得想起自己折磨妖姬时候的情景。他特制了一条带倒钩的绳子，抽一下都能皮开肉绽。要是自己落到那个女人手里，他不敢相信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可是杀手出身，折磨人的手段比自己多100倍。蓝月鱼手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声音头一次软了下来。说说，你是怎么杀我父母的？张扬对蓝月鱼怎么处置自己父母的事情一直都非常好奇。我把他们的手脚筋切断，他们像狗一样在我面前趴着，那模样不知道我多可怜。哈哈哈！你赶紧杀了我，为他们报仇，把他们变得生死不如，我也不亏。哈哈哈！蓝月鱼疯狂大笑起来，一遍遍用语言刺激着张扬，希望他动手给自己个痛快。你亲眼看到他们手脚筋断了，
父母是守正者的事情是合欢老祖猜测的，张扬并不完全相信，想着多问一些线索。我亲自动手的，这还有假吗？蓝月鱼狞笑。张扬想来想去，父母应该是给他上了手段，要么是用了迷幻药，要么施展了幻术。幻术这种高阶法术，炼气期修士根本不会，大概是迷幻药了。很遗憾的告诉你，我爸妈并没有被你废掉，他们现在还好好的，不然你觉得我现在还能这么淡定的跟你说话吗？张扬一脸嘲笑的看着他，不可能，我明明废了他们，还他们身上划了很多刀，我爸妈也是修仙者，他们的修为远在我之上。蓝月鱼脸色又是难看又是狰狞，你在骗我，你一定在骗我，我不相信。他唯一骄傲的一点就是把张扬父母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若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他就输得彻彻底底，他牺牲了一切，一回合都没赢过。话我已经说了，信不信由你。张扬走到沙发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静静地等着妖姬到来。蓝月鱼看着他淡定的模样，越来越相信他的话，精神一度处于崩溃边缘。就在他精神濒临崩溃之际，房门被推开，妖姬走了进来。主人，妖姬先是打个招呼，目光这才落到蓝月鱼身上。贱人，你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蓝月鱼闭上眼睛，喃喃道：想上什么手段，尽管过来吧，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折磨吗？是吗？妖姬拍了下手，一群健壮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你们进来干什么？纵是准备赴死的蓝月鱼，此刻也忍不住害怕起来。贱人，你不是学了许多遇难手段吗？让我见识一下呗。妖姬冷笑，你有本事杀了我！妖蓝月鱼愤怒的大吼起来，面容狰狞。杀是肯定要的，不过没那么容易让你死。妖姬想起当初被打得皮开肉绽，生不如死的情景，吩咐一个个上，每人至少半个小时。一群男人排好队来到床前，你杀了我，快杀了我！张扬，你这个魔鬼，求你杀了，求求你了，我错了行不行？蓝月鱼跪倒在地上，崩溃的大哭起来。张扬一脸冷漠，转身离开，顺便把门关上。很快里面就传来蓝月鱼生不如死的声音。雷秋雪在外面等着，听到里面惨叫，脸上露出于心不忍的表情。张扬将这女人的所作所为说出来，雷秋雪脸上的悲悯立刻便散去。换作是他被一个女人折磨成那样，也会疯狂报复，何况他还废了张扬父母。有句说的没错，天作孽有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扬问起他修为的事情，一天连进4阶，怕是前无古人了。还得感谢你。感谢你什么？感觉你搂了我的腰，拥抱了我。如果你现在向我表白，我估计明天就突破炼9层了。这些话雷秋雪只敢在心里腹诽，不敢说出半个字，说出来那就不灵了。感谢你，让我开启了记忆。雷秋雪主动拉着他的手，眼巴巴看着他，双目中全是秋波。快，赶紧向我表白，那样我就能开启第4张卡牌了。面对如此浓情的眼神，张扬心领神会，飞快地在他嘴上亲了一下。呀，没到这一步，你要先表白。雷秋雪脸红得像个苹果，急道：你不能这样，咱们还没到这一步，你得先。他赶紧捂住嘴巴，怕自己不小心说出来。这个动作在张扬看来却有些嫌弃的意思，他赶紧道歉：对不起，你实在太漂亮了，我没忍住，我不介意，但咱们还没到这一步，你得表白。雷秋雪急得团团转，一时之间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像只无头苍蝇一般。张扬会错意了，再次道歉：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你千万别介意。雷秋雪的实力现在已经在他之上，万一惹他生气，不跟自己双修就麻烦了。半晌，雷秋雪终于冷静了下来，回道：没关系，一天进4阶，他已经很满足了，不能贪得无厌。至于以后怎么发展，顺其自然吧。希望老板不是那种不喜欢表白的男人。这该死的卡牌为什么就不能跳顺序？遇到男人不喜欢表白怎么办？你受伤不轻，我送你回地人大厦，以后就住那里吧。雷秋雪点了点头，两人搭车回到地人大厦。回去之后，张扬赶紧补觉，干了一夜的假，他累得够呛。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妖姬在大厦等他。张扬询问起蓝月鱼情况，妖姬就回了2个字：死了。过多的话他没说，可能怕是恶心张扬。主人，对不起。妖姬突然眼睛发红，我爸妈没死。张扬情知不跟他说清楚，他会愧疚一辈子。妖姬震惊地看着张扬，满眼的不敢置信，自己可是亲手解决了他们，还把他们埋进了土里，怎么可能会没死？我爸妈是修仙者，修为比我高深，用点障眼法骗过你再容易不过。张扬解释。主人，谢谢你。妖姬这块心病算是彻底解除了。接下来张扬问了一下江南的情况，妖姬汇报完就去休息了。张扬摸出手机，拨通罗仁杰电话，想询问一下叶家的情况。什么？你把叶相杀了？你疯了不成？听闻这个消息，罗仁杰声音都变了。他要杀我，我不杀他，留着过年。张扬不太高兴对方语气，接着道：我打电话给你，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只想向你打听叶家的背景。你不说，我也有渠道去查。罗仁杰叹了口气，说道：你可听说过江上一叶州？没听过。这句话说的是华夏最厉害的4大影族，分别是江家、上家、叶家跟周家。30年前，上家跟叶家联手，突然对周家下手，周家全族被灭，影族现在
就只剩下3家了。都是什么实力？3大影族汇聚了华夏70%以上的顶尖强者。叶家如今的实力在影族中排第2，族内拥有炼气巅峰修士好几名，武王级别强者也有好几个，大宗师修为不下10个，是个妥妥的巨无霸。你平时怎么玩都可以，怎么就得罪影族了？叶相在影族是什么身份？张扬继续问。叶相是个私生子，从小流落在外，母亲在一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了，他也被毁了容。他的亲生父亲叶灵为了补偿他，给了他不少修炼资源，他很自卑，极少留在宗内，一直在外面游荡。虽说他只是个私生子，但叶家向来护短。你这次真是捅了天大篓子，我捅的篓子还少吗？张扬冷哼一声，挂掉了电话。这1-2年，他用几乎火箭般的修炼速度，从一个凡人修炼到了炼气6层。有合欢老祖指点，有转世大能雷秋雪在身边护着，自己很有可能还是隐藏的大佬，还怕区区一个叶家。不过安全起见，还是得苟一波，猥琐发育。张扬打电话给严冰，让他回来，不用再找何诗韵了。何诗韵被抓到叶家，以叶家的底蕴，自己眼下实力不够，根本没办法救他。像何诗韵这种变异天灵根，在任何地方都是宝贝，叶家肯定不会想着毁他，而是想培养他。张扬最怕的是叶家强迫他嫁给叶家的人，跟他双修。好在何诗韵性格传统，脾气火爆，当初自己也是花很长时间，用尽了手段才征服他。叶家人想降服他，没那么容易。张扬想来想去，眼下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变强，达到与叶家抗衡的地步。张扬站在办公室，目光透过落地窗看着外面的景象，思考着未来的路。突然，一道下黑影掠过高楼，落到对面大楼顶端。黑雕，张扬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修真7义中的御兽之法，若是能降服这只黑雕，自己就等于多了一双会飞的眼睛。张扬马上离开办公室，朝对面大楼而去。他得想办法把黑雕给抓了。黑雕十分警觉，张扬刚登到大楼顶端就被他发现，马上飞走了。他并没有远离，而是逃到几百米大厦的顶端，又停了下来。张扬继续前往，这次电梯刚上一半，他就透过落地窗看到黑雕又飞走了，这次飞到几公里之外的大楼。为什么他一直停留在城市？张扬略略思考，马上就明白了。黑雕是燕大雕养的，现在燕大雕死了，他现在应该很惶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他现在都还不确定燕大雕是不是真死了。从他飞行一段时间就开始降落可看出来，他现在很饿。张扬掏出手机打给南无情，让他去买一些牛肉回来。很快南无情就将牛肉买了回来。张扬将一块牛肉挂在地人大厦楼顶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来吸引黑雕的注意，然后将更多的牛肉放到天台上，做了一个简易的陷阱。为了实时监测，他还装了个监控，监视着天台的情况。很快楼顶牛肉就吸引了黑雕，只是这家伙十分谨慎，绕着牛肉转了很久都不敢下嘴。张扬也不焦急，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对着大屏幕盯梢。妖姬过来找张扬，见他在捕鸟，很好奇地停了下来。正好雷秋雪也过来找张扬，同样被大屏幕吸引。就连忙碌中的那魔情也放下了手头工作，看着张扬捕鸟。你们3个来猜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抓住这只鸟？谁猜中有奖。张扬从怀中摸出一瓶丹药，放到桌面上。3女眼神瞬间放光，有了赌注，他们兴趣更大了。黑雕连飞都没力气了，我赌他1个小时之内必然上当。妖姬说道。他绕了几次最顶上的牛肉都不敢下嘴，太谨慎了，我赌他至少要3小时。南无情说道。你呢？张扬的目光最后落到雷秋雪身上。这只黑雕带着一丝妖兽血脉，已然通了人性，你是抓不到他的。半个小时之内，他会吃了楼顶那一小块牛肉，天台上的他碰也不会碰。雷秋雪说道。果然15分钟之后，黑雕化成一道黑色闪电，快速将顶端的牛肉抓走，瞬间不见踪影。我赢了。雷秋雪大喜，伸手去拿桌面上的丹药。张扬一把按住他手，笑道。再等等，你还没赢。黑雕飞到了几百米外一座楼顶，降落下来，用嘴撕扯着牛肉，一点点吞下去。4人站在落地窗边静静地看着。倏然黑雕身体摇摇晃晃，一头栽倒了下去。谁说抓不住了？张扬哈哈大笑，推开窗户跳了出去。3女这才明白，张扬在牛肉里面下了毒。黑雕再聪明，哪能比得过人类？这个世界没有比人类更坏的东西了。没多久，张扬就来到那大厦楼顶，将昏迷的黑雕抓住带了回来。黑雕远看体积不大，近看才发现翅膀张开将近3米长，体重高达30多斤，双爪如刀一般锋利，嘴如铜铁，筋骨强劲，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鸟类。从外观来看，必定是带着妖兽血脉无疑。奇怪，蓝星怎么会有带着妖兽血脉的动物？雷秋雪看完黑雕的体格之后，奇怪地问。从他的话当中，张扬能听出来，他又解封了一部分记忆。妖姬跟南无情可不懂这些，除非他是从某个秘境逃出来的。蓝星没天地灵气，不可能养育出妖兽，但秘境有。可惜把燕大雕宰了，不然还可以询问一下这只黑雕从哪里来的，他的家人或许知道。雷秋雪说道。跟我想一块去了。张扬决定去燕大雕家里一趟，若是后辈多的话，顺便斩草除根。南无情派人弄了个大笼子过来，张扬将黑雕放进去，没多久，
黑雕便醒了过来。他醒来之后十分暴力，疯狂地撕咬着铁笼，金刚锁住的铁笼被他的爪子划出无数道爪痕。就这抓力，普通人被抓一下，手臂都得被切下来。张扬施展更筋指，弹在他身体上，将他弹了个跟斗。黑雕更加暴虐，张着血红的大嘴巴，疯狂地朝张扬嘶吼着，头上羽毛都竖了起来，翅膀虚张，一副要拼命的模样。不服是吧？老子打到你服！征服妖兽有很多种，大抵也就分为2种，一种是暴力征服，一种是怀柔感化。怀柔感化类属于养成，卵生孵化，从小培养，这种属于灵性比较高的灵兽。这只妖兽已经成年，根本没有怀柔的可能，只有一个字：干！你们出去一下，免得受伤。张扬吩咐3女出去之后，将笼子打开。黑雕刚出笼就凶狠地朝张扬扑过来，仿佛将他切成2半，来解心头之恨。张扬一巴掌凌空抽出，黑雕撞到墙上，掉下来摇摇晃晃，不知东西南北。终于他缓过神来，一头朝玻璃撞去，准备撞破玻璃逃跑。打不过还逃不掉吗？不好意思，还真逃不了。张扬施展慢藤术，缠住他的脚，用力一抽，黑雕庞大的身躯再次被砸在墙上，滑落下来，跌得七荤八素。黑雕也是倔，爬起来继续逃窜。张扬施展慢藤术，一次次缠住他的脚，一次次砸到墙上。经历击10次之后，黑雕终于飞不动了，看向张扬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他嘴巴微张，气血尖叫，单从声音就能听出有多凄惨害怕。御兽第一步，削弱与压制。全盛的妖兽，无论是力量还是精神，都十分强大。这种时候想要在兽魂中种下魂技，几乎不太可能。桀骜不驯的妖兽甚至会定死不屈，只能将它摧残到最脆弱的时候，神识入侵才会更容易。第2步，种下神识印记。张扬施展慢藤术，将黑雕紧紧缠住，送到自己面前。一人一雕，目光对视。倏然，张扬眼神中射出一道金光，射入黑雕双瞳。黑雕拼命挣扎，张大嘴巴尖叫起来，嘴里吐出一阵阵鲜血。张扬脸色由红变白，由白转青，最后双目中竟然流出了2道鲜血，一滴滴落到下巴上。你修为太低，强行征服兽魂，恐遭反噬。雷秋雪吓了一跳，出言阻止。好在暴力的黑雕渐渐停止挣扎，匍匐在地，看向张扬的目光充满了恐惧。张扬瘫软在沙发上，大口喘气，头脑一阵阵发晕。炼气6层就敢用神识强行给兽魂种下魂印，估计也只有他这么胆大了。还好这只黑雕只有一些妖兽血脉，并非纯正的异阶妖兽，否则张扬也不可能成功。把它关进去，喂些牛肉。张扬吩咐完，躺到沙发上沉沉的睡去。种下魂印实在是太消耗精力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黑雕掠过一座座高楼大厦，目光俯瞰着这座城市。最后他停在一座豪华的居民楼下，从浴室通风口偷看着一名丰腴的少妇洗澡。别说，少妇身材挺好，是现流行的微胖型啊！少妇失声尖叫起来。怎么了？丈夫的声音在外面响起。一只鸟在偷看我洗澡。丈夫推开浴室门，四下张望，哪里还有鸟？老公，我没骗你，真有鸟，一只好大的鸟。丈夫一边脱裤子一边嘻嘻笑，想看鸟，老公给你看。黑雕停在浴室外，听着里面的啪啪声，恶作剧兴起，想要敲几下玻璃吓他们，可爪子却怎么都动不了。地人大厦楼顶，张扬收回神识，遗憾地叹了口气。目前的御兽术仅能借助黑雕双目查看周围的情况，毕竟是只知有些许妖兽血脉的禽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想要进化到咸物、攻击、营救等复杂的指令，只能在平时多加调教，多喂一些能增加修为的丹药灵草，让其开启灵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若不是蓝星缺少妖兽，老子才不挑你，傻不拉几。由于神识太弱，目前张扬能借黑雕双瞳观察的距离也就3公里左右，再远就没办法了。张扬收回神识，任其自由飞翔，回到房间。地人大厦除了商业之外，楼上还有很多房间，除了张扬自己，还有3个美女也在。张扬偷看完少妇洗澡，很想叫妖姬或者那魔琴过来侍寝，但一想到雷秋雪也在，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眼下雷秋雪才是最重要，可不能因小失大。男人想要变得强大，最基本一点就是能管住自己的第3条腿。华夏京城一处极其神秘的大宅某个房间之内，何诗韵盘坐在地上运转功法，希望能吸收一些天地灵气。半晌，他站了起来，脸含似水。被掳到这里2个多月，他都还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鬼地方。每天都会有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神经病过来，企图说服他，让他嫁给他，一起修炼。他每次都会8个字：要人没有，要命一条。作为一个性格传统的女人，她这辈子只认定一个人，之前是丈夫，现在是张扬。除非男人先背叛她，否则她不会主动背叛别人。房门被推开，一缕阳光射了进来。何诗韵只听脚步就能知道那个神病精又来了。考虑清楚没有？与不与我双修？男人身穿紫袍，留着长发，一副古代人打扮。每次看到他这副模样，何诗韵都在想他是不是拍戏回来，演的角色是3级片中好色如命的书生。你是不是智障？何诗韵像看傻逼一样看着他，把一个女人绑到一个无名地方，将她软禁起来，然后让她心甘情愿嫁给他。这个世界上
会有这样的女人？拜托，张扬比你帅，对老娘那么好，之前都没动心。我承认自己不会哄女人，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你是真心的。紫袍人说道。苍天啊，大地啊，一束天雷下来，劈死这个王八蛋吧！两人前后见了不到5次，他就说对自己真心，他的真心就这么廉价吗？我不在乎你嫁过人，也不在乎你比我大几岁，在我看来，你的资质足以掩盖一切缺点，整个华夏也只有你配得上我的。紫袍男子继续说道。你可以别再说话吗？为什么？因为我快吐了。紫袍男子神色一寒，怒道：你知道我是何等人物吗？你知道整个京城有多少名门贵族小姐想跟说半句话都巴不得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很恶心。你滚！长时间被软禁，何诗韵已经快疯了，她年龄不小了，得加快速度进阶，不然根本追不上张扬速度。被抓快2个月时间，如果她在外面至少也是炼气3层，甚至有可能是炼气4层，现在她依然只有炼气2层，她都快恨死这个混蛋了。紫袍男子一时之间束手无策。在修炼一道他是天才，在泡妞一道他从来不用费心，毕竟都是妞泡他，唯有这个女人他征服不了，这就越发激起他的征服欲。鱼儿，出来一下！外面传出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紫袍男子拂袖离去，走出房间，把门带上。外面是一座巨大的花园，假山绿竹，水榭亭台一应俱有。灰袍老者站在一株数百年的黄花篱下，背手而立，目光看着苍穹。孩儿见过爹爹。叶云上前恭敬地拱了拱手。你闹够了没有？灰袍老者目光凛冽地看着他，眉毛竖了起来。堂堂叶家后辈，为了一个已婚女人，连修炼都没心思了，传出去就不怕别人笑话？爹，他是变异冰灵根。冰灵根又如何？他已经34岁，错过了最佳的修炼年龄，再天才这辈子也就这样，还能上天不成？我看你就是馋他的身体！灰袍老者骂道。叶云被这句话骂到心坎上，讪讪没说话。年轻不知少妇好，错把少女当成宝。少女她见得多，没有一个能像和诗韵这么吸引她的。回去好好修炼，以后不许再想这个女人，她让我处置。灰袍老者命令。是，爹。叶云恭敬地行了个礼，退了下去。灰袍老者推开门走了进去，目光落到何韵诗身上，仅仅一眼他就愣住了。他觉得自己错怪儿子了，这种级别的少妇连自己都被吸引了，何况骚年人？你想不想重获自由？灰袍老者背手而立，下八微台，傲慢地询问。刚才出去的是你儿子？老不死傲慢的态度跟刚才出去的年轻人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忍不住询问。没错。灰袍老者点了点头，更加傲慢地说，老夫叶灵乃华夏隐族叶家3大家主之一，何诗韵没听过什么狗屁隐族，对方说可以让自己自由，他就暂时忍了下来。你怎样才能放我出去？只要你嫁给我，与我双修，以后天大地大，你想去什么地方都没人敢阻止你。轰隆隆！听这话，何诗韵感觉被雷劈得外焦内嫩。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的紫袍人那么傻逼了，原来都是遗传啊！你儿子让我嫁给他，你让我嫁给你，这让我怎么选择？何诗韵脸上露出来为难之色，突然眼睛一亮。要不这样，我都嫁了，等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们父子猜拳，谁赢了先来，如何？胡闹！叶灵勃然大怒。叶家岂是你可以随意羞辱的？是你们父子羞辱我在先，你们把我关在这个鬼地方，还说是什么狗屁大家族？我呸！土匪窝都比你们仁义！何诗韵忍不住大骂起来。叶灵含着脸说道，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动用叶家的能力，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突破炼气后期，这种待遇是你在外面混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老娘就算死也不会碰你们叶家一株灵药。何诗韵说完，把脸扭到一边去，已经不想跟这恶心的父子俩再说一个字了。叶灵铁青着脸拂袖离开。他刚走出门口，一名下人急匆匆跑了过来，老爷，不好了，叶相少爷死了！叶灵勃然大怒，谁敢杀我儿子，老夫定要将他碎尸万段！省城机场，张扬将跑车停在路边，目光扫视着机场出口站。严彬今天回来，张扬特地过来接他。片刻之后，一道高挑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严彬太好辨认了，身材顶级的平英，估计整个华夏找不到第二个。每次看到他，张扬都有一种冲动，帮他玩大一点。严彬停在车边，四下张望着，每一辆车子都看了一遍，就没看面前这辆价格3个亿的豪车。张扬摇下车窗，笑道：“看半天都没看到我，故意的吧？”严彬扫了眼碳纤维的车身，忍不住说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调了？接你必须按最高待遇。”张扬下车，走到副驾驶旁边，帮他拉开车门：“美女，请上车。”又挖了个什么坑，让我跳下去？严彬从未见过他如此热情，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瞧你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张扬一把抓住他的手，将他硬塞进车上，回到驾驶座，油门一踩，车子顿时成为整个街最亮的彩。片刻之后，张扬带着他来到一家豪华的海鲜楼，偌大的包厢之内，菜已经上来，还热气腾腾，什么大龙虾、大螃蟹、黑金鲍、海参、海螺，应有尽有。趁热吃。张扬指着满满一桌的菜，笑道：“先说吧，有什么要我做？”严彬不敢动筷子，又是3个亿的豪车接送，又是大几万的海鲜大餐，这种糖衣炮弹他哪里吃得下？
这家伙可是不立不早起的。我现在什么实力，什么身份，这顿招待跟普通打工族吃个馒头有啥区别？张扬指着他的脸，心疼道：“你为了找韵姐，在外面奔波了1个多月，人都晒黑了，我不好好招待你行吗？”严冰想想也是，当下没吃了起来。你说知道韵姐下落，她在哪？严冰一边吃一边问。她被一个强大的家族抓走了，你也对付不了。目前不行。张扬摇了摇头，继续道：“他们是整个华夏数1数2的大家族，强者无数。我想来想去，要救韵姐，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需要你出面，连你都救不了，我一个凡人能干什么？”严冰一脸不解。张扬放下筷子，抽张纸巾擦干净嘴巴，这才说道：“叶家树大根深，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劣势。外面很多强者盯着他们，但凡他们有一点出错，都会有无数的人咬着他们不放。我想你拍一个视频，说你的老板被叶家抓了，生死未明，越可怜越好。到时候我再拍几个视频，把韵姐是冰灵根的事情说出来，咱们把这热度一炒，看能不能逼叶家放人。”果然，这顿饭不是白吃的。我不会拍短视频，我教你。在张扬的教唆下，最终于严冰还是同意了。毕竟张扬也是为了救人。什么时候拍？现在就拍。张扬让他坐到沙发上，摸出手机，视频想要爆，一定要吸睛。你身材这么好，胸还这么小，这就很吸睛了，再加点情绪就 OK 了。准备开始。严冰正准备开口，又退却了。不行，我真做不到。像他这么低调的人，拍这种视频太尴尬了。你别想着自己在做多么尴尬的事情，你要想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韵姐。好好酝酿情绪，1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10次，咱们拍到好为止。在张扬谆谆善诱之下，严冰终于鼓足了勇气，拍下了这条视频。完美，你不去当明星太浪费了。看着视频上严冰的独物气质，张扬连连点头，十分满意。他将视频发给那魔琴，让他发布到网上，花几千万投流出去。很快，南无情就打电话过来，说道：“最大的视频网发不出去，网站背后可能不敢得罪叶家，一个网站不行就5个，5个不行就10个，我就不信发不出去。”好，南无情继续弄去了。不到半天，视频就爆了，全网都认识了一个叫严冰的美女平胸保镖，为自己老板发声。很多人对她的忠心感到钦佩，自主转发。当然，这只是凡人的眼界，在修仙者眼里，他们只在乎3个字：冰灵根。一场无形的风景在网上席卷出去，如同蝴蝶效应，让原本平静的高层世界暗流涌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会报？叶家第1家主叶昆仑一掌将桌子拍成粉末，对着叶灵怒吼：“整修仙界、古武界都知道咱们叶家绑架了一名冰灵根的，叶家的脸都丢尽了。”叶灵讪讪道：“大哥，鱼儿只想为叶家培养人才，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就是贪图美色。叶昆仑在原地踱着脚步，半晌才说道：“让他出面澄清，说这件事情跟叶家没有任何关系。澄清之后再让他走。”他不同意澄清，灭口。是大哥。叶灵正准备离开，叶昆仑喊住了他：“我听说你那私生子死了，被一名叫张扬的修仙者杀的，叶家的面子不能丢，派人把那家伙宰了。”哥，我马上派人去办。叶灵转身大步离去。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一人脚踩一剑在林间穿梭，他头戴斗笠，面容黝黑，乍一看去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倏然他御剑停在半空，看着下面一名白袍男子：“弟子见过师傅。”白袍男子行完礼，这才说道：“叶家派出了杀手，要去杀张扬。为何？张扬杀了叶灵的私生子叶想，他不是打不过吗？他已经突破炼气6层。”张延庆脸上露出复杂之色，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判定儿子只能考上大专的父亲，却突然间听到儿子逆袭考上了清北。半晌，他叹了口气，说道：“修仙一道，资质决定上限，无论他前面走得多快，炼气6层也是他的极限，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炼气7层。白山，你指我令牌去警告叶家，他们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我便让他们叶家从华夏消失。”嗖，一枚金色令牌落到白山手中，白山手握令牌，看着上面闪烁的守护神3个字，手微微颤抖起来。只有明白人才懂得这块令牌的沉重，那是华夏守护神的身份证明，整个蓝星拥有此刻地位的不会超过双手之数。罢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顺便看看那个冰灵根有没有培养价值。张延庆凌空一抓，白山还没捂热的令牌又被收走了，已立刻前去广南省城，阻止叶家人对张扬下手。是，师傅。白山行了个礼，再抬头，眼前只剩下一道御空而去的身影。地人大厦楼顶房间，两人面对面，掌对掌，元气在彼此身体之内流动。张扬正跟雷秋雪在双修，利用他的雷元气净化体内灵根。雷灵根是金灵根的变异，与金灵根同属一脉。专注点。张扬睁开眼，见雷秋雪时不时扫着自己帅气的脸庞，忍不住出声呵斥。他的灵根已经很烂了，特别是在短时间之内接连突破到炼气6层，灵根像严重生锈堵塞的水管，需要雷秋雪精纯的雷元气疏通。这种情况下他还分神，得通到猴年马月。老板，好无聊啊，已经1天1夜就这样手对手，一次次运转元气，又困又无聊，再忍忍。
张扬知道很无聊，但是没办法，只能熬时间。你不让我看你的脸，我更熬不下去。现在唯一能让雷秋雪熬下去的，就是时不时看看张扬那张帅气的脸。谁让他是个死颜控？你爱看就看吧。张扬拿他没办法，只能妥协。就在两人再次进入状态之时，落地窗突然炸开，一名紫袍人闯了进来。隔人何人？为何闯我的地盘？张扬怒道。叶云扫了张扬一眼，冷冷地问：叶相，是你杀的？不是。张扬断然否认。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你以为否认就能逃逸死吗？叶相一掌拍出，一只大手印凌空袭来，笼罩张扬全身。炼气9层。张扬脸色惨白，叶家果然派人来杀自己了。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战的时候，一道白影快速插入两人中间，接了这一掌，元气激荡，整个房间所有一切尽数被摧毁。白山，你跟这废物有什么关系？为何要护着他？见白山为张扬出头，叶云有些不解。他调查过张扬，并没有任何背景。你这话要是被某个人听到，叶家都护不住你。白山冷冷道。难不成他有什么背景？与你无关。识相的赶紧滚。叶云瞳孔闪烁。正在此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回来，人不能杀。电话那边传出父亲冰冷的声音：别让我再次见到你，否则打得你满地找牙。叶云狠狠地瞪了张扬一眼，转身跳了下去。多谢阁下相助。张扬朝白袍人拱了拱手，这算是他第2次帮自己了。你不用谢我，我只是奉命行事。白山态度不冷不淡，紧接着说道：有人让我给你带一句话，他说你的资质也就这样了，开心过一辈子挺好，别再修炼了，更别惹麻烦，不是次次都有给你擦屁股的。你告诉那人，在大载世界，我的命令谁也掌控不了。白山瞳孔一缩，难道这家伙知道他们没死？你也走吧，不送。张扬大手一挥，下逐客令。没礼貌的家伙，记住我的话，别惹事。白山说完，从破碎的玻璃窗口跳了下去。你没事吧？雷秋雪见他脸色有些难看，小心翼翼地询问。张扬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阴沉着脸，再让我看到你，打得你满地找牙。你的资质也就这样，以后别再惹麻烦，不是次次都有人给你擦屁股。自从修仙以来，张扬从来没有被这么羞辱过，哪怕以前遇到的陈天龙、蓝天庭也是不服就干，没有这么看不起他。仿佛他们炼气后期就是高高在上的人，自己炼气中期如同蝼蚁一般，资质差又如何？你们给我等着！半晌，张扬终于压下愤怒的火焰，说道：走，咱们换个房间继续双修。雷秋雪点了点头，跟他进入另一外房间继续净化灵根。刚修炼片刻，张扬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本想不加理会，哪知却是何诗韵打来的。张扬连忙拿起手机接通。张扬，是我。何诗韵的声音从话筒传来：韵姐，你从叶家逃出来了，有人救了我，不过要我答应拜他为师，我答应了。电话那边声音比较小，显然救他的人就在身边。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让张延庆接电话。电话另一边，雷秋雪看着戴斗笠、穿的像农夫的男子，询问：你叫张延庆？张延庆叹了口气，接过电话，笑道：兔崽子，你怎么知道我没死的？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张扬恍然想起小时候他骂自己的情景，没来由鼻子一酸，别把你儿子想得那么傻，那样显得你掉价。话筒声音比较大，和诗韵听完惊得目瞪口呆。这能御剑飞行，可飞天遁地的家伙是张扬老爹，难怪张扬平时那么嚣张，换做他有这么牛逼的老子也得横着走。问你件事情，我打过你几次？拿棍子打3次，巴掌记不清了。张扬明白他的意思，笑道：你放心，我没被人夺舍，还是你儿子。两人聊天的时候，张延庆一直在说小时候的事情，看张扬的反应速度，有些人被夺舍，连记忆也一起继承，这些记忆被尘封在记忆深处，需要花些时间整理。张扬很清楚父亲这么问是对他还不太放心。经过一番快速问答之后，张延庆这才相信自家儿子没有被夺舍。儿子，听父亲一句劝，别再修炼了，伪灵根是不可能突破到炼气后期的。当初我跟你妈帮你测了灵根，最后才决定让你做一个凡人。我知道你肯定是得到了一些机缘，但在资质面前，再好的资源也没用。修仙这一条路能走多远，从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你的仙路终点就是炼气6层。张延庆再一次劝说。张扬心里涌起一阵无名之火。叶云跟白山贬低他，他忍了，他可是自己父亲啊。转念一想，他又释怀了，毕竟是一颗没有灵气地方的低阶修士，能有多大见识？在蓝星能御飞行已经很厉害，但在有灵气的地方，也就是修仙界最底层的存在。爸，我再试试，等撞得头破血流，或许就认命了。毕竟是生他养他的父亲，张扬也不想跟他争辩再多，一切还是靠行动吧。等他以绝对的实力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说什么了。罢了，你就尝试一下吧。张延庆最终还是没有继续压迫儿子，不过还是警告了几点，让他不得得罪3大隐士家族。张相只是一个私生子，这次他们抓你女朋友不对在先，加上铺天盖地的网暴，他们才妥协了。若是再遇到这种事情，爸爸也未必罩得住你，一切还要低调行事。知道了，爸。你女朋友是天灵根，留在你身边浪费，我带走调教一段时间，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你能教她更好。接下来
两人又聊到了张扬母亲的事情。聊完之后，张延庆把手机给了何诗韵。张扬，我想见你，但你爸说不行。电话那边，何诗韵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失望。没事，咱们见面机会多的是。你眼下最重要的勤加修炼。何诗韵年纪不小了，再不快点就老了。你也要勤加修炼，别只顾着睡女人。张扬差点被他这话呛到了，自己老爸可是在那边。韵姐，下次不许开这种玩笑，我可是纯洁的少年，是骚吧？两方斗了片刻嘴，这才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咱们还练不练？雷秋雪问。练。张扬收敛心神，再次投入双修过程。净化灵根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还好雷秋雪对张扬很好，无论再枯燥，消耗再大，他都坚持了下去。花了半个月时间，张扬终于将金灵根完全净化。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资质上升，接近真灵根地步，希望老爹能快点将何诗韵修为提上升，如此一来，自己也就能利用它净化水灵根，资质进一步提升。这天晚上，张扬跟那魔琴、严冰一起吃了顿饭。明天，他准备跟雷秋雪去燕家查探黑雕出处，看看能不能找到秘境。没有灵气的星球，秘境是唯一变强的机会了。饭后，严冰找到张扬，谈起了上次失身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谁偷走了我的第一次，最后觉得一个人很有可能。谁？教官楚一鸣。紧接，严冰说了起来，他曾经当过兵，有一次龙魂来挑人，他被挑中试训。试训过程，有一次外出任务，10几名女队友住进了一间酒店。当晚他跟另一名女队员住一个房间，那一晚他睡得很沉。第二天隐隐觉得不适，当时以为是训练强度太大，并没有多想。当晚你们反锁房间了吗？反锁了，外面进不来。所以你是怀疑另一名女队友跟楚一鸣里应外合？严冰点头。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可能。我知道那女队员的家族地址，她住京都，我想你跟我一起去找她，问个明白。张扬本想跟雷秋雪去燕家，但见严冰那期盼的眼神，又不忍心拒绝。思考片刻，他还是决定陪她走一趟。张扬打电话给雷秋雪，通知她燕家之行暂停，再通知南无情按时喂养黑雕，随即跟严冰一起搭上了前往京都的飞机。傍晚，飞机降落京都国际机场，两人拦了辆车子，前往那女队员的家。路上，张扬询问一下那名女队友的资料。胡菲儿，25岁，是名鼓舞者，出自鼓舞世家。5年前的试训，严冰各项成绩都很好，最终还是因为没有修炼内功被筛选了下来。从小修炼内功的胡菲儿，虽然战力不如他，内功也一般，最后却被选上，成为了龙魂一名队员。张扬问起龙魂这个组织，严冰知道的不多，只知道是一个国家安全部门，具体背景他也不太清楚。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停留在一片守卫森严的大院门口。这片大院坐落在京都中心，古树参天，守卫森严，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住的地方。换在以前，张扬肯定啥也不管，先闯进去再说。从父亲嘴里得知京都强者如林，他也就低调了许多。有他电话吗？有，打电话给他，就说你来京都玩，想约他见面。严冰掏出手机拨了出去。妃子，是我，严冰，还记得吗？对，我还以为你忘记我了。我过来京都玩，想约你出来吃顿饭，方不方便？楚教官也在京都。太好了，叫他一起出来。挂掉电话，严冰说楚一鸣也在京都，看样子他们还很熟，这更加说明了他们极有可能勾结在一起。先别激动，这只是咱们的猜测，一切看情况再说。1个小时之后，两人来到一家豪华的中餐厅。我杀人天堂的时候被许多人拍过视频，怕他们认的，就不跟你进去了。你一会进去，打开窃听器，再套一下他们的话，我在外面等你。由于胡菲儿订的是包厢，张扬没办法混进去，一切只能靠严冰自己。严冰点了点头，走进中餐厅。冰冰，好久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严冰刚走进包厢，胡菲儿就走上前，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有那么一瞬间，严冰怀疑自己是不是猜测错了。遥想当年，胡菲儿对自己还不错。菲菲，瞧你一副贵妇模样，不会嫁人了吧？严冰笑问。去年结的婚，恭喜。两女寒暄片刻，楚一鸣插话：严冰，你还是留在京都混算了。菲菲嫁的男人可不简单，她老公动嘴皮子，就可以让你在这京都当人上人。别听教官瞎说，本事是有点，没他说的那么厉害。京都藏龙卧虎，厉害人物多的是。胡菲儿笑道。严冰，好久不见。楚一鸣伸出手求握，眼神带着笑意。严冰忍住恶心，跟他握手。好久不见。三人入座，一边动筷一边聊着当年之事。严冰一直想开口试探，又不知道怎么切入话题。他对自己的口才有些懊恼，要是张扬在这里就好了，以他手段肯定能让他们露出马脚。严冰看向楚一鸣，他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笑容的诡异太浓了。正在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上面是张扬发来的内容：摊牌，让他们帮忙找韵姐，别愤怒。严冰放下筷子说道：菲儿，胡教官，其实我这次过来有一事请求，你是想我们帮你，就出你的老板吧。严冰拍视频的事情传遍整个网络，胡菲儿跟赵一鸣都知道。胡菲儿脸色严肃，接着道：放弃吧，别说叶家，就算是京都随便一个家族，也不是你这种没有背景的人惹得起来。菲儿说的对，严冰，你要认清事实。赵一鸣附和。
严彬突然说道：“当年世旭在宾馆那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是知道的。”两人脸色同时大变，一瞬间的反应，严彬顿时全都明白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很快，赵一鸣就反应过来，装作不懂。严彬继续道：“那晚我是有感知的，当然，我今天过来也不是想跟你们算那晚的账，我是诚心过来，让你们帮忙救我的老板的。”两人相视一眼，胡菲儿说道：“严彬，不是我们不帮，是真帮不了。”赵一鸣也说：“严彬，你可以提别的补偿，只要能做到，我们都会尽量帮你。所以，你们是承认了？”严彬脸色顿时寒了起来，拳头紧握。两人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被炸了。不过，他们也没在心上。别说事情过去5年，就算是昨天发生的，两人都可以撇得干干净净。就算我们承认，那又如何？胡菲儿态度180度大转弯，轻蔑地瞄了他一眼。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眼里跟蚂蚁没什么区别，随手就能捏死。你太不聪明了，有些事情烂在心里，对谁都好，偏偏要说出来，到最后不了台的是谁？赵一鸣也一改先前的客气，变得嚣张起来。严彬不敢置信地看着两人。如果说前一刻他们还是温柔的羊，这一刻他们就是2匹饿狼，原形毕露。你们当真觉得自己可以无法无天吗？严彬或站了起来，愤怒地吼道：“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无法无天。”赵一鸣将双腿放到桌面上，傲慢道：“实话告诉你，那次试训不止你一个，但凡有点姿色的我都上过了，也有不少过来闹的，最后下场只有2个，一个是死，一个是乖乖闭嘴。”严彬气的胸膛激烈起伏，就在他准备发作之际，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上面只有2个字：先走。严彬虽然心里很不爽，也不明白为什么张扬这时候不选择帮自己出头，但是他还是无条件听从了张扬的话，含乳离开。啥也不是。赵一鸣举起茶杯敬胡菲儿：“来，咱们敬一杯。”胡菲儿微笑的举杯，隔空相击，两人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张扬在外面等着，见他出来，吩咐已立刻去附近酒店开2间，开好发给我。严彬没有询问为什么，直接去办了。办好之后发房间号给他。很快，酒店房间的玻璃被砸破，提着2人从窗口进来。你想干什么？严彬不解地问。一会你就知道了。张扬掏出一个小药瓶，喂一半给赵一鸣，再喂一半给胡芬儿。紧接他在房间各个角落架好针孔摄像头，对着大床。严彬这才明白张扬在干什么，脸色有些红，也有些不解。直接杀掉不就行了，为何要搞得这么复杂？张扬解释，赵一鸣是龙魂的人，胡妃嫁给了上家，这2大势力都有我目前对付不了的人，不能直接杀了，把他们的偷情过程拍下来，他们必定身份名裂，就算家族杀掉他们，也会将他们抛弃，到时候咱们再动手杀掉，也不会有人再找咱们麻烦。严彬倒吸一口凉气，这一招真是够狠的，既可以杀人，又可以不惹麻烦。咱们到隔壁房间看戏去。两人离开房间，来到隔壁，张扬将手机架在桌面上观看起来。很快，赵一鸣跟胡菲儿就醒了。醒来之后，赵一鸣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扑到胡菲儿身上。他早就对胡菲儿有想法，一直碍于对方身份，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次服了大补药，全身火热，理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胡菲儿还有些意识，推搡了片刻，就彻底沉沦了。严彬实在待不下去了，正准备离开，张扬突然一手拉住：“你干什么？”严彬吓了一跳，又是紧张又是脸红，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张扬盯着他的眼睛，确定他眼神中并没有太多拒绝，当下搂住他的腰。光看不练没意思。张扬凑了上去，又强大又帅气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严彬心里对这个男人爱慕已久，几乎没有丝毫反抗就沉沦了。但仅仅3秒，他就推开张扬：“咱们不能这样，韵姐知道了不好，我不会让她知道。”张扬说完又亲了上去。又过了5秒，严彬再次推开他：“不行，我心里有芥蒂，还是做不到。”他想起自己无意间失身的事情，况且对方还在手机里面播放着，心里别提多不舒服。张扬走过去将手机关上，再次亲了上去。又过了几秒钟，严彬再次推开他：“张扬，我还是不行。”张扬无语了，目光直勾勾看着他：“你要拒绝就直接一点，亲几秒再拒绝，这算什么事？”严彬不敢凝视他的目光，惊恐地低着头，局促不安。“没事，等你想好再说。”张扬刮了下他的鼻子，松开了他，继续查看视频。录了一部分之后，他储存下来，发给南无情，让他剪辑一部分发到网上。网络时代，只要愿意花钱，热度不会缺。走吧，咱们等着看他们的下场。张扬跟严彬离开酒店，找个地方住下来，等着事件发酵。上家反应速度比张扬想象中还快。赵一鸣跟胡菲儿还在被窝里搂着睡觉，大门就被一脚踢开，3人闯了进来。“贱人，你对得起我们上家吗？”为首男子30岁左右，左下巴长着一颗黑痣，凶神恶煞地跑过去，一把将胡菲儿提起来，顾不得他全身赤裸，甩手就给了他几大耳光。“老公，你听我说，说你麻痹。”上赤峰还不解气，一脚将他踹飞出去，撞在墙上，只剩半条命。“上哥，我们是被陷害的，你听我解释。”赵一鸣此刻也反应过来，头皮都炸开了，赶紧出声：“行，你说谁陷害你？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把我跟胡菲儿打晕，给我们喂了药，我们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最后才发生关系的。尚哥，你一定要相信我呀！赵一鸣扑通的跪在地上，顾不得身体赤裸，不断叩头。我信你麻痹！尚赤峰早就听说自家老婆跟赵一鸣走得比较近，当时还警告过老婆。赵一鸣这小子在龙魂是出了名的好色，看向自己老婆的眼神都不对，就算是被下药，他也是巴不得顺水推舟。尚赤峰越想越气，头上这顶大绿帽子都传遍京都了，就连家族也蒙羞。一股无名之火冲枪而起，他运转真气，一拳将赵一鸣爆了头，脑浆四射。宗师一拳可不是开玩笑的。老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是被人陷害的。胡菲儿吓得瑟瑟发抖，跪在地上不断叩头，额头都扣出血来。尚赤峰狠狠踹了几脚，这才从怀中摸出一份离婚协议，砸在他脸上签字。立刻，马上。胡菲儿拿起协议一看，上面的时间是1个月之前，也就是说尚家为了蒙羞，让他签了1个月前的离婚协议，来减弱这场丑闻对尚家影响。我签。胡菲儿含泪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签上了1个月前的时间。臭婊子，你嘴巴管严一点，敢在外面胡说八道，我把你的脑袋都拧下来。尚赤峰说完，吩咐2名手把这房间烧了。2名手下将赵一鸣的尸体扔到床上，点火燃烧起来，直到尸体烧焦，这才离去。胡菲儿站在楼下，看着冒火的酒店，如同行尸走肉。酒店外面围了很多人，许多人在忙着救火，人群涌动。突然，胡菲儿感觉胸口一疼，一把匕首洞穿心脏。她转身，只看到一道帅气的背影消失在汹涌的人群当中。回到酒店，张扬将事情经过大概说了一遍。严彬佩服得五体投地，借刀杀人，再加上刺杀，无形中报仇，还不让自己有一点麻烦。张扬，谢谢你。严彬心悦诚服，心里对这个男人的爱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明天一早要离开了，你要在京都玩几天吗？不了，我也一起回去。我不回广南省城，要去那外一个地方。这边的事情处理好，张扬要跟雷秋雪会合，查探黑雕的出处。我来订机票，晚上10点。洗完澡之后的严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脑海中都是今天被亲的情景，还有身体酥麻的感受。他很清楚，今晚若是不发生点什么，以后都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他握着手机一直在等，只可惜等到11点，手机都没响，门铃也没响，被连续拒绝了3次，他估计都不好意思再过来了。严彬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最后跑到洗手间，把马桶入水开关关上，这才给张扬发了条信息，睡了没有？张扬正准备，有什么事吗？严彬，马桶没水了，方便过来看一下吗？张扬，稍等一下。很快，门铃声响起，严彬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紧张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走过去开门，不敢正视对方的目光，说道：刚才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就没水了。张扬走出浴室，一眼就看到入水口关了，蹲下去开启，可以了啊，这么简单。他装成一副傻傻的模样，看着对方，尴尬地问：我是不是很笨？不，你很聪明。张扬一把搂住他，亲了上去。1个小时之后，严彬躺在男人怀中，突然感觉自己以前白活了。钱和情，生命中最重要的2样东西，他都没有。你去省城帮南无情吧，韵姐已经不需要你保护了。张扬说道。你给我开多少钱？他笑问。年薪1000万，够不够？这算不算包养费？严彬抬头，眨着灵动的大眼睛看着他。你见过有谁用年薪1000万去包养一个人？张扬敲了下他的脑袋，笑道。2人温存了片刻，严彬悠悠道：张扬，没灵根，真不能修炼吗？不能。张扬回答得很果断。严彬脸上露出暗淡之色。韵姐、妖姬、那魔情、罗琪琪等等，他们正是因为拥有灵根，变得越来越强大，而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这是他目前最大的心病。第2天一早，张扬坐飞机前往南海岛。这座岛是燕大雕的老巢，10几公里海岛全都是产业。岛上有一座宫殿，里面住着数十人，这些人只有2种身份，一种是燕大雕老婆，一种是燕大雕儿女。38个。听闻燕大雕大老婆的话，张扬整个人都怀疑人生了。30个老婆，每月1个都轮不过来，这家伙是怎么吃得消的？蓝月鱼也真是拼，为了找人给自己报仇，连这种人都嫁。对了，大雕他什么时候回来？大老婆还不知道燕大雕已经死了。张扬跟雷秋雪是以友人身份登门拜访的，他已经死了。张扬冷冷道。本以为燕大雕老婆听闻这个消息会很伤心难过，哪知道他却不动如山，只是询问什么时候死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张扬告诉他，尸体在省城冰着，等着人去认领。你老公都死了，你为什么这淡定？雷秋雪忍不住问。男人的爱是有限的，他分给了38个女人，你觉得这样的爱还会有多少？大老婆脸色冷漠，紧接着说，跟你说句实话，他这些老婆全都巴不得他早点死，省得守这种活寡。儿女呢？老婆都想盼着他死，孩子会好到哪去？张扬原本想着，如果这一家对自己仇深似海，顺便斩草除根，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燕大雕为了女人，精力从来未用在家人身上，只顾着自己享乐。名义上的老婆就有38个，还没算那些外面的野花，这样的人会有真爱才怪。问你件事情，燕大雕那只黑雕从哪得来的？张扬进入正题，
大兴岭签中风抓的，确定吗？他当时去那边是为了泡一个大兴岭的女人，我记得很清楚。经过一番询问，张扬跟雷秋雪踏上了去大兴岭的旅途。10天之后，华夏兴岭原始丛林，张扬跟雷秋雪跋山涉水，汗流浃背，一遍遍寻找着秘境。喝口水，张扬从背包中摸出一瓶水，递给雷秋雪。雷秋雪脸红扑扑的，特别娇艳。她用手指捋了下额前的汗迹，仰天一口就喝了半瓶。累不累？张扬心疼地问。这半个月，白嫩的雷秋雪也晒黑了，手上还不小心被树枝划了好几道口子。最累的是你，还要借助黑雕窥视这一片区域。雷秋雪将喝了半瓶的水递给他，笑道：“你喝。”他本以为张扬会嫌弃，毕竟是他喝过的，哪知道张扬半点都不嫌弃，一口就将剩下的水喝得干干净净，还故意舔了舔嘴唇，说一句好甜。雷秋雪盯着这个男人看，满眼都是光。如果说以前他接近张扬是为了得到卡牌，现在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他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这个男人。他甚至希望对方别那么快表白，因为他一旦表白，自己再开启一张卡牌，修为就远远超过他了。那时候他跟自己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有压力？看啥？我脸上花了，你脸没花，是我的心花了。张扬呛了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张扬发现雷秋雪越来越喜欢对自己说土味情话了。一般都是他撩女的，没想到在雷秋雪身上变了女撩男。你休息一会，我操纵黑雕寻找。张扬闭上眼睛，以神识命令旁边的黑雕起飞，在周围转着。倏然，室中出现一对身穿奇装异服的男女，两人说的话一点都不像华夏国的方言。他认真听了一下，很快就听出来了，他们说的是扶桑语。扶桑是华夏东边海域一带岛国的统称，这些人非常喜欢拍小电影。张扬由于之前观摩过不少，产生了一点语感，所以才能听出来。不过他也只能听出来是什么话，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却不知道。你懂扶桑国语言吗？张扬问雷千雪。我大学选修的就是扶桑语。怎么了？张扬将自己利用黑雕查探听到两人说话的事情说了出来。大兴岭距离扶桑极远，他们跑这里来干什么？雷秋雪很是奇怪。我再看看。张扬沟通黑雕，停留在2名扶桑人旁边的大树上盯梢起来。2名扶桑术士都是30岁出头，各自背着一个迷彩色的大箱子。他们在一处空地停了下来，将箱子放到地上打开。其中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鸡蛋大小的无人机，另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台电脑。两人飞快地操作起来，随着电脑打开，上百个鸡蛋大小的无人机原地起飞，朝4面8方扩散。原来他们也是来找秘境的。秘境出口一般都是看不见的，只要无人机在某个地方讯号中断，就表明有可能无意闯进了秘境出口。张扬感慨不已，扶桑国已经进化到用无人机去搜索秘境，自己还用一只黑雕去找，谁找到秘境的机会大，不言而喻。张扬将看到的告诉郝雷秋雪，他大喜，咱们不用找了，等他们找到，再弄死他们，进秘境即可。我正在此意。张扬赶紧跟雷秋雪躲起来，利用黑雕盯梢着2名扶桑人的一举一动。扶桑人的无人机很智能，在林中能躲避障碍物，在经过2公里左右的距离没有发现之后，会原地返航。两人就这样方圆4里一次，不断扩大搜索范围。尽管无人机很智能，但森林不可控因素太多，经常会发生坠机，失去讯号，两人就会来到坠机地点，观看是不是无意闯进了秘境间。每一台无人机他们都没有装摄像头，也许觉得占用内存太多了，100台无人机全程录影得占多大的内存？张扬以逸待劳，紧紧跟在2人背后。7天之后，扶桑男女终于有了发现，他们在无人机失去讯号的地方没有找到坠落的无人机。男术士施展法术，无数树叶悬浮起来，朝4面8方射去。其中几片树叶在经过一株大树的时候倏然消失，仿佛有一个无形的黑洞将树叶吞噬。2名扶桑人高兴地拥抱在了一起，大声欢呼。经过1个多月的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一处秘境，他们能不高兴吗？他们完全没料到一刀一剑2把法器同时偷袭。张扬使用的是自己的法器双刃刀，雷秋雪使用的则是张扬送给他的青铜小剑。这法器原本是夜向的。2名扶桑人正在激动之中，哪想到会有人偷袭，顿时一死一伤。女的扶桑术士被一剑穿心，男的被洞穿了肩膀。千钧一发之际，男术士一头扎出入口，入口比较近，2人想阻止已经迟了。雷秋雪正想跟进去，被张扬一把拉住。我先进去，安全了再出来叫你。张扬激活一张小金刚符，马上追了进去。随着一阵身影闪烁，一阵浓郁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张扬狂喜，他还来不及高兴，左边凌厉的风声袭来，扶桑术士守在出口，一刀当头斩落。张扬早有提防，架起双刃刀隔住了攻击，一边全力出手，一边仓皇应付。张扬顿时就吃了大亏，双刃刀根本承受不住武士刀的攻击。好在他提前激活了小金刚符，武士刀受护体光罩阻滞，一瞬间张扬侧身，刀锋擦身而过。张扬用尽全身元气，狠狠一拳击在刀身上，将其连人带刀震飞。扶桑术士也就炼气7层修为，还受了伤，根本不是对手，仓皇逃窜。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蛮荒古林，扶桑武士刚逃出100米，一条巨蟒窜出，张开血盆大口，一瞬间将他吞噬了进去。2阶妖兽花斑蟒。
张扬惊得魂飞魄散，甩出几张火弹符遮挡对方视线之后，一头扎进出口。怎么样了？见张扬出来，雷秋雪赶紧过来询问。秘境很大，天地灵气很足，里面有很大概率有千年灵药。张扬惊魂未定，紧接着说道：不好的是，里面妖兽很多，那扶桑武士被一条二阶花斑蟒一口吞了。出口有什么地方？好像在一株大树中间。张扬拿出腰间的水，猛灌一口，除了压惊之外，更多的是激动。灵气如此浓郁的地方，只要能拿下来，修炼资源绝对没问题。花斑蟒会不会守在出口，等咱们送羊入虎口？雷秋雪担心地问。我出来前用火弹符挡住他的眼睛，他应该没发现。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段时间再进去。张扬开始处理女术士的尸体，先是将她烧得面目全非，再掩进土里。他们用的设备，张扬也尽数摧毁，全埋了，生怕里面有什么定位，吸引扶桑国的强者过来。眼下已经寻得秘境，一切都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先离开这里，准备好再进去。两人赶紧下山，到镇上找间酒店住了起来，并不急着进去。他们刚下山没多久，大兴岭上方就出现许多架直升飞机，对山岭进行搜索。再过几日，小镇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神秘高手，有古武者，也有修仙者。从这些人的对话当中，张扬得知这些人隶属龙魂组织，因为大兴岭出现扶桑术士，调动过来查探。双方在大兴岭交战了几次，在小镇上也曾交手。精通扶桑语的雷千雪打探得知，两人杀掉的人当中，女的竟然是扶桑公主，男的也身份赫然。张扬当机立断，跟雷秋雪离开小镇，远离是非之地。秘境入口极其隐蔽，一般人不可能找到。两人准备等风头过了再进去探险。两人搭飞机回到了广南省城。雷秋雪对张扬越来越佩服，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他竟然能如此淡定。这就好比是一夜暴富的人，把所有的钱全都存进银行当定期，1毛钱都不花。这种自制力，有几个男人能做到？回省城之后，张扬每天除了喝茶画符，什么事情都没做，日子过得有滋有润，一副躺平模样。那魔情、严冰都很奇怪，两女很少见松弛感这么强的张扬。直到1个月之后，大兴岭事情彻底平息，张扬这才带着雷秋雪再次来到大兴岭。老规矩，我先进去，没有危险再出来叫你。张扬吩咐完雷秋雪，从空间裂缝进入秘境。上次进来他没仔细看，这次认真打量，才发现秘境入口在一株千年大树的树干上。大树遮天蔽日，树头10个人合围都抱不住，如此巨树也只有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能生长出来，蓝星断然不可能。直到确定没有问题，张扬这才出去，带着雷秋雪跟黑雕进来。好浓郁的天地灵气，此等环境，哪怕是在灵气充足的修仙界也不多见。雷秋雪记得拳头紧握了起来，差点叫了起来。突然，张扬一把捂住她的嘴，将她按在树上，两人身体紧贴在一起。雷秋雪脸色顿时红了，正想发话，张扬指了指头顶，一只体积巨大的飞行兽正在天空翱翔，一双锐利的眼睛正紧紧盯着下方树林。黑雕吓得匍匐在树干上，一动也不敢动，像极了吓坏的孩子。半晌，那飞行兽这才离开，两人这才松了口气。2阶妖兽雾音，此等妖兽相当于炼气巅峰修士，咱们在这里实在是太渺小了。雷秋雪说道，这里随便一只妖兽都能碾压咱们寻找灵药过程中不可以惊动任何妖兽。张扬使用神识操纵黑雕起飞，想找个安全的落脚之地，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入口狭窄的洞府，体积大的妖兽进不去，在里面苟一波，慢慢发育。黑雕小心翼翼地起飞，保持距离荒林100米高的距离，缓慢飞行。这种距离，陆地妖兽不容易攻击到，遇到飞行妖兽也能第一时间躲进林子里面。很幸运，距离两人5公里之外有一座石山，山中有一处洞穴，里面有20来平米左右。黑雕钻进去查看，并没有妖兽占领。两人背着行李，即刻启程朝石山方向跃去。一路有惊无险，终于来到石山。两人进洞，经过一番查看，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妖兽占领了。石洞并不稳定，说话大声一点，头顶都有沙子掉落，随时有崩塌的可能。要不咱们换个地方？雷秋雪道，不用，咱们可以用水泥加固一下。荒山野岭哪来的水泥？这你就不懂了。张扬出去没多久就背了几麻袋泥巴回来，他使用水系法术聚水揉搓，很快就形成了水泥状的混合物，在洞府四下填补起来。这种泥叫灰粘土，碰度远远比不上水泥，但加固山洞绰绰有余。两人花了几天时间处置了洞府，张扬还伐木造了2张床。安身之处弄好之后，张扬这才开始想办法寻找灵药。只要能找到高年份灵药，进阶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是觉得伪灵根无法进入炼气后期吗？等着瞧吧。张扬操纵黑雕在附近3公里搜索，从黑雕视线来看，附近并没有看到高年份灵药。张扬将这事情告诉雷秋雪，他说这里妖兽多，容易采摘的灵药基本上被吃光，也只有深埋地里的灵药，妖兽不懂分辨，还有可能找到。咱们一起出去采药，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两人离开洞府，小心翼翼四下搜索，跟雷秋雪猜测的一样，深埋地里的灵药果然还有。不到半小时，两人便发现一株人参叶子，挖出来一看，年份高达300多年。两人大喜，继续寻找，
没多久又找到了2株天竺鼠，鼠有拇指粗，不到半天，两人便采摘到了7株灵药，年份都在200年以上。突然，黑雕发出一声长鸣，警告有妖兽来了，赶紧回去。两人在林间飞快纵跃，终于安全回到洞府。在洞口，两人看到一头全身赤红的凶兽，狮头虎身，赫然是狮虎兽。休息一下，张扬盘坐在地上沟通合欢老祖。合欢老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换了半天没见老祖出来，张扬只得作罢。他将炼丹炉拿出来放到桌面，准备开始炼丹。日子过得有惊无险，不到1个月，张扬就炼制出了一大批丹药。有了这些丹药，张扬有一半自信能突破炼气7层，进入后期。只是这些丹药太昂贵，张扬不舍得就这么服，决定去找一下何诗韵，让他帮忙将自己的灵根净化。如此一来，可以省却很多丹药。何诗韵被父亲带走2个多月，以他的资质，应该突破到5层了。他是冰灵根，哪怕低自己2阶，精纯的元气依然能帮自己净化灵根。秋雪，我要出去办点事情，你是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一起离开秘境？我跟你一起去办。雷秋雪想也没想，就说道：这件事情只能我一个人去办。和诗韵的事情，张扬还不想让雷秋雪知道，毕竟女人都是有嫉妒心的。好吧，那我留下来，在这里继续寻找灵药。听张扬这样说，雷秋雪只能作罢。万事小心。张扬正准备离开，雷秋雪一把抓住他的手，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张扬搂着他的腰，笑道：我就是出去办点事情，很快就回来了，又不是生死离别。雷秋雪犹豫了一下，突然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废话，你又漂亮又年轻，还是天灵根，不喜欢你的男人都是眼睛瞎了。可是雷秋雪不知道怎么形容，她就是觉得张扬并不是很喜欢她。虽然他会很关心自己，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但他就是体会不出那种被爱的感觉，反而更像友情、亲情。他知道张扬身边有几个女人，他会跟他们睡觉，但对自己一直都彬彬有礼，从来没想过占有自己。男人喜欢一个女人，不都是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占有对方吗？别可是了，好好修炼，等我回来。张扬刮了下他的鼻子，转身离去。离开雷秋雪之后，张扬在想着刚才雷秋雪的反应。其实他心里是明白的，他必须保持这种朋友之上、恋爱未满的状态。情侣之间最完美的状态，永远是刚拍拖的时候。那时候男女都会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收起自己的缺点，唯恐让对方不满意。一旦确定关系，脾气就开始了。一旦同居，所有缺点便暴露无遗。张扬倒不是害怕雷秋有什么缺点，最害怕的是女人的占有欲。一旦他跟雷秋雪确实关系，他是断然不会接受自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罗琪琪、南无情、妖姬这些女人需要依附自己，是索取的一方，对自己自然百般容忍。张扬跟雷秋雪之间，他是索取的一方，自然不能像对待别的女人一样那般对待她，还是要抓紧时间修炼。低境界真是受够了。伪灵根的资质一旦突破筑基期，便没之前艰难了。一旦突破金丹，天大地大，便任自己飞翔。离开秘境，张扬第一时间拨打和诗韵的电话，电话没通。张扬又拨通了父亲的电话，也没通。紧接他拨通了母亲周凤玉的电话，没想到竟然通了。妈，你还要不要儿子了？电话刚通，张扬就撒起娇来。上大学时，张扬没钱都会打电话给母亲撤销，母亲经常会偷偷给他转些钱。这一招对周凤玉有用，对张延庆半点用处都没有。电话那边声音有些哽咽，欺骗孩子，说家里很穷，诈死，让孩子经受父母双亡的痛苦，抛弃孩子，让他自生自灭。这里每一件事情都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周凤玉都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妍儿，妈对不起你。周凤玉鼻音有些重，应该是已经哭了。妈，我现在活得很好，你不用难过。你现在在哪里？我想见见你，可以吗？我跟你爸商量一下。家里一直都是父亲做主，哪怕周凤玉很想见他，也要经过丈夫同意。那你跟他说一下，说我很有焦急的事情，一定要见他。挂掉电话之后，张扬静静等着。约莫半小时之后，周凤玉电话过了回来，你爸说现在不行，要过段时间。为什么？别问，反正现在不行。是不是大阵出什么状况了？周凤玉惊呼，你怎么知道？张扬道，妈，你儿子已经26岁，不是小孩子了。周凤玉压低声音，扶桑公主在大兴岭被杀，扶桑国王派了许多高手来华夏，四下寻找凶手。你爸说了，这段时间哪也不能去。张扬没想到自己随手杀了2名扶桑人，竟然会引起这般大的动荡。我想见见何诗韵，有急事找他。张扬说道，他现在正在修炼的关键阶段，暂时不能见你，我必须见他。你爸说了不行，他不让我见，我就把大阵位置传出去。张扬怒道。周凤玉顿时就气了，呵斥，妍儿，你能不能懂事一点？张扬含着脸一字一字说道，告诉爸，他若是不让我见，别怪我公布大阵位置。说完，他径直挂了电话。很快电话就响了起来，那边传出张延庆略微愤怒的声音，你在威胁我？张扬道，我要见何诗韵，有重要的事情找他。张延庆他现在正在突破的关键阶段，不能分心。张扬，要多久？张延庆大概还要1个多月时间。张扬立马拒绝，我等不了，你把手机给他，
我要跟他通电话。张扬很清楚父亲的性格，十分独断，说一不二。从小到大，张扬跟母亲都必须要听他的话，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种霸道的语气跟任何人说话。可惜这次不灵了，何诗韵急需进阶，张扬又何曾不是？1个月时间，他都可以突破7层了。张延庆陡然严厉起来，说道：“何诗韵跟你不一样，他资质高，有很大几率突破到炼气巅峰，成为这个世界最顶尖的高手。再说，他年纪不小了，由于修炼晚，现在每一天对他都非常重要，耽搁一天对于他来说都是浪费。我希望你能懂事一些。你这是想培养他成为你的接班人吗？这不是你该管的，她是我的女人，我凭什么不能管？”张扬对着手机大吼起来：“你这样做，经过他同意了吗？经过我同意了吗？我告诉你，张延庆，不是任何人都像你一样，守着一个破阵，把一切都抛弃了。和诗韵的命运，你没资格安排。”两人声音越来越大，对抗性越来越足。张延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若我执意不让你们见面呢？我会将大阵位置说出来，让全世界人知道你在威胁我。你这样理解也可以。”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算是彻底翻脸了。张扬万万想不到自己会有跟父亲翻脸的一天，转念一眼，这也很正常，世间所有一切无不是为了利益。张延庆为了给大阵培养接班人，根本不想放走和诗韵。张扬为了净化灵根，必须要和诗韵帮助，这矛盾无法调和。没有我，你早就被叶家的人杀了，这就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张延庆声音越来越寒，已经从语气中听不出亲情了。延庆，闭嘴！电话那边，周凤玉还想说什么，被张延庆喝止。没有你帮忙，我一样会活得好好的。张扬语气更加冰冷，紧接着说道：“明天我要和诗韵出现在广南省城，要是没看到他，我会告诉全华夏的人大阵的位置，看你怎么守。”张扬说完，直接挂了电话。这个世界，任何人也无法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父母也不行。某山腹建着一座巨大的阵法，阵法直径超过50米，四方有青龙、白虎、玄武跟朱雀4座石像守护，中间符文流动，看起来神圣不已。若张扬在此，肯定能看出来，此阵竟是赫赫有名的4象风灵大阵。看看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无法无天。张延庆将满腹怒气全都发泄到周凤玉身上。你生的孩子脾气随你，不是很正常吗？周玉凤回道：“就他那破资质，能跟我比吗？没本事，脾气还大。”周凤玉没有再反驳，她很清楚丈夫的脾气，越跟他争辩，她火气就越大，不理会他，渐渐就消了。果然，过了几分钟，她的脾气就消了下去。现在怎么办？和诗韵还放不放？周凤玉问。你告诉他，最多待2天，必须回来，否则资源全部断掉。张延庆最终还是妥协了，提了这么一个要求。我去跟他说。周凤玉走出山洞，找和诗韵说去了。张扬在省城等了1天，和诗韵就回来了。小半年没见，两人都很激动，刚上车就拥抱在了一起。韵姐，你越来越漂亮了。张扬笑道。你妈说冰灵根天生寒体，长相会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张扬细细打量和诗韵，她比起半年之前确实更漂亮了，粉嫩羞涩的脸像桃花一般娇嫩，双目含情，像是要滴出水来。主要还是你的修为变强了，短短2个月时间没见，和诗韵的修为竟然从炼气2层直接飙升到了5层，不愧是天灵根，太恐怖了。不过相比雷秋雪那个转世大能，还是差得远了。我只能待2天，后来就得回去。和诗韵躺在他胸膛上，依依不舍地说道：“为什么？你妈说的，我若是不答应，她便断了我资源。”见张扬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和诗韵赶紧说道：“再熬一下，等我的修为进阶到炼气后期，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多见面了。你妈说的对，我年纪大，现在每一天都很宝贵，没有他们，我一样能培养你。”张扬掏出一个拇指大的小药瓶，抛给他。和诗韵打开闻了一下，药香扑鼻，顿时大喜。看这气味，至于也是300年的丹药，哪来的？这样的丹药我还有不少，你以后留在我身边就行，不用看他们脸色。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从明天开始，你跟我双修，净化我的灵根。和诗韵还想说什么，最后被张扬一句话对了回去。他们打电话回来，你让我接。两人回到酒店，张扬开始教和诗韵正经的双修法门。你这个坏蛋，之前怎么不说掌贴掌可以双修？和诗韵正想发飙，张扬赶紧解释说，这种正经的双修之法，只有炼位达到炼气5层以上才能施展，之前境界低，根本用不了。和诗韵不知真假，但已至此，他也没别的办法。晚上，张扬利用和诗韵开始净化水灵根。一夜之后，张扬发现和诗韵帮自己净化水灵根的速度很慢。他对功法不熟悉是一方面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他的境界太低，才炼气5层。雷秋雪跟自己同境界，都用了10几天才净化自己的精灵根，和诗韵岂不是要1个月？时间太漫长了。张扬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帮和诗韵提升境界，进入炼气6层。他身上炼制了不少可以精进修为的丹药，以和诗韵资质，只要花上1/4就够了。第2天一早，和诗韵正在修炼，电话响了起来。你妈的，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骂人？接，告诉他你不回去了。你接。和诗韵想到张延庆那霸道的样子，就有些害怕。张扬拿起手机，按下接听键。
你在哪？电话那边不是周凤玉，是张延庆的声音。他不会回去了。张扬冷冷道。张延庆脾气顿时就上来了，你把他留在身边，只会浪费他一身天赋，这是暴殄天物。跟他说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张扬将电话递给何诗韵，何诗说道：师傅，张扬身上有很多丹药，他说能在3天之内让我突破炼气6层。你确定？我相信他的话。好，我给你3天时间，到时候视频电话，若你能突破6层，我便让你继续留在他身边。张延庆说完，直接就挂了电话。什么玩意？当自己是谁？张扬咒骂着，将手机扔到桌面上。眨眼之间，3天时间过去，在丹药冲击下，何诗韵轻易突破炼气6层，半点阻滞都没有，顺利的让张扬嫉妒。张延庆的视频电话准时打了过来，你证明给他看。张扬都懒得跟他说话，直接让何诗韵处理了。何诗韵接通视频，对着镜头运转元气，一根手指大的冰针在掌心快速凝成，这种运气速度根本不是炼气5层能做到的。他上哪弄这么多丹药？张延庆眉头皱了起来，好奇的询问。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能突破，只有高年份灵药做得到。师傅，我也不知道。何诗韵回。罢了，你继续留在他身边，等修为停滞不前再回来吧。见何诗韵确实进阶了，张延庆无话可说，挂掉了视频电话。眨眼之间，半个月时间过去，在何诗韵冰灵根的帮助下，张扬的水灵根全部得到了净化。此时他的资质大大提升，是时候冲击炼气7层了。张扬把自己关在房间，每天都是嗑丹药，炼化药力，冲击境界。5天之后，吃完最后1瓶丹药，他终于突破到炼气7层，进入炼气后期。感受着体内元气底蕴成倍增加，张扬内心升起一股豪气，这种一点点变强的感觉真是太爽了，距离梦想又近了一步。炼气6层跟炼气7层虽然只有1层之差，差别却是极大。许多神通法术需要炼气7层才能施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时施展2种以上的法术。炼气6层由于元气太弱，元气底蕴只够实施1种法术，现在张扬能同时施展2种法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形成组合法术，威力巨大。比如冰与火的组合禁术冰火珠，又如金与木的组合法疾风剑。此时伪灵根战斗多样化也开始显现，能展现出比天灵根更大的战斗力。除了组合法术之外，炼气7层也能初步布置一些简单的阵法，好处数不胜数。张扬从房间走出来，何诗韵赶紧迎了上来。怎么样了？突破了，太好了！何诗韵十分激动。谁说伪灵根无法突破炼气后期？张扬用实际行动打了所有人的脸。韵姐，我准备出去历练，寻找灵药，你是跟我去还是回到张延庆身边？张扬本想带何诗韵一起去大兴秘境的，但一想到2名天灵根碰头可能会争风吃醋，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大不了自己以后多炼制一些丹药送给他，我没时间去慢慢寻找灵药了。何诗韵对自己年轮偏大，比较急躁，毕竟只有突破筑基境，寿元延长才能减缓衰老。他可不像张扬，才20几岁，大把时间。你先回到他们身边，我突破炼气7层的事情暂时别告诉我父母。张扬刚帮何诗韵突破到炼气6层，他又突破炼气7层，若是告诉张延庆，对方不怀疑他有秘境才怪。虽说是自己父母，但还是要稳妥一些。2人温存了片刻，何诗韵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张扬也坐上了前往大兴岭的飞机。大兴岭，张扬以神识操纵双刃刀，快如闪电，在林中切割，双刃刀化为螺旋桨，疯狂旋转，无数树枝疯狂倒下，树叶满天飞。随着境界提升，神识也强大了不少，操纵法器速度更快了。张扬右手一招，双刃刀落入手中，放入怀中，紧接着他伸出双手，疯狂运转元气，右掌火元气不断压缩，形成一颗鸡蛋大小的红珠，能量爆炸。左掌水元气不断压缩，形成同样大小的蓝色珠子，湛蓝晶莹。张扬强行将相克的2颗子糅合在一起，形成一颗能量爆炸的红蓝珠子，弹了出去。轰！一声巨响传来，前方被炸出一个几米深坑，强大的冲击波向周围肆意破坏，形成一个近50米的真空地带。卧槽，这破坏力，张扬看了都瞠目结舌。不愧是禁术，哪怕是炼气9层，被这一招打中，不死也残废。良久，张扬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水元气跟火元气是相克元气，所谓水火不相容，冰火珠反其道而行，将2种对立的元气强行融合，利用排斥原理，形成爆炸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施展不当，很容易把自己炸死炸伤，这也是这门组合法术被列为禁术的原因。张扬记忆中有合欢老祖年轻时详细修炼这门法术的过程，深知每一步技巧，他才敢施展，一般修士施展10条命都不够死。接下来张扬又施展了其余几种法术，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修炼完法术之后，张扬这才进入秘境。进入秘境第一时间，张扬就回到洞府。雷秋雪不在里面，一摸床上，手粘了一层灰。这种状况，雷秋雪最少离开10几天，难不成他下山采购了？张扬走出洞府，嘴里发出一声长啸，一道黑影从天而降，正是黑雕。秋雪呢？张扬询问。黑雕腾空而起，张扬马上将神识寄居在黑雕身上，以黑雕的视线
观看下方。片刻之后，视线中出现一只全身赤红的妖兽，体表有无数火焰图腾，骇然是之前遇到的二阶妖兽狮虎兽。他正盘坐在一个山洞前，时不时朝里面咆哮。原来秋雪被困在里面了。狮虎兽被称之为最难缠的妖兽，倒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他锁定目标之后不达目不罢休，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死倔强。雷秋雪不知道身上有没有带着食物，若是没有的话，怕是饿得半死。张扬赶紧带了些食物朝山洞走去。嗖嗖嗖，3张火弹服从各个方向朝狮虎兽攻去，几团火焰在他身上炸开，虽然没能洞穿他坚硬的皮肤，却将他的暴脾气惹毛了。他咆哮一声，后腿一蹭，像一颗炮弹朝张扬袭来。张扬祭出法宝，双刃刀化成一道白芒，朝狮虎兽的眼睛刺去。狮虎兽前脚一扫，轻易将双刃刀弹飞，继续攻来。别看他体积庞大，却一点都不笨重，瞬间就攻到了张扬面前。张扬施展蔓藤术，八爪鱼般的触手轻易便被狮虎兽挣断，他的爪子如同镰刀横扫过来，要是被扫中，身体得断成2截。2阶妖兽相当于人类修士炼气后期巅峰，这只妖兽的实力至少在炼气10层以上，不可力敌。张扬甩出几张飞剑符，连续攻击狮虎兽的眼睛，同时施展水系法术烟雾术，周围30米之内顿时白茫茫一片，影响了狮虎兽的视线。张扬趁此机会快速钻进山洞，洞内不大，雷秋雪躺在地上，见张扬进来，缓缓睁开眼皮，衣服上有凝固的血液，气息很弱。张扬赶紧过去将衣服撕开，一道深深的伤口映入眼帘。怎么伤得这么重？张扬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给他敷上药。给我点水喝。雷秋雪嘴唇干裂，虚弱的说道。张扬心疼不已，狠狠抽自己一耳光。为什么打自己？雷秋雪不解地问。我就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待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张扬不敢想象，自己要是再迟一点回来，雷秋死了，自己会有多么绝望。他赶紧取出水为雷秋雪喝下。雷秋雪喝了几口水，绷紧的神病似乎放松了下来，晕睡过去。张扬使用法术火焰煮粥，熟了之后摇醒雷秋雪，喂她喝了一点。雷秋雪喝完之后又晕迷过去。在山洞里面足足养了5天伤，雷秋雪状况这才恢复一些。张扬问起原委，原来雷秋雪在挖一株500年人参的时候被狮虎兽发现，他舍不得挖到一半的人参弄断，继续挖，就是这么10几秒钟，耽搁了逃跑的时间，被狮虎兽所伤，最后他逃进这个山洞。好在有那株人参，才让他艰难熬过了20几天。等到张扬回来，傻姑娘，人参没了，可以再找，命没有第2条，以后不许这样了。张扬拿起碗端到他面前，喂了起来。雷秋雪望着他，眼睛里全都是浓情，慢慢享受着他的侍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问。办妥了，那就好。雷秋雪鼻子一酸，悠悠道，下次别再把我一个抛下好不好？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一个人待在山洞里面有多绝望，想你成为唯一活下去的动力，我以后都不会抛下你。张扬放下碗，将他搂在怀中，两人身体贴在一起，听着彼此的心跳。不知道为什么，搂着雷秋雪的时候，张扬心里并没有产生占有的冲动，仿佛她是一块美玉，一朵雪莲，一件稀世之物，一旦被自己玷污，就不再完美一样。她就不应该像别的女人用来当修炼之物，她应该是那种一起成长的道侣。情动浓处，张扬忍不住吻了上去。雷秋雪回应着，两人亲了片刻。张扬突然说道：“秋雪，我爱你，我爱你3个字恍如炸弹，在雷秋雪脑海中炸开。连续2张卡牌开启的声音响起，一张是表白，另一张是现在的亲吻。雷秋雪没有立刻进入记忆宫殿，她亲了上去。这一刻的感觉比记忆卡牌开启更为幸福。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这才停下来。我有些困了，想在你怀中睡一会。睡吧。张扬将她的头贴在自己怀中，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雷秋雪闭上眼睛，第一时间进入记忆宫殿。成功表白，第4张卡牌开启；成功亲吻，第5张卡牌开启。雷秋雪点开2张卡牌，看着上面的灵力点跟神通，突然觉得如果现在就用光所有灵力点，张扬待在自己身边会不会有很大压力？算了，还是跟他同步吧。雷秋雪抽取一小部分灵点力，体表被一层金色光华笼罩，修为瞬间提升到了炼气7层。你又进阶了？张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又多了些记忆，然后就进阶了。雷秋雪笑道：“这就是转世大佬的恐怖吗？”张扬想自己又是找人净化灵根，又是炼丹，又是嗑药，累死累活才进一阶，人家倒好，轻易亲嘴就进阶了。人比人气死人，恭喜！张扬心里也高兴，毕竟他进阶，帮自己净化灵根效果也更好一些。伪灵根每次提升修为，灵根都会够化。张扬明显感觉现在金灵根又没炼气6层那么纯粹了，又需要雷秋雪帮忙净化。走，咱们去弄死那只狮虎兽。雷秋雪站了起来，眼神闪过一抹雷电。好，干他去。张扬点头，不过还是提醒了一句，宰他的时候尽量别伤他的绒毛，我需要造一只伏笔。狮虎兽的绒毛是很好的伏笔材料。两人走出山洞，狮虎兽依然守在洞口。畜生，拿命来！雷秋雪脚踏雷影步，瞬间到了狮虎兽身边，右手雷纹闪动，
狠狠刺入。雷切术以手为刃，在雷电之下比法宝还要锋利。狮虎兽反应极其灵敏，一招摆尾躲过，前肢狠狠扫出，砰！这一击将雷秋雪生生震飞出去。此兽修为相当炼气10层，不可力敌。张扬施展水雾术，周围瞬间被大雾笼罩。你拖住他，我有一门禁术，或许可重伤于他。张扬一边吩咐雷秋雪吸引妖兽，一边凝聚冰火珠。冰火珠禁术威力极大，但却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蓄力时间很长，整个过程高达8秒。8秒钟什么概率？对于高手来说，足够死10次了。终于蓄力完全，把他吸引过来。张扬大喝，雷秋雪马上来到张扬身边，狮虎兽在背后死死追赶。张扬将2颗能量珠子强行融合，整颗珠子蓝红相间，像随时爆炸的炸弹一样。嗖，他将珠子弹了出去，同时快速后退，挡在雷秋雪面前。使用禁术之前，张扬特地启动了一张小金刚符。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强大的气流将张扬跟雷秋雪震飞出去，两人扑倒在地上，被尘土掩埋。半晌，波动才停止，两人爬起来，拍着全是尘灰的衣服。我的天！看着眼前10米长2米深的大坑，雷秋雪惊呆了。这是一名炼气7层修士能施展的神通，假的吧？此时狮须兽正躺在地上，眼睛全瞎了。不愧是2阶妖兽，哪怕遭遇如此恐怖的禁术攻击，依然没有死去。爆炸弄瞎了他的眼睛，一身厚皮却没受多大的伤。他站起来，疯狂地咆哮着。听到张扬这边有声音，他直接就扑了过来，似乎想拉一个陪葬。畜生，找死！雷秋雪手上雷纹密布，正想上前报仇，被张扬拦住了。这妖兽一身是宝，别浪费了，切他喉咙。张扬施展慢藤术，将他的身体紧紧缠住。雷秋雪会意，使用雷切术，直接切断了他的脖子。张扬将狮虎兽的尸体搬回山洞，开始分解起来。见雷秋雪不解，他当下解释起来：狮虎兽属火，兽骨火能量很足，可以制作一个小型的兽骨烈火阵。它的绒毛可以制作伏笔，它的肉吃了能强身健体。最有价值的，你知道是什么？雷秋雪眨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询问是什么？是它的兽鞭，吃完可以长几厘米。雷秋雪的脸瞬间就红了，吐出2个字：扯淡。他从未听说吃了兽鞭还能长长的，有壮阳效果倒是真的。闲笑间，张扬开始解剖起来。两人先吃了炖肉，吃不完的肉，张扬用冰冻术冻住，放到阴凉地方，能保鲜一段时间。用冰冻术可以一直储存下去，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费元气。3天之后，张扬手里多了几支伏笔，跟4根兽骨，出去采药，顺便取些灵木回来，造些符纸。张扬的记忆中有制造符纸的方法，这些真正的符纸只有灵木才能制造出来，外面世界的符纸制作的符箓威力连真正符箓的1/3都没有，况且在外面只能制服最简单的封印类符箓，复杂的符箓根本制作不了。譬如引雷符，若在外面，除非张扬会引雷术，才能直接封印到符箓上。在这里，只要有适合的材料，哪怕张扬不会引雷术，也能画出来。真正的符箓是利用材料与符文沟通天地能量，并不需要画符者一定懂得这种神通。接下来的日子，两人过得平淡充实，两人都突破了炼气后期，联手之下也有了自保能力。只要不前往密的更深处的地方，问题不大。采药、炼丹、画符、布阵，每天张扬都有忙不完的事情。雷秋雪见他啥都会，暗暗震惊，询问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张扬自然不会跟他说真话，毕竟合欢老祖是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话说老祖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张扬有时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自己身上。这天早上，张扬跟雷秋雪外出采药，发现了一株千年隐木。隐木是制造隐秘符跟眼息符的原材料，配合灵隐壶伏笔，便能制作出这2种珍贵的符箓。传闻有隐木的地方一般都有灵隐壶出现。张扬在隐木旁边守了3天，终于逮到灵隐壶，拔了它一小半毛，再放走。有了材料，张扬制作出了10几张隐秘符跟几张眼息符。隐秘符可以掩藏修士气息、人体气息等等，让人的身体跟周围融为一体，哪怕遇到高阶妖兽也可以躲起来不被发现，是寻宝过程最有用的保命手段。眼息符放在身上可以掩盖自己的修为，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境界，适合低调做人。这2种符箓都非常实用。修炼不知岁月，眨眼之间，张扬在秘境中待了3个月。这3个月里，他的境界再次突破，进入炼气8层。雷秋雪为了匹配他的境界，动用了灵力点，也突破到炼气8层。此时张扬已经没办法再突破，连进2阶，他的灵根构化非常严重，他必须要找合时运，再次进化灵根，方有进阶的机会。伪灵根越到炼气后期越难修炼，若是能寻找木系跟火灵的天灵根，帮自己进化这2行，那就更好了。是时候出去了。张扬取出一张眼息符，递给雷秋雪，此符放在身上，可将咱们的修为气息停留在炼气6层，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轰动。你现在越来越低调了。雷秋雪笑道，人总是在认知越来越高之后，渐渐变低调的。换在以前，不知道3大隐族，张扬自然不必如此。眼下他知道自己渺小，还是低调为妙。两人离开秘境，
登上飞往广南省城的飞机。刚下飞机，那魔琴的车子在路边等着。两人刚上车，他便严肃道：“老板，你不在这段时间，省城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张扬淡淡的问。广南王死了，眼下各方势力齐聚省城，都想抢新王之位。广南王是谁？张扬还是第一次听说，广南还有王的。华夏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王，广南王叫万宗华，是后期大宗师境界。半个月前，万宗华突然被杀，传闻与扶桑术士有关。眼下省城乱成一团，各方势力都想争夺新王，连京都尹氏家族都出动了。南无情摸出2张请帖，递给张扬。张扬接过，打开其中一张。吾将于1月28日在海天大酒店19楼召见省城各大武道世家，来者即为我叶家宾客，不来者即我叶家对手。落款叶家叶云，真是冤家路窄呀！张扬脑海当中瞬间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别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打得你满地找牙。当时他炼气9层，张扬炼气6层。紧接张扬打开第2张请帖，上面写的内容跟叶云差不多，就连时间地点都一样，只是楼层不同。落款上家上玉香，江家很快也会派人送请帖过来。老板，咱们到时候去哪一层拜山头？南无情问。拜山头，他们配吗？张扬掌心燃起一团火焰，将2张请帖烧得干干净净。老板，他们实力远在你之上，又有尹氏家族背景，不可冲动。南无情对张扬的实力理解还停留在炼气6层，哪曾想他短短半年竟然突破到了炼气8层。我自有分寸。张扬打断他的话，继续问：省城各大武道世家都是什么态度？江上一叶州论排名，江家在先，上家跟叶家在后面，按理是应该选江家的，但是传闻这些新王候选人当中，以叶云实力最为强大，更多人想选叶云。候选王需要什么条件？3大尹氏家族内部达成协议，修仙者年龄不得超过35岁，古武者年龄不得超过50岁，谁有能耐都可成为广南新王。眼下各方势力都在围观，也有小部分已经站队，比如宗师霍正方，站队的就是叶家叶云。南无情说道。霍正方，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张扬喃喃道。广南大学古武学生霍刚的父亲，你把霍刚宰了，霍正方还感谢你帮忙教育儿子，不记得了？旁边的雷秋雪插嘴笑道。原来是他。张扬瞬间想起那个老油条，当时他离开，连儿子尸体都不敢收。老板，你准备怎么做？南无情问。既然他们都想来当广南的王，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本事。张扬冷哼。南无情目光诧异地看着自家老板，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老板这次回来跟之前很不一样。难不成半年时间没见，老板实力大涨了？不可能，老板是伪灵根，传闻伪灵根是很难进阶炼气后期的，就算老板进阶，最多只是炼气7层，断然不是那些新王竞争者的对手。可是老板又不是鲁莽之人。南无情是越来越好奇了。3人刚回到地人大厦，那魔琴的女秘书走了过来，递过1张请帖，江家送来的。张扬接过，打开看了一眼，落款写着江立恒3个字，地点跟叶云上玉香一样，都在同一间酒店，只是不同楼层。后期大宗师江家竟然派出了此人，看来对广南是志在必得了。看着上面的名字，南无情惊呼一声。张扬掌心燃起一团火焰，将请帖烧得干干净净。除非武王或者是炼气巅峰修士，否则他都不会看在眼里。显然这3人都没达到这种地步。那魔情，咱们也要在海天酒店订个酒席，宴请古武家族。张扬吩咐。南无情惊得目瞪口呆，老板这架势是要跟3大尹氏家族争抢广南王之位吗？不但要定，楼层还要在他们之上。张扬命令。是，老板。南无情去打电话了。片刻之后，他沮丧地回来，老板，海天大酒店不同意，他们说你不配。张扬瞳孔一缩，喝道：秋雪，咱们亲自去定。2人下楼，开着车子前往海天大酒店。海天大酒店为了迎接2天后的大人物，暂时关了。张扬跟雷秋雪到那的时候，守卫把2人拦住。酒店老板是谁？我要去他。张扬上前问。哪来的神经病，滚蛋！因为即将举办新王宴会，3大尹族都会过来，海天酒店成为了全城关注的焦点，就连守卫的态度也傲慢起来，鼻孔朝天。张扬弹出一朵尸骨之火，落到守卫身上，火焰不大，却如附体之火，任凭守卫怎么扑倒翻滚，用水浇就是不灭。在一片痛苦的惨叫声中，张扬跟雷秋雪已经进入了酒店。里面冲出一群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武高手。雷秋雪窜了出去，3秒钟之后，所有人全都倒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站着。告诉酒店老板，5分钟之内出来见我，否则我拆了这里。张扬放了句狠话，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静静地等着。约莫3分钟之后，一名37、8岁走路飒爽的女人从电梯里面走出，她目光如刀一般盯着张扬，冷冷道：是你来海天酒店撒野？问话。张扬吩咐。雷秋雪站了起来，朗声问：你就是酒店的老板？我叫万敬贤，万宗华是我父亲。说到万宗华这3个字，万敬贤下巴微抬，态度瞬间傲慢起来。哪怕父亲已死，这3个字依然代表着一种超然的地位。海天酒店在省城不算最高档的酒店，3大尹族却争先在这里设宴。原来
他们是想得到万宗华后人的认可，获得传承，名正言顺。我朋友张扬后天要在这里设宴请客，劳烦你安排一个宴会厅，楼层必须在3大影族之上。雷秋雪直接说出张扬的目的，你就是那惹事精张扬。万敬贤略微诧异，目光落到张扬身上，惹事精，这绰号不错。张扬躺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他，老板介不介意让我惹一场更大的事？凭什么？就凭我是张扬。张扬神识操纵，双刃刀急射出去。万敬贤还没反应过来，脖子已经一凉，他用手一摸，手上是淡淡的血迹，头皮顿时发麻。只要张扬愿意，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炼气9层，万敬贤瞳孔一缩，两人相隔10几米的距离，就连自己的父亲万宗华也无法一瞬间秒杀自己。此人实力绝对不在3大候选人之下。好，我给你安排，就在20楼。万敬贤沉思片刻，马上就答应了下来。后天我过来，若是这大楼没我的宴席，这里将会成为一片废墟。张扬站了起来，带着雷秋雪离开。万敬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嘴角露出一抹浅笑，这下有好戏看了。怎么样了？刚回到地人大厦，南无情便开口询问。万敬贤已经答应将20楼租给咱们。张扬回道。叶云在19楼，尚玉香在18楼，姜立恒在17楼，老板你在20楼，这是要妥妥压住他们，到时候有好戏看了。南无情开始还有些担心，但是渐渐的他也想明白了。他跟随老板以来，从未见过老板吃亏，他敢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要么是他有这本事，要么是背后有人。发个通告，谁想来就来，不强求。老板，我这就安排下去。南无情下去安排了，张扬则跟雷秋雪进入楼上房间。你怕不怕？张扬问。这些人没人是我的对手，有什么好怕的？雷秋雪笑道。他们可是有尹氏家族当背景，你也有背景啊，我不想依靠他们。张扬以为他说的是自己父母，冷冷地回道。我说的不是他们，是我。雷秋雪指着自己的鼻子，得意地笑道。你说真的？必须真的，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雷秋雪是转世大佬，进阶不按常理，他敢这么说，肯定是有把握的。有这么一个大人物罩着，自己还怕啥？回房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干一场大的。张扬吩咐。我要在这里跟你一起睡。雷秋雪躺到床上，眼含秋波地看着他。不行，我会控制不住的。张扬断然拒绝，一把将他拉起来，推出房间。在秘境洞府里，他尝试过想要跟他羞羞，结果他可亲可抱，但想要男女全体，坚决不行。抱着一个女人，啥也做不了，只能搂着睡觉，那得多痛苦，一点定力都没有。鄙视你！雷秋雪翘起小嘴巴，撒了个娇，这才转身离开。眨眼之间，2天时间过去，终于到了宴会的日子。张扬、雷秋雪、罗琪琪、那魔琴、严彬以及公司一批高管早早来到20楼。罗琪琪原本在江南画符，被张扬一个电话叫了过来。这种撑场子的时候，肯定要带有实力的。老板，古武家族陆续来了，咱们的公示牌是不是该挂出去了？南无情上前问。挂出去。琪琪，你跟南无情去守着，谁敢动公示牌一下，直接杀了。张扬很清楚，这公示牌挂出去会产生多大的轰动，矛盾冲突是少不了的。两女领命，带着公示牌下楼，来到酒店门口。大门口守着3群人，每一群人面前都竖着一个牌子，气氛凝重，有种针锋相对的感觉。南无情有些紧张，这可是3大影族啊！天真无邪的罗琪琪却啥也不管，拿着公告牌直接竖到3群人中最显眼的位置。干什么？把牌子拿开！叶家的人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其中一名20岁左右的蓝山年轻人大声呵斥：大家都是设宴，凭什么你们能竖牌，我们就不能？罗琪琪正眼也没瞧他一下，冷哼一声：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敢动一下牌子，别怪本姑娘不客气。昨晚罗琪琪刚到省城，张扬就找到他，不但跟他好好温存了一下，还送他一瓶珍贵的灵药。凭借这瓶丹药，罗琪琪一直卡住的炼气6层直接就突破了。此刻他心里已经将张扬当神一般的存在，他的命令必须执行。小贱人，你找死！蓝山年轻人作为叶家后辈，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无视过？当下便要上前动手。罗琪琪身影一闪，巴掌一抽，蓝山年轻人身体就飞了出去，摔得半死。修仙者！蓝山年轻人脸色微变，挣扎着爬起来，大喝：你等着！他掏出手机打电话汇报。另一边，江家跟上家的人也打电话汇报，说突然杀出了各程咬金。19楼宴会厅，叶云挂掉电话，脸上露出一抹寒芒。他招了招手，远处一名手下走了过来，正是他的贴身保镖徐强。徐强40岁，高级宗师，是他最得力的手下。叶坤被人打了，你下去瞧瞧，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叶云吩咐。徐强点头，没有坐电梯，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降落罗琪琪面前。叶坤，谁打的你？徐强冷冷地问。是他。叶坤指着罗琪琪。徐强看了罗琪琪树立的牌子一眼，嘲笑起来：一个伪灵根也配争王，脑子被驴踢了吧？罗琪琪身影一闪，罗烟不启动。徐强不愧为高级宗师，很快就反应过来，出手反击。2道人影在大街上动起手来，快如闪电。罗琪琪甩出5、6张符箓，化成1道道白色光剑，
朝徐强轰去。正是他好不容易才学会的飞剑符。徐强疲于应付光剑，一下大意，被罗琪琪狠狠一脚踢飞出去，在地上滚出10几米。贱人，你找死！徐强大怒，运转全身真气，疯狂地对罗琪琪进行攻击。罗琪琪本来还想手下留情，这一生贱人让他彻底破防。他摸出一堆符箓，劈头盖脑朝徐强砸过去，趁其疲于应付之际，旋斩罗烟步，匕首划过，噗！徐强脖子喷出一道血线，倒在地上，彻底变成一具尸体。围观者有胆小的，吓得惨叫起来。叶坤整个人懵了，指着罗琪琪大吼：“叶家人，你都敢杀，你完了！”话刚说完，罗琪琪赏给他一张飞剑符，洞穿他的心脏。谁敢再阻止我们竖牌子，谁就死！罗琪琪目光扫过周围，萝莉软萌的脸上散发着与容貌不符的杀气。叶家剩余2名手下见状，一溜烟跑了，连迎宾的牌子倒了也不敢去扶。对面街，一群武道世家的人正想过来，看到这一幕，纷纷驻足，其中就有孟家现在的掌权人孟觉，苏家的掌权人苏通，带着儿子苏武跟女儿苏文。倏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大吼一声：“敢杀我叶家人，找死！”听闻手下被杀，叶云再也坐不住，从天而降，一只大手印凌空拍出，化成一只5米高的大手虚影，仿佛要将罗琪琪捏碎。强大的窒息感迎面袭来，罗琪琪脸色大变。就在他惊慌之际，一束雷光从天而降，伴随着出现的还有一道婀娜绝色的身影。找死的是你！雷秋雪一拳凌空击出，雷纹交织的拳芒不但将叶云大手印击溃，还将半空的叶云也震飞出10几米。一群围观者全都脸色大变，特别是叶云，惶恐、不解，还有发现瑰宝的惊喜。整个蓝星，他从未听说有人修出雷系法术，此女到底是何方神圣？在下叶云，是影族叶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敢问姑娘芳名？叶云态度瞬间就变了，此女还如此年轻，便有如此恐怖实力。若是能拉拢此女加入叶家，叶家实力必定得到飞涨。若是能娶她为妻，叶云不敢想象自己有多幸福。心有所盼，他的态度也就显得卑微起来。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雷秋雪斜睨了他一眼，冷冷道：“打不打？不打就滚。姑娘跟张扬认识，关你屁事！我就问你一句，打不打？”叶云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又是嫉妒，又是不甘。张扬一个伪灵根，凭什么拥有这么多资质好还漂亮的女人？旁边的大胸萝莉年纪轻轻，炼气6层，已经让他很惊艳了。现在这一个更惊艳，修为至少炼气8层，还修炼出了雷法，简直让他嫉妒得面目全非。姑娘，你是不是被张扬骗了？他一个伪灵根，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炼气后期，连父母都放弃了，他凭什么得到姑娘相助？我是真不明白。叶云想破脑袋，也弄不懂自己输在什么地方。雷秋雪展现出来的忠诚度，更让他嫉妒的牙都快咬碎了。你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比得上他，连一根毛都没有。我说清楚了吗？雷秋雪见对方没有动手的意思，朝罗琪琪男无情招了招手。张扬叫你们上去，牌子竖在这里就行了，谁敢动一下，咱们会要他的小命。叶云拳头紧握了起来，好几次想出手，生生忍住了。刚才双方对了一招，叶云明显感觉对方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就算对方境界比自己低一阶，以雷法攻击无不克，防无不牢的手段，自己也绝非对手。叶云不敢出手，江家跟上家更不敢出手。张扬的牌子竖在3大家族最显眼的位置，谁也不敢再挪动一下，仿佛3大家族才是张扬的附庸。爸，我认识那女的。马路边，苏文对着自己的父亲苏通解释，她叫雷秋雪，是广南大学的学生，大半年前被张扬从学校带走，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她在张扬的调教下竟然变得如此厉害。你确定她是广南大学的校花级人物？我肯定不会认错。苏文点头。张扬，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苏通想了一下，咬牙道：咱们去张扬那边拜山头。爸，你确定？听闻这个决定，兄妹俩都吓了一跳。去张扬那里，代表着得罪3大影族，这可是灭顶之灾。他敢选在这一天跟3大影族硬杠，我相信他的实力。苏通说道。我也相信他的实力。一道轻飘飘的声音传来，发话的正是孟觉。孟理事也这么觉得。苏通问，我们孟家就是被他灭的，他有什么本事？我再清楚不过。孟觉嘴角泛起一抹苦笑，遥想1年多以前，张扬还在他手下逃窜，现在他只要运根手指就能杀掉自己，这种人物只要给他时间，凌驾于3大影族之上，只是时间问题。算上我们，还有我们一起围观的几大古武家族的家主，纷纷跟在2家后面站队。一群人搭电梯直上20楼，来到宴会厅入口。张老板，好久不见。老油条苏通第一时间上去打招呼，满脸堆笑。哟，苏家主，稀客稀客。张扬走过来跟他握手。苏文呈上贺礼。苏文捋了下额前发髻，上前一步，妩媚道：杨哥，好久不见。张扬点了点头，对他无时无刻都想勾引自己的行为已经习惯了。秋雪，好久不见，你现在是飞上枝头当凤凰了。见张扬不太理会自己，苏文这个交际花又跑去巴结雷秋雪了。师姐，你别客气，来者是客，随便坐。比起张扬，雷秋雪热情得多，毕竟同学一场。
张老板，恭喜！孟觉上前一步，恭敬向张扬打招呼。张扬看到他，有些意外。按理说自己杀了他哥哥，还抢走他家所有财产，在江南无情调上省城之后，更是架空了他。他应该趁机摆脱自己才对，没想到还一直示众。等我当上了广南王，我不会亏待你。张扬说道。谢老板。孟觉大喜。接下来陆续有宾客前来，但是相比起楼下的几大家族，人数还是少很多。毕竟相比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三大影族更有威信。突然，张扬站了起来，揪雪，走，财场去。好脸，雷秋雪等这一刻很久了，我也去。罗琪琪怎么可能放弃这种吃瓜机会，跑了过来。孟觉、苏家三人以及另外一些古武家族家人纷纷跟在后面，准备看戏。19楼距离20楼很近，张扬索性走楼厅，浩浩荡荡的脚步在楼道里回响。打开安全门，眼前是一个装修的十分豪华的大厅。叶云，滚出来！张扬走进大厅，大声喝道。刷刷刷，数百道目光纷纷望了过来。叶云从人群中走出，目光阴冷。他打不过雷秋雪，委曲求全，已经被很多人嘲笑了。没想到对方还不放过自己，带着人上来踩场。张扬，你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有种单挑！叶云自知打不过雷秋雪，朝张扬叫嚣着。张扬正愁怎么光明正大弄死这王八蛋，少惹点麻烦，没想到对方还撞到枪口上了。想单挑可以，签生死状，签就签，谁怂谁是狗。于是乎，在周围许多人的见证下，双方签了生死状。签完之后，两人从天而降，落到大街上，迎面相对。张扬，我说过，下次再见到你，一定将你打得满地找牙。既然你愚蠢到连生死状都敢签，那你这条小命我就笑纳了。放心，你那懂雷法的美女，我会好好照顾的。叶云哈哈大笑，右手一挥，5支不同颜色的针状法宝朝张扬急射过去。咦，五行针！张扬微微意外，这可是灵气级别的法宝。很快他就发现，这不过是仿造品，充其量算上品法器，还比不上自己的双刃刀。张扬祭出双刃刀，正准备弄死这王八蛋，无意间抬头发现楼上落地窗，2道凌厉的寒芒盯着自己。18层上家上玉香，17层江家江立恒，想坐收渔翁之利，行，给你们个机会。张扬收回双刃刀，身影一闪，险险躲过五行针，同时甩出5张火弹符。雕虫小技！叶云冷嘲一声，不躲不避，仅使用1层真元护体。张扬符箓有什么威力，他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对付一名炼气7层或许还有些用，对付自己这种炼气9层就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下一刻他差点被炸懵了，连续的爆炸将他震飞出去，元气紊乱，衣服还沾了血迹。这符箓威力怎么可能如此之大？叶云不敢置信地看向张扬，却见对方不紧不慢，又摸出了5张符箓激活。这段时间在秘境，张扬有空变化符，身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存货，消耗得起。用灵术符纸造出来的符箓威力足足提高了几倍，吓傻他很正常。5张符箓在半空闪耀，一把把白色光剑从符体钻出，如游龙出水，带着剑意鸣音，在半空滑翔，从前后左右进攻，最后1张从头顶攻击。每1张符箓威力至少是炼气8层全力一击。叶云不敢大意，抽出背上长剑，握在手中，狠狠斩落，连破5把光剑，消耗了他不少元气。还没完，张扬又是10几张火弹符砸落，强大的爆炸余波将周围毁坏一片，四处是火焰。符箓再多又如何，改变不了你是一个伪灵跟废物的事实。叶云情知不能再防守，要主动出击才有机会赢。叶云躲过爆炸之后，身影如梭，瞬间到了张扬面前，手中长剑御空击来。正是炼气后期才能懂得神通御剑术。张扬身影一闪，瞬间躲过法剑攻击。他一个炼气6层，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叶云目光落到张扬腿上，见左右腿各形贴着1张符箓，顿时明白了，是神速符。这个家伙怎会有如此多的符箓？叶云不停地御剑，如同鬼魅一般在张扬背后追击。张扬有心试试神速符在斗法中的威力，并未使用炼气7层以上修为。眨眼之间，双方斗了5分钟，仅仅打了个平手，谁也奈何不了谁。雷秋雪在一边看着，眉头皱了起来。他很清楚，以张扬的实力，想杀叶云再容易不过。他这是在干什么？秋雪，老板不会有事吧？南无情见张扬一直在躲避，利用斗法技巧，修为远远跟不上，顿时有些担心。完了，杨哥好像有些拖大。罗琪琪十分担心，脸上露出紧张的模样。你们放心，张扬不会输的。雷秋雪开口说道。可两人压根不信，都被攻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还说不会输。我还以为你有多大一仗，原来就是几张破符。叶云讥笑起来，绷紧的心渐渐松弛了下来。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现在给我跪下叩头求饶，自废修为，我或许心情好，可以放过你一条狗命。张扬微微一笑，又激活了几张符箓，这次使用的水雾符，周围50米笼罩在一片白雾中，2米之内看不到人形。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所有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叶云冷哼一声，抱神守一，不加理会。但凡是符箓都有时效，他也省得浪费元气驱散水雾，
静等散去即可。果然，几分钟之后，水雾渐渐散去，张扬身影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4根红色骨头悬浮在叶云身体周围。什么玩意？叶云瞳孔一缩，心里本能产生一股危机感。下一刻，4根兽骨红光大盛，彼此能量交织，形成一座红光大阵，把叶云围在中心。是阵法。叶云脸色大变，虽说他从未见过阵法，但是听家里人说，这是一种极为高深的斗法手段。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叶云就握剑冲了出去，正准备冲出重围，红得发紫的火焰迎头袭来，炽热的气浪与能量将他生生逼退回去。接下来，叶云不断冲击，想要离开阵法之内，最后都以为失败告终。兽骨烈火阵以2阶妖兽师虎兽的骨兽所铸，再以神秘符文刻传于兽骨之上，此等阵法一旦被困于其中，普通炼器9层修士只有等死的份。我本以为你有多厉害，没想到实力不行，脑子也不行。自己布阵之前，张扬使用了水雾会，但凡对方精明一点，就能避过，不被大阵困于其中。可惜他太大意了，在残酷的修仙世界，大意是1等1的大忌。不就是一个破阵，我就不信冲不出去。叶云运转全身元气，握招法剑，疯狂地向大阵的屏障攻去。张扬运转神识，落到兽骨上，兽骨火能疯狂吐纳，顿时整个大阵处于一片熊熊火海之中。叶云自知冲不出去，当下盘坐在地上，抱神守一，运转元气护体，抵挡烈焰断体。但凡战法都需要能量供给，这座阵法能量都来源于兽骨，那么小的兽骨不可能拥有用之不尽的火焰。叶云分明看到兽骨已经从暗红色变成了粉红色，说明上面的能量已经快消耗尽了。等你这阵法能量用尽之时，就是你的死期。叶云恨得咬牙切齿，堂堂炼器9层，被炼器6层逼到如此尴尬地步，哪怕将对方杀了，也难挽回他的名声损失。你没机会了。张扬摸出一张泛黄的符箓，上面用朱砂描出一把巨剑图腾，将符箓抛到半空。张扬手中一道元气落到符箓上，伴随着能量灌注，符箓冲天而起，疯狂吸收着周围的天地能量，最终演化成一把10米长的巨大光剑，熠熠生辉。极品法符巨剑符，嗖，巨剑天落。张扬一瞬间打开阵法，比飞剑符威力强10倍的光剑直刺落，伴随着一声惨叫，几息之后，眼前所有一切全都消失了。叶云匍匐在地，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周围的围观者全都惊呆了，震惊地看着张扬，像见鬼一般。除了雷秋雪之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战。谁曾想，张扬利用符箓跟阵法，完胜比他高3阶的叶云。这一刻，周围的人充分明白，修士之间并不是实力就是一切，斗法有时候比境界更重要。张扬，你不能杀我，可，我是叶家最天才的后辈，你杀我会遭报复的。叶云挣扎了好几次都没能爬起来，看向张扬的目光充满了恐惧。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现在向我跪下，叩头求饶，自废修为，我或许心情好，可以放过你一条狗命。张扬将他刚才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叶云的脸像吃了屎一般难看。张扬凌空抓起他的剑，架在他脖子上，跪还是不跪？叶云目光扫过周围，许多围观者看着这一幕，他若是跪地求饶，不但身败名裂，就连家族也会蒙羞。不跪，小命难保。很好，我送你上路。张扬伸起剑就要斩落，慢着，在生命与尊严之间，叶云选择了前者。扑通，他直接跪在张扬面前，求饶呢？张扬冷笑，我求你饶我一命。叶云恨咬牙切齿，心想回去之后一定想办法破掉他阵法，将他碎尸万段。周围死一般寂静，尚玉香、姜立恒乃至数百上千的武者都见证着这一幕。堂堂3大影族，叶家最天才的后人，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一个男人下跪求饶，这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你可以死了。张扬举剑将他脑袋斩了下来，叶云脑袋掉落地上，像皮球一般滚出老远，这才停下来。一些胆小的围观者见状，失声尖叫起来。张扬，他已经跪了，你为何说话不算数？叶家的弟子见状，愤怒地大吼起来。我刚才说或许心情好会饶他一条狗命，很遗憾，我现在心情一点都不好。张扬将滴血的长剑扔到地上，右手一招，将5行针收入手中。这玩意虽然垃圾，但怎么说也是法器，重铸一番送给罗琪琪也不错。广南王，我做了，谁赞成谁反对？张扬目光扫过周围，背手而立，最后目光抬头望着高楼。眼下也只有上家2名高手能有资格跟自己争一争了，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了。我反对，你一个伪灵根有什么资格做广南王？远处一名江家的人大声叫嚣，嗖，双刃刀急射出去。那人话刚说完，嘴巴就被切烂了，剩半条命。还有谁反对？张扬寄回法器，再一次询问。这下没人敢再说话了。哗啦啦，玻璃从半空掉落，2群人从楼上跳落。左边为首一人是名身穿花裙的女子，34、35岁左右，衣服面料极为高档，左右胸前刺着梅花。右边为首一人鹰眼勾鼻，眼眶深陷下去，看起来有些阴狠。想必2人就是上家的尚玉香跟江家的姜立恒了。江前辈，
怎么说，是你出手还是我出手？尚玉香长得不错，说话自带媚态，若不是知道她的身份，别人还以为她是个小姐，以笑吸引嫖客呢。我若出手，那又如何？姜立恒背而立，老气横秋，你出手便出，赢了，咱们再打一场，争夺广南王之位。尚玉香咯咯笑道：“尚姑娘可不厚道，你这样岂不是占老夫便宜了？”姜立恒冷，哼，你一个大男人，给我一个小女子赚点便宜又怎么了？一点都不大方。尚玉香像撒娇一般，媚态十足，风情万种。姜立恒更不吃这一套，冷哼：“少在这里卖骚，老夫可不吃这一套。”两人耍起了嘴炮，谁也不想先跟张扬动手，省得浪费力气，下一场对阵不利。张扬很不爽，这种感觉像之前读过一篇寓言故事，两个小孩子商量打雁，一个说打下来烧烤，一个说打下来煲汤，而自己就是那只随时会死的大雁。不用争了，你们一起上吧。张扬冷冷道。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尚玉香跟姜立恒同时望了过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姓苏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境界？姜立恒顿时就怒了，他一个炼气6层，感知不出咱们的境界，嚣张一点很正常。尚玉香并没有生气，反而面向张扬，盈盈一笑：“实话告诉你，我是炼气9层，他是后期大宗师，咱们每一个人都不比叶云实力弱。你该不会觉得叶云那蠢货犯的错，咱们会再犯吧？就冲你说话这么温柔，待会留你一条狗命。玩也玩够了，打一架也挺累的。”张扬索性不再装，将眼西服收了起来。炼气8层修为彻底暴露出来。炼气8层怎么可能？尚玉香脸色一变，笑容瞬间不见了。不是说他是伪灵根，不可能突破炼气7层吗？姜立恒也不淡定了，脱口而出：“张扬拥有多种符箓，还同时拥有阵法，此等实战力，哪怕低2人一阶，也绝非2人能对付的。先前他们还以为叶云死得很冤，没想到人家只是在玩。秋雪，你早知道老板境界不是？”南无情见状，松了一口气，紧张的心也放了下来。雷秋雪点了点头，说道：“以他的战力，炼气10层过来，也只有送的份。”杨哥牛逼！大胸萝莉振臂高呼，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一双巨无霸上下跳动，吸引了不少的视线。炼气8层了吗？孟觉看着那个男人，心情说不出什么滋味。果然，什么伪灵根魔咒，在他身上根本就不存在。苏文满眼都是星星，同时暗暗叹气，都怪自己不争气，没能成功色诱他，不然苏家现在在省城都可以横着走了。妹妹，别纠结了，像他这样的人不缺女人。苏武拍拍妹妹的肩膀，出言安慰：“一起上吧。”张扬勾了勾手，冷冷道：“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什么广南王，就不打了。江前辈，请。”尚香玉后退几步，对姜立恒做了个请的手势。姜立恒气得胡子都竖了起来，见人2字就差没骂出口，还说不想干，之前谁疯了似的？老夫来领焦苏兄弟的神通，还请手下留情。姜立恒不像尚玉香，这一架他若是不打就走了，只会被人笑话，回去家主也饶不了他。姜前辈，请。对方客气，张扬也客气，两人来到马路上，迎面而立。姜立恒运转真气，一道实质化的真气在身体周围缭绕，化成一道道飓风。张扬左掌运转火元气，右掌凝取水元气。姜前辈准备好没有？凝聚好2颗珠子之后，张扬开口询问。好了，请出手。张扬用力将2颗珠子一合，砸了出去，扭头就跑。周围的人还在奇怪他的行为，下一刻震天的爆炸声传了出来，姜立恒如同一株败草倒飞出去，跌下来只剩半条命。还是张扬手下留情，冰火元气只用了7成，否则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连2阶妖兽都能干破防的禁术，何况区区一名后期大宗师？武王来了也未必能扛住。收工。张扬拍了拍头上被爆炸带来的粉末，目光扫过周围，再一次问：“我当广南王，谁赞成，谁反对？”四下一片寂静，没有人胆敢再发话。美女，打不打？张扬目光饶有兴趣的落到尚玉香身上。小弟弟，姐姐不打，这王你来当。尚玉香脸上一如既往带着媚笑。俗话说得好，拳头不打笑脸上，人家都这样说了，张扬也不好再出手。小弟弟，你刚才那招是什么法术？好冷啊！尚玉香看着厚厚的水泥地面被炸出一个深坑，连里面的泥都翻了出来，内心翻起了惊涛骇浪。姜立恒是以防守扬名的大宗师，这都扛不过，他心里十分好奇，想学啊，下次教你。张扬微微一笑，扫了眼，奄奄一息，被一群手下扶在角落疗伤的姜立恒，身体冲天而起。几个纵跃间，他已经来到了20楼大厅。接下来，无数鼓舞者涌入20层，纷纷向张扬道喜。3大影族的候选人一死一重伤，还有一个退场。放眼整个省城，已经没人是张扬的对手了。之前空落落的大厅瞬间坐满了人，一些没位置坐的索性站在角落中。突然，人群分开两边，一道婀娜的身影朝张扬走去。他的出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快，万境贤便来到张扬身边，摸出一张纯金令牌递了过去。张扬扫了一眼，上面写着3个字：广南令。这令牌是华夏黄派人打造，一共36块，每省1块，你有资格拥有。张扬的实力征服了万境贤，他主动将令牌交了出来。这玩意随便能给人？张扬有些不解，
既然是华夏皇打造的，新王不应该是由他亲自指定吗？三大影族都来省城争抢新王之位，说明华夏皇已经默许了竞争。你放心接下，相信很快就有使者过来给你下封书。万敬贤笑道：这玩意貌似值不少钱，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来了。别提区区一个广南王，就算是华夏皇之位，张扬也不会放在心上。不就是一个没有灵气星球一个国家的皇，没什么不了起了，迟早也会拜倒在自己脚下。参见广南王！马屁精苏通第一个站出来，大声喊道，声音仿佛会感染一般，瞬间传遍全场。参见广南王！参见广南王！声音如雷，从开始的参差不齐到最后的整齐划一，整个大厅回荡的都是这种声音。这一刻的张扬成为全场最亮的仔。张扬缓缓站起来，开口道：既然大家如此厚爱在下，那这广南王之位我便暂时做了，往后只要是广南的兄弟姐妹，无论是鼓舞者还是修士，遇到麻烦都可以找我，我会尽量创造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并除以前鼓舞者与修仙者相互打压、阶级固化的世界，让有资质而且努力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人上上。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经久不息。场上很多见证张扬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位置的人都有些恍惚。罗无情想起张扬之前被追杀，躲在自己房间；孟觉想起他被自己追得落荒而逃；罗琪琪想起他跟自己第一次见面境界比自己还低，这才2年时间啊！还有雷秋雪、周武、周文等等，目光全都看着那个闪烁的男人，他正在创造一个奇迹。苏家苏通愿意送上物流中心一座，商业大厦一幢，恭贺新王上位。马屁精苏通第一时间站了出来，送上贺礼。霍家霍正方愿送上高尔夫球场一个，面积10万平方米，恭贺新王上位。霍正方上前一步，大声说道。此言一出，周围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霍正方好大的手笔。这高尔夫球场在市里的黄金地段正准备开发，单是地价就高达100亿，这都送了出去，实在是太狠了。他们哪里知道霍正方此时的心思？之前儿子霍刚因得罪雷秋雪被张扬宰了，霍家已经得罪张扬一次，这次他又第一时间向张扬的死对头叶云世忠说，眼下霍家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也不为过。张扬可是个斩草除根的主，为了保命，别说1块地，就算把霍家一半财产双手奉上，他也愿意。霍宗师，那我就不客气收入了，咱们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张扬笑道。谢广南王。霍正方心里的大石总算是落下了。齐家齐笑云愿意奉上海悦天堂楼盘，恭贺新王上位。吴家吴道子愿意送上玉石中心一间，恭贺新王上位。马家马显奎愿意送上炼钢厂，恭贺新王上位。一群鼓舞家族纷纷献上财富示众。之前帮任天堂追杀张扬的鼓舞家族更是下了血本，只求张扬这个杀神能既往不咎，缴过家族一马。南无情惊麻了，刚开始他还在算着这些鼓舞家族送的礼价值多少钱，很快他就算不过来了，因为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奈他只好拿出笔，飞快地记了起来。上家上玉香送上京都庄院一座，礼亲情意重，还望广南王别嫌弃。上玉香笑道：多谢上姑娘，既然如此，我往后就多去京都跟上家走动走动。张扬马上听出对方讯号，上家这是想拉拢自己的节奏啊。杀掉叶云之后，张扬彻底得罪了叶家，若是能跟上家结盟，倒是一件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那我就在京都恭迎广南王。上玉香拱了拱手，再抛了个媚眼，这才带着一群手下离开。这次上家虽然没能拿下广南王之位，但是他的对手江家叶家也没能拿下。他现在还好好的，叶云死了，江立恒重伤，怎么算都是上家赚大了。上姑娘不留下来吃顿饭吗？张扬问。你长得太帅了，我单看你就看饱了。上玉香此话一出，周围很多人都笑了。明明是一句骚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一点都不下流，地位超然，人家只觉得是玩笑。张扬看着他的曼娜背影，微微一笑，心想这京都到时候是肯定要走一趟了。